恭喜夫人得偿所愿，是位姑娘。太好了！哎呦喂，这家还不重男轻女，他是被人捅死的。见义勇为的时候吧，歹徒手一偏扎他身上了。此后他还捐出了身上的器官，又救了7个人呢。老阎王差点被乔娇娇身上的功德光芒亮瞎眼呀！你功德加深，命不该绝，许你带着记忆投胎，享一世清福。然后乔娇娇就来了。老爷呢？夫人，您方才发动的急，奴婢不敢和您说，老爷和公子他们都出去了。什么？出什么事了吗？夫人，您别急，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孟家的小女儿落了水，刚好被路过的二公子救了起来。结果那孟姑娘醒了，就开始说胡话，老爷和大公子闻讯就赶过去了。原以为您还要过2日才生产，没想到事发突然，奴婢已经传讯过去了。这会儿想必老爷和公子们正往回赶呢。那孟家女儿多大了？若是到了避嫌的年纪，就麻烦了。奴婢提前打听了下，那孟家女儿名古雪，年方10岁，还小呢。他喵的，老阎王骗他，说好的投胎呢，结果是传书呀。那他传承了谁呀？那就好。虽然孟家与我们乔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但第一那孩子还小，不宜过早定亲。乔家，我天，乔家的结局是灭门呀！而且这乔家小女儿的结局是3岁夭折。老阎王，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死了以后一定掀翻你的地府。夫人，等急了吧？快看看小姐，真漂亮呢，像您。哇，我娘也太美了吧！这就是女娲精心雕琢的佳作呀！乔夫人的手猛地一抖，突然举目四望，目露震惊和茫然。是谁？是谁在说话？这个死亡角度也好美，娘，你是我的神，求你把美貌传给我。娘？哇，娘看我了，怎么一副吓到了的样子？难道我长得很丑？不会吧？我们娇娇真可爱，小娘。这辈子也叫乔娇娇吗？好巧，上辈子无父无母英年早逝，这辈子希望可以做个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乔娇娇。娇娇，娘的好孩子，娘一定让你一辈子平安喜乐。等等，我记得娘的死因是忧虑过重，郁结于心，一切的起因就是生产那日有丫头趁机爬上了爹的床。我的死因竟然有丫头要爬床。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娘因为刚生产恶露未尽的缘故，拒绝了爹的留宿，将爹赶去了书房。结果就这一晚，有丫头趁着爹老来得女，喝得酩酊大醉之际，爬上了爹的床。虽然这一晚什么都没有发生，爹事后也处死了那个丫头，但娘心中还是留下了疙瘩。这可是娘抑郁的诱因啊！怎么办？我又说不了话，该怎么阻止这件事发生？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夫人，娘，夫人，苦了你了，是为父不好，没有陪在你身边。哇，我爹好帅呀！这就是中年男人成熟的魅力吗？他抬眸去观察自己夫君，发现他并没有露出什么异样，这才确定，果然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呀。只有他能听到乔娇娇的心声。夫人，这就是我们的娇娇吗？来，爹抱抱。好温柔一爹呀！上天待我，太好了！乔老爷的手猛地一抖呀。如果不是从前征战沙场留下的底子，他这会儿啊，可能直接把怀里的孩子甩出去了。我爹怎么抖了一下，吓我一跳。此言一出，乔老爷更加确定，说话的就是他怀中的孩子。这怎么可能？说起这个爹呀，我爹也是个传奇人物呢。年轻的时候为国征战沙场，
收复北地。北国投降后，爹立刻主动上交兵权，又婉拒了皇上的镇国公头衔，做起了一个三品御史大夫。别人都笑他傻，笑他自讨苦吃，可是谁要知道我爹心中的抱负啊？他武能保家卫国，文亦能督察百官，只为守住朝廷的一片清明。可惜我爹这样的大英雄，最后竟然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午门斩首，一夜灭门。此言一出，乔夫人和乔老爷同时心中大骇，这辈子一定不会了。这么有爱的一家人，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会护住他们，改变命运的。傻娇娇，这样的重担怎么能落在你的身上？天无论如何都会护住你们的。哎呀，斩首之事还远，一切都还来得及。今晚丫头爬床的事才是燃眉之急啊！爹和娘感情那么好，怎么可以因为别人的算计生出嫌隙？丫头爬床，那丫头始终是个祸患。今晚娘就算是把爹留下，也终究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啊！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今晚就把那个丫头揪出来。要是我能说话就好了，让爹假醉一番，那丫头必定上当。哎呀，我恨自己太小，还无能为力。爹，该让我抱抱妹妹了。乔娇娇眼睛猛地一直啊！我靠，这家的基因真的太好了吧！两个哥哥都好帅啊！大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二哥桀骜不驯，意气风发。这是什么完美组合？乔娇娇此言一出，乔天京和乔第一猛地抬头对视，一脸骇然呀！是小妹在说话吗？好养眼啊！上天待我乔娇娇太好了，我很满足。点个订阅吧。大哥和二哥怎么突然对视起来了？小妹真可爱，长得像娘。唉，这样风光激越的两个少年郎啊！大哥在官场遭人陷害，一世英名尽毁，最后被五马分尸；二哥在为国征战的沙场上被奸人暗算，麻葛裹尸。我这个小妖还在3岁的时候无故夭折。哎呀，老天凭什么这么对我们？明明是忠义一家，却遭满门抄斩，断子绝孙，这不公平！什么？小妹会在3岁的时候夭折？不，这个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爹娘和我们可是盼了10多年，才盼来了这个小妹啊！不行，我要多攒点功德，功德越多，我才有保命的资本，这样才能保住乔家。功德！乔夫人听到这里，立刻决定明日开始就以乔娇娇的名义积德行善，供奉菩萨，无论花多少银钱都在所不惜。好饿呀！潇潇闹人了，估计是饿了，我来喂他，你们都出去吧。乔娇娇一看爹要走了，吓得哇哇大哭。爹，你今晚可不能醉酒啊！夫人，你刚刚生产完，还太虚弱，今晚为父留下来照顾你吧。夫君一个大男人，在此都有不便，这几日就先委屈你在书房过几晚吧。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不行了，我真的要饿昏了。爹，你不能走！乔娇娇忙得不行，结果等乳汁一到嘴边，她整个脑子就变成了一团浆糊，喝了几口就沉沉的睡过去了。嬷嬷，今晚不用你伺候了，你去书房门外偷摸守着，看看有没有那些个心怀不轨的小丫头。夫人，您的意思是，这么大一个府邸，总有那些个毛毛狗狗的。嬷嬷，别闹大了，不然老爷面上不好看。他对我的谢，我还是知道的。刘嬷嬷面色凝重的应了声是，步履匆匆的出去了。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竟然能听到小妹的心声，而且看样子小妹似乎还能预知未来。二弟，她是我们的妹妹吗？那自然是了，她也是娘肚子里出来的，与我们是一母同胞呢，那不就够了吗？或许正是因为上天也看不下去，我们乔家满门忠君卫国，却惨遭斩首灭门，所以派小妹来拯救我们。二弟，我今日细细看过爹娘的神色，他们似乎听不到小妹的心声，故而此事你知我知，万万不可宣扬出去，否则必定会给小妹引来杀身之祸，亦为我乔家招来灭顶之灾的啊！大哥，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从今往后，我自当用命去疼我们的小妹。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我记得娘的死因是忧虑过重，郁结于心，一切的起因
就是生产那日有丫头趁机爬上了爹的床。夫人，还真被您猜中了！我的天爷啊！奴婢亲眼看着那小蹄子，屋里突然惊叫一声，竟是被老爷亲自拧了出来。如今在前院发了好大的火。第二日再睁开眼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他感觉到有人在轻柔地晃着自己。我爹白日里看起来更帅气了。老爷，你就看在奴婢和华大太府上伺候了30多年的份上，饶了六儿那丫头吧。她是猪油蒙了心，绝不该万不该生出那般龌龊的心思。奴婢待她嫁娶后一定好好管教，绝不让她再出来丢人现眼。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啊！这是在处理丫头爬床的事啊？那丫头没有得逞吧？娘现在怎么样了？等等。华大这个名字这么的不起眼，却又是那么的致命。我靠，这人不能留，这一家都不能留。这华大因为女儿被处死，一直对爹怀恨在心。他有一个儿子在大哥的院子里做洒扫，暗地里收集了大哥好多的废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面大哥被诬陷的时候，就是这个华大把那些废稿交给了大哥的死对头。乔天京听到这里，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这人一向喜欢舞文弄墨，兴之所至，作作诗，写文章也是有的。但事后呢，总觉得不满意，就让院子里的下人拿去烧了。谁知道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竟然会给自己以后带来致命的打击。华大，你来回话。是，老爷请讲。你们一家在乔府30多年，家中都有哪些人口？都在哪里当差呢？我爹真是有远见呐，简直心细如发，明察秋毫。没错，就是要查他们一家，连根拔起，不留一丝隐患。爹的小棉袄，爹把天上的星星月亮都摘给你。点个订阅吧。女主来了，我去，好紧张啊！这些年来，我倒是眼瞎了，感情这乔府是你华大家的。不敢，老爷，我们不敢呐！欺上瞒下，中饱私囊，教女无方，任人唯亲，好大的胆子呀！来人，将华大一家全部驱出乔府，1分银钱1张纸墨都不许带走。还有，去华大家抄一抄，看看这些年有没有手脚不干净的，一并将东西带回来，由我亲自过目。下一刻，院子里就响起了呼天抢地的求饶声和哭喊声。哇！这就叫雷厉风行，滴水不漏，恩威并重。老爹，快吃下我的彩虹屁！我闺女拉了，他甚至俯下身闻了闻，一点也不臭。我闺女真香。爹，我也想抱抱小妹。我哥也该娶个媳妇了，院子里的东西也没人收拾，随手就丢给下人，这像样吗？就应该有个大嫂好好管着，拘着他。我已经想和美貌大气、香香软软的大嫂贴贴了。这主意妙啊！这次若是从华大家抄出老大的废稿，就用这个借口怼得他哑口无言。哦，对了，老二也15了吧？该提上日程了。两个哥哥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自家小妹给坑了。老爷，孟家老爷和夫人携他们小姐来登门道谢了。女主来了！我去，好紧张啊！女主才10岁，那男主也才13岁，应该还在韬光养混，不过想必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可恶，当时看他们虐渣觉得好爽，现在渣渣变成了自己，真想一拳捶死他们。如果不是女主一直以现代人的知识帮助靖王，我们乔家才不会一次次被靖王算计，最后满门不得好死。还有靖王13岁，那不就是当今的二皇子吗？老爷啊，我也想看，我也要看女主。爹，把我也带上吧，求求了。把人迎到正堂来，我就在这里见。老爹，我爱你。乔兄，昨晚事出突然，招待不周，多有得罪。今日一早，小女已经见好，小弟特让她亲自来给府上二公子道谢。哦，看来昨晚的落水就是女主穿越的契机了。如今丈夫身体里换了个现代成年人的灵魂，剧情终于还是来了。穿越，所以真正的孟家小姐昨晚还是在落水中死去了。如今站在我们眼前的人是另一个人，这不就是借尸还魂吗？
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女，所以谁都要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了吧？孟兄何出此言？昨日忙乱乃人之常情，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再来一趟。哎呀，乔兄，救命之恩大过天呐！小雪，快过来给二公子道谢。多谢乔二公子救命之恩，小雪无以为报，莫齿难忘。昨晚的孟古雪明明神思错乱，表现得胆小怯懦，只会哭哭啼啼的，然后就发起了高烧。没想到一夜过后，果然完全像变了个人一样。难道真如小妹所说，如今孟古雪的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世界来的成……哇，好帅！这是能 C 位出道的程度了吧？我去，这个够帅啊！我要选这个大的。靠！女主不许觊觎我大哥，我大嫂是工部侍郎家的千金，那才是1等1的好女子。爹啊，今天孟老头殷勤登门，其实是想让孟古雪和2位哥哥之一结亲，你可千万不能回答考虑考虑啊，直接拒绝。孟古雪看上了大哥，他就是因为被拒绝后觉得咱们乔家看不起他，所以一直心有芥蒂，后面才处心积虑想要扳倒大哥，证明他自己。乔大哥，你长得真好看，小孩真的很喜欢你这样的大哥哥。我是穿越女，是这个世界最特殊的女子，没人可以逃过我的主角光环。然而乔天京已经知道这具身体内是个成年女子，若不是涵养极好，此时呀，他恨不得甩脸就走。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女，所以谁都要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了吧？乔家大公子风光霁月，是京城里多少人求不得的夫婿呢，自然优秀。然而孟古雪听到这话，却越发兴奋了。只有这样优秀抢手的极品男人，才配得上她穿越女的身份呀。哇，我第一眼就看出他哥哥不一般了，果然真的好了不起啊！孟夫人看到这里，一口气儿差点没上来呀。我去，这孟古雪完全是以现代思维行事啊！他没发现他娘已经羞愤的把我撅过去了吗？大哥，坚定啊，不能被女主光环迷了眼。他后面和靖王玩的特别花，根本配不上你。孟夫人谬赞了，大儿努钝，让我们操了不少心，如今终于是有些苗头了。届时若有喜讯传出，必定广而告之，与诸位同喜。有苗头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是韩家的小姐吗？这时候爹娘就相中韩家姑娘了吗？我记得是元宵节的时候，大哥碰巧英雄救美，二人才结下不解之缘的吧？好看，点个订阅吧。还想霍霍我二哥吗？我二哥也是名草有主的，我二嫂那是个奇女子啊！我记得她就是……真困啊！凭什么说到我的媳妇就不说话了？小妹，快告诉二哥，那个婆娘是谁啊？然而乔娇娇已经到了体能极限，她甚至感觉到一股热流不受控制的从身下溢了出来。羞羞啊，她尿尿了呀！府上正值喜事，是我们准备不周，待小千金满月宴的时候，一定前来贺喜。天哪，这样一个极品好男人，居然是别人的！凭什么？除了我，谁也配不上他。等着瞧吧，等半年后的京城诗会，我一定会一鸣惊人，惊艳乔天清的。他感觉到有人给他换了尿片，然后就落入了娘的怀抱中。果然世上只有妈妈好，最喜欢娘的味道了，真香！快让我看看我娘的心情怎么样。娘啊娘，你可要保持心情愉悦，活到100岁。等女儿大了，给你吃美容养颜丹，80岁还和18岁一样美。夫人都按照您说的去布施和上香了，奴婢还在救济堂留下了不少银钱，想来够用一段时间了。有没有特地和菩萨说是娇娇的心意？夫人您放心吧，奴婢一字一句的，不敢含糊呢。娇娇，娘替你攒功德，攒多多的，保佑我们娇娇长命100岁，一生平安。对了，夫人，方才大嫂子来信了，说是明日来看您呢。甚好，我也有一段时间不见大嫂了。叫大少爷过来见我，你自己看。这张纸若是被有心人拿去曲解成对圣上对朝廷不满，当真是欲辩无言。老大，你行事一向沉稳，怎会不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道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便是在自己家，
有些话你也得烂在肚子里。今晚就去宗祠里跪着，亲手将这些纸一张一张的烧了。顺便想一想，长到这18岁，还遗落下了什么不得了的纰漏没有？老大呀，我们乔府看似蒸蒸日上，也该居安思危呀。爹，儿子再也不会做这种蠢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舅妈不是好人，舅舅也确实不是个东西，他后面还硬拖着二哥逛青楼，怎的就和老大发了那么大的火？乔中国没有任何敷衍，认认真真的将今日之事，包括其中的利害关系，全部分析给乔夫人听。谢天谢地！太好了，我爹真可靠呀，真的就查出来了。这样一来，以大哥的为人处事，还有清正廉洁的官风，有心人就别想轻易陷害他了。对了，夫君，大嫂说明日会来看我，指不定也会将宁儿带来。大嫂已经暗示过我很多次了，她看上了我们老大。夫君你觉得呢？娘，不行的，我大嫂是工部侍郎家的千金，大嫂真的很好，她和大哥琴瑟和鸣，最后我们乔家落入绝境，大哥让她和离归家，但是她依旧对大哥不离不弃。我真的好磕大哥和大嫂那一对的。夫君，我想想还是算了，这关系到底太近了些，而且老大有主意的很，这件事还得他自己点头。对，娘亲真是通情达理，又尊重儿女，是世上最好的娘亲啦。娘对舅母很是亲近，舅母嫁入国公府后，娘也帮了舅母很多。舅舅是个混不吝的，舅母为此受了不少气，也都是娘在其中斡旋安慰，还送了她不少美玉首饰。可是我这心上的娘哪里知道，这舅母其实是只笑面虎。其实舅母呢，一直都很嫉妒娘，从前嫉妒娘出身好，长得好，后来嫉妒娘嫁得好，婚后幸福美满。所以当娘把舅母当成知心人，委屈哭诉丫头爬上爹的床时，舅母明知道爹没做错什么，还怂恿娘和爹冷战。他还把舅舅拿来做例子，将男人说得十分不堪。夫君，明日我若明确拒了老大和宁儿的婚事，只怕会惹哥哥和嫂嫂不开心。夫人，老大心思太沉，宁儿那孩子我看这心思也重，二人本来就不是良配，我们若拖着，对宁儿那丫头反而不好，索性就直言了吧。若有什么不当之处，改日我亲自上门致歉就是了。太好了，最好明日就直接得罪狠了，然后永远都不往来。舅妈不是好人，舅舅也确实不是个东西，他后面还硬拖着二哥逛青楼，又惹出好大一堆事。大哥怎能带老二去那种地方？很好，老二那边也有事做了，老子打到他以后见到青楼就绕道走。行了，夫人，别想太多了，一切有为夫呢，今晚为夫就留宿在这里，可好？说什么蠢话，娇娇还在这里呢，而且我身子不方便。傻夫人，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我是担心你起夜太累，想与你一起分担一下。乔夫人闻言才知道自己想歪了，面上不由得越发羞红。你明日不是要上朝吗？怕是要累到你。为夫当年征战北地，3天3夜不睡觉都有的。夫人是嫌为夫老了吗？不中用了吗？你别嘴贫。这是什么神仙爹娘啊？相濡以沫，如胶似漆。好甜啊！妹妹，我来看你了。瞧瞧这模样，别人都是鬼门关里走一遭，你怕不是去天庭的蟠桃园游了一圈，看着越发的俊了。你才从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家。等等，这是不是把娘亲和外祖父也埋了进去啊？呸！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哟，这就是我家亲戚外甥女吧？快让舅母瞧瞧是怎样的天仙模样！怎么怕我吃了你们家娇娇啊？娇娇她认人，妹妹，这才几天的孩子，认什么人呢？哼，恶毒女人，不给你抱，不给你抱！妹妹呀，不是嫂嫂说你，女人有了孩子后，也不能忽略了夫君。男人啊，最是喜新厌旧，也最受不得冷落。你若不盯得紧些，小心他在外面偷吃。来了，他自己过得不幸福，非要给别人上眼药。我爹娘感情好着呢，
他们昨晚还睡在了一处了。嫂嫂，夫君他不会的，他昨晚还宿在这里了呢。你说妹夫他昨晚宿在这里了？左夫人突然想起自己生产过后，夫君那嫌弃的眼神，突然觉得心肝疼呀。是啊，他昨日还整顿了府邸，说是永不纳妾，更不接受任何通访，所以大嫂就不用为我忧心了。竟是嫉妒到硬生生的将护甲掰断。哟，憋不住啦，别擤鼻泪啦。那妹妹，你可要克制住，男人最是没有分寸，千万别伤了自己。嫂嫂胡说些什么呢？夫君他之所以留下，不过是为了方便照顾我起夜而已，赶都赶不走呢。左和庆明明知道他哥哥如何混账，我过得如何煎熬，却一再炫耀他们夫妻恩爱，这算什么？想看我的笑话吗？区区几句言语就刺痛你了吗？那你残害我乔家满门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们有多痛？娘，你炫的恰到好处啊！看左夫人脸都扭曲了，虐渣打脸，好爽！唉，要是能想办法把这个舅母从燕国公府里揪出去就好了。我记得舅母嫁给舅舅之前有个青梅竹马，就在靖王手底下做事，在通敌叛国罪政之事，也是那个青梅竹马牵桥搭线的。他叫什么来着？真想不起来了。今日怎的没带宁儿过来？那孩子最近在用功呢，说是为半年后的诗会做准备。妹妹，我之前提的那件事，你可和妹夫说了？要我说，咱们两家亲上加亲，再好不过。嫂嫂，怕是不成。怎么，妹妹是嫌我们宁儿配不上天京吗？来了，娘，操死他！看他以后还能厚着脸皮再来不？嫂嫂，你别生气，实在是老大主意太大。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京的孩子再有主意，婚事还不是你们说了算？我是做不来勉强孩子的事。妹妹这话的意思是，宁儿配天京，还是勉强天京了？这可是嫂嫂你自己说的，妹妹我可没这种意思。妹妹如今好大的架子和气派啊！京中都说乔家如今蒸蒸日上，胜券正浓，怕不是要上公主呢？嫂嫂，这种捕风捉影的话就不要再提了。我乔家本分，忠君忠国，可不敢有那非分之想。至于宁儿的婚事，嫂嫂若是着急，我让夫君帮忙留意那些好儿郎，燕国公府的小姐自然委屈不得。你宁儿的婚事由我这个当娘的操心，不敢劳烦乔夫人你。此事由嫂嫂操持，自然十全十美。今日只当我没来过吧。这乔家的门槛，我如今是高攀不上了。妹妹不便远走，嫂嫂慢走。走了好，这下估计真的得罪狠了，还要防止他狗急跳墙才行。不过如今靖王还没起来，他就是想蹦跶也没有这个资本。娘亲威武，娘亲雄起，这种段位的宅斗，在我娘眼里根本不够看。我要去见男主了，让我看看他到底长得多妖孽。韩家夫人携韩家小姐来贺。韩家，他们家不是什么宴会都不参加的吗？也就平日里装的清高，今日不也眼巴巴来了？娘，是大嫂，你未来儿媳，我好喜欢，一眼就喜欢。来的有些迟了，还请夫人莫怪。不迟，时候还早呢。这位是韩小姐主动走上前来，落落大方地行了一礼。这是家中小女雅贤，蒲柳之姿，在夫人面前献丑了。孟家夫人携孟家小姐来贺。女主又来了！哼，快让她见见我正牌大嫂的风采，叫她知道一下，古代关门宅院里倾力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一点也不是穿越女。气死了！谁能想到女主和靖王的初见，竟然是我的满月宴促成的？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相见啊？要是男女主一开始就没有在一起过，乔家后面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苦难了？雪儿，这丫头如今是越发的没正形了。乔夫人问她话呢，竟然还在发呆。这孟国雪的心思估计都跑到太子身上去了。她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想要做人上人呢。如此心性和仪态，还妄想做太子妃？夫人，太子携3位皇子驾临，老爷让奴婢将小姐抱过去。我要去见男主了，让我看看他到底长得多妖孽。娘，我想去更衣，
出门之前不是不要让你喝太多茶水吗？哎呀娘，人有三急，天经地义呀！让门口的乔家丫鬟带你去，速去速回。快让我看看男主在哪里。帅，360度无死角螺旋升天劈叉的帅。当年就是去母留子这事，让二皇子把皇上、皇后所有人都给恨上了。别看他现在弱小无助，一脸无辜的站在这里，其实他已经伸出了自己的獠牙。再过不久，北国那边的人也要开始联系他了。舅母塞给乔府的通敌叛国罪证，为什么那么真实啊？因为上面那些文书盖的印全都是真的呀。哦，这就是乔大人家的小夭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太子，这就是太子对不对？难道太子也有问题？闺女哎，肚子已经开始饿了，有什么话倒是说呀。又舍不得走，怎么办？乔大人，可否让本宫也抱抱？好可惜啊，这就是英年早逝的太子吗？其实太子早逝这件事还是很耐人寻味的。死因是毫无征兆的一夜暴毙，就好像是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给晋王让位似的。太子啊太子，就算是为了我们乔家，你可要好好活着呀。掐指算算，离你暴毙还有4年，我乔娇娇若能活到那个时候，一定想尽办法把你保下来。到时候你可要好好带我们乔家，好好护着我爹和我2个哥哥啊。小四，你不是嚷嚷着要看小妹妹吗？快过来。哇，好可爱的妹妹，哥哥，我也想抱抱她。四弟，你还太小了，小心伤了乔姑娘。哪儿来的傻白甜？皇家有这么1号人物吗？哥哥，我会很小心的。四弟，这个不能开玩笑，等你再大些就好了。那小四什么时候才算够大呢？等明年端午你过生辰的时候便够大了。那小四再等等，到时候长大了就可以抱妹妹了。这不就是和我一样命定早夭的路人乙吗？5岁生辰那日，也就是端午节那天，四皇子御花园溺水而亡，直接把皇后打击得一病不起，让太子悲痛欲绝。尿了，我憋不住了。咦，小四，不许笑话妹妹，你从前也是这样的。小女无状，冲撞的太子殿下，还请。乔大人，孩子本就这样，不必多言，本宫去换身衣裳便是了。夫人，不用明日，就今晚，咱们小小姐尿了太子殿下一身的事儿，8成就要传遍京城了。夫人，孟夫人方才来说，孟小姐开席前就去更衣，至今未归。她担心孟小姐冲撞到前边的贵客，这会儿看着有些上火了，想让夫人派几个人出去找找。什么？孟古雪不见了？完了，她肯定是悄咪咪溜到前面去了。现在指不定正和晋王隔空相望，含情脉脉。这姐真是又勇又莽啊！要不是有主角光环在，就冲官家女冒犯了太子和皇子，都够她喝一壶的。派几个机灵的丫鬟去找吧。今日府里人多，到处都闹哄哄的，估摸着要邪宴结束才能找到人吧。奴婢晓得了。别闹开了，今日是娇娇的满月宴，不许出任何纰漏。我怎么觉得娘亲好像话里有话呢？点个订阅吧。爹，您怎的才来？晶儿，你又不是不知道，爹最讨厌那种场合了。娇娇，快见见你外祖父。哇，这就是外祖父吗？看起来真年轻啊，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人啊。晶儿，替娇娇收好了，以后这就是她的嫁妆了。爹，太多了，女儿不能收。又不是给你的，是给娇娇的，不许拒绝。那是娇娇外祖母的心意，你娘从帝意那孩子出生后就备下了，说是后头肯定还要生一个女娃娃，女娃娃都是要出嫁的，嫁妆必须要丰厚，所以早早就准备着了。谁知道这一胎竟等了足足14年。娘也想自己的娘了，外祖母肯定是很慈祥的长辈，才会为娘考虑的这么长远。若是他知道娘会郁结于心，不知该心疼成什么样。爹，女儿有件事想告诉你。怎的？中国那小子给你气收了？他哪敢呢？爹，我要和您说的是哥嫂的事。你哥那个不争气的，
哎呀，这辈子浑浑噩噩过去也就得了，我早就不盼他有什么作为了，别惹祸就成啊。爹，您若不想哥哥惹事，还是得多拘拘他。您不知道，哥哥他竟然想带第一去那种烟花之地。什么？那个混账东西！不行，老子现在就要将他救回去，好好打一顿。爹，您等等，女儿还有一件事。莫非那狗小子还霍霍天惊了？罪加一等，罪加一等！爹，您回去可别太上头了，胳膊腿打折也就算了，别伤了哥的脑子。这话说的，到底是谁上头了？爹，女儿想和您说的是大嫂的事。你大嫂怎么了？前些日子大嫂提亲，想让天津和宁儿亲上加亲，我给拒了。大嫂瞧着像是生我的气了，近日巧巧满月宴也不曾来。而且近日我在席宴上听说了一桩事，涉及咱们燕国公府的脸面，所以斗胆在爹面前提一提。什么事儿啊？爹，这种妇人之事原不该在您面前说的，奈何娘去得早，也就只有您能做主了。女儿听说大嫂牵头就有个青梅竹马，和她感情甚笃，近日不知怎么的又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您看要不要仔细查查？你大嫂倒不像是那样的人。这样吧，我回去后就派人仔细去查查。谢谢我帅气迷人大方的外祖父。哇，这胡风真的好厚呀！大嫂呢？一早回她娘家去了，本来定好了明日去的，突然就改了主意，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乔夫人了然，她前脚才递了消息要来，大嫂后脚就走，看来这是还在生她气呢。爹，娇娇什么都不缺，您不必次次出手都这么阔绰啊。这是老夫作为外祖父的心意，岂是你这个做女儿的能智慧的？乖娇娇，别听你娘的，说好以后都是我们娇娇的嫁妆。谢谢我帅气迷人大方的外祖父。哇，这胡风真的好厚呀！静儿，那事儿确实有点蹊跷。那人叫李须生，其实是你大嫂娘家的一个亲戚，一家人走投无路来京城投奔的。据说他与你大嫂一起长大，感情甚笃。那李须生也是有出息的，他一身功夫了得，亲家有意举荐他到军营里去历练。如此看来，两家原是有亲上加亲的意思。事情坏就坏在你大哥看中了你大嫂，我们两家议定婚事后，李须生一家就销声匿迹了。我派人去李家祖家问了问，李家一家人自从来了京城后，就再也不曾回去过了。这几个月，我让人拿着画像四处暗访之时，巧合之下，还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李家在本地曾以卖豆腐脑为生，固天街角有一个豆腐摊，摊主是个断了腿的老婆婆，瞧着和李须生的母亲生得很像。探子几次接触下来，了解到那摊主的夫君似乎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儿子也不知去向了。但是在数次蹲点后，探子发现摊子里偶尔会有个勾背男人前来帮忙。那人虽瞧着年纪大，但其实是个外家高手。莫非此人就是李须生？静儿，你绝对想不到，这个李须生如今在谁的手下办事？二皇子。那李须生如今是二皇子的手下，而且贴身守护着二皇子，寸步不离。静儿，当年你大嫂家为了这桩婚事，极有可能对李家一家下了死手。李须生不仅死里逃生，如今还平步青云。此人能忍常人之不能忍，绝非善类，不得不防。点个订阅吧。一道光突然闪瞎了我的眼睛，是阳光吗？不，那是娘亲身上慈母的光辉。夫君，我今日在爹那里听说了好大一件事。怎么了，夫人？可是岳丈遇到了什么难处？师爹听说了一些关于大嫂的风言风语，他便派人去查了一番，结果却出乎意料。当下，乔夫人便将李须生之事复述了一遍。夫君，虽然对他李家下手的是嫂子一家，但他会不会也因此记恨国公府，记恨我们乔府啊？夫人不必有心，一切有为夫在。有夫君在，景儿一直都很安心。娇娇也有4个月了，夫人休息好了吗？为夫早就望眼欲穿了。也生了再说吧。要不今晚就让刘嬷嬷带娇娇睡一晚吧，为夫实在憋得有些久了。乔天京抱着娇娇才走到门口，就听到房里的打闹声，面上猛地一红，赶紧脚下抹油溜啊！乔娇娇贼兮兮的痴痴笑了一声啊！大哥浪漫过敏吗？跑这么快？怎么办？我也好想去啊！我要去见证一段缘分的诞生，还想看女主装逼，
今晚花灯游街可热闹了，哪个楼好像还举办了盛大的对对子活动，然后女主就大出风头，高光时刻刚好还被男主看到了。我也好想去凑热闹啊，可不可以让大哥二哥带我去啊？哎呀，我恨自己不会说话。娘，小妹如今也大了些，我今晚能不能带她一起出去看看啊？二哥，你人又帅又有爱，借你的光，我很快就要看到从未看见过的世界了。请继续散发你迷人的魅力，带我出门吧。爹娘，你们就放心吧，我用性命保证，一定会照顾好小妹的。爹娘，我会和二弟一起照顾小妹的。大哥神助攻啊！哦，这世上最美丽心善的娘，快答应让我出去吧！这么可爱的女儿在求你，你一点也不心软吗？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去吧去吧，去了我也好消停一会儿。哇！一道光突然闪瞎了我的眼睛，是阳光吗？不，那是娘亲身上慈母的光辉。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哇，这就是书里描绘的那种大唐盛景吧？真的好热闹，有那种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感觉了。哥哥，我要这个小老虎。好，那你自己去摘吧。是太子和那个傻白甜。哪里？太子竟也来了？小四，小妹妹来了，你不看一下吗？小妹妹是乔府那个漂亮的小妹妹吗？乔弟抱着娇娇来到太子面前，正要见礼，却立刻被拦住了。今晚就莫要多礼了，和朋友一样，一起逛逛吧。沈兄也来逛花灯啊？哎，这傻缺二弟，好歹唤太子一声公子啊。66666，二哥牛逼！666厉害了！小妹突然夸我干嘛？看什么看，小屁孩！妹妹看我了，她也喜欢我。哥哥，我可以选妹妹做我的四皇子妃吗？人这么小，心眼还挺大，想得美！你这小短命鬼，能不能活着长大还不一定呢。啊，谢天谢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只有我和老二能听到。今日宫里忙着给我选太子妃，小四听了点兴趣，整日嚷嚷着要你们家的小妹做皇子妃，这是大喜事，恭喜公子！太子暴毙的关键因素出来了，这太子妃人选一定要慎重啊！庆国公府的嫡小姐盛秀然被皇上定为了太子妃，可她一直喜欢的都是靖王。后面靖王和盛秀然搭上线后，太子的一举一动，靖王全部了如指掌。骠骑大将军家的大小姐萧千兰就很好呀，可惜她只做了侧妃，她对太子是真心的。婚后太子与她的感情也最好。太子暴毙以后，萧小姐一直坚持太子之死存疑，结果几天后就不明不白的殉情了。而且萧小姐的亲妹妹还是我二嫂呢，我家傻二哥。他傻人有傻福，配了个愿意和他上战场的姑娘。大郎，你也到婚配的年纪了，想必乔夫人对京中适婚女子都很了解吧？啊，我娘也是个爱操心的，瞧着是做了不少功课。小四总是在母后面前念叨你家小妹如何可爱，母后早就想见见了。若是乔夫人方便的话，可否请她带上乔家小姐进宫，与我母后聊聊天呢？啊，那是家母的荣幸。再一同往前逛逛吧。这么说，我可以去逛皇宫了！哇，好开心啊！大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点个订阅吧。小姐，小心啊！多谢。这位姑娘，事迹从权，若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大嫂是大嫂啊，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哎呦，我这傻大哥怎么还呆呆的杵着？快自报家门啊！不然大嫂怎么知道是你救了他？大哥，这是……多谢公子大救之恩，多谢这位公子。我家小姐是工部侍郎家的千金。韩姑娘，举手之劳不足挂齿，我乃乔家大郎。原来是乔公子，多谢您了。
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再次多谢乔公子的恩情，就此别过。韩姑娘慢走。我这脸皮薄的大哥，你可得赶快回去叫爹娘去韩府提亲，人家韩姑娘可是很受欢迎的。看来大郎你好事将近了。工部侍郎为人耿直，兢兢业业，这桩婚事甚好。婚姻之事，但凭父母做主。大哥就要大嫂了，今天最大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该去凑热闹啦。好想去那个采风楼看看啊！女主指不定正在疯狂装逼。方才众人都跑去了采风楼方向，师兄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二哥果然懂我，他该不会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那就一起去看看吧。今年的春闱也快开始了，京中正是多才子的时候，想必是很热闹的。这不就是望江楼的传世名联吗？对女主来说就是送分题。我记得下联是映月景，映月影，映月景中映月影，月景万年，月影万年。我记性真好。女主呢？让我瞅瞅，女主在哪儿啊？我来试试，上来对吧？晚辈涿州谭汉池在先生面前献丑了，不必客套，落笔吧。原来谭汉池这么早就出场了吗？他可是个大人物啊！别看他现在就是一介布衣书生，其实他文采斐然，有勇有谋，非常厉害。他是今年春闱舞弊的受害者，不仅试卷被人冒名顶替，对方为了灭口还想暗杀他，靖王无意中将他救下，从此多了个死心塌地的顶级谋士。后期靖王好多谋略和计策都是他想出来的，这个人太厉害了，绝对不能留给靖王啊！对的不错。孟古雪在台下看到这里，一颗心猛地一提呀。不会吧？难道被这个谭汉池抢先一步了？可是那个下联，除了我这个穿越者，别人不可能知道啊。除非这个谭汉池也是穿越者。赛诗台，赛诗才，赛诗台上赛诗才，诗台绝世，诗才绝世。好，确实好，不错不错，应该可以封对了。还有人有更好的下联吗？我有一联。什么呀？他看着不像是读书人呐，看他手上的剪子，不是武夫就是屠夫。切，他能有什么好下联？今日这魁首八成就是那涿州的谭汉池了。我就是一屠夫，不懂什么对联，但是方才有位客人塞给我一点银钱，让我把这对子对上。那位贵客给出的下联是印月景，印月影，印月景中印月影，月景万年，月影万年。这个确实更好，可是那人如此有才华，为何藏头露尾呢？就是自己不现身，反而委托一名屠夫前来对对子，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对，我要去问问那个屠夫，教他下联的到底是谁。孟古雪好不容易的挤出人群追了出来，可那屠夫早就没影了。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穿越和我想象中的大杀四方根本不一样？这个下联确实比我的要好。早知道他就不等什么最佳时机了，直接上台。那么此时此刻，这些荣耀就是属于他的。男主现在应该就在对面楼上看着这一切吧？热闹看完了，该回去了。一会儿八成还要起乱子呢。我记得是北国的人找来了，他们想接头靖王。要我说，这靖王确实有点生意头脑。这朱翠阁不仅贼赚钱，消息还灵通。要么我去尿遁好看，点个订阅吧。太子，那是太子，保护太子。方才那句惊呼声来得太古怪了，简直就好像是在故意点名太子的身份。莫非这出生之人早就知道暗地里藏有北国人，所以才特意出言，希望借北国人之手除掉太子？在这附近的谁有如此心思？这个答案简直呼之欲出了。男主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吗？谁要你自作主张的？公子，北国人此番来的不少，太子和四皇子就在下面，身边不过12个暗卫，或许真的可以就此除了他们呢。只要太子和四皇子一死，您就是最顺理成章的皇位继承人呐。周伯，我知道你一心想为我娘报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皇城脚下，援军很快就会来了。一旦这些北国人被抓，他们若供出此行目的，父皇还容得下我吗？就算这些北国人能够全身而退，今日太子在此遇险，四周茶楼酒肆皆要彻查，你以为朱翠阁就能幸免吗？公子，奴才不敢呐，奴才一心都是为了您，奴才是不想您错过这次大好机会啊。周伯，够了，我知道你是好心的，但这一招确实是下钱，如今只能壮士断腕，弃了这朱翠阁。公子，再看看吧，或许这些北国死士有特殊的手段。周伯，永远不要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乔中国，是乔中国来了，传令下去，立即撤退，所有密件全部带走，一点碎纸都不能留下。爹，是爹来了。我爹真是天下无敌的大英雄。参见太子殿下，属下来迟，令殿下受惊，还请殿下降罪。乔御史，不必行如此大礼，今日多亏有你。今无畏听令，北国死士潜入之事，留后再议。今无畏立刻疏散百姓，统计伤亡损失，全部上报，照价赔偿。谭汉之看到这里，一脸震惊地望向太子，心中暗道：这是我们大雍朝的储君吗？若他果真如此爱民，那当真是雍朝之福，亦是我们这些学子之幸啊！娇娇别急，爹马上带你回家。爹，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啊？快让太子排查朱翠阁，那里是男主的大本营，去晚了就什么都不剩了。殿下，臣观这北国死士出现的蹊跷，依臣薄见，还应对这沿街商铺仔细搜查一番。便依乔御史所言，就从两旁最大的采风楼和朱翠阁查起。听人劝，吃饱饭。这回多亏乔御史及时赶到，微臣心中也是后怕呀。本来是担心老二那小子带不好他妹妹，没想到会遇上北国死士作乱。殿下无碍，便已经是万幸了。乔御史，我母后很想见见乔家小妹，可否请乔夫人过几日带上乔家小妹进宫和我母后略坐一坐？那自然是臣妻的福分。既然如此，乔御史快回吧，此事明日朝堂上再议。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母后，妹妹来了，你快来看啊！妹妹生得最好看了。京城第一美人，果然名不虚传。娘娘过誉了，臣妇愧不敢当。乔夫人不必如此拘束。前几日普厅街上，若不是乔大人及时赶到，救下太子和小四，本宫心中不知该如何惶惧难当。今日没有君臣，我们就当是姐妹俩随便聊聊，可好？那是臣妇的荣幸。好俊的丫头，本宫抱抱可好？本宫一看这丫头就欢喜，这是见面礼，乔夫人可不许推脱。皇后娘娘瞧着风光无限，但其实和皇上感情并不好呢。不过皇后早就不盼着皇上的恩宠了，她心中只有2个儿子，可就是因为这样，上天还是接连夺走了她人生的寄托。皇后娘娘受不了打击，由心病转为癔症，最后被废后锁进冷宫了。母后，我早就和你说了，乔家小妹是最可爱的。你呀，不许吓到妹妹。乔夫人，你家大郎也到了要成婚的年纪了吧？可有中意的女儿家了？不瞒皇后娘娘，臣妇很欢喜韩家的小姐，已经着手准备了。韩家？我在娇娇的满月宴上相看过韩姑娘，娴静秀美，知书达理，瞧着是个极好的。乔夫人，不瞒你说，本宫这个做娘的也是心焦。太子今年16了，可是太子妃人选却迟迟未定，让本宫头痛不已。娘娘，这普天之下好女儿无数，您何以如此烦扰？因为本宫和圣上的想法不太一样，圣上看中了庆国公府的嫡小姐，本宫见过一次，确实德才兼备，可是本宫却更喜欢骠骑将军家的萧姑娘。娘娘为何更加偏爱萧姑娘呢？不是本宫偏爱萧姑娘，而是本宫了解太子，太子一定会喜欢萧姑娘。皇上他该不会是故意选圣姑娘的吧？庆国公府确实要比萧家显赫，圣上想必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更加中意盛家姑娘。点个订阅吧。心中无男人，拔剑自然神啊！史上最大的春闱舞弊案马上就要来了，庆国公府就参和其中，连国家遴选人才都敢插手，这庆国公府才是真正的丧心病狂。可惜有男主暗中帮助，庆国公府竟然从这舞弊案中摘了出来。皇后娘娘，臣妇十分理解您的心情。太子妃一事不是臣妇可以多嘴的，只是身为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婚事，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和娘娘说句实话，以乔家的门楣，
其实，在京中高门大户间挑媳妇有许多选择，但是陈父的大儿从小心思就深，故而陈父不盼儿媳能有多高的出身，为乔家增光添彩，只盼大儿能得一贴心之人伴他一生。儿郎在外面打拼，劳心劳力，归家后有个天衣谈心之人，屋里暖烘烘亮堂堂的，夫妻俩说说话，便是极难得的好光景了。皇后，我争取明年帮你把傻白甜保住，再想办法弄清太子暴毙的原因。到时候你安安心心做万人之上的太后娘娘，在后宫和要好的姐妹唠唠嗑，再养井男宠，这样的人生不爽吗？乔乔在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乔夫人，你家丫头真可爱，我都有些舍不得放她回家了。娘娘喜欢娇娇，那是娇娇的福分。那本宫今后常常唤你们母女进宫来坐坐，乔夫人可愿意？乔夫人立刻笑着谢恩。出宫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夫君，我有话和你说。有什么话到床上一样说嘛。等等，夫君，我能听到娇娇的心声。什么？夫人也能听到？也好啊，乔中国，你以为只有自己能听到，却选择一直瞒着我。如果今日我不主动坦白，你这是一辈子都不打算说了。夫人，为夫是把说出来吓到你。夫人，为夫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实在是。好了，我也不是那般不讲道理的人，只是没看出来，你演的还挺好。我竟都没察觉，你也能听到。圣启山那个老匹夫他怎么敢？朝廷遴选人才，选的是为国为民的栋梁之才，他圣启山竟然敢在这种事上动歪脑筋，这简直是在坏大雍朝的根基。二皇子想要护住圣家，我偏偏不能如他的意。到时候我就养5、6、7、8个美男，让他们给我剥葡萄、摇扇子、唱小曲、捶腿。妹妹，我今儿来是有件大喜事要同你讲。妹妹，不瞒你说，是乔家夫人央了我做这个媒人，他们家大郎想要求娶你们家的韩小姐。乔家杨夫人，这恐怕……韩妹妹莫怕，乔家是真心实意想求娶你家女儿的。不瞒你说，乔夫人是我的手帕交，这件事她特地求到了我这里，让我务必要替她说成了。乔夫人的为人我自是清楚，她温和良善，定会善待你家女儿的。至于大郎，他更是我亲眼瞧着长大的，那孩子的品行万中无一，谁人见了都要夸一句好。至于韩妹妹担心的门楣问题，乔夫人特意嘱咐让我告诉妹妹，他们乔家从不在意这个。若是韩姑娘嫁过去，她定会将韩姑娘当成亲女儿一样疼爱的。杨夫人，这亲事自然是千好万好，只是我还需要和夫君再商量一下。这是自然，韩妹妹若和韩大人议定了，可得尽快给我一个准信儿，那边还等着我的消息呢。贤儿，杨夫人是受人之托来说亲的，对方是乔御史乔家，说的是乔家大郎。贤儿，你怎么哭了？可是不愿意？你若不愿意，娘这就帮你回绝了。娘，我愿意的。夫君，成了。为夫亲自出马，哪有不成的？我爹不会是直接把韩大人打一顿，然后逼人家卖女儿吧？以后谁想驱走我们娇娇，那都是不能的，除非他能打赢老子。爹怕是想多了，我才不嫁呢！我要做一辈子的爹宝女、娘宝女。到时候我就养5、6、7、8个美男，让他们给我剥葡萄、摇扇子、唱小曲、捶腿。我家闺女真有志气。第二天，杨夫人欢欢喜喜登门。陈姐姐可把你盼来了，何静还和小姑娘的时候一样呢。陈姐姐，你就别取笑我了，快说怎么样了？我若没有办成，今日才没脸登你乔府的门呢。好急，好姐姐，快进来喝杯茶，你就是我们家老大的大媒人。这简直瞌睡就给送枕头，太好了呀！娘亲，你千万别心软，赶紧答应了他。左和英，你去问问你妹妹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宁儿哪里比不上一个工部侍郎的千金？上次好心去乔府看她，给我好一顿没脸，还说什么大郎主意大，和我们宁儿不合，怎么的？那韩家的女儿就合适了？乔中国到底怎么想的？韩明哲在京城的名声那么臭，他不怕污了乔家的门楣啊？也好歹考虑一下我们燕国公府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妹妹怕不是对宁儿不满，而
是对我这个做嫂嫂的不满。我早就和宁儿透过口风了，她也是极喜欢大郎的。如今消息传出来，宁儿已经哭过好几回了。如今这算怎么回事啊？左和英，你说说，有这样做妹妹的吗？大嫂，你心中有什么不爽快的，直接找我说就是了，何必闹到爹面前来？嚯，这就是典型的结亲不成反结仇啦！妹妹，既然你来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说我们宁儿有哪里不好？爹，莫急，这件事就让我和大嫂说个清楚吧。没错，不然到时候又搞出什么幺蛾子，要是弄得满城风言风语，传到大嫂那边就不好了。大嫂，宁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心地纯良，温柔端方，自然是极好的。既然如此，那你去把韩家的亲事退了，让大郎娶我们宁儿。这舅母怎么就这么大脸呢？我上次就和你说过了，大郎主意大，那韩家姑娘是他自己看上的。今年元宵灯节，普天街上乱七，大郎刚好救下了韩家姑娘，这是孩子们的缘分。妹妹，你若实在不想退了，和韩家的婚事也成，让韩家姑娘嫁过来做小，我们宁儿做大。大嫂，乔家的规矩就是男儿绝不纳妾，更不会有通房外事。别说什么做大做小了，韩姑娘是我们乔家过了明路下了聘的儿媳妇，这个谁也改变不了。至于你说宁儿哭得伤心，这件事就是大嫂你的错了。儿女亲事没定之前，你怎么就能和宁儿提这种事呢？好在宁儿如今还小，嫂子你这个做娘的，趁早和宁儿说开了才是正经。左和静，你简直亲疏不分。那韩家丫头到底有什么好的，就让你如此维护她？亲疏不分，这儿女间的亲事讲究一个你情我愿，怎的就和远近亲疏扯上关系了？大嫂，大郎的婚事已成定局，任谁来了都是改变不了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好啊，妹妹，你若当真如此狠心，那便只当没我这个嫂嫂，大郎没我这个舅母，他的婚事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的。还有你们乔府的大门，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踏足一步。从前左和静做姑娘的时候，就一再讨好我这个嫂嫂，不就是想求个家和万事兴吗？如今我这般决绝，左和静为了乔左两府的脸面，必定会妥协的。哼！妈呀，这简直瞌睡就给送枕头，太好了呀！娘亲，你千万别心软，赶紧答应了他，看他以后还敢踏进我们乔府半步不。你在这里说什么混话？今日到底闹够了没有？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里了，大郎如果不娶宁儿，我只当没有这个外甥，更没有乔府这门亲戚。嫂嫂简直是逼人太甚！既然你如此看不起我乔家这门亲戚，那你这个嫂嫂我不认也罢。爹，静儿扪心自问，嫂嫂嫁进国公府这么多年，静儿对她从来是掏心掏肺，情如姐妹。只是如今我对这个嫂嫂一已心死，今日便请爹做个见证，将这桩事了断了吧。娘，奥斯卡以后非你莫属啊！娘，你接受我的膜拜吧。你看舅母，不，你看左夫人那震惊的样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谭汉池，我没看错吧？跟在哥哥他们身后那个学子是谭汉池啊！谁能告诉我那个谭汉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要说狗，还得是男主啊！他一边救下谭汉池给予恩惠，又一边护住舞弊案里的大奸臣庆国公，这是两边都落了好呀！方才跟在你们身后的那个书生，娘倒从未见过。娘，方才那位是我和二弟今日才结识的朋友，他叫谭汉池，涿州人士，是来参加今年春闱的。儿子在元宵那晚见过他一面，为人正直，文采斐然。今日我与二弟路过茶楼，刚好碰见他被庆国公府的盛郎君刁难，于是出手相助，这才结下了缘分。原来庆国公府的盛明成在春闱之前就认识谭汉池了，难怪庆国公会选中谭汉池做那个被顶替的倒霉蛋。这该不会就是盛明成出的主意吧？没想到这么巧，竟然让哥哥他们碰到谭汉池被欺负，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一把。莫不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乔服？要是能把谭汉池挖过来，靖王后面估计都搞不出那么多花样。那如今这位谭公子呢？可将他留在乔府了？他是个有骨气的，说是待春闱结束，学有所成之时再来拜会。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哎呀，可得把谭汉池这个宝贝看好了，春闱名次一定，庆国公府就要派人暗杀他了。
如果晚一步，神就被靖王救走了。爹，您觉得小妹好不好？你们两个臭小子，就是加起来也比不上娇娇一根脚趾头啊！那是爹的宝贝疙瘩，是贴心小棉袄，怎么了这是？乔天惊突然咚的一下跪倒在地，乔迪也不含糊，陪着一起跪了。你们这是干嘛？也要老子像抱娇娇一样抱抱你们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爹，其实小妹很不一般。从她出生那日起，我和二弟便能听到小妹的心声，而且小妹似乎能预知未来，她的所有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包括那个谭汉池，也是我听了小妹的心声后才去接触的。爹，小妹是一心一意为了我们家的，虽然这件事真的很诡异，但只要是小妹，我们都不怕。爹，儿子本来不想告诉您的，因为我担心您会接受不了。但是小妹透露的信息越来越关键，儿子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您这么疼爱小妹，一定不会介意此事的，对不对？不，我介意。原来贴心小棉袄里面不止藏了夫人，还抱着是2个小兔崽子。爹不会直接把小妹揪出去烧了吧？二哥，你这脑洞，我真的会谢。爹，乔弟颤声叫道。小妹可不是什么鬼魅邪魔，您冷静啊，别冲动。老子冷静个鬼啊！大哥，快抱着小妹走，走得越远越好，我来拖住爹。哎呀，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蠢儿子啊？二弟，我们没约这一出啊，你确定不是武侠花板看多了？给老子滚开！你们都能听到娇娇的心声，我这个做爹的怎么可能听不到？爹，当真？啊，爹，你刚才说啥？我和你们娘都能听到娇娇的心声。春闱舞弊之事，还有孟古雪、靖王这对男女主，以及太子四皇子会遭难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爹，那春闱之事您打算怎么处理？那谭汉池，你可找人护住了？用的是您的暗卫，我抽调了2人，怕是不够。再调4人。谭汉池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个毫无根基的学子，庆国公会花那么大力气杀他不成？老大，我防的不是庆国公府的杀手，而是二皇子。他如今虽然才13岁，但是从娇娇的预言中可以看出，他心机深沉，手段层出不穷，就是最后的赢家。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如今一切还未发生就小瞧了他，毕竟那是娇娇口中的天命之子啊！儿子受教了，护住了谭汉池，我们便掌握了先机。其他的，端看老子在朝堂上如何撒泼了。好看，点个订阅吧。哪个好心的哥哥把我也移到烧去吧，我保证不吵不闹不乱尿尿。我恨自己生得太迟，好歹让我张嘴说句话也好呀。大哥二哥，有没有看到我这殷切的小眼神？快带上我！乔夫人早已从乔中国的口中得知了全家都能读懂娇娇的心思。老大老二，娇娇看起来很想和你们一起去，你们就带上她吧，我让刘嬷嬷随行。儿子遵命。沈兄又见面了。二弟这也是一种本事啊。不错不错，就要像二郎这般随意才好。沈哥哥抱抱你可好？上次你和乔夫人进宫看我母后，我母后可是对你赞不绝口，说天底下没有你这样可爱的丫头了。走吧，诗会快开始了，一起去看看。小厮开蒙了，他的先生是父皇特意请的名师狄在英先生，严厉得很，不许他出来玩乐。我出宫的时候，小厮拉着我的袖子还哭鼻子了呢，说小妹妹肯定会来，他又见不到小妹妹了。完了，这怕不是老阎王在地府觉得无聊，非要勾那个傻白甜去陪他吧？狄在英他是北国人啊，而且是玉流公主在北国的旧情人。他在大庸朝隐姓埋名这么多年，将名声打得响亮，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二皇子，帮助二皇子夺得皇位，给当年死去的玉流公主报仇。但文中也没有说他是傻白甜的开门老师啊，该不会就是狄在英把他扔进池子里溺死的吧？二弟脚程倒快，比我还早一步。男主肯定又在乱想了吧？他的人设就是隐忍阴质，敏感多疑，典型的用一生治愈童年。从前只觉得他可怜，做什么都是情有可原的，现在站在乔家的立场，可怜个屁呀！简直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活言了。无论是春闱舞弊案包庇庆国公，或者是后面明知河坝要崩，为了打压太子势力故意瞒而不报，还是纵容下属在闽州散播疫病，一桩桩一件件，如今看来都残忍至极。我从前怕是三观不正，才会觉得这种男主人设带感。阿弥陀佛，戏女以迷途知返，这辈子一定做更多的好事，请上天赐我多多功德，逆天改命。参见太子，参见二皇子。申郎君，
盛小姐不必多礼。这等庸脂俗粉，怎能入得了我真命天子的眼？打扮的再花枝招展，也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已。今日抛去繁文缛节，以诗会友。往年作诗常以咏物为题，盼这草长莺飞，国泰民安。今年我与顾先生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元宵那日，我亲眼所见，北国贼人潜入京都，刺杀太子，罪无可恕。大雍朝今日虽歌舞升平，却不可忘当年之恨之耻，不可忘那些为保卫家国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铁血男儿们。君子当居安思危，君子当以往见来，君子当自强不息。各位请吧。顾先生说得好，看我做什么，你们还不做事吗？难道都如我一般提起作诗，脑子里全是一团浆糊啊？此言一出，场中顿时笑声四起。妹妹，你笑得小声些。为什么要小声笑？这人确实有趣啊。姐姐，你看这满堂的公子小姐，谁敢如此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个草包啊？什么草包？妹妹，你说这话要长嘴了。这位是乔家的二公子，人家只是善武而已。善武？他既是乔大人的儿子，想必他的武功也远超常人吧？妹妹，你别胡闹啊！今日是诗会，可不是什么比武大会。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姐姐快做你的算诗吧，我保证乖乖的，还不成吗？点个订阅吧。这么办，绝不能让男女主定情，否则他们在被窝里合计来合计去，还是要算计到乔家头上。要不想个办法把孟古雪支走？在孟古雪身上估计是做不了文章了。看他那跃跃欲试的样子，今日啊是下定决心要名扬京城了。既然孟古雪那条路走不通，只能想办法支走男主了。那我就使出尿尿绝招，我尿他身上。他这种有洁癖的，肯定要立马冲回家泡一天一夜的澡。小丫头，你怎么了？乔一个劲儿的往二皇子身上靠。对不起啊，我好无耻啊！我要靠尿尿逆天改命了。二皇子侧头瞥了娇一眼，立刻选择视而不见。乖，娇别胡闹，你怎么可以缠着二皇子抱你呢？大哥，还是你等我。没错，快让男主抱我。二弟，看来这乔家丫头很喜欢你。男主啊男主，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你待会儿可别上头就嘎了我呀。眼看着孟古雪已经走向高台了，娇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了，于是她强忍着羞耻之意开闸放水。没有夸张，我刚才真的在男主脸上看到了杀意。二皇子，小妹无状，还请您高抬贵手。二皇子啊，我家小妹还小，她不是故意的，您若要怪罪，我皮糙肉厚受得住，任凭二皇子处罚。我记得这乔家小姐当初在满月宴上也疼尿了太子殿下一身呐。我也记得，当时太子殿下好像一笑而过了。既然有太子大方，不计较在前，他这个做弟弟的自然更没有理由发作了。罢了，不过是孩子而已。3月天气寒凉，大郎还是尽快带乔家小姐下去换一身吧。多谢二皇子宽宏大量，那您大哥二弟就先回宫了。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我的诗还没念出来啊！太好了，虽然我成了无耻之徒，但总算把男主赶走了。尿尿果然也能逆天改命啊！这是谁家的小姐？乔着还小吧，竟然就急不可耐的想出风头了，可笑！身家秀然着座，还请2位先生过目。你好，这是我的诗，麻烦你一起递一下。哪位是孟家小姐？见过顾先生，小女孟家古雪。孟小姐这首诗写得极好，全诗如下：誓扫匈奴不顾身，5000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孟古雪这首诗确实挑得好，她才小年纪，怎么可能写出如此诗句？怕不是早就请人做好了，特意出来出风头吧？就是为了出风头行如此欺瞒之事，可见品行不是个好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时候要是能来把瓜子就好了，边嗑边看热闹才是标配。孟小姐，老夫有几句话要问你。顾先生请讲。其一，这字。顾先生，我右手受了伤，执笔有些困难，并非有意污了2位先生的眼睛。其二，这匈奴与无定河从何而来？可有典籍依托？回顾先生，这匈奴接待的是北国贼子，至于无定河，那是我杜撰的。哎呀，我也差点忘了爹的丰功伟绩了，武定大捷呀！
完了完了，女主是有点背在身上的。往小了说，就是她自己无知，连武定河都不知道；往大了说，搞个文字狱什么都有可能啊。这下端看白月光太子是什么态度了。孟小姐，你不知道武定河吗？孟小姐识才惊人，实属难得。但真正博学之人，不应只局限于华丽的词藻、优美的诗句，更应通读古今，心怀家国，不忘大义。顾先生，诗会继续吧。孟小姐的诗才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将武定河写成无定河这样的纯举，就足以证明了这首诗确实是出自孟古雪自己的手笔了。娇娇过来，沈兄，你不怕小妹尿你身上吗？我才不会乱尿尿。无碍，本宫多带了2身衣裳。太子请留步。这盛明城找太子做什么？太子殿下，可否请您进一步说话？太子，快答应他，看看这盛明城想搞什么幺蛾子。圣郎君想和本宫说什么？这盛明城怎么突然装的和纯洁小少男一样了？他不是纨绔人设吗？而且家里通房都一大堆了。殿下，臣想向您求个恩典，说来听听。殿下，臣心悦骠骑大将军家的大小姐，想烦请殿下去圣上面前美言几句，为臣下和萧大小姐赐婚。我去，这盛明城抢老婆抢到正主面前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圣郎君既然想要赐婚，为何不让靖国公直接禀到我父皇面前呢？不瞒太子，我爹他不希望我娶萧大小姐，所以我才想要一份赐婚恩典，这是为何？不敢瞒殿下您，我爹觉得骠骑大将军门第太高，靖国公府已低取，故而不同意。那萧家小姐可否知道你的心意呢？殿下，不瞒您说，我与萧大小姐心心相印已久，但我们一直都遵循礼法，绝未私相授受。我靠，这个盛明城绝对在说假话，什么心心相印，放屁！萧大小姐只对太子有情，太子你可别信她的鬼话啊！这个盛明城一定是觊觎萧小姐的美貌，萧小姐如果嫁过去，那可真的是掉火坑里了。哎呀，可惜的是，太子根本听不到娇娇的心声。心心相印吗？求殿下成全。成全你个鬼啊！你个色胚、死纨绔、见色起意的混蛋！圣郎君先回去吧，本宫会好好考虑你的提议的。多谢殿下，臣是否有幸能请到殿下前往东郊小亭用膳？不必，本宫已经和乔家2位公子约好了。他竟然已经和盛家郎君心心相印了吗？这是早有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太子你别信啊，实在不行啊，你问问萧大小姐也行啊，人家都未必认识盛明城呢。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还不如不解释。殿下，时间还很宽裕，我们去亭子里坐坐吧。4人方行至亭边，突然听到了细细软软的说话声。是他果然将萧家姐妹约来了。这好像是大嫂的声音啊！等等，那个裙摆，那个颜色，不会是萧家大小姐吧？安姑娘，还没恭喜你呢，听说你觅得了一个好郎君。萧小姐，连你也来打趣我了。韩姑娘，我很喜欢你的性情，便唤你一声韩妹妹吧。我可不是打趣你，这满京城的小姐估计都在羡慕你呢。乔家门风清正，一看便是极好的人家。小姐姐，你乃将门之后，身份尊贵，又有京城第一美人之称。妹妹说句心里话，真不知这京城里有哪位儿郎能称得上你。韩姑娘说的不错，我姐姐是世上最好的女子，我瞧着满京城就没有能配得上她的。妹妹不得胡言乱语，韩妹妹这话可说不得，这种事但凭父母做主罢了。小姐姐，你别想我多管闲事，实在是我在今早的社会上听到了一些碎嘴的消息，担心与你名声有碍。韩妹妹请讲。小姐姐，你可认识庆国公府的盛郎君？我的妈呀，大嫂怎么会这么给力啊？这难道就是上天的安排，让太子和萧大小姐解开误会，有情人终成眷属？太好了！盛郎君，我知道庆国公府有一位郎君，但庆国公与我家并无交情，所以也只是知其名，不识其人罢了。妹妹为何突然提起盛家郎君？小姐姐，我今日坐在社会席上，听闻盛郎君似乎对你有意，还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我瞧你是如珠如玉的好人物，不肯轻信他们之语，却也知道清白最难自证，所以才冒昧寻到了你的面前，希望小姐姐能多留一个心眼。今日这些话属实冒昧，还请小姐姐不要怪妹妹言语无状。竟有这样的荒唐事，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了。我与那位盛郎君根本不熟识，是谁这样混账，竟敢污我姐姐的名声？那盛家郎君算什么东西啊，也敢往我姐姐身上靠？韩姑娘，你告诉我那些碎嘴之人是谁，我萧千玉这就打到他们府上去。萧二小姐，我平日里不太和大家走动，那些人的脸我一概识不得的。妹妹，你方才没听韩妹妹说吗？清白最难自证，如今大家不过是私下里说说，我洁身自
豪，并不惧这些流言。你若是闹大了，弄得人尽皆知，到时我们萧家才是真的没脸。罢了，清者自清，随他们去吧。韩妹妹，谢谢你愿意将此事告知我。我知道以你的性子，一定也为难了很久。看吧看吧，开心啦，得意啦，媳妇长回来啦！哦，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姐姐和嫂嫂们？偏偏一个个下场都不好。太子殿下，太子该不会都听了去吧？那他是不是知道我与圣郎君之间？糟糕，头顶被撞破了。本宫与乔家2位郎君刚走到这里，不知3位小姐也在。太子就是再早熟，在心上人面前也得犯傻，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还不如不解释。怎么办？萧小姐不会以为本宫品行败坏，油嘴滑舌吧？太子殿下，方才听声音，好像是有人落水了，我们要不先去看看？萧二小姐说的对，没错，二哥，你以后在二嫂面前就只会说这句话了。现在是萧二小姐说的对，以后就是我媳妇说的对。我二哥二嫂可是京圈的一对活宝啊！为什么要强调满心欢喜赴约啊？你们在干什么？草菅人命吗？拜见太子殿下！拜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救我！孟小姐，你的丫鬟呢？我让她赶紧给你拿一身干衣服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的丫鬟在哪。哼，不碍事，我叫人去取我的衣裳进去穿。糟糕，我也没带丫鬟来。乔娇娇原本冷眼看着这一切的，听到萧千月要借衣服给孟姑雪，一颗心还提了一下呢。结果没等他摆手呢，萧千兰已经阻止萧千月了。不愧是能和太子琴瑟和鸣的女子啊！萧大小姐真是太通透了。剩下快了，下个月就放榜了。如果庆国公自己找死，爹绝对不会手软的。这萧家姐妹就不能帮人帮到底，尽快给我找套干衣服嘛！还有太子，早上还在诗会上夸了我，这会儿却对我遭难视而不见，皇家人就当真这么无情吗？太子殿下，您要为我做主啊！求您快救救我，我好冷啊！殿下，这盛秀然是以您的名义将我约来这河堤边的，我满心欢喜赴约，结果他与众多小姐守在这里，然后又指使恶奴推我下水。太子殿下，您要为我主持公道啊！为什么要强调满心欢喜赴约啊？而且稍微用点脑子想想也知道，太子怎么可能会不顾礼法，私底下单独约一个闺阁小姐见面啊？盛小姐，孟小姐此话当真吗？回太子殿下，就是给臣女100个胆子，臣女也不敢以殿下您的名义行事啊！我与这位孟小姐确实有点恩怨，臣女推她下河，这个玩笑委实过分了些。若殿下要追究，臣女一定认法。但是孟小姐用如此诛心的借口污蔑臣女，臣女是绝不会认的。盛秀然，你还敢狡辩？明明就是你让一个丫鬟过来给我传话。孟小姐，空口无凭，你有什么证据吗？丫鬟，哪个丫鬟你可否指出来给我看看？还是说你有什么其他人证？那个传话的丫头是盛秀然派来的，他必定早就把那丫头送得远远的了。而他一听到太子2个字，就急匆匆的把身边的丫鬟也支走了。没有证据，他根本就没有证据啊！孟姑雪，就凭你怎么和我斗？看吧，那股清澈的愚蠢又出来了。如果不是有女主光环，以孟古雪如今的行事风格，她很难活到大结局吧？太子殿下，我没有说谎，我发誓，就是盛秀然在搞鬼。好了，盛小姐，既然你已经承认是你指使下人推孟小姐下的河，道个歉，然后将孟小姐安顿好吧。孟小姐，这次属实是我过分了些，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来人呢，快给孟小姐送上干净衣裳。就这样轻飘飘一句道歉就可以了吗？盛秀然可是差点杀了我呀！凭什么？就凭盛秀然长得美，就凭盛秀然门第高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安池，你别失望啊！你不知道，你达军是衣甲呀，有人冒名顶替了你的文章。你昨夜晕倒在巷子口被人发现，帝意一早要约你去看榜，碰巧将你带了回来，你出了何事啊？谭汉之眼看乔中国这是要替他做主的意思，当即将昨晚之事悉数道来。你有没有想过是谁要杀你？乔将军，晚辈实在想不出自己在这京城中曾得罪过何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春闱呢？乔将军，春闱可是朝廷选拔人才，事关国祚，怎么会有人敢在这上面动手脚呢？大郎曾与我说，你的文采与见地都是顶尖的，我只问你，你对自己的文章有没有信心呢？乔将军，草民幼时即嗜血，而后手不释卷，寒窗苦读，同生士、乡试皆得第一。草民知道举国人才济济，京中更有能人无数，但草民有这个信心，即便1甲榜上无名，这2甲也该有我谭汉池一席之地。好，太好了！
谭汉池归我们乔家喽。他的文章属于1甲3篇之一，是要亲自送给皇上过目的，想必太子也能看到。如果谭汉池真的能把自己做的文章默出来，到时候爹就可以先去找太子通个气了。白月光太子是贤德处决，他一定不会姑息庆国公这样的蛀虫，到时候就能将这桩有史以来最大的春闱舞弊案给破了。乔夫人，是好事，皇后娘娘想见你啊！是不是太子妃的人选定了？皇后娘娘这是想和娘分享喜悦呢。乔夫人，您尽管慢慢来，娘娘说了不急。夫人，让大郎送你们去。可是要大郎见见太子殿下。夫人果然聪慧，为夫毕竟是朝臣，不宜和殿下过从太密。但大郎和太子年岁相仿，他与太子的交情，京中众人也是有目共睹的，行事更方便些。那谭汉池已经没了大半，我想让大郎先带去给太子看看，将事情原委道来，再听听太子殿下的打算。但是大郎毕竟是外臣，入不得后宫，所以想请夫人。夫君放心，我都晓得了。成儿，都处理妥当了吗？都已经处理妥当了，那个涿州的也解决了。好，成儿，你比你那不中用的爹有出息多了。这偌大庆国公府，如今算是后继有人了。爷爷也没想到你选中的涿中考生那般争气，竟考了个1甲。原本和对面约好的这个数，如今直接翻了3番。好了，这段时间一直拘着你，如今你立了大功，爷爷放你几天假，去玩吧。谢谢爷爷。不行，得赶快亡羊补牢。若是爷爷发现我办事不力，准要扒了我的皮。那个谭汉池到底死哪里去了？点个订阅吧。您目前的功德点为140点，是否进行兑换？对，快点反弹符。好丫头，可让本宫念了好久，长了不少。瞧这模样，今后呀，定是要随你娘的。殿下，今日是大郎送我来的。自上次诗会与大郎分别后，往来皆在朝堂上，本官也好久没和大郎好好聊聊天了。好久没见那个傻白甜了，他整日和狄在英在一起，没被生吞活剥了吧？娘娘，怎么不见四皇子？小厮开蒙了，他的先生很严厉，这时候还拘着他练字呢。母后，我抱着娇娇去看看小四吧。我也想去，我要去看看那个狄在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乔夫人，你看，娇娇生性活泼，希望不会打扰四皇子。上次诗会，太子瞧见了庆国公狄小姐的性情，他心中十分不喜。说起萧家大小姐，却满脸笑意。圣上听闻此事后，同意将太子妃之位给萧家大小姐了。恭喜娘娘，恭喜太子。太子能得一贴心人，本宫这个做母后的也替他开心。不过，圣上还是决定给那个圣姑娘一个侧妃之位，一直待春闱正式结束后，也该发出去了。哥哥，乔妹妹，哥哥，快让我看看妹妹。参见太子殿下。嚯，这不会就是狄在英吧？不愧是玉流公主的心上人，看着年轻的时候不输我大哥啊。不过他不是北国人吗？五官应该更深邃一点才对啊，怎么现在瞧着和大雍朝的人差别不大呢？狄先生请起，小四来客人了，可否让他松快一会儿？回殿下，这是自然。不过四皇子下午的功课是要呈给圣上的，所以这是乔家的女儿，留不了太久的，就让小四在这上书房和他玩会儿吧。殿下，那就让四皇子和乔家小姐去里间玩吧。太子殿下，何事？殿下，圣上召您即刻前往御书房。父皇可有说是何事？奴才不知啊。殿下，既是圣上有诏，您便去吧，属下会看好四皇子和乔家小姐的。太子是万万想不到，这宫中会有人敢假传圣意，更想不到有人支走他，竟是为了对付乔娇娇。如此便麻烦狄先生了，有任何事派人传话到翊坤宫即可。狄先生，太子哥哥呢？圣上有事，换太子去御书房了。太子让臣在这里守着殿下和乔小姐。好吧。等等，太子走了，这里间又没有人伺候，那岂不是放他和傻白甜独自面对大灰狼吗？当年正是爹打到了北国都城外，这才迫使老北王献出了玉流公主，这狄在英不得恨乔家入骨？这事情走向不在预料之中啊！他是不是要出手了？真啊，是真，不会要扎我身上吧？傻白甜，你可别逗我了，你倒是回头看一看啊！乔娇娇知道靠不了别人呀，于是她紧急唤出了功德商城。您目前的功德点为140点，是否进行兑换？对，快点反弹符，点个订阅吧。来人呐，快来人！我快喘不上气了，快放下我！别跑！住手！哥哥，是太子出手吗？太子会武功？
不是吧，原著没提啊！而且太子如果当真有如此武艺，又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暴毙呢？小四别怕，娇娇没事吧？哥哥，你快看看妹妹，她肩膀被狄先生狠狠扎了一针，那针很虚直的，肯定有毒。那针本来应该扎我的，只是妹妹替我挡下了。怎么办，哥哥？我好怕妹妹有事。怪我，乔家的女儿是怪我。方才为了保命，也顾及不了太多，结果反弹符的作用都被傻白甜看到了。这小子机灵着呢，估计已经反应过来，如果他告诉太子或者别人，我不会真的被当成怪物烧掉吧？小四，你确定娇娇被毒针扎到了吗？太子检查完娇娇的肩膀，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哥哥，方才情况实在太过危急，可能真的是我看错了，妹妹没事就好。他到底是真的吓坏了，还是在替我遮掩？他才4岁，小屁孩一个，就懂这么多弯弯绕绕了。哥哥，对不起啊，你教我小孩子要诚实，我却骗了你。乔妹妹很特别的，她一定是天上来的小仙女，所以狄先生才伤不了她。我不怕乔妹妹的，她方才救了我。但是如果我告诉别人，别人会和狄先生一样，把乔妹妹当成怪物的。怪物要被烧掉，要被打死，我不能让乔妹妹陷入那样的境地。乔妹妹保护了我，我也要保护乔妹妹。殿下，您没事吧？哎呦，这上书房的侍卫到哪里去了？这不是狄先生吗？殿下，这究竟……狄在英私藏凶器，宫闱之内自杀4皇子，罪不容恕，把他拿下，本宫要亲自审他。快，将人拿下！怪我，乔家的女儿是怪物啊！给本宫堵住他的嘴，传乔大人和乔大郎进宫。乔家小姐在宫中受了惊吓，本宫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这个皇帝也是个狗的，在他面前要小心谨慎才行啊！莫爱我，皇帝你莫爱我！最无情是帝王家，说的就是眼前这个庸弟没错了。其实他是有情的，但他的情全部都给了玉流公主。能想象吗？玉流公主已经死了13年了，狗皇帝还爱她入骨，而且爱屋及乌，对二皇子也是寄予厚望。寄予厚望是什么意思啊？皇帝对一个皇子寄予厚望，那不就是继承大统吗？可是不是已经有太子殿？别以为狗皇帝现在一副器重太子冷落二皇子的样子，其实他这是在变相保护二皇子。后来太子暴毙，朝堂大乱，明明萧侧妃已经给太子生下了儿子，狗皇帝还是力排众议，把二皇子推上储君的位置。可是二皇子因为玉流公主的死，对狗皇帝恨之入骨，二人父子相杀，二皇子成了最后的赢家。狗皇帝在床榻上病入膏肓，临死之际一阵剖白，二皇子这才知道，原来狗皇帝这么些年来一直都是用心良苦，直接在最后时刻完成洗白。中国，你家女儿果然机灵，将狄在英押上来吧。乔中国立刻抱着娇娇退到了一旁。狄在英是纯正的北国人，给他彻彻底底洗把脸的话，相貌上的差异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他在大雍朝潜伏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进了皇宫，还没见到二皇子吧？如果今天不是我突然出现，这狄在英估计还能再忍忍。跪下！狗皇帝，住口！狄在英，朕命人查过你的来历，没有任何问题，你何故要怪我？乔家的女儿是怪物，她不会受伤，我用毒针扎她，结果全部伤到了我自己，她完好无损，她是怪物。什么怪物？那是我用功德换来的反弹符，专门克你这种心狠手辣之人。一派胡言，我没有胡说，4皇子也亲眼所见，这些口子我都是扎在乔家女儿身上的，可是伤口都出现在了我身上。狗皇帝，乔家有一个刀枪不入的女郎，你不怕吗？这狗皇帝疑心真重。狗皇帝，你若不信，现在就拿针来，一试便知。乔家女儿有鬼术，这样的人你也敢留吗？那反弹符的作用只能维持1刻钟，时间早就过去。圣上，这狄在英身份不明，居心不良，此等诛心之言，分明是想置小女于死地。小女年幼，方牙牙学语，何其无辜！臣思来想去，这狄在英怕是要针对臣下。臣在朝中兢兢业业，本本分分，素来与人交好，这世间对臣有这般恨意，只能是北国贼子。爹啊爹，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被你说中了，这狄在英就是北国人。圣上，可否给这狄在英镜面，瞧瞧他的真面目？又说到点子上了，我爹智勇双全，天下无敌。皇妃，镜面是。本集又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喽。一会儿又该对着玉流公主的画像喊亲亲了。真的是北国贼子！说你到底是何人？潜入皇宫又意欲何为？乔成国，你别以为揭穿了我就能盖过你女儿是怪物这件事儿。不是这样的，回父皇，儿臣有话要说。说来听听。启禀父皇，当时太子哥哥被狄在英引走后，他便进入里间，想要行刺儿臣，结果他不小心摔倒在榻上，毒针扎进了他自己的虎口里，不知那针上到底进了什么毒。狄在英突然就开始发狂，在自己身上胡乱扎了起来。儿臣当时怕极了，又担心乔家小姐受到伤害，故而抱着她翻下床榻。这时候狄在英反应过来，开始对我们穷追不舍。幸而太子哥哥及时赶到，儿臣和乔家小姐方能安然无恙。父皇，这便是今日在上书房的行刺全貌，还请父皇铲除贼人，保宫内安宁。胡说！你这4岁小孩竟谎话连篇，是谁教你这样说的？太子还是乔中国？我去，今后不能再叫你傻白甜了。你真聪明，我4岁的时候还在阿巴，你已经能够舌战北国人了。真牛！事实摆在面前，乃我亲眼所见，无人教我，也无需人教。狗皇帝的种，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应该早点除掉你的，而不是等到端午节。那针本来是要狠狠扎在你身上的，可惜被乔家那怪物给替了。等等，如果今日我不曾出现，狄在英就会在端午那日用毒针对付四皇子。可四皇子明明是溺水而亡的呀！我本来以为狄在英今日被救出来，四皇子的端午死局就自然而然的破了。如今看来，难道杀四皇子的另有其人？有人敢在狄在英前面先一步除掉四皇子？父皇，此贼子潜伏在我大雍朝10几载，能忍常人之不能忍。今日利用宫人引走侍卫又如此娴熟，可见所图甚大。还请父皇将此贼子交给儿臣，儿臣定彻查到底。这狗皇帝怎么可能会答应？他生怕太子找出二皇子在宫中的爪牙呢。此事干系重大，朕亲自来查。是。太子也很难受吧？玉流公主不曾入宫之前，皇上和皇后的感情也还过得去，而太子身为嫡长子，也被皇上好好疼爱过一段时间的。太子那么聪明，他不会对这种落差待遇一无所觉吧？他真的就对二皇子一点防备都没有吗？哎呀，不行，再想下去要长脑子了。一会儿又该对着玉流公主的画像喊亲亲了。张儿，你送乔爱卿，我乃涿州举人谭汉池，今有冤屈，特来敲登文谷。太子说，今日一早他读了衣甲的3篇文章，其中最出彩的一篇和谭汉池所作一模一样，如今署名却是青州顾俊霖。青州顾家，难怪顾家后面会为二皇子所用，感情这么大一个把柄捏在了二皇子手里。要知道顾家可是大富豪，他们的生意遍布大雍朝，祖上就开始积累，底蕴丰厚无比。后面女主做了什么肥皂、香水、口红啊，走的顾家的销路和人脉哐哐全前，最后建立属于他的商业帝国。整个以古代发家致富大爽文呐！太子还说，殿试定约后日，届时圣上会亲自主持策问，太子旁听。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旦殿试尘埃落定，谭兄想拿回自己的名次，简直难如登天呢。我想一想，首先肯定不能由我们乔家出面，不然等于直接将我们一家暴露在二皇子、庆国公还有礼部尚书的枪口下。那狗皇帝也不是好人，万一疑心病发作，还要质疑弟弟的用心，不成。太子更不成了，别到时候把他的死期都给提前了。这么看来，只能由谭汉池自己出面了。登文谷，妈呀，一家人都想到一块去了。我看爹和哥哥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的，以为他们都在犯愁呢，结果和我一样 CPU 在疯狂运转啊！爹爹蒙受冤屈，被判午门斩首的时候，就是大哥二哥去宫门外敲的登文谷。可是那狗皇帝和二皇子是铁了心要置弟弟于死地，最后大哥二哥各挨了30大板，就被敷衍一顿驳回乔府了。也不知道谭汉池能不能受得住这30大板，而且庆国公府那边必定还在疯狂搜捕谭汉池，不仅要保证他平安去到登文谷下，还得护着他，别让庆国公的人趁机做手脚，把谭汉池给打死了。当乔帝义将谭汉池领来，乔中国便将现状悉数剖析给他听。谭汉池，这登文谷敲与不敲，
全在你自己。乔将军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晚辈愿意去敲登文谷，生死不论。谁呀，一大早的拍什么门呐？我乃涿州举人谭汉池，今有冤屈，特来敲登文谷。你方才说你来干什么呢？我来敲登文谷。你可知敲登文谷者，需先受30大板，愿受，生死不论，生死不论。如此，进来吧。今有涿州举人谭汉池欲敲登文谷，以大雍朝律法，敲登文谷者杖30，生死由命，执杖起落。太惨了，谭汉池太惨了。谭举子，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若喊停，也就作罢了。后面15杖可没有前面这么好受了，继续吧。穆兄，换人打吧，打了15个板子，你们手也酸了。你们2人今日不是轮休吗？哎呀，这不是听说有人要敲登文谷，匆忙就赶来了吗？换人，这7、8年等不到一个的，让我们也试试。这2个人绝对被庆国公收买了，就是来置谭汉池于死地的。盛明成也来了，这狗小子瞧着就不怀好意。哎，这打板子怎么还兴换人呢？怎么的，大老爷们连30板都轮不动啊？好歹是吃公家饭呢，要是没这个本事，趁早让位啊！老子有的是力气，抡100板都不在话下。就是，没看那举子已经疼痛难耐了吗？还在这里拖时间，不会是故意想拖死人家吧？还有冤屈，被逼到走投无路才会想着敲登文谷，如今谷还没敲呢，就想搓磨死人家吗？就是，那这登文谷不就是形同虚设吗？别换人呐，快继续啊！深渊，不能让我们老百姓无处可伸呐！太过分了，那举子都快撑不住了。哎呀，你们2个别闹了，激起民愤，你们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快继续，快让开！谁说我们没力气了？再闹下去，我们的饭碗都要保不住了。谭汉池，你再坚持一下，我还剩60功德，我一定保你一命。娇娇毫不犹豫地换出了自己功德商城，恢复如初服，可治愈所有伤势。中伏者顷刻间活蹦乱跳，所需功德120。我擦，好贵！算了，我晚上回来看看。这个还可以。伤筋动骨治愈符，专治跌打损伤、跳崖、挨板子，中伏者可筋骨无碍，所需功德60点。成了，就这个。谭举人30板打完了，什么人过来做什么？大老爷，我们是谭举人的弟弟妹妹，让我们上去看看他吧。他30板都挨完了，我给他喂口水还不成吗？是，这是我的弟弟妹妹，让他们过来吧。哥哥，你没事吧？哥哥，你不能有事啊！看不出来，我二哥是真的会演戏呀。还死不了，就是动不得了。二弟，扶我起来吧。大哥，先喝口水吧。乔娇娇立即探手摸了摸谭汉池的脸，他手心里闪过了一抹不起眼的金光。就在这一瞬间，谭汉池莫名的竟然听到了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谭汉池别怕，我给你奶起来，坚挺威武，去鸡鸾殿上大杀四方去。声音在乔娇娇收回手的时候戛然而止了。是乔家小姐的声音吗？听到话中的意思，竟是要治愈我？不可能，一定是我伤势太重，所以幻听了。那撕裂般的疼痛竟诡异的消失了。符已经打出去了呀，怎么感觉谭汉池没啥反应啊？我猜那可是我的60功德啊！哎呦妈呀，小妹你神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启禀陛下，涿州举人谭汉池在外敲响登文谷。父皇，登文谷8年未响，一响定天下皆知。何况此人是位举子，天下读书人定瞩目于此，还需谨慎对待。儿臣自请带人将谭汉池押到这金銮殿上来，由父皇主持公道。父皇，让儿臣去吧。大哥身份尊贵，去迎一举子还是有些不妥。不如让儿臣去，既展现父皇对登文谷鸣冤之重视，亦不会有损大哥的威严。老二言之有理。既然如此，那位有女去将那个举人带进来吧。儿臣领命。圣上，臣斗胆，想与二皇子一同前去，为圣上问明前情。反正他在朝堂上的名声也不好，此时不发疯，更待何时啊？乔大人，不过一个举子，何须劳烦你也出马？本殿下宽厚至此，臣汗颜呐。臣昔日在战场上留下了不少老毛病，如今年岁渐老，心中总是惶恐，担心无法为圣上出力分忧，故而事事争先。举子敲鼓鸣冤，想必此事干系重大，臣想先去问明前情，免得稍后被一举子打得措手不及。殿下，您可愿成全臣下一片报效圣上之心呐？文武百官皆是无语啊！装，我们就看着你装啊！还年岁渐老，前段时间不是刚生一个女儿吗？哼，呸！
那乔爱卿便一起去吧。多谢圣上成全，二皇子请。是爹，爹亲自来接谭汉池了。太可靠了吧！乔中国怎么会和二皇子一起来啊？该死的男主，指不定又在想什么坏主意了。有爹在，谭汉池肯定能安全到金銮殿上。这庆国公府绝对是要倒了。以男主的心计，他肯定要在庆国公倒台之前捞最后一笔。毕竟历届春闱靠舞弊买名次上位的名单还在庆国公手里捏着呢。这个名单就牛掰了，因为上面的人或多或少都在朝堂或者地方当了官，照着名单一拿捏一个准儿。成儿，咱们庆国公府是不成了。不成了？爷爷，什么就不成了？成儿，你听爷爷说，插手春闱买卖名次，一旦改观定论，就是满门抄斩的死罪。爷爷接下来说的话，你无论如何都要记住。爷爷手中有一份名单，上面记载了3届以来所有买了名次并为官为臣的人。二皇子想要的就是这份名单。回去后，爷爷把名单交给你，你妥善保管，然后你去找二皇子，告诉他，如果想要名单，务必将你和然儿保下来。你不堪大用，也不必想着报仇了，让二皇子保你下半生衣食无忧即可。然而，你就让二皇子纳了他吧。你将1/3的名单交给然儿，让他不要犯蠢，守好名单。二皇子投鼠忌器，自然也会善待他。爷爷，您呢？爹娘呢？我们庆国公府那么一大家子呀！你拿走名单后，爷爷会写下告罪书，自悬于祠堂房梁之上，祈求圣上恩典，留我庆国公府一丝血脉。你只需要藏好名单，找到二皇子，照着爷爷方才说的去做就行了。爷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可恶，小婴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说话呀？怎么样，回二少爷幸不辱命，香囊也取回来了。谨遵大少爷的吩咐，务必让他们身无分文，所以连盛小姐身上的首饰也扒下来了，全在香囊里。好兄弟，辛苦你们了，回来后我一定如实禀告老爹。到底怎么了？谭汉池呢？他没事吧？没让二皇子那小子捡到便宜吧？可恶，小婴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说话呀？爹，我看过了，是真名单。等等，名单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名单吧？好，那谭小子的计策果然灵啊！这样一来，二皇子可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真的是庆国公手里的名单，是谭汉池出的计策抢回来的。我的妈呀，身边全是能人，那我还操什么心啊？安安心心做奶娃得了。这春闱案一接，男主少了庆国公手里的把柄，又没有青州顾家的帮忙，他的大业我得折一半啊！爹，谭兄呢？被扣下了。虽然辛睿智在殿上供认不讳，但除了谭汉池，他却说不出其他具体买卖名次的考生。圣上大怒，派人即刻捉拿庆国公。结果工人发现他手写告罪书已经自尽在家祠的房梁上了。庆国公府被抄了个底朝天，还是没能找到名单，所以圣上命人重新核查此次春闱所有的文章，务必将买卖名次的所有人都揪出来。至于谭兄，圣上似乎很赏识他，将他当场留了下来。谭汉池本来就是有大才的人，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但是那个猪油蒙了心的狗皇帝，他该不会是想把谭汉池这样的人才留给二皇子吧？不过谭汉池这人重情重义，他已经心向我们乔家，我相信他是不会改变阵营的。那个什么青州顾君离呢？他怎么样了？乔弟立刻识相的复读了一遍乔娇娇的问题，假装很好奇的样子。这就要看顾家能给出多大的诚意了，上边想必早就眼红顾家的财产了，所以这是要青州顾家花钱买命了。经此一事，这顾家怕是也要落寞了。顾家那么大的生意，谁分一口都是了不得的利润。二皇子怕是也不会坐以待毙吧？经商嘛，乔家好像缺少这样的人才。不急，容我好好想想。大哥，盛明成和盛秀然放走了，都照你说的。提了一嘴二皇子，那盛明成现在估计都要气疯了。再等等，等盛明成狗急跳墙，这一次的春闱案就差不多可以彻底收尾了。大哥你牛啊！你是不是要让盛明成去咬二皇子？这主意太妙了吧！我觉得自己可以完全躺平了，躺在娘亲温暖的怀抱里，看爹还有大哥二哥大杀四方。好看，点个订阅。可不是嘛，我远远听着庆国公府呼天抢地的一片，昨儿午后那世子和夫人就被拖去砍了，你们是没看到，那刀子咔嚓下去，血喷了有3尺远呢，斩了，已经斩了。先来到一边去，
如果你问的是庆国公府，全斩了，圣上钦点二皇子监斩的。连庆国公府都是二皇子带人抄的呢。哎呦，好家伙，那么多箱真金白银呐！庆国公府真不知贪了多少，还好有二皇子秉公执法。哎，别说，二皇子生的是真俊呐，那世子和世子夫人跪在他面前求饶，哭得涕泗横流啊，愣是没影响殿下一点的风采。看样子二皇子办事得力，是得被重用了吧？啊，那庆国公府是真活该呀，死得好，死得妙啊！我是庆国公府的盛明成，我要状告二皇子沈元白。二皇子沈元白早就知道我爷爷纯为舞弊之事，但为了从我爷爷手中拿到历年舞弊学子的名单，他故意将此事瞒了下来。他私下里拉拢我们庆国公府，谋求名单，正是为了争夺储君之位。我庆国公府覆灭后，他又早早派人等在府外，将名单抢走后，便置我于死地，欲将我们兄妹赶尽杀绝。如此心思深沉、不择手段的贼子，还肖想储君之位，如何能留啊？我庆国公府是做错了，但是二皇子瞒而不报，以权谋私，暗度陈仓，他就没错吗？凭什么让他监斩我们庆国公府？他也该死！盛明成，你说的是真的吗？二皇子识天下之路，可不能做此大逆不道之事啊！我发誓，我盛明成用命发誓，没有半句虚言。我庆国公府都死了，凭什么二皇子就可以逍遥法外？就凭他是皇子吗？二皇子来了吗？儿臣参见父皇，参见太子殿下。沈元白，你把我庆国公府害得好惨啊！你这样的贼人，竟然妄想做我大雍朝的储君，你做梦吧！老二，你有什么话要说？回父皇，盛明成是在污蔑儿臣。哪句啊？全部。盛明成说儿臣早知春为舞弊，瞒而不报，儿臣怎么可能知晓如此私密之事呢？之所以同他示好，是为了盛家小姐。半年前盛家小姐遇险，儿臣碰巧救过她一次，故而父皇，儿臣同盛明成来往，只想借此了解一下盛小姐的近况，除此之外别无他意。至于盛明成说儿臣抢了名单，儿臣给以性命起誓，那名单绝对不在儿臣手中。还有谋夺储君一位，这句话更是杀人诛心啊！太子哥哥待儿臣宽厚无比，他贤明远播，仁德待下，更是父皇的得力助手。儿臣万万不可能生出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盛明成如此污蔑儿臣都要反问他是否受人指使，究竟是何居心？此事疑点颇多，一时之间不可妄断。老二，你就算是无辜的，既然盛明成指控你，你便有立身不正之处，否则朝中这么多人，他怎的就把脏水泼在你身上呢？此事尚未查明之前，你就好好待在你的崇华宫吧。好了，都退下吧。王培，你亲自将这盛明成押入诏狱，让人好好审审。父皇，盛明成已经捉拿归案，如今盛小姐还躲藏在外，儿臣想给盛小姐求个恩典。你是真心联系她的？那盛秀然已然是罪臣之女，她是万万没有资格入我皇家玉蝶的。你若实在欢喜，让她入你崇华宫做个姬妾就是了。多谢父皇成全。点个订阅。你认识刘玲？灵儿，别离开我！是我没用，是我护不住你，让你嫁给了那个狗皇帝。你跟我走吧，我带你远走高飞。灵儿的贞洁是不是给了你？玉流娘娘来和亲的时候，竟然已经不是完璧之身。圣上到底求的是什么呀？处理了他，剁成碎泥，拿去喂狗。黄培，你去亲自解决了他，别让旁人听到不该听的。圣上，您放心吧。刘玲啊，刘玲，你骗过了狗皇帝，也骗过了我。我们明明见过，在那张柔软无比的床榻上，我们互相交融，肆意宣泄着对彼此的思念。可是为了魏国，你不愿意跟我走，你将自己囚禁在了狗皇帝身边。你怎么不告诉我？否则的话，我便是拼死也会找机会去见他一面的。迟了，不过没关系，他好好活着就成。狗皇帝那个蠢货会好好疼着他的。白儿，陛下，那盛小姐来了之后安置在何处？就安排在偏殿吧。陛下，还有一件事，前几日刺杀四皇子的那个北国人狄赛英，今日被圣上下令剁碎喂狗了。刘元，你方才说那个北国人叫什么？叫狄赛英，他是圣上聘来给四皇子做开蒙老师的。是他，10几年不见，他怎的又进宫了？他怎的这么傻？
周伯，那狄在英是您的故人吗？殿下，您见过他吗？您有没有见过他？没见过，他们连一面都没见过呀。公主泉下有知，该是何等的心痛和遗憾。周伯，您怎么了？殿下，那是老奴在北国的故人，是至交好友。如今突闻噩耗，心中实在难以平静。你怎么就这么傻呀？当年不是已经叫你远走高飞了吗？听说你尸骨无存啊！你这一般，叫我连给你收尸都不能。你如此重情重义，我这把老骨头却苟活至今，何其惭愧呀！你下去吧，今早和公主团聚吧。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殿下的。只可惜你们到最后都没能见上一面。听到老者当真认识殿下，盛秀然高兴极了。盛秀然小心翼翼地走到假山边，结果这时候那老者突然张嘴：“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告诉殿下真相。在英，你原谅我。如果殿下知道自己的生父如此惨死，而自己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到，他真的会崩溃的。对不起，在英，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嘿嘿，二哥二嫂在线撒狗粮了。今天来的人还挺多的呀。今日寺内香客不少，孟夫人和萧夫人是前脚刚来的。女主瞧着稳重了好多，眼睛也不乱瞟了。乔夫人，我这里有比较特别的香皂，洗手很干净的，你要不要试试？孟姑雪竟然这么快就把肥皂做出来了。既然孟小姐有这等好东西，我便试试看。乔夫人，您先打湿手，然后将肥皂放在手中搓揉一番，马上就能生出白色的泡沫。我还在其中加了些香粉，好闻的哈。可恶，这肥皂、香水、口红怎么做我也知道啊，可我就是说不了话，急死了。不然的话，我把制作方法给爹和大哥，自己先做强做大，不知道有多少玩玩的呢。也许也不是没有办法，我看看。乔娇娇火急火燎地唤出了功德商城，将转念符贴于眉心，可将神念中所思之物拓印其上。完了，我回家就把肥皂、香水还有口红的制作方法转出来。孟小姐，你这肥皂果然比皂角要好用许多。乔夫人，我这里还有不少，您若是不嫌弃，都拿去用吧。当然，您如果可以推荐给其他夫人，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此，便多谢孟小姐的好意了。二小姐，您在哪里呀？月儿，妹妹是萧家大姐姐，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在找萧家二小姐。萧夫人，听闻你们在喊萧二小姐，可是出什么事了？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萧夫人，不瞒你说，我家二女儿顽劣得很，她就爱舞刀弄枪的，方才一个翻身就跑了，倒叫我们好找。乔夫人，且蓝梦妹问一句，今日您来护国寺，令郎可有跟随？我家二郎倒是跟着一起来的。如此倒是对上了。方才我和妹妹在一旁赏花，突然远处闪过一道人影，瞧着轻功卓绝，飘飘圣仙。我家妹妹是个舞痴，她看到如此高手，当时不管不顾的就追了上去。哦吼，原来二哥和二小姐的感情还是比出来的。希望我家憨憨二哥别只顾着比试，当真把人家二小姐给撂下。我家二子顽劣不知礼数，竟是他冲撞了二小姐，属实该打。萧夫人，您别急，我们一起找找看。月儿，妹妹，你这丫头可是伤到哪里了？你吓死娘亲了。娘，对不起，今儿是我贪玩了，我后头不小心崴了脚，是乔家二郎将我送回来的。哦呼，嘿嘿，二哥二嫂在线撒狗粮了，我全部接住。磕 CP， 我是来者不拒的。天色不早了，该回了。夫人，大小姐，二小姐，大喜呀！夫人，宫里来旨意的，要聘咱们家大小姐为太子正妃。点个订阅吧。大哥见多识广，肯定能看出来。爹娘，上面写着是制作肥皂、口红、香水的配方，这配方瞧着不错，不如儿子找靠谱的人试试看。大哥，娇娇会喊哥哥了。不好意思，激动过头了。不过大哥，你真的太聪明了。哥。老大，你去找可靠的人仔细试试，必须截断了孟古雪和二皇子的财路。爹，您还记得青州顾家吗？上次娇娇提了一嘴，说青州顾家必定没落，我便差人快马加鞭，趁着顾家贱卖急卖，盘下了顾家的几个盘口。如果这配方试验成功，我也想借这些路子将生意做大了去。那些盘口虽然贱卖，也花了不少银钱，是娘大大方方开了顾房资助孩儿的。以后若真是赚了钱，娘得占大头。老大还是想想多攒些银钱送到娘的大儿媳手里吧。老大，这事儿你得做得
小心了，一旦生意做起来，若是被发现，他是要引起忌惮。爹，您放心，我也是思虑了许久，才打算插这一手的，必定做到滴水不漏。而且正如娇娇预料的那般，二皇子也下手了。二皇子果然是好心机、好手段，想来他从一开始就所图甚大，所以才会如此面面俱到。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预测未来。二皇子与儿子看中了同样的3个盘口，可能是没想到会有人能如他一般如此敏锐地抓住时机，所以二皇子开的价格很低。儿子立刻抢先一步，在二皇子还准备议价的时候，就以较高的价格将盘口接了下来。那萧二小姐瞧着爽朗得很，我看老二喜欢喜她。老二那小子都开窍了呀，要不就送他去给萧将军做学生吧。我们乔家和萧家并无交情，这贸贸然去拜师，岂不是很失礼？怎么可能没交情？老达那可是老子拜过把子的兄弟。邓真，当年我与老达一同在军营中历练，整日里比高低，谁也不服谁。其实啊，我俩惺惺相惜，感情好着呢。后来战起，我们被分到一南一北两军，临分别的时候，拈香叩了头，在天地的见证下拜了兄弟。后来我们2个人位置越做越高，便默契的断了联系，在朝堂上见面也故作不识了。如今为夫交了兵权，早就脱离军中，若再和老达来往，想必圣上也不会忌惮太多。夫君，我实在是不希望家中再有人上战场了。夫人，老二是有这个天赋的，你别瞧他心眼直，说起那兵法，那是侃侃而谈呐，他就是那块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不适合他，若是放他在北境军中闯荡，或许将来攻下北国，完成为夫未竟之业的，就是第一那孩子了。乔夫人又提起了救济堂之事。夫君，我觉得娇娇的想法就极好，那些孩子瞧着可怜极了，说能让他们靠着自己的本事改命，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为夫着人去办吧。城南就有一座私塾屋，想读书的孩子，我们就送他们去学；学不进去的孩子，就让他们去学手艺。无论是打铁刺绣，还是木工瓦匠，总归有一条出路。若有习武的好苗子，从小培养尤其好，定也不会短了他们的吃穿的。点个钉，一会儿可是吃瓜大会，要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吐槽啊！得亏他老皇后娘娘的欢喜，不然这宫宴我还来不了呢。不急，一下子出场了这么多人，让我好好捋捋。先看第一次出场的3皇子吧。这3皇子戏份不多呀，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是站在太子这边的，或许是天生与皇位无缘，他的性子倒是要洒脱些。这小子还小，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到临头了，待会儿别瞎跑啊，不然我有金手指都救不了你。这大公主是个人物啊，如果说3皇子是太子党，这大公主就是坚定的男主党。婉妃当年与玉淑娘娘是唯一聊得来的后宫女子，大公主从婉妃口中得知了一些往事后，一直都笃信在雍帝心中二皇子有着其中的分量，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坚定的拥护二皇子，在后宫中更是对二皇子多有照顾。古早言情果然永远离不开替身文学啊！这第3位妃子美艳无双，应该就是传闻中的于昭仪吧？细细品一下这个封号，玉，是不是有点像了？所以说这雍帝狗啊，一边爱玉流公主爱得要死，一边又四处寻找与他相像的女子。圣上，妾身这段时间新排了一场舞，可否趁着今日端午佳节，跳给圣上看看？也好。如此，妾身先下去更衣了。去吧。孟家女儿在何处？回圣上，臣女孟家古雪。这俩人看着不太熟啊。按照原来的进度，两人互看时候眼神应该都已经拉丝了。看来上次诗会阻止了两人的定情，还是很有效果的。听闻你上次在诗会做了一首诗，朕细细品过，确实可圈可点。今日你可否就这端午佳节也赋诗一首？送分题，这简直就是送分题！我就说不能小看了女主，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一有机会就站起来了。回圣上，臣女愿斗胆一试。宝典标灵日，迎离正午发，五星当火得，万寿续天长。啥？谢圣上。三弟，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我同父皇说明。老三这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今儿来参加宴会，属实是为难他了。怎么样，抓住了吗？娘娘抓住了，已经绑起来了，送到隐蔽的地方了。好。殿下，咱们来的时候是随圣上走的玄德门，如今若要回新华宫，走春花园更近些，那就走春花园。
你是盛家的小姐吧？我现在将你口中的布条取下，但你不可高声尖叫，可以吗？是谁将你绑在这里的？不知道，我本来在传话宫的，有丫鬟来传话，说二殿下唤我毫无防备出了门，谁知一个布袋兜头而下，我后脑猛地一疼，人就晕了。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被绑在这里了。本殿差人先送你回春华宫吧。不，三殿下，我不想回春华宫，你能不能带我走，将我送出宫驿城？我不想回去。不是说二哥很是倾慕盛小姐，还在父皇面前求了恩典，才纳其为姬妾吗？怎么瞧着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呢？三殿下，我求求您了，我给您当牛做马都成，别把我送回去。我的人既然能抓我一次，一定能抓我第二次。三殿下，我知道一桩天大的秘密，我发誓事关重大，你一定也想知道。带我离开吧，只要我能平安离宫，我一定将秘密告诉您。这个秘密和皇位有关。这盛家小姐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三殿下，您信我也是为了活命。说是最后您发现我骗了您随时可以取我性命。福安，本殿走不动了，你让可靠的人回去将软轿抬来，越快越好。殿下，这快去。是，殿下您别动气啊，奴才这就去。三殿下，谢谢您，谢谢您。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乔妹妹，看在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份上，给你一个好脸色吧。乔夫人，太子哥哥说我过了端午生辰就可以抱抱妹妹了，我现在能试试吗？不成，上次在上书房，我没被敌在硬扎死，差点被你勒死。四殿下，男孩子要长大长高了才有力气哦。臣妇觉着等您7、8岁大的时候，一定就能轻轻松松将娇娇抱起来了，对不对？乔夫人是乔妹妹的娘亲，乔夫人的话总是没错的。那我就再等等吧，我觉得我6岁就能有很大的力气了。乔妹妹，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份礼物。你自己的生日给我准备礼物做什么？当初你满月的时候，是我思虑不周全，没有单独给你带一份礼物。我思来想去，今日不给你正好，以后乔妹妹每次生日我都不会错过，我年年都给乔妹妹送礼物。是的，乔妹妹等等我哦，礼物我提前放在偏殿了，我这就取来送给你。这傻白甜还挺用心的嘛。等等，不能让傻白甜离开视线。他大哥呢？二哥呢？哥，二哥正好，二哥武功高，去哪儿都方便。二哥快来抱我们追上傻白甜。好，小妹你小心些，二哥带你出去走走。娘娘，您如今圣眷正浓，奴婢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您这样太过冒险了。娘娘，您若是想知道什么，奴婢带您去问吧。圣宠正浓，九略，别人说这样的话也就罢了，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处境吗？他整日趴在我身上叫着别人的名字，我都快被呕死了。他还以为我多么稀罕他的宠爱吗？一个对死人念念不忘的狗男人。我的天爷，娘娘您别说了。好，柳略，你别害怕，我不说了就是。咱们动作再快些，别让沈郎等急了。娘娘，您尽管去做就是，奴婢的命都是您当初心善救回来的，如今说什么也要帮娘娘得偿所愿。好，柳略，这深宫之中，除了沈郎，只有你对我最好了。如果我能出宫，我一定带你走。多谢娘娘恩典。柳略，你快带路，那人被绑了那么久，别让他弄出什么幺蛾子才好。娘娘安心，奴婢命人将他扔在了极隐蔽的地方，那玉华湖又没人敢去，不碍事的。乔妹妹，你再等等我，等我帮完太子哥哥，我就给你送礼物。陛下，这该如何是好？奴婢带您去打发了他吧。他做了如此周全的准备，不见到我是不会罢休的。奴婢只怕他做出什么蠢事来，影响了陛下您的大业。毕竟他如今的身份是宫妃，还颇为受宠。他这段时间传过来的消息都整理好了吗？都整理好了，那人夜间的作息和习惯已经完全摸清了。既然如此，他也没什么用了。刘云，将那药取来给我吧。点个订阅吧。这傻白甜也不知道在偏殿里听到了什么，卯足了劲的跟上去。他是不知道，他这一跟到阎王殿里去了。柳略，你确定没记错地方吗？那个盛秀然呢？娘娘，奴婢绝对没有记错，奴婢就是让人把盛秀然丢到这里来了。绑盛秀然做什么？难道于昭仪穿成这样是为了见二皇子？所以这于昭仪是二皇子的人。这于昭仪莫非是为了逼二皇子来见他，所以用计将盛秀然绑了来？规圈真乱啊！娘娘，现在怎么办呢？柳略，待会儿你什么话都不要说，让我来。盛秀然呢？二哥哥，真的是二哥哥的声音，和于昭仪私会的，果然是二哥哥啊！孟古雪，那个猫着腰的是孟古雪没错吧？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修罗场啊！孟古雪竟然也在跟踪二皇子，这二皇子到处靠女人，今天也应该让他感受一下被女人反咬一口是什么滋味了。孟古雪，你争气点啊，藏得严实点，待会儿也让你看看男主的真面目。
沈郎，你当真就如此在意那个盛秀然吗？你怎的不问问我为何找你？盛秀然是父皇赐给我的，他不能莫名其妙失踪。仅仅是因为他是圣上赏赐的。可是沈郎，这恩典不是你自己求的吗？难道你不是新月圣小姐吗？那不过是我的权宜之计罢了，我对他没有任何心思。你将他弄到哪里去了？那就好，那就好。沈郎，我不想再伺候那个狗皇帝了，你带我走好不好？不，我不敢奢求你能带我走，你将我送出宫去好不好？只要你想起来的时候来看看我就成。宫妃是不能立宫的，除非死。沈郎，不是有那种假死药吗？你让我吃一颗，然后带我出去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再做什么替身了，那狗皇帝叫我觉得恶心。沈郎，你帮帮我吧。你真的想走，也不是不成。沈郎，那我们尽快好不好？我真的一刻都不想在狗皇帝身边多待了。这个傻女人，二皇子手里哪有什么假死药啊？就算有，他也不会给你的。他的药你如果敢吃，那眼睛一闭就再也没有睁开的时候了。好，沈郎，柳绿待我极好，能不能将她一起带出去？宫女离宫要方便得多，她可以提前出宫等你。柳绿，太好了。沈郎，但你觉得我哪天离开好？需要我在离开之前毒杀了那个狗皇帝吗？可惜我接触不了太子，否则的话我将太子也一并解决了，这样一来沈郎便可高枕无忧了。二皇子闻声悚然一惊，于昭仪，你怎可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那可是我的父皇和哥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二殿下，我天下一时鬼迷心窍，万万不该，求二殿下饶我一命。真不愧是能笑到最后的男主啊，真是太聪明太狡猾了。看孟古雪那瑟瑟发抖一脸迷茫的样子，他充其量就是给男主送点赚钱外挂，他的心智和男主比起来简直就是被吊打的程度。于昭仪，我念在你与我母妃长得有几分相似，这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你照顾有加，谁料你竟然生出如此歹毒的心肠，要谋害我的父皇和哥哥。本殿告诉你，你若再如此口不遮拦，我必定将你扭到父皇面前秉公处理，想办法处理了他。结果一个不经意间抬眸，原来暗处偷听的不止一人。瞧那裙摆的颜色，偷听的人应该是孟家的孟古雪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皇子，来人呐，快来人呐！四皇子，您别喊了，这里什么人都没有。四皇子，你就不该出现在这里。娘娘，我们该怎么办呢？柳绿，这四皇子是没法活了，否则我们都得死。柳绿，我们不必亲自动手，将四皇子扔进玉华湖吧。他到底还是太小，虽然已经很聪明很逆天了，但太子和皇后的保护还是让他低估了人心的险恶。若他心机足够深沉，方才就不会因为情绪激动误触了树枝，暴露了自己。我还是希望二哥能晚点出手，虽然这样傻白甜很可怜，但是他必须尽快成长起来。救命！只有让傻白甜真正经历一番生死危机，他才能看清这宫中的险恶，彻底看清庸弟偏心的嘴脸，不能再对他心怀期待。柳绿，快走，越快越好。小妹别乱动，在这里等二哥。二哥，快把他抱到我这里来，恢复如初，快帮傻白甜恢复如初。金光微微闪烁，从乔娇娇的手心里沁进了四皇子的皮肤里。谢天谢地，谢谢老阎王的不收之恩。傻白甜，你快睁眼看看。四皇子迷迷糊糊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完了，怎么半天都不睁开眼睛？难道是窒息太久，脑损伤了？不应该啊，那恢复如初的符上写着呢，什么损伤都能瞬间治愈，恢复如初的呀。傻白甜，你醒醒，你再不醒，我可狠狠掐你了。醒了，傻白甜醒了，阿弥陀佛。乔妹妹，这是乔妹妹的声音。嘿，这傻白甜还犯傻呢，是不是不相信自己还活着吧？不枉费我一下子花了120个功德点，可算是把这小子救回来了。四皇子，您没事吧？周家二哥哥，是你下午救了我吗？那当然了，我二哥一头就扎下去了，我对个符的功夫，他就把你救上来了。傻白甜看着我做什么？要是好了，就赶紧起来啊，恢复您爹大闹啊！四皇子感觉到体内最后一丝不适消失的时候，乔娇娇的声音戛然而止。四殿下，我先送您回去吧。没错，机不可失，出其不意。傻白甜，快杀回去，杀二皇子还有于昭一个措手不及。麻烦乔家二哥哥送我回去吧，不过一会儿你不必与我一同现身。今日之事事关重大，我不希望将乔家牵扯进来，这样对乔家二哥哥你也不利。方才二皇子追着孟古雪出去了，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男主总不至于杀了女主灭口，不知道他会怎么哄骗女主。至于孟古雪，他最好能有点脑子，不然分分钟就被二皇子耍得团团转。快来人，于昭仪要杀我！傻白甜果然聪明，方才二皇子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这会儿贸然喊出二皇子与于昭仪私通，指不定还会被二皇子反咬一口。点个贱人，你怎么敢？你与老二究竟是什么关系？圣上，臣妾只是心慕二皇子而已。二皇子与臣妾生的有几分相像，臣妾第一次见他便心生欢喜，所以臣妾绑了二皇子心爱的圣姑娘，想逼迫他带妾身走。可是他怎么就不愿意呢？圣上应该是最了解这种爱而不得的痛啊！毕竟，你每日在妾身身上找的不都是别人的影子吗？住口！圣上，您是不爱听这话吗？是不是觉着这样对不起玉柳娘娘？毕竟您口口声声爱她入骨，却趴在妾身的身上快活呢。她倒也是个可怜女人，早早的撇下孩子去了，而自诩最爱她的男人却一个接一个寻着相像的女子。圣上且慢，圣上，这于昭仪瞧着是一心寻死的，他字字句句皆往圣上的气头上踩，却将老二撇了个干干净净。于昭仪能当着老二的面说出毒害圣上和太子的话，臣妾不相信他们二人毫无交情。毕竟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除了和自己掏心窝子的人说，和其他任何人哪里敢开这个口呢？圣上，您还不肯换老二来对峙一番吗？于昭仪，本宫知道你一心一意想护住老二，但是你再多说便过分刻意了。如若本宫是你，这戏也演得差不多了，你还真当圣上如此好蒙骗不成？黄培将二皇子传来。到了福宁殿门口，还没推开门呢，二皇子突然双膝跪地，扬声说道：“父皇，儿臣有罪，还请父皇责罚。”哎呀，他到底是人精了，瞬间就明白了二皇子的心计。父皇，今日于昭仪以秀然为饵，因儿臣在玉华湖相见，儿臣自知此举失宜，但因心忧秀然，还是逾矩前往赴会，此乃罪揖。于昭仪见到儿臣后，竟吐露不该有的心思，儿臣震惊太过，未曾及时离去，与宫妃独处，此乃罪二。而后于昭仪恳求儿臣带他出宫，儿臣为探清于昭仪真实意图，佯装答应，他竟说出大逆不道之语，欲谋害父皇和太子哥哥。儿臣当场呵斥于他，但念及他与母妃实在相像，遂生恻隐之心，见他答应不再胡言乱语，故不再加以追究，望其隐瞒了下来，此乃罪三。可是儿臣方才站在母妃的雕像前，思虑良久，想来母妃倾慕崇拜父皇，并不希望父皇有任何危险，且母妃先姿世间独一无二，儿臣不应将任何人拿来同母妃比较，这是对母妃的亵渎。母妃若是泉下有知，不知该如何伤心欲绝。故而儿臣决定揭发于昭仪不臣之心，亦向父皇坦诚三罪，恳请父皇重重责罚，以全儿臣忏悔歉疚之心。但儿臣愿意对天发誓，儿臣与于昭仪清清白白，绝无私通，还请父皇明察。二皇子，你就当真如此瞧不上我吗？于昭仪，本殿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难道你还执迷不悟不成？情之一字，谁又能看得破呢？你既如此绝情，也就罢了。于昭仪的尾音猛地一皱，下一刻，他用尽全身力气爬了起来，冲一旁的电柱盆撞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父皇，儿臣还请父皇责罚。皇后，于昭仪已经供认不讳，他死有余辜，不必留全尸了。老二确实有过，虽未酿成大错，但必须要罚。皇后觉得该如何罚他呢？回圣上，按照旧例，皇子与宫妃私通，秽乱后宫，当削宗籍，贬为庶民。皇后，老二罪不至此啊！臣妾不过是按旧例行事罢了。若圣上觉得不妥，不如自行裁决。儿臣行事不周，惹下祸根，任凭父皇处罚。老二，你确实该罚。从今日起，你罚俸1年，禁足1年，没有朕的旨意，一步都不得离开崇华宫。圣上，将二皇子送去宗人府吧。圣上，二皇子今日虽未铸成大错，但毕竟被于昭仪蛊惑，竟连他想要谋害圣上和太子都肯遮掩。而且今日小嗣险些丧命于昭仪之手啊！臣妾现在想来，依旧胆寒不已。如果二皇子能及时将于昭仪扭到圣上面前，小嗣又何须在鬼门关走一遭？臣妾只是想让二皇子深刻反省一番，毕竟只是让他在宗人府禁足1年，又不是永不归宫。母后，圣上，臣妾自问这么多年，不曾亏待老二分毫。今日小嗣遇险，是臣妾所不能忍的。上次狄在英刺杀小嗣，有圣上主持公道，臣妾已经不曾插手，难道今日又要重拿轻放，伤臣妾和小嗣的心吗？这一下，皇后娘娘可真是歪打正着了。那狄在英与玉流娘娘的旧情，已经是圣上的一块心病了。父皇，
儿臣知道今日之事亦非二弟所愿，二弟从来也是疼爱小四的。若知晓于昭仪事后会伤害到小四，他也绝不会一时糊涂。二弟到底还是太过年轻了，所以才会轻易被于昭仪蛊惑。故而儿臣复议，还是送二弟去宗人府好好反省一番吧。届时1年期满，儿臣定亲自去宗人府接二弟回宫，从此我们兄友弟恭，一同为父皇效力。父皇，您觉得呢？父皇，四弟遇险，儿臣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宗人府禁足1年，儿臣该去，儿臣定会在宗人府中好好反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父皇便按照母后所言，送儿臣进宗人府吧。罢了，那就送老二去宗人府反省1年吧。小四今日受了惊吓，皇后好好安抚安抚他，就这样吧。圣上，宗人府寒凉，条件简陋，是否提前为二皇子准备些什么？老二真是心大了，于昭仪竟然是他安排的，连朕都被蒙在了鼓里。就让老二去宗人府吃1年的苦吧。朕估摸着是对他太好了，竟让他生出了无法无天的心思，染指到了朕的枕边。他若是乖巧听话，有些东西朕为了预留愿意给他，但他若来抢，这就不一样了。点个订阅吧。是不是宫里有消息了？哎呦，我这心跟小猫挠似的，好奇死了！大哥二哥快讲！爹，消息传开了，于昭仪暴毙，二皇子禁足宗人府1年。什么？男主禁足宗人府1年？兄弟的良心总算没有被狗啃光光啊！这宗人府禁足，他既然能点头，说明对二皇子也是心生不满了。说来也是，男主作死，亲爹的小妾都敢动，这哪个男人能忍啊？二皇子今晚就进了宗人府，身边就带了一个老奴。大公主与二皇子结敌情深，亲自送到了宫门口放归。那老奴是玉流公主从北国带过来的旧人，二皇子和北国人能牵上线，他就是中间人。今日傻白甜去偏殿拿礼物，二哥又不知道傻白甜有危险，怎么就那么干脆跳墙跑到后门去堵人了？二弟，今日多亏你及时出手，救了四皇子，否则事态当真是无法收场了。大哥，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今日是怎么知道要跟踪四皇子的？大哥，你怎的还来为难我啊？我这榆木脑袋哪里回答得出来？总不能告诉小妹我是听到了她的心声才做出举动的吧？二弟呀，你随便编个理由都成啊，就算不那么合理，小妹也不可能想到我们能听到她的心声啊。那我连不那么合理的理由都想不到，怎么办？我二哥难道是重生了，觉醒了，知道剧情了？我今日瞧见四皇子拿个礼物迟不出来，而于昭仪进去了又没听到请安声，两拨人像是没碰着面一样啊！我担心四皇子贪玩从后门跑出去，他身边又没太监跟着，小年纪的，这不是很危险吗？哎呀，都是权宜之计，本来是情急之下翻墙看看的，没想到就碰上这档子事儿了。二弟，到时候太子若是问起，你也这般如实说就是了。嗨，我真是爱想多。二哥要是知道自己未来惨死在战场上，被万箭射成筛子，只怕早就笑不出来了。行了，都走吧，娇该睡觉了。哦呼，我这颗可可爱爱的绊脚石，今晚又要被搬走了是吗？嘿嘿，爹娘感情真好呀，老夫老妻也很甜。娇乖啊，今晚爹爹哄你睡。我这么乖的小朋友才不需要哄呢，爹爹快去哄娘亲吧。爹爹。恭喜圣上又得一人才，不知圣上急召臣时，太子妃定了萧将军家的长女，既然是太子岳家，按照旧礼便不可握重兵守边了。萧将军这么多年守边有功，朕担心贸然收回兵权会伤了萧将军的心啊。圣上，臣虽无缘与萧将军结交，不知其性情如何，但观其这么多年经业宿边，便知萧将军心怀忠义。如今圣上择取长女为太子妃，想必萧将军心中早有准备。圣上索性直言，萧将军定能理解圣上的难处，只是有一点，这替代萧将军的人，圣上定要慎重啊。乔爱卿，朕的担忧正是在此。南离国之所以如此安分，是因为萧将军威名在外，若后来之人是酒囊饭袋，只怕会坏了南境10多年的安宁。圣上，臣主张的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圣上暂未有合适的人选，不如就由萧将军先举荐手下可靠副将，暂代将军之职。如此一来，南境依旧安定，而圣上亦有充足的时间考察众将士，选出最得力的人选。就依乔爱卿所言，这大将军的最终人选，朕还得好好斟酌斟酌。
父皇，趁着乔大人在此，儿臣想替小嗣求个恩典。乔中国闻言微微一惊，怎么的？难道这是要给娇娇和四皇子订娃娃亲了？哎呀，不成！儿臣希望能让小嗣拜乔大人为师，跟随乔大人学为人处事，学强身武艺也好。乔爱卿，你可愿收小嗣做你的学生？圣上能收四皇子做学生，那是臣的荣幸。但是您也知道，臣是糙人一个，这四皇子跟着臣，可是要实打实吃苦的，吃点苦也好。小嗣到底养得太娇弱了些了。父皇，小嗣的开蒙老师还未有着落，儿臣看下来，谭大人就很适合。父皇觉得如何？那就让谭爱卿做小嗣的开蒙老师吧。圣上，臣也想求个恩典。圣上，臣瞧着家中二郎在排兵布阵和武艺上有点微不足道的天赋，想让他拜萧将军为师，多学学真本事。乔爱卿倒是坦诚，你就不怕京中人说爱卿你贪得无厌，攀权富贵吗？圣上，臣无惧流言，更不在乎名声，只是敢将一颗心掏给圣上。家中二郎有此天赋，臣不忍埋没，但臣毕竟久离战场，许多东西都忘了，也少了拼杀的锐气。如果二郎能在萧将军手下学有所成，想必将来也是能为陛下分忧的。乔爱卿，朕自是信你的，希望乔家二郎能有他父亲一半的风骨和勇猛，如此一来，朕何愁无人可用？多谢陛下信任，臣不敢有负圣上所托。好看，点个订阅吧。太子真是支棱起来了呀！从前他规规矩矩做个储君，对所有朝臣都一视同仁，如今倒是知道将自己的关系网撒出去了。明明给傻白甜做老师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他未来岳丈萧将军啊！经由昨日一事，太子和二皇子应该是挑明了呀，二人要开始正面对决了。哇，好久没见谭汉池了。爹说他成了天子近臣，看来真的要平步青云了。乔大人，小嗣今后就拜托您了。他虽自小娇生惯养，但性情坚韧，从不乖张，定会好好听话的。乔大人，小嗣能吃苦，不怕吃苦，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四殿下，臣是粗人，有些话要事先言明。从今日开始，一旦是教学训练时间，只有师生，没有君臣。殿下要换陈老师，臣亦只换殿下小嗣。臣不会手软，亦不会心软。臣要教，就必须教出有真本事的人。殿下，您可想清楚了？请乔大人务必不要顾念小嗣的身份，就如同当年训练乔家二郎那般训练小嗣，小嗣定不会叫苦半句。好啊，你小子有志气，别临阵脱逃啊！爹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这傻白甜这小身板有的造了。乔大人，四殿下文武兼修，下官身为殿下的开蒙老师，想同您商量一下，安排好时间。谭大人此言有理。太子不宜久留，见拜事已经完成了，便要带四皇子走了，他都没和娇娇妹妹说上一句话呢。小嗣，等以后可以安排出来。你常常要到乔府来的，还怕没机会见乔家小妹吗？不是乔大人进宫教我，是我来乔府吗？宫中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哥哥和母后商议后，还是决定让你来乔府学。乔大人再见，乔妹妹再见。他小子，既然今早圣上不曾瞒着你，我也就和你直说了。你认为朝中有谁能代替萧将军做这骠骑大将军一职呢？骠骑大将军要换人了，爹爹今早倒不曾提起吗？这件事我印象倒不是很深，容我好好想想。乔大人，圣上如今并未定下决心，至于人选，下官倒是有2个考量。你说来听听。如今朝中可看大用的将军不少，但若说能扛起守护南境大任的，只有2人，一位是皇后娘娘母族的任大将军，还有一位便是德高望重的郭将军。然后呢？但是这次萧将军交出兵权，本就是碍于外戚身份，所以任大将军身为皇后娘娘的表兄，这个位置他恐怕也是做不得了。如此一来，郭将军便是最合适的人选。下官曾私下里去了解过，郭将军南北2个战场都去过，可以说是经验丰富，一鸣赫赫。且郭将军如今不过50有5，依旧精神奕奕，可看大人呢。而且我还十分了解郭将军的为人，因为当年初入军营时，我便是郭将军的手下之一，可以说郭将军就是我的恩师。如此说来，郭将军当真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只是其中有个隐患。太兄，你还记得我们从盛明城手中抢下的那份名单吗？难道？没错，郭将军的小儿子郭高义的名字都在上面。上一届春闱他也买了名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所以说英雄的儿子未必是英雄啊。当郭将军被二皇子告知他的儿子参与了春闱舞弊案的时候，他也很崩溃。这件事一旦捅到雍帝面前，就是死。我倒不曾去仔细了解郭将军的儿子。太子妃人选定了后，爹便知道萧将军的兵权保不住了。那时我们就开始讨论合适的人选。郭将军样样都好，可惜有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我派人仔细查过了，郭将军前头2个儿子都入了军营，如今年岁也不小了，算是都小有成就。这郭高义是郭将军32岁
那年得的，被郭老夫人还有郭夫人宠成了眼珠子。郭高义和他前头2个哥哥不一样，他不爱习武，好学文，听说他酷爱吟诗作对，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对精色文章却兴致缺缺，也不知是吃不了苦还是没这个天赋，最后文不成武不就的，竟沦落到了买名次的地步。许是看在郭将军的份上，朝中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从7品的京县城。结果前几日刚刚探得，这郭高义在位上整日里研究诗词歌赋，诗味素餐啊！如此看来，这郭高义便是郭将军的软肋啊！这般隐患在侧，若被有心之人利用，甚至会威胁到郭将军。谭汉池又真相了，这件事必须解决，毕竟南境安宁事关雍朝稳定。这样，我明日带老二去萧家拜师的时候，问问萧将军的意见。谭小子，今日之事告诉你，也是让你长个心眼。到时候要是闹到圣上面前，你也知道该怎么做。到时下官一定见机行事。四皇子的课业你安排着来吧，到时候派人通知老子一声就行了。谭兄，我送你呀。谭兄，二郎，你去哪里了？我这都要走了，这么快？不多留一会儿吗？我还没同谭兄你畅饮几杯啊。我方才接我家表妹去了。那这是我家安宁表妹。安宁见过大表哥，见过这位谭公子。在下谭汉池，见过左小姐。安宁表妹，这位就是那日游街的新状元，你还记得吧？你那日也在楼上看过他的。我二弟，谭兄不宜久留，你还是快带表妹去见娘亲吧。下次得空我们再与谭兄畅饮。谭兄，下次再续。哎，安宁表妹，你走这么快做什么？走错了，是左边。谭兄，你已至弱冠，不知家中可有婚配？怎么，乔兄这是要做媒人吗？巧了，我孤家寡人一个，还没成家呢。谭兄可是人中龙凤呢，若没有心上人，那我可就叫我娘给你留意一下了。这种事儿哪里敢麻烦乔夫人？我娘可一点都不嫌麻烦，她高兴着呢。如此，我就静候佳音了。9月，先来吃我的酒，自然到场。点个订阅吧。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闻到了八卦的味道？怎么脸红成这样？快坐下来喝口茶。方才来的路上遇到了大哥和谭兄，我一时高兴，有些忘了分寸，就多逗留了一会儿，可能是吓到表妹了。你确实是个没分寸的，快下去吧。姑姑不要怪罪二表哥，没有的事，安宁就是突然见到生人，有些不好意思。那谭汉池和安宁表姐，我怎么就忘了呢？这一对儿还真有点渊源啊！舅母将安宁表姐送给了二皇子，二皇子转头赏给了侍卫，那侍卫不懂怜香惜玉，暗地里搓磨表姐，将她弄得伤痕累累。表姐悲痛欲绝，尤其是亲生父母将她亲手推入了火坑，她彻底失去了生趣。结果表姐寻短见的时候，恰好被谭汉池救了下来。他也许是心生怜悯，亲自向二皇子求了情，似乎是让表姐和那个侍卫和离了。这是天定的缘分啊！这一次谭汉池可是清清白白的状元，郎才女貌，多好呀！安宁，姑母许久没见你了，你最近可好？姑母，安宁一切都好呢。之前的事，安宁想带母亲给您赔个不是。安宁，这事和你没关系，你可不能因此和姑母生分了。姑母哪里会呢？而且啊，我娘是拉不下脸面给姑母道歉。安宁瞧着，她已经后悔了呢。毕竟姑母一直以来都待我娘那么好，这次啊，安宁是来给姑母带个好消息的。姑母，您可能很快又要添一个小侄子或者小侄女了。我去，舅母有了？是你娘有？娘还没和爹爹说呢，但是我瞧见他偷偷呕了好几回。我身边的猪嬷嬷也说瞧着像呢。爹爹要是知晓了，不知该如何欢喜。还有祖父，虽然祖父不说，但是偌大的燕国公府就我一个嫡女，想必祖父心中也是有遗憾的。我的妈呀，这题超纲了呀！原来也没说舅母又怀了呀！而且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真的有待商榷。这当真是大喜事了，只是你娘还没提起。安宁，你也先装糊涂吧。安妮也是这个意思，等娘自己告诉爹爹最好。不瞒姑母，这些日子爹娘的感情并不好，娘因为赌气还去娘家住了好几次呢，也不许我跟着。我瞧着真是担心极了。如今好了，爹爹要是知道娘有了身子，定会收心的。真的要完了，频繁回娘家又不许表姐跟着，这怕不是出去和李虚胜见面了。完了，这绿帽子恐怕没跑了。瞧着时间差不多了，便要告辞了。乔份留他用晚膳。左安宁摇了摇头，多谢姑母好意，不过不知娘亲会什么时候和爹爹谈白，我担心错过了，还是回家吧。安宁，日后要常过来，姑母十分喜欢你，想多见见你。好，安宁听姑母的。何止啊，等二哥娶了嫂嫂，咱们乔府和萧府就是一家人啦。二郎还不过来拜师？说好的来拜师，结果看上人家闺女，就算老达是过命的兄弟，也得给他一个大逼兜啊！萧将军弟生性愚钝，性情鲁莽，但皮糙肉厚，耐打耐踹，又极能吃苦，还请萧将军不要嫌弃，收弟义为徒，从今往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义再不阻止啊，这小子当场就能喊老达做爹呀！萧将军犬子弩钝，还请你不力指教。成了，不用行如此大礼，我认了你这个徒弟了。多谢萧将，不，多谢师傅。
乔大人，我有件事儿正想与你聊聊，不知是否方便移步内堂？你们坐着喝会儿茶。老乔，你可真是宠女如命啊！我找你叙会儿旧，你还把女儿抱着。老大，你不懂，娇娇是老子的心头肉。乔中国说着，就把娇娇轻轻地放在了堂内软榻上。老大，你手下副将可有能堪大任的？左将军随我在南境驻守近20载，对朝廷忠心耿耿，虽勇猛不足，但守城有余。若是暂时担任骠骑将军，是绝没有问题的。老大，这新的骠骑大将军人选，你心中可有数？老乔，在我心中最有资格将我取而代之的只有2人，一个是你，一个是郭将军。若圣上问起，我定会举荐郭将军的。当年若不是郭将军悉心教导，你我未必能有今日之成就。我心里十分佩服郭将军，他若能领骠骑大将军之职，我是万分安心的。原来爹是在这里等着萧将军呢，所以这是要联合萧将军消除隐患，将郭将军推上去了。老大，你我以性命相交，我便什么都不瞒你。于是乔中国将二皇子的野心、太子的处境，还有郭将军儿子郭高义一事悉数告知。老乔，我真理兄友沟壑，说吧，你想怎么做，我必定全力配合你。如今看来，郭将军确实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毕竟南离国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时不时就会骚扰边境，试探雍朝的态度和实力。一旦去南境的将军没有这个本事硬气打退他们，很有可能就会挑起南离国的野心，到时候南境的百姓可就要受苦了。老大，我可能要对不起郭将军了。你这是要人若是做了亏心事儿，就别想着全身而退。那个郭高义本就该罚。郭将军忠义坦荡，不该因此被人胁迫，甚至英明有误。以我对郭将军的了解，他定会选择大义灭亲的。届时圣上考虑到郭将军最适合镇守南境，或许还会留郭高义一命。老乔，这件事交给我去做吧。南境一事本就因我卸任兵权而起，由我去找郭将军才合情合理，你不能掺和在里面，万一引起上面猜疑，得不偿失啊。这件事吃力不讨好，萧将军肯主动拦过去，对爹的感情那肯定是没话说了。爹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说话的立场，若是被狗皇帝发现，肯定要怀疑爹的用心了。好，老大，事关重大，老子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了。老乔，你放心吧。以男主的心机，肯定也会猜到郭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信他会放弃这么一个重要的筹码，毕竟一旦控制了郭将军，可以说就掌控了南境的兵权。可是这一次没有了春威武必安的名单，男主能有什么办法呢？点个订阅吧。妈呀！我知道二皇子准备怎么做了，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的。孟古雪，孟古雪！如果说这世间最精妙绝伦的诗词歌赋在哪里，那肯定就是在孟古雪的脑子里啊！前几日端午宫宴，在玉湖，二皇子去追孟古雪了。当时众人离宫，孟古雪很晚还没有回来，他们2个聊了那么久。宫宴那一日，孟古雪刚好施展了他的才情。如果二皇子从一开始就盯着兵权这事儿，他肯定早早打听过郭将军。一旦发现郭将军本人无懈可击，那么必定会第一时间从他家人入手，那他一定不会错过郭高义这个破绽。孟古雪8成是要被他利用了，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蠢到无药可救，将诗词都漏给二皇子。老大，我去更衣，你帮我看一下娇娇啊。我就一会儿，别让娇娇摔下来就成。爹，再这样下去，我只能借由商城的东西逆天一会儿，在爹娘和哥哥面前开口说话了。他们那么爱我，应该不会把我当成怪物吧？爹，怎么了？乔中国将乔天京拉到一旁，压低了声音复述娇娇的猜测。爹，您面色这么难看，真是吓到儿子了。爹，前些日子就查到这郭高义有问题了，儿子怎么可能会没有防备呢？他身边时刻跟着2个暗卫呢。儿子特地嘱咐了，寸步不过小妹的提醒确实很重要。看来二皇子准备动手了。爹，既然如此，今晚您和二弟留在萧府用膳吧。儿子先回去，派人给那2个暗卫提个醒。怎么了，爹？是儿子哪里安排的不妥当吗？乔中国摇摇头，妥当，实在是太妥当了。你去吧。爹，不辞而别会不会不太礼貌？需不需要儿子亲自向萧将军告个别？你去吧，抓紧时间吧。爹，小妹心里8成是急坏了。您一会儿进去就不动声色地和小妹说，我刚接到暗卫来报，说郭高义那边有异动，便赶过去了。如此一来，小妹方可安心了。乔中国又懵了。哎呀，周到，实在是太周到了。他是怎么生出这么面面俱到的儿子的？爹，乔天京有些疑惑了，爹怎么不理他呀？去吧，这个老子能猜不到吗？啊，是儿子多虑了。哎呦，老乔啊，你家女儿真粘人，硬要我抱。萧将军欺负小婴儿不会说话呀！明明是他见我太可爱，非要抱我，还要带我举高高。是我家娇娇最爱粘人了。老大，我家大郎先回去了。怎么了这是？不是说留下来用把山吗？大郎之前就派人跟在郭高义身边了，方才收到消息说郭高义那边有异动，就匆匆赶去了。一定是二皇子行动了，太好了！
原来大哥早有防备啊，真是吓死我了。我方才都在考虑要不要冒险用传音符了。大哥真是太可靠了。老乔，你家大郎瞧着就是极稳重的，没想到还这般周到。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怎么把他教出来的？老大，知道什么叫粗中有细吗？说的就是老子。大郎那可是老子手把手教出来的。当然了，我家二郎也不错，他还是块璞玉。老大，你好好教啊，将来出息了，送给你做女婿。爹，先让萧将军调教二哥，然后再把人家女儿拐走。你这样，小心以后萧将军找你拼命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喝酒可以，不要女人，不能要女人。郭大人就是一个卖艺的，唱唱小曲儿，平日里都是你照顾兄弟们，兄弟们也得孝敬孝敬你呀。不妥，不妥的，我身上不能有脂粉味儿，快叫他出去。仙雨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过鹊桥归路。郭高义听得入了迷，缓缓地朝那歌女走了过去。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位姑娘，你可愿再弹唱一遍？我给你付双倍的价钱。公子，那奴就献丑了。他状若不经意间挥了挥衣袖，一簇粉末混杂着香气从他袖间飘出，轻飘飘地落在郭高义的身上。郭高义只觉得一股热气从下腹部升腾而起，好热呀！他身子猛地向前倾去，就要将歌女扑到地上。突然砰的一声，雅间的门被猛地踹开，哗啦一下，一盆清水兜头朝郭高义泼了下去。众人都还没反应过来，郭高义又狠狠地挨了2巴掌。少爷，您敢在外面醉酒，仔细将军扒了您的皮。你们是谁？将军担心少爷行为不端，早就派了我们兄弟2人时刻看着少爷，没想到今日当真出了这档子事儿。少爷，您睁大眼睛看，那是歌女，您若胁迫了她，便是犯了奸罪。先不说您活不活得成，您让将军的一世英名往哪儿搁呀？我不是，我也不知道怎的就……你们别告诉爹，我就是和同僚喝喝酒。同僚，少爷，您还看不清吗？这些同僚眼看着您行差踏错，却无动于衷，怕不是要害死您吧？还有这个歌女来得莫名其妙，也得抓回去仔细拷问一番，少不得要上点刑了。别抓我是有人给了银钱叫我这么做的，不要抓我。是谁要害我？果然是李虚胜啊！少爷，照您的吩咐，守在楼下的兄弟已经跟上去了。李虚胜武艺高强，不要跟得太近，掌握他的行踪即可。若发现他接触旁人，尤其是燕国公府的人，立刻报来。是。小伯，收网吧，今晚事发突然，我还得赶到萧府和爹通个气，郭将军那边耽误不得了。少爷放心，这边保证滴水不漏。小伯，你辛苦了。点个谁让你下衙后去吃酒的？谁让你轻信别人的？别打！娘，祖母，快救孩儿！爹要将孩儿打死了，还不知悔改！你知不知道，你险些就坏了大事？今晚不打到你清醒，老子喊你叫爹！子母多败儿，瞧瞧他蠢成什么样子了！老爷，门口有客持欲求见，说是有10万火急之事，贵客在何处？就在大门外，戴着帷帽，瞧不清面容，晚些再来收拾你。师傅，洪达，快起来吧，你我之间不必行此大礼。师傅，可是出了什么急事了？师傅，的确有大事。今日府上公子是否受伤而归？怎的你也知道？师傅，徒儿即将卸任兵权，您是最合适的骠骑大将军人选。如今有人已经盯上您了。今日救下小公子的暗卫是我府上的人，之所以早有准备，那是因为我昨日得了个不得了的消息。洪达，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蠢事？师傅，有人传消息给我，说令郎也参与了春闱舞弊，从圣启山那里买了名字了。洪达，消息准确吗？家门不幸啊！当时我便疑惑，他学问并不好，怎的就考上了？还以为是自己小瞧了他，却没想到他是个黑心肝的，竟然做出了此等卑鄙下作之事。师傅，如今已经有人在打小公子的主意了，如果此事被扒出来，只怕到时候当真是万劫不复了。徒儿和您说句实在话，这南境的兵权除了交给您，交给任何人，徒儿都不能安心呐。南境百姓淳朴无辜，徒儿是真的不忍看他们再历战争流离之苦啊。洪达，你回去吧，为师知道该怎么做了。师傅，洪达，你不必多说了，这事儿你没有错，错的是他自己，只是我却不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再赴南境了。一切看圣上裁夺吧，你快回去，莫要被人发现了，一切小心啊。秀云，可不许你再打高义了，
瞧瞧他的胳膊。有人和我说你春维的名字是买的，娘夫人，你们暗地里帮他了是不是？否则他哪有这个胆子下定决心，哪有这个银钱去运作？郭高义，你若还有几分担当，现在就随我进宫面见圣上，否则明日这件事被捅出去，我们整个郭府都要身败名裂，给你陪葬。秀云，不可以呀，这样去见圣上，高义会没命的。夫君，你想想办法救救高义吧，娘这般狠心，他是我们的孩子啊！你们做这般大逆不道之事时，可曾想过我是儿子，是夫君，是父亲？我在战场上拼杀半生，给郭府带来荣光，给你们这锦衣玉食的生活，你们怎么忍心在背后捅我刀子啊？祸乱春闱那是大罪，倾国公府满门抄斩历历在目。你们若还想着掩盖，一旦被别人告到圣上面前，国府上下就全完了。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我的乖孙孙，他不过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满意而已。夫君，无论如何，至少保住高义一命啊！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当初没劝住他。夫君，你将我扭到圣上面前好不好？都是我这个做娘的错，我愿意替高义去死啊！爹，我愿意跟您都去到圣上面前请罪，要杀要剐，只要不牵连国府，我都毫不怨言。现在就随我走。点个订阅吧。郭爱卿，春闱舞弊一事早就过去了，盛启山留下的名单也不知所踪，你今日若不说，也无人知晓的。圣上啊，臣惶恐啊！已经有人在打臣儿子的主意了，这该是何等深沉的心机呀！才会在骠骑大将军人选还未有着落之时就开始算计，所以臣便严厉逼问他，平日里为人处事是否还有疏漏，是否还做过什么亏亲事儿？臣这儿子胆小又驽钝，经不住臣的逼问，道出了春闱舞弊一事，当真将臣害得浑身冰凉。圣上，臣忠于圣上之心天地可见，臣的儿子的的确确做了不可饶恕的错事，有愧圣上的信任，臣不敢姑息，更不能包庇，否则留下把柄，他日被有心之人利用，更加有负圣上的恩宠。故而臣斗胆连夜求见，请圣上责罚，消除一切隐患，全臣一颗清清白白的忠义之心。那郭爱卿可知算计之人是谁？回圣上，事发突然，臣并未来得及追究，如今想来，那人买通了歌女和衙役，或许有迹可循。王培，着人去将万年府那几个衙役统统捉来。黄公公应了声是，匆匆的安排下去了。对了，圣上，那歌女还念了一首绝妙的词。哦，绝妙的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果然绝妙，从前也并未听过，却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这般看来，对方确实是有备而来，而且还准备得十分充分，难怪郭爱卿惶恐至此。谭爱卿，你有何见解？回圣上，这首词属实精妙无比，这作词之人不仅心思细腻，而且情感丰富。臣瞧着作词之人是个女子，也未可知啊。一说作词的女子，雍帝的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就浮出了孟古雪三个字。圣上，算计郭公子的人想必是想借此拿捏郭将军，这么看来，此人应该也看好郭将军能够接下南境兵权，而他竟妄想掌控郭将军，可见所图甚大呀。小掌握兵权，那图谋的无非就是他这个位置了，是太子还是老二呢？郭将军，先带你儿子去外边候一会儿吧，朕要好好考虑一下。郭将军闻言恭敬地磕了个头，带着浑身发软的郭高义退到了御书房外。谭爱卿，你觉得如何？回圣上，臣觉得该恩威并施。哦，说来听听。圣上，连那不轨之人都知道算计郭将军，可见郭将军接管南境兵权一事是众望所归的。如今郭公子犯下大错，郭将军能选择大义灭亲，及时坦白到圣上面前，可见其忠义坦荡之心。如此一来，圣上不如留郭将军儿子一命，这是恩，但儿之过不能因其父有功就无伦过去。圣上可秉公罚之，这是威。如此恩威并施，郭将军心服口服的同时，也定会感念圣上的不杀之恩，誓死效忠圣上的。谭爱卿深得朕心的，起来吧。多谢圣上。王培，将郭将军换进来，如何了？回将军，那歌女的尸体并4名衙役已经被宫里的人带走了。太好了，说来也是极巧的，二皇子的人先来了一步，与我们刚打了个照面，还未动上手，禁军就来了。我们自称是郭府的人，光明正大处在那里，二皇子的人却落荒而逃了。我们生等着禁军带着人拐过街角，才不紧不慢的离开。有2个兄弟原是少爷派着守在醉仙楼后门和暗巷的，所以不曾露面。他们稍迟一步撤离，竟意外发现
还有一股势力在暗中观察着，看得出来历吗？对方也很谨慎，是眼看着我们走了才有动作的。如果不是暗处还藏着我们的2个兄弟，恐怕就错过了。依属下推断，那股势力应该就是来旁观的，否则他们若是插手，我们的兄弟不可能毫无所觉。爹，儿子有个猜测。二人同时吐出2个字：太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圣上，审出来了。兄弟垂眸，一目十行。圣上，您保重龙体啊！真是小看老二了。圣上，您心中有气，随便打骂老奴撒撒气都行，莫要伤了您自己呀。皇佩朕已经对他那么好了，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昨日染指朕的枕边，今日算计朕的兵权，那明日呢？明日他是否要朕的命？老二真是太让朕失望了。看来禁足宗人府1年，还是关不住他的野心，也没能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皇佩，奴才在，你亲自出手，替朕将老二这些年安插在宫里的眼线全部都拔了。老奴遵旨。送一本孝经到宗人府，让老二好好学学，到底该如何为人子。你现在就去。宗人府，二皇子端坐在案后，一夜未眠。二殿下，圣上有旨要您通读此书。二皇子谢了恩，接过绸缎。殿下，刘允刚刚传来消息，咱们在各宫安插的人手一个时辰内全部被除，无一幸免。东宫和翊坤宫的人呢？珠峰惶惶不安地抬起头来，冲二皇子绝望地摇摇头。殿下，如今我们该怎么办？不急，这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然他喜欢乖巧听话的儿子，那我便如他所愿便是了。可是殿下，我们一下子失去了那么多人，一时之间只怕很难再掌控宫里的消息了。珠峰，我们还没有输，等着吧。万寿节的时候，本殿自然会重回所有人的视野。乔娇娇也11个月大了，如今她已经能独自站立，偶尔还能晃晃悠悠迈2步了。小四，小妹妹不要笑话我下次肯定会更好。大哥寻常不大来的，难道是有什么新情况了？哥哥，爹爹。爹，有消息了，跟踪李旭生的暗卫方才传回消息，舅母约见了李旭生，他要赴约了。舅母终于憋不住了，是不是？距离上次安宁表姐来我们家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燕国公府始终没有传来好消息，说明舅母还瞒着呢。估摸着如今是要显怀了，实在瞒不住了，所以要找李旭生商量去了。捉贼捉赃，这一次可终于要抓住舅母的小辫子了。老大，这件事儿事关燕国公府的脸面，既然是找到证据了，就不能再瞒着你外祖父了。你速速派人，不，你亲自去，带你外祖父一起去抓人。去燕国公府的时候小心些，别惊动了你舅舅和安宁，暂时先不要让他们知晓。爹，怕是不成了。什么意思啊？前些日子得知舅母的情况后，我在舅母身旁也安排了一个人，他和那个跟踪李旭生的暗卫是前后脚传回消息的。舅母现在已经赶往千香茶楼了，而安宁表妹她跟踪了舅母。本来这件事儿还想先瞒着你娘的，毕竟还没出结果之前，也不过是让她白白担忧。如今却是不成了，安宁那孩子若发现了真相，只怕会吓得不轻。老大，你现在就去带着你外祖父去千香茶楼，如果安宁察觉了真相，事毕后将他带回朝府吧，你娘会好好安抚他的。点个订阅。有事就快说，若你是想要欢好，我们就速战速决。所以你心里只有那些事是吗？为何这1个多月来，我许你好几次，你却不肯理我？是不是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既然如此，那你第一回见我的时候就应该一刀捅了我，而不是假意讨好我。是，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该一刀捅死你，再自我了结。你根本不配我的欢喜。你的虚生哥哥早就死了，死在了你的虚荣和狠心下。你明知道我有多恨你，你为何要接纳我？你应该劈头盖脸把我骂一顿，这样我才能狠下心来杀了你。徐生，你寻我到底做什么？我今日不该出来的。如果你有乔府的消息，现在就到来。所以我在你这里只有一个价值，便是刺探乔府的消息，是吗？左和剑与我闹翻了，我怎么去乔府？当初是你自己答应我，你会想办法的。若无事，我走了。徐生，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说什么？我知道你与我苟合的时候，是不是一边在爬左和英的？啪的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响了起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这是逼我去死！好，李徐生，反正我也不想活了，索性今日就死在你面前，一尸两命，就当是还了当年的冤孽。左安宁倚着墙壁，缓缓地跌坐到地上。小姐，我们走。不要杀猪嬷嬷！宁儿，猪嬷嬷，宁儿，你怎么会在这里？娘，宁儿实在是担心您，见您又一个人出门，所以急急跟了过来。可是进了这茶楼后就没了您的踪迹。我在这雅间中等了一会儿，发觉实在是蹉跎时间，便决定归府。谁知刚一开门，此人就对朱嬷嬷下毒手。宁儿，这是你娘的远房表亲，你还没见过呢。她方才也是被朱嬷嬷吓了
一跳，所以手上才失了分寸。宁儿别怕，都是误会。娘，能不能让他先出去？女儿害怕。当然可以了，宁儿，你是娘的乖女儿，娘什么都听你的。但是李虚胜眉眼沉沉，却陡然凶神恶煞的朝左安宁走近几步。走开，谁也不能动小姐，走开！丽娘，不要再抱什么奢望了。很显然，他们都听到了。宁儿，你跟来干什么呀？娘，您这般问我之前，可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做下这样的事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对不起，宁儿，是娘不好，是娘不对，是娘害了你。娘，您不是害了我，您是害了您自己啊！我无论是绞了头发做姑子，还是在家终身不嫁，我都没有任何怨言。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今日之事一旦暴露，您定是活不成了呀！宁儿，你别再说了，是娘的错，娘对不起你。你若想要你娘活命，只当今日之事不曾发生过就是；还是说你想大义灭亲，将你娘逼上死路？你这个诡计多端的男人，你可以接近我娘，不就是为了令我娘刺探剿府的消息吗？我不是。我听得出来，你和娘从前是有恩怨的，但是你接近她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剿府吗？不要说什么你是真心怜爱我娘，一个男子若当真心悦女子，怎会引她做下苟且之事？这对女子而言就是灭顶之灾。娘，女儿知道爹不好，爹花心，我曾私下里劝过她好几次的，求她好好和您过日子，可是她改不了。所以您不爱爹爹，这不是您的错。但是您若当真下定决心不和爹爹过日子，您可以和离，可以离府，但是您万万不能行如此苟且之事啊！您若是提出和离，女儿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为您周旋。我不在乎名声，不在乎嫁不嫁得出去，女儿只是希望您能过得开心而已。可是您为什么要踏出这样一步错棋啊？祖父待您宽厚无比，因为爹爹混账，祖父事事都有理，你这样是将他的脸面狠狠踩在脚下呀！他年纪大了，如何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宁儿，你别说了，是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祖父。娘，您还是不懂，您最对不起的是您自己啊！人活一世，心中可有私欲，可图小利，但是不能忘了大义啊！这个男人，他一心想要利用你逃出剿府的消息，为什么呀？因为辜负他是重臣，有人想要借此陷害姑父，扳倒姑父啊！您怎能白他去做这种事呢？难道姑母对你对我们不好吗？你想想看，这个男人背后是谁？他要陷忠良，他所图有多，这是关乎百姓、关乎社稷的大事，如何能开得玩笑啊！娘，您跟宁儿回去吧，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祖父。祖父心善，他不会对您赶尽杀绝的。无论结果如何，去安堂也好，去牢狱也罢，宁儿都愿意陪着您的。娘，不要一错再错了。不行，宁儿，不行的。如果被你祖父知道了，娘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娘，那宁儿呢？难道宁儿不是您的孩子吗？好了，丽娘，我行事向来狠绝，若这丫头不是你的女儿，我早就将她灭口了，何须白扯到现在？不，你不能伤害宁儿。听到方才的言语，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帮你遮掩了。如此一来，那燕国公府你是回不去了。跟我走，快走！娘，这一去就当真是万劫不复了。你别走，宁儿，你已经大了，你祖父和爹爹会好好疼你的，你就当我这个娘死了吧。少夫人，你怎能如此狠心呢？徐生，我好像不太舒服，你带我走这么好吧。看，点个订阅吧。你们还想往哪里走？姑爷，祖父，此人要害姑母一家，快将他拿下！是啊，祖父，对不起，安宁应该趁早和您通气的。宁儿，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今日之事多亏有你。徐生，你走吧，不要管我，我们之间到此为止。当年欠你们家的债，我若有命在，天有余寿还；若没命在，就下辈子还你。闭嘴！李虚胜，这茶楼四面八方都安排了人，你今日是插翅难逃，还不束手就擒吗？燕国公，当年虽不是你亲手杀了我李家三口，却与我这巨变的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想到10多年过去了，我李虚胜苟活至今，还是栽在了你的手上。你以为我会束手就擒吗？别妄想从我嘴里挑出任何东西。我李虚胜贱命一条，但心中自有信义。你没资格和我一起死。若想赎罪，将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下一刻，他毫不犹豫地抬手，将短刀深深捅进自己心口。
宁儿，你先去找你姑母吧，剩下的事儿交给祖父处理。祖父，娘会怎么样？宁儿姿势体大，祖父决定将你外祖父和你爹爹叫来一起商议。你放心，他无论如何都是你母亲，祖父有分寸的。祖父，那宁儿先去找姑母了，你也要注意身体。亲家公，我家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燕国公沉着脸将今日的一切悉数道来。贱人，你这个贱人！不，别杀害丽娘！够了，爹，是他背叛了儿子，给我们燕国公府抹黑呀！他死10000遍都不足惜，你为什么要阻止儿子？何英，你自问事情发展到今日这个地步，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当初是你贪图丽娘的美色，非要将她娶过门，娶进来后你又不懂得珍惜，这些年你风流纵情，难道丽娘就活该因此被人笑话吗？你自己收不了心，管不住家，四处留情，就没想到会有反噬的一天吗？你可知道宁儿今日目睹了一切，她还小啊，她还是个女儿家，你让她今后该如何自处啊？有这样不靠谱的爹和丢弃礼义廉耻的娘，你让宁儿怎么办？她又何其无辜啊！还有你们，既然当年丽娘和那李虚胜已有婚约，你们为何不早早言明？你们若是开口，我便是打断何英的腿，也会阻止他棒打鸳鸯的。可是你们为了攀附燕国公府，竟然私下里毁婚约，害人命，因此埋下隐患，害了我们3家人。瞧瞧这些冤孽呀！当初犯下的罪过，终究是要报应回来的。这些罪孽都是我们做下的，和安宁没有任何关系。如今他却要承担所有的后果。一个与外人私通，还珠胎暗结的娘亲，这件事若是传扬出去，便是毁了安宁一辈子的幸福。所以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决定，不是征询。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反对。丽娘到底是安宁的生母，我不会要她的命，而且我也不舍得安宁为这样不称职的母亲守孝3年，白白蹉跎最好的年华。为了保住安宁的名声，她也不能有一个被休弃的娘亲。所以何英，今晚你就给丽娘放7书，你们和离。归根结底，这一切的起因在你，是你贪图美色在先，风流纵情在后。不要不服气，难道你还想毁了安宁吗？丽娘到底犯下了10恶不赦的过错，2位亲家该是知道的。这样的错处，若是放在别人家，进猪笼都是有的。我可以不动丽娘，但丽娘万万不能留在京城了。你们将她送走，送得越远越好。我亦会派人盯着她，确保她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安宁面前。而且我们2家和离，对外只能宣称是夫妻不和。若让我听到什么对安宁不利的风言风语，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我必定不会放过陈家。我已准备好放弃书和契约，咱们现在就签字画押，一别两宽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爹不应该叫自己大老粗，爹爹这叫痞帅。阿胜还没消息吗？殿下，那个李旭胜会不会是逃了？不会，阿胜是极讲义气的。当年本殿碰巧救了他母亲一命，这几年来他一直忠心耿耿，绝不会声夺二线的。况且他是个孝顺的，他母亲还在京中，他怎会弃母而？周峰，你去查一下燕国公府的世子夫人，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速速报来。娇娇瞧着，与何静小时候当真是一模一样。向夫人最好，像小旭这种大老粗那就完了。爹爹不应该叫自己大老粗，爹爹这叫痞帅，而且越成熟越有魅力。中国4天的时间，你觉得够了吗？对二皇子来说，李虚胜和其他手下还是有区别的。二皇子篡位成功后，直接封了李虚胜做骠骑大将军，所以这次李虚胜身死，二皇子必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旦舅舅舅母的和离的消息传了出去，二皇子定会猜到李虚胜是在燕国公府的手上栽了跟头，到时候祖父就要小心了。二皇子若是接触到舅母，了解前因后果，必定会借此抹黑安宁表姐，毁了他的一生。不行，绝不能让二皇子找到舅母，连舅母的父母都得狠狠敲打一下。那陈家夫妇当年能为攀附公府，对李虚胜一家痛下杀手，可见也是爱慕虚荣、心狠手辣的。所以老夫自始至终都不曾信任他们分毫。丽娘是被他们送出京的没错，但是老夫早已派人等在了半路，顺势就将丽娘接往了别处。她毕竟是安宁的生母，老夫不会要她的命的。但是她这辈子都别想和京城取得联系了。所以别说二皇子了，连陈家夫妇永远都不会知道丽娘究竟去了哪里。哇，外祖父威武啊！不仅如此，二皇子也别想从陈家夫妇口中撬出任何消息，因为陈琦已经辞官离京，不知去向了。麻了，我简直就是多虑了，身边全是人精啊！中国，你机敏聪慧，老夫这不是担心自己还有遗漏吗？小旭没看出什么遗漏的，就是该好好管管兄长了。既然陈家那边没问题，二皇子极有可能会从兄长下手。哎，这件事儿
对何英的打击很大。他瞧着是变了些，但是本性难移的道理，老夫还是懂得的。走着看吧，何英她也该栽个大大的跟头了。岳丈大人，您之前不是让夫人留意安宁的夫婿人选吗？难道是找着了？不知岳父是否听过谭汉池这个名字啊？哦，可是如今的朝廷新贵，圣上身边的大红人谭修传，正是。不知他人品如何，行事可端正。从当初的春闱舞弊，说到上次的南境兵权归属，将谭汉池夸成了一朵花。如此一来，倒是极好的了。谭小子与大郎、二郎交好，虽不能放在明面上，但谭小子如今是圣上面前的红人。大郎9月的婚礼是无论如何都要请他的，届时岳丈大人可以在席上仔细相看他，绝对的人中龙凤啊！中国啊，平日里也没见你这么夸大郎、二郎，可见你是真心欢喜他的。只是这种事儿到底讲究一个你情我愿。届时岳丈大人要是满意，我们就再给他们小年轻透个口风，让他们自己决定。强扭的瓜不甜，他们2个都是极好的孩子，千万不能乱点了鸳鸯谱。合理的消息一经传出，京中必定满是风言风语，刚好可以探探那谭小子。若他轻信了谣言，那这个孙女婿我是不敢要的。那外祖父可就要准备好相看孙女婿了。以我对谭汉池的了解，他绝对不会听风就是雨的。上次他和安宁表姐还见了一面呢，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心思。不过话说回来，这桩婚事估计还得雍弟点头呢，毕竟在外人眼里，典国公府和我们乔府就是一体的，而谭汉池如今都是雍弟跟前极得用的人。嗨，果然麻烦。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黄姐，你怎么来了？二弟，你经受了这许多。如今天气热，人就跟着轻受了些。不碍事的，只是黄姐，这里毕竟是宗人府，你不该来的，这对你不好。在他的记忆里，这个只比他大3岁的姐姐一直都对他照顾有加。说句真心话，在偌大的皇宫里，黄姐给了他最大的善意。有什么不好的？二弟，你这样如珠如玉的人儿都能待得住，我略做作怎么了？我给你带了些糕点，这宗人府是吃不到的，怕你嘴馋。二弟也最爱的桂花糕，放心吧，知道你不爱吃太甜的，已经让御厨少放糖了。谢谢黄姐，我知道你来这一趟肯定是不容易的。也没什么，不过是向父皇求个恩典罢了。黄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可是在哪里受气了？傻二弟，谁能给我这个大公主气受啊？我只是也没什么不能和你说，父皇要给我选驸马了。黄姐，这是好事，你怎么不欢喜？那些人我又没见过，谈不上欢喜不欢喜，不过是全听父皇做主罢了。黄姐，你心中可有中意的人？二弟，实话告诉你吧，我当初觉得乔家大郎是不错的，各方面都合适。当时父皇其实也有这个意思，但是乔家大郎那时候确实放出话了，说短时间内不考虑婚事。我也是个骄傲的，自然不可能上赶着找驸马，也就放下了。父皇向母妃提了几个人，我瞧着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二弟接来如何？黄姐，这不是什么有的没的，这事关黄姐的终身啊！若黄姐不介意，可否将父皇提的几个人选说给二弟听听？大公主见二皇子如此关心自己，心头一暖，当下便将那些人名说了。黄姐，这些人都不成的。二弟，我身为大公主，驸马的人选父皇帝是有考量的，容不得我挑挑拣拣，我早就认命了。黄姐，我心中倒是有一个极好的人选。谁？新科状元谭汉池。黄姐，这谭汉池是涿州人士，文采斐然，名声极佳。他在京中没有根基，如今深得父皇重用，若招为驸马，必定得倚仗。黄姐，这样说来，他可比其他世家大族生性高的公子少爷们要好上许多。黄姐，你觉得呢？既然二弟都说他好，那想必他确实是个好的，只是黄姐可是有什么顾虑？自古以来，若是被招为驸马，便只能在朝中挂个闲职。谭修传心中若有抱负，未必会答应的。而且父皇如今对谭修传多有倚仗，想必也舍不下他这个能臣。你瞧这次，父皇都没向母妃提到谭修传，也表明了父皇的态度。本宫若贸贸然提起，想要杜修传做本宫的驸马，只怕父皇要误会本宫的用心了。黄姐，这件事不能急，你刚从这宗人府出去，若转头便提起谭汉池，只怕父皇也要以为是我在从中作梗了。稍等等看，黄姐，我记得乔家大郎的婚期是在9月吧？9月初10。乔家如今正值盛宠，父皇必定会派皇兄前去恭贺。至于谭汉池，黄姐你瞧着吧，父皇若真想培养他成为天子近臣，必定也会让他前去参加的，甚至让他陪乔家大郎迎亲的。毕竟想要成为父皇身前得用的人，就必须八面玲珑。谭汉池年纪尚轻，若能将朝中年轻的人才都拢在一处，想必父皇也是乐见其成。到时候黄姐你便寻个理由和皇兄一起去吧，黄姐到时必定能见到谭汉池。彼时的乔府人多杂乱，黄姐你多带些人去，最好能和谭汉池见上一面。黄姐，父皇就算再舍不得谭汉池这个人才，但你毕竟是父皇最疼爱的女儿，不管是为了黄姐的幸福，还是为了皇家的名声，父皇都会妥协的。至于谭汉池，即便他一开始心有不甘，等他明白过来，他的未来只能仰仗黄姐的时候，定会对黄姐你千依百顺的。二弟，谢谢您为黄姐筹谋这些，黄姐都听你的。
点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州乔大郎是名满京城的探花郎，今日不得让我们见识一下呀？快，多够10手催妆师才能进门。这不就是元清主门吗？有意思。一人10手，未免有些为难。在下这么多好兄弟前来助阵，我先出一手，余下由兄弟们为我分担，如何？必须的，今日必须让我乔兄抱得美人归。大郎，你先来，速速的，我们等着迎大嫂呢。余下众人皆是腹有诗书，最后一手谭汉池收了尾。求新娘喽！何方公子因何到来？京城名门，乔家君子，不审来意，有何所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得淑女，以何待之？只此一人，天长地久。好，错过了，是真心的。接大嫂了！没想到这些人如此的鲁莽心急，几乎就要撞到他了。多小姐当心啊！眼看着旁人就要撞到左安宁了，他情急之下便拉了左安宁一把。他还以为救自己的是乔天京，顺了顺胸口，嘴上感激道：“乔表哥，谢谢你。”他猛地抬头，不由得怔住了。谭公子，左小姐无碍吧？我无碍的，多谢谭公子。那就好。今日人多杂乱，左小姐务必小心啊！他说完后行了一礼，朝前方的乔天京追去。一个合格的磕 CP 人，最基本的素养就是自己抠糖吃。我觉得安宁表姐和谭汉池这一对也好甜啊！我大嫂出来了，二哥和萧家二小姐也看对眼了，身边 CP 太多了，我好幸福啊！女儿谨记爹娘教诲。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定会珍惜善待贤儿，常带他回来看看。接下来便是上花轿进乔府，一应皆按照习俗来。一天闹下来，待要拜堂时，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别紧张，贤儿，我想着同你爹娘一样唤你贤儿，这样你会自在些。前头的喜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还得出去敬酒，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了。你可以先行净面沐浴，不必管那些规矩，先吃些，别饿着自己。若实在累坏了，可以安心睡一觉。乔郎，我等你回来。瞧清楚了吗？公主，奴婢瞧得清楚。他们二人背起着，挨到了一处，红着脸，瞧着像一对厮。够了，公主，这下如何是好？彩兰，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公主安心，奴婢早就备好了，还着人试过了，十分有效。那就照计划来吧。至于左安宁，本宫看上的人，怎能有心上人？公主，您的意思是？别杀她，毕竟是演过功夫的嫡女，出人命就不好收场了。彩兰，毁了她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八字要一撇了，我就知道外祖父肯定会满意谭汉池的。众人只听得哎呦一声，竟是有人不小心的将酒水洒在了谭汉池的身上。谭汉池忽地站起身来，无碍的，我去换一身就是了。说完后，谭汉池便离席朝席外走去了。谭汉池应该没事吧？话说回来，那洒酒的小公子是谁家的呀？小孩犯了错，大人怎么没出来认领啊？谭汉池现在好歹是天子近臣，按照正常思维，大人应该赶紧就出面道歉了呀。下官参见公主大人，下官无意冲撞公主，还请公主见谅。下官这就离开。谭修传，请留步。乔家下人退下，本宫有话要对谭修传说。公主，这不合礼法，下官告退。谭修传，本宫叫你留下，你敢违抗本宫的命令吗？谭修传，你是本宫做洪水猛兽做什么？还是说你连滚国公府的左小姐也不在乎了？公主，下官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此处无旁人，私见尤其不合礼法，还请公主莫要再上前来了。下官告退。大公主急忙从腰封里掏出一个丸子吞入口中，低声道：谭修传，本宫只想问你一个问题而已，你如此失礼，是仗着父皇对你的恩宠吗？他隐约间闻到了一股极馥郁的香气，透着一丝甜腻，弥漫在他的周身。谭修传，你转过身来。大公主，你……谭修传，你突然这是怎么了？这混药药性如此强烈，必定不是凡物。我若不受控制做下蠢事，当真是坏了乔兄的婚礼，只怕还会连累整个乔府。还有左小姐，我和左小姐真的再无可能了。爹爹，快阻止谭汉池！臣乔中国参见大公主。谭小子呀，谭小子，任凭你如何聪明机敏，还是太嫩了点儿。老子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就绝对不会中这种伎俩。乔中国的心绪刚走到这里，就闻到了一股甜腻的香味飘了过来，等等，头有点晕呢。大公主，此处是外院，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伺候您的工人呢？怎的没跟着？哎呀，那些该死的奴才，难道他们不知道您这样很容易被外边的男兵冲撞吗？怎么的？我爹也中招了？这什么原理啊？
什么味道呀？好臭！大公主，臣立刻叫人接您回内院，您可要小心些啊！那些好吃懒做的工人都该好好教训一番才是。明亮的月光下，可以看到院子里有一方池塘。乔中贵没客气，右手一抛，将唐汉池直接扔了进去。爹，够粗暴，够狂野啊！谢天谢地，总算是没能酿成大错。谭小子，醒了吗？怒了，唐汉池怒了，这下真的该吃个教训。该死的，对方的手段怎么就这么层出不穷呢？乔大人，左小姐呢？左小姐怎么样了？是不是大公主和谭汉池说了什么？不然她怎么会突然问起安宁表姐呢？方才大公主提了一嘴左小姐，我无碍的。乔大人，您快去看看左小姐。爹，我们快去内院。谭小子，你自行去换个衣裳，不要露出任何异样。这件事还没完。娘，夫人，怎么了？是不是安宁出什么事了？父亲，方才宴上有位姑娘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安宁身上，安宁便离席更衣去了，是她身边的朱嬷嬷亲自跟着的。安宁离开后不久，大公主也起身更衣去了。我不知大公主要算计安宁，也没有多叫几个人跟着，直到安慰来报，才知道大事不妙了。而后便与刘嬷嬷还有刘嬷他们出来寻人，结果沿袭到更衣院都找了，后院也寻了，这条路也走了好几遍，都不曾找到安宁。父亲，我真的担心极了，偏偏涉及安宁的名声，这对安宁也是要命的呀，所以我也没敢多叫别人。这个一模一样的伎俩，都是找人一不小心将酒水洒在谭汉池和安宁表姐身上，然后都是等他们去更衣院的时候做手脚，绝对是大公主的手笔没错了。夫人别慌，安宁在乔府住过一段时间的，对这后院也十分熟悉。那孩子是个机灵的，如果发现了不对劲儿，他一定不会坐以待毙的。没错，安宁表姐住在家里那段时间，只要小四没来，我和安宁表姐都在这后院玩呢。如果大公主真的得逞了，安宁表姐为了保全名声，必定会躲起来的。夫君，槐树镇，我想起来了，槐树镇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安宁小姐，你快救救小小姐吧。对，下一刻，他紧紧将右手贴在了左安宁的后背上，掌心里发出了微弱的金光。安宁表姐别怕，娇娇会救你的，你马上就没事了。安宁表姐醒了吗？太好了，这符虽然名字敷衍，但功效确实是好的，就是不知道安宁表姐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左安宁正迷迷糊糊的，这时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又钻进他的耳朵里，和娇娇表妹的声音一模一样。姐姐，安宁表姐怎么了？怎么一脸吓到的样子？是不是留下了什么心理阴影啊？左安宁确实有些吓到了，娇娇明明只叫了一声姐姐，她却听到了好长一段话呀。娇娇，没错，安宁表姐是我。谢天谢地，谢谢老阎王，那符果然是好东西，总算是让安宁表姐清醒过。姐姐，半晌又听不到她的声音了，脸上不由得满是迷茫。安宁，现在没事了，来跟姑母回去吧。姑母，那个将酒水洒在我身上的姑娘很可疑，要抓住她，千万不能让她又去害了别人。你放心，姑母已经让人去找那个姑娘了。小姐，等是奴婢真是害极了，眼看就要和其他人碰上了。小小姐急忙遮住奴婢的领子，说后院深处有个槐树林子，那里旁人是寻不着的。奴婢便在小小姐的指示下一路进来了，本是打算安置了小小姐立刻出去寻人，结果却怎么也走不出去。奴婢当真要急死了，结果这时候小小姐又开始伤害自己了，奴婢便越发走不开了。安宁，你这个糊涂孩子，姑母，那人既然想着算计安宁，必定会找人来目睹安宁的事态。有心算无心，这后院中除了这槐树镇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安宁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脸面，但是安宁不能不顾及祖父啊。前段时间爹娘和离一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如果今日安宁再出丑，祖父的一世英名都要毁在安宁手里了。姑母，祖父实在是待安宁太好了，安宁心中有愧啊。还有姑母和姑丈，还有大表哥。姑母，既然是大表哥和雅贤的大喜日子，安宁怎么能毁了这一天呢？说我当中出了丑，也会害乔府，害大表哥和雅贤成为京中的笑柄。姑母，我不能这么自私又无能。你这傻孩子，所以你带着朱嬷嬷躲到这槐树镇了，即使自己承受不住要去伤害自己，甚至没命也在所不惜吗？左安宁轻轻地点了点头，再无他话。安宁表姐，
没事了，没事了。大公主身上的药很邪门，似乎只要靠近她，闻到那股香味便会难以自制。她既然敢在乔府使这种下作手段，就该想到会有反噬的时候。请将军下令，如今毕竟是在乔府，若大公主当真丢了贞洁，我们也难辞其咎。这样，你们二人速速将公主带来的4个贴身宫女全部都引过去，务必让他们发生点什么，然后将太子也引过去，就说是我有事要娶太子，让太子务必赏脸来见。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人精，都是人精啊！殿下，前头可是出了什么不妥当之事？若果真如此，臣心中万分惶恐啊！乔大人，不瞒你说，本宫的皇位在里面，事关皇家颜面，莫要声张。这可如何是好？大公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那臣也无法向圣上交代呀！先等等看吧，这件事还得禀到父皇面前，由父皇做主才是。这就妥了不是？闹到雍帝面前，揭发大公主龌龊的手段，让她自食其果。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太子是见识过乔中国如何在朝堂上撒泼的，如今见他演得这般生动，倒也见怪不怪了。皇妹，快救我！他闻言当即走上前去，结果甫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极其甜腻的香气。皇上，你不能过来，快走！你快走！原来有出现过这么厉害的药吗？我想想看啊，别说，好像还真有，叫什么来着？好像是极乐世界，应该就是这个媚药吧？分招情和催情，大公主这症状和中了招情差不多，不过我记得招情发出的味道是香的呀，怎么我方才闻的那么臭啊？像是陈年下水道的味道。我记得这个药是要等男儿出场的时候才会被带到雍国的吧？他是南离国的三皇子，万寿节的时候他才会率领使团来恭贺雍帝圣诞，这药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奴婢该死，奴婢该死！都给本宫滚开呀！皇妹，皇兄可以过来了。皇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宫女怎么都失去理智了？皇妹，此事疑点太多，不可妄断，许是贼人要害皇妹你也说不定。我们还是将此事交给父皇才妥吧。不必的，皇兄，父皇若是知晓我在宫外生了一胎，定会大怒的。皇兄，要不处死这4个奴婢吧？对，没错，处死他们，只要他们死了，今日一事全都不曾发生。皇兄，你会为我守口如瓶的，对吧？太子殿下，公主殿下饶命啊！饶命啊！奴婢罪该万死，奴婢愿以死赎罪。大公主，可呀，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公主在臣府上受了惊吓，臣心中万分惶恐，也无法向圣上交代呀。而且此事诡异离奇，必定是有贼人想要谋害公主。只要想到这样阴毒之人藏在府中，臣真是夙夜难寐呀。公主，这种黑心肝的烂人如果不挖出来，只怕还会危及到公主今后的安危。况且今日若不是臣及时赶到，只怕连谭修传也会中招冒犯公主。如此一来，可就酿下无可挽回的大错了。依臣薄见，还是待禀到圣上面前，让圣上为公主讨回公道。爹这一手指桑骂槐玩的是真溜啊！有爹这样机灵的帮手，太子心里估计都要乐开花了。什么谭修传？竟然连谭修传也被牵扯进来了！不行，此贼人用心实在险恶，不可姑息。皇妹你且放心，今日之事，皇兄不会就这么算了。走，我们现在就回宫，让父皇为皇妹你揪出贼人，讨回公道。老爷，夫人在后院逮了一个贼人，快扭上前来！哦，这就是那个在席上扑了二宁表姐茶水的姑娘吧？天爷，这世间竟有这般黑心肝的姑娘，不仅在酒席上故意泼洒酒水，还散布秽药，意图谋害席上的夫人小姐们。老爷，夫人喊奴婢将贼人送到您面前，务必要查清楚，到底是谁这般诛心，要坏了大少爷的婚礼。什么？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对了，殿下，又是一样的用了秽药，只怕和伤害大公主的就是同一批贼人，要不带进宫一起审吧。带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父皇，霞儿丢了皇家的颜面，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父皇为霞儿做主，救出贼人。圣上，臣附议。大公主在臣府上出了意外，臣万死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还险些让谭修传冲撞了大公主。臣也不知府上怎的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竟让大公主误走到了前院男宾更衣的院子。谭修传何在？圣上，谭修传求见。宣，圣上，臣不欲上公主，还请圣上遂臣所愿。爱卿，朕何时说过要让你上公主了？回圣上，今日乔府婚宴，臣从更
更院回来的路上，被大公主拦住了去路。大公主身边不曾随侍宫女，还将乔家下人喝退了。然后什么？臣自知私下相见与礼法不合，但大公主几次三番挽留臣下，甚至拉住了臣的衣摆。圣上，臣惶恐万分，正欲施礼强退，结果公主身上就散发出一股馥郁甜香，引得人心神俱乱。就在臣几欲失去理智之时，恰与更衣归来的乔大人及时将臣拖走。圣上，臣绝对不曾冒犯公主，亦无意上公主，只是大公主如此大胆，臣还以为是得了圣上的授意。臣寒窗十几载，越万重山行万里路，在科举上磨难重重，这才走到了圣上身边。臣一心想要回报圣上，效忠朝廷，还请圣上怜臣一片报效之心，莫要让臣上公主。贤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父皇，贤儿之所以冒险去找谭修传，是情有可原啊。父皇，你也知道的，我7月里曾去寻过二弟一回，您是没瞧见，二弟消瘦了许多，整个人精气神意不好。贤儿从小见二弟没了生母，便额外联系他几分，如今见他入了宗人府，被搓磨成这样，贤儿心中实在是心疼啊。但是二弟是真真切切犯了错，惹父皇生气了的，所以贤儿不敢到父皇面前求情，亦不敢询问父皇如今的态度。贤儿只是想着谭修传如今是父皇面前的红人，他或许能知道几分父皇的心思，所以才会想尽办法想见见谭修传。父皇，贤儿也是太过心急才会失了分寸，竟然谭修传误会了贤儿的意思。至于谭修传说的那股香气，只怕正是贼人提前下在贤儿身上，贤儿丢尽脸面的。父皇，此贼人竟敢算计皇妹，可见是何等的胆大包天。幸亏乔夫人在后宅捉到了贼人同伙，此时就候在御书房外，还请父皇提人审问。带进来，说出是何人指使你的，朕可饶你一命。圣上如今是给你活命的机会了，若不想死，从实招来。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快说，莫让圣上等急了。何名何姓，何人指使的你？速速道来。不，草民刘莲儿，指使草民的人就在殿外。就在殿外，都传进来，让他指认。就是他。方才草民还不敢确定，如今细细一看，就是他没错了。他右边眉尾有一个不起眼的痣。圣上，奴婢冤枉啊！这贱蹄子血口喷人，他方才定是瞧见了奴婢眉尾的痣，此是为了活命才随口胡诌的。圣上，奴婢对公主忠心耿耿，怎么会陷害公主啊？我没有说谎，我还有证物。圣上，这帕子里还裹着一条帕子，就是他给草民的春药，他让草民一定要下在燕国公府的左小姐身上。燕国公府，这位大人小心，这帕子里的药性极强，吸入一点就会迷失神智的，这也是他告诉草民的。玄太医，好好看看。黄培赶紧捧着帕子出去了。半刻钟不到的时间，黄培匆匆归来。点个订阅吧。圣上，邹太医验过了，正是会药，而且此药药性极强，用料昂贵，品质极佳。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说？是你，竟然是你！你怎么能如此对本宫？公平日里待你不薄啊！陛下，奴婢心中恨呐！为何奴婢生来就是卑微的奴才？您却那般高高在上，尊贵无比。您说待奴婢不薄，那也不过是陛下微不足道的施舍罢了。一点小小的赏赐，奴婢就必须感恩戴德，卑躬屈膝。奴婢不甘心啊！奴婢就是想看看公主殿下，您丢了贞洁，没了仪态，被毁了一生，还能如何高贵？不过是和奴婢一样，沦为最卑贱之人罢了。好啊，好一个刁奴恶奴，如此狼心狗肺之人，简直令人发指。但是既然此事均由你策划，那本官且问你，如此昂贵的会药，你一个小小的宫女又是如何得来的？太子殿下，奴婢身为公主的贴身宫女，负责伺候公主的起居，头装链里的首饰自然如探囊取物。有了银钱后，奴婢再委托宫里的采买，重金购来，这并不是难事。好个狡猾的刁奴，还在撒谎！你可能说出为你采买之人姓甚名谁，而且宫外采买的东西分到各宫之前都会严格检查把关。你区区一个宫女，能打通多少关系？这会药是一等禁物，你以为是这么容易能带进宫的吗？说是谁在幕后指使你的？今日父皇就在座上，你几次三番胡言乱语，是要诛九族吗？父皇，前段时间南离国线报呈上，其中提到了一味秘药，不知父皇可还有印象？线报上详写着，南离国皇室和达官贵人间盛行一种秘药，唤极乐，分招情丸和催情散。当时父皇还特地对儿臣说，这南离国上上下下耽于享乐，终有一日玩火自焚。今日皇妹身上的异样，就极像是服用了秘药里的招情丸，会引得身旁之人神志迷乱；而用于陷害燕国公府左小姐的药，更像是其中的催情散，药性强烈，药散吸入口鼻就会中招。圣上，邹太医有帖要呈，拥弟一目十行，给太子看看。是。邹太医在帖子最后加了一段话：恕臣无能，未尝见过此药，其中多种药材十分奇异，更是闻所未闻。贤儿，你觉得谭修传如何？父皇，贤儿不懂您的意思。谭修传抬起头来，朕的谭爱卿才高八斗，君子如玉，
更重要的是年轻有为，胸有成竹，可堪大任。如此人才，给贤儿做驸马如何？圣上，不可呀！父皇，如此人才能留在父皇身边辅佐父皇，贤儿心中欢喜的很。至于贤儿的婚事，那自然……你倒知道朕需要谭修传这个人才。既然如此，你算计这一圈算是什么？是要将朕身边得用之人全部毁去吗？父皇，您的意思是？不，这不可能的。皇妹怎么会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又怎么拿我们皇家的颜面开玩笑？皇妹知书达理，她最是端庄持重，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皇妹安排的。不可能，这宫女方才在乔府，既然愿意因为冒犯贤儿赴死，对贤儿怎么能算是不忠心呢？如今在这里支支吾吾，揽下罪责，不就是担心拉扯出贤儿吗？可是这中仆倒是没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根本不是她一个小小的宫女能够完成的。那会药从南离国买来也是极不易的，定不会只买区区一份。黄培，搜宫，带人去搜昭华宫。父皇，贤儿没有，这不是贤儿做的。父皇，今日一旦搜宫，一定众人皆知。如此一来，贤儿当真没有脸面在宫里待了。你还担心搜宫丢脸？贤儿，那你做下这些勾当的时候，可曾想过朕的脸面？皇室的脸面往哪里放啊？主意竟然还打到了朕的身边人身上，你可当真是？你且告诉朕，这件事老二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是不是他的主意？点个订阅吧。没有，二弟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皇妹，你父皇，这件事本就与儿臣无关，这不是儿臣做的呀。更慌乱，还被禁足在宗人府的二弟了。好啊，你们一个个的当真是逆了天去了。父皇，邹太医，快宣邹太医！不必宣太医。如今朕只有一件事想不通，你为何要害衍国公府的左小姐？这件事和衍国公又有何关系呢？圣上，此事或许臣有些头绪，因为左小姐是臣的心上人。谭爱卿心悦衍国公府的小姐，不敢瞒圣上，那日承蒙圣恩，被钦点为状元，把马游街之时，曾对楼上的左小姐惊鸿一瞥。臣自有埋头书中，不曾考虑过其他。如今年至弱冠，见身边的同僚都已成了家，有了孩子，这才慢慢起了心思。只是左小姐身为国公府嫡女，身份尊贵，臣出身低微，如今虽得圣上荣宠，可在京中依旧毫无根基，故而不敢高攀，只将这份心意藏于心中。今日乔家大郎新婚，圣上命臣前去恭贺，臣再次见到了左小姐。圣上，臣不敢自诩君子，今日见到左小姐之时，臣许是漏了些许情绪，被有心之人瞧见了，所以是这样吗？圣上，奴才回来了。进来。禀圣上，奴才从昭华宫中搜出了此物，已经由邹太医验过了，和榴莲儿呈上的会药同属一物。贤儿，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话说？难道你还想狡辩，说这是你身边的大宫女藏在宫中，想要陷害你的吗？父皇，儿臣错了，儿臣真的知道错了。父皇，贤儿是一时鬼迷了心窍，这不是贤儿的本意啊。贤儿听说南离国使团要来，还有意与我朝结亲，心中真是怕极了。父皇，贤儿舍不得您，舍不得母妃，更舍不得收我养我的故土啊。贤儿不敢心起太高，看不上父皇给儿臣选的驸马，更不敢对父皇重用的谭修传起了心思。千不该万不该，都是贤儿的错。但贤儿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能留在父皇和母妃身边啊！贤儿再也不敢了，请父皇饶了贤儿这一回吧。你不敢？你千辛万苦买来南离国会药，又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不就是想逼朕就范吗？你还想和亲？自古以来，和亲公主身负重任，当深明大义，一心为国。你这般自私自利、任性妄为，送你过去和亲，怕是丢我们庸国的脸。父皇，来人，这些奴婢全部处死，榴莲儿剁了右手扔出宫去。父皇，您饶了咱俩一命吧，他只是听儿臣的命令行事。你还有心思替一个奴婢求情？你心术不正，不知羞耻，全然替皇家颜面于不顾，更算计朕，算计朕身边的朝臣，这桩桩件件加起来，都够朕废了你的公主之位。圣上，求您收回成命啊！母妃来得正好，朕倒要问问婉妃，她是如何教出这样一个好女儿的。圣上，贤儿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般罚她？做错了什么？黄培，你现在就告诉婉妃，大公主到底做了何等丧尽天良之事。黄培当即走上前去，将今晚发生的一切言简意赅说了一遍。母妃，贤儿，你太让你父皇和母妃失望了。和亲乃是为一国江山社稷做贡献，你父皇若当真选了你，那是看重你、信任你，你怎能为了逃避和亲做出如此卑劣之事？即便你自私，你不愿离开故土，离开你父皇，你可以如实禀告。你父皇从小便疼你，他怎舍得逼迫于你？你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想出如此狠毒的计策，妄图逼迫你父皇就范。子女算计父母，乃天下之大不韪。你说你可知悔？圣上，贤儿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是一下子鬼迷了心窍，才会做下这般错事的。您瞧瞧，这是贤儿给您准备的万寿节贺礼，他从2月前便开始着手，一针一线从未假手他人。圣上，
贤儿心中是敬爱您的，她一直将您视为她的天啊！求您念在她年纪尚小、误入歧途的份上，先饶了她这一回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圣上，您要为老臣做主啊！圣上，做爱卿不必行如此大。黄培，看座。老臣不做。圣上，您若不为老臣做主，老臣便在这里长跪不起呀！做爱卿，朕何时说过不给爱卿做主了？快起来！圣上，今日在乔府发生了骇人听闻之事啊！竟然有人意图谋害臣的孙女，用的还是极下作的手段，臣咽不下这口气呀！究竟是何人如此用心险恶？这是要老臣的命啊！求圣上为老臣缉拿贼人，将其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否则难解臣心头之恨呐！乔中国见状，赶忙上前一步，伏在衍国公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大公主，你！衍国公连说了好几个您字，而后眼一翻，看样子竟是气晕过去了。岳丈大人！衍国公正在装晕，只能闭着眼，任凭乔中国摆弄。中国呀，你小子是不是心中对老子有怨气啊？这人中抠的，老子快疼死了！岳丈大人呐，您忍着点儿，做戏做全套啊，小婿只能得罪了。走起，快宣走起！岳丈大人，您终于醒了。圣上啊，大公主怎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啊？老臣少时就陪在先皇身边，这么多年东征西战，忽略了家中的大儿子，导致他纨绔懦弱，无可救药。臣心中从未有丝毫怨言，因为臣知道这10几年来，虽舍了臣一个小家，却成全了大雍朝的千千万万个家。朕对大儿子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偏偏膝下只有一个孙女，臣是将她疼成了眼珠子呀！安宁是臣后半生的依托，臣费尽心思培养她，大公主怎么使下如此阴毒的计策呀？这不是要臣的老命吗？得亏臣的女儿细心谨慎，对安宁犹如亲生，才及时发现了她的异样，保住了安宁一命，否则臣今日未必能支撑着来到圣上面前呐！圣上，臣知天下父母皆爱子女，圣上必定也舍不得罚大公主，谢圣上勤政爱民是天下人之福，臣也不舍得逼迫圣上，所以老臣想在此向圣上求个恩典，恳请圣上允臣辞去衍国公之位，举家奔往兖州，了度余生。左爱卿何至于此啊？快起来，朕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点个音乐吧。圣上，臣不想让圣上为难呐。爱卿若一直跪着，才真正是叫朕为难。岳丈大人，圣上现来言出必行，您快起来吧，莫要让圣上难做了。圣上啊，臣老了，当年在战场上留下了不少旧疾，如今越发不中用了，让圣上您见笑了。大公主用心险恶，算计朝臣，陷害臣女，弃皇家颜面于不顾，其心可诛。朕圣上，无论您接下来要说什么，请您三思啊！您可记得这是何物？圣上，他从前那般疼爱贤儿，将贤儿当成亲生女儿一般，更是将从小带到大的长命锁送给了贤儿。您难道忘了吗？当时他给贤儿戴上这长命锁的时候，曾说过，希望贤儿芳龄永继，平安喜乐。圣上就当是看在他的面子上，这一次就饶了贤儿，贤儿真的再也不敢了。圣上，贤儿有错确实该罚，但是能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这孩子的心是好的。父皇，儿臣知错了，请您饶了儿臣这一回吧。玉流娘娘是雍帝绝对的逆鳞，这一招用好了，叫逆天改命；用不好，死得更快。你也知道他当年是极欢喜贤儿的。婉妃，你记得他说的上半，那你可还记得他说的下半句是什么？愿贤儿与人为善，蕙质兰心，如菊如兰。你瞧瞧，他如今长成了如何无法无天的样子，他这是在算计朕身边的人。既然贤儿如此嫌弃朕为他选的驸马，如此舍不得离开朕的身边，索性就永远留在宫中吧。黄培，将宫庙的偏殿收拾出来，从今日开始，大公主余生都将如素礼佛，终身不嫁。以替朕离职。就说大公主心系天下万民，决定此生青灯古佛，为天下人祈福。朕几番劝说，大公主心意已决。黄培，你着人日夜看守，任何人不许探视大公主，更不允许大公主和任何人再来。圣上，您不能对贤儿如此残忍呐！她还这般年纪，您让她往后要怎么
过呀？婉妃，你教女无方，从今日起褫夺封号，降为昭仪，禁足金华宫，没有朕允许，一步不得踏出。带下去。多谢圣上为老臣做主，老臣心中感激涕零，无以言表。多谢圣上为臣做主。左爱卿、谭爱卿都起来吧，贤儿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件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当然，左小姐和谭爱卿都受了惊吓，朕会补偿你们的。今日便这样吧。天啊！我这个缺心眼的，我这个小破脑袋，竟然忘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大嫂嫁进家中后，1年都不曾有孕，爹娘和大哥并不曾催促过大嫂，但大嫂心中焦灼，却十分不安。接下来1年，她断断续续看了不少郎中，吃了不少苦药，都不曾见效。后来娘亲知道后，便央爹爹向雍帝求了个恩典，请了宫中圣手邹太医来诊断。不诊不知道啊，这邹太医一诊，竟瞧出大嫂中了一种极寒凉的毒，而且中毒的时日太久，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孕了。这件事对大嫂的打击实在太大，她甚至生出了自请下堂的心思。是大哥和爹娘一再阻拦和劝慰，才将大嫂留在了家中。谢天谢地，我还有空得商城，这一次我一定会护住大嫂的。然后就是各种宴会聚会，我严防死守，看哪个黑心肝的敢对大嫂下手。二弟，大嫂好。韩雅贤轻应了一声，递给乔弟一个红封。小妹，这是大嫂的见面礼。爸爸，燕儿，小妹很欢喜你，你抱抱她吧。小妹真讨人喜欢。 9月15这日是娇娇的生日。师娘，小刺来了。四殿下，快进来吧。师娘，我今日来的比较早，没有打扰到你吧？哪里，娇娇刚起来，快进来吧。我从未见过乔妹妹这个样子呢，傻呆呆的，真可爱。小四，你吓死我了！乔妹妹，你瞧，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这不会是纯金的吧？他早就发现了，娇娇每回看到金子，看到漂亮首饰，眼睛都会发光的。乔妹妹喜欢吗？乔妹妹小心心，很重的。小四，哎呦，谢谢你哦，小算财童子，就是你把这么大一块金子送过来的。皇后娘娘知道吗？四殿下，这礼物太贵重了，你问过皇后娘娘了吗？母后当然知道了。他一说是送给未来皇子妃的，母后赶紧就允了呢。师娘，小四是今日第一个送乔妹妹礼物的人吧？让师娘替乔妹妹保管，以后咱多多的给乔妹妹做小金库。这话真是说到我心坎上了。乔妹妹生辰快乐，小四祝乔妹妹从此岁岁无虞，长安长乐。小四，谢谢你啦，小四，借你吉言，希望2年后我能顺顺利利跨过早夭那道坎。他没告诉乔妹妹，他今日一早还在翊坤宫的宫里种了一棵枇杷树呢。等到娇妹妹长大了，那棵枇杷树定也亭亭如盖，到时候再带着乔妹妹一起去摘枇杷，将最甜的那一个摘给乔妹妹吃。娇娇长大了，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会在本宫身上尿裤子的小孩了。太子，你为什么要提我黑历史啊？娇娇快长大，等你长大了，太子哥哥带你去玩。好啊，最好是等你登基了，带我去金銮殿上看看，我可好奇了呢。太子略坐了一会儿后，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四皇子提前离开了。他被放在了一张兜了红布的圆桌子上，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娇娇的目光环顾一圈，最后毫不犹豫地朝右前方爬了几步，而后紧紧抓起了一个平安扣。妻女乔娇娇在此诚心许愿，愿我的家人平平安安，无灾无痛，顺遂一生。如果容许我更贪心一点的话，那我便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好人皆能善有善报，一生平安。点个订阅吧。这雍帝过一个万寿节，真是把各路牛鬼蛇神都给招来了。我都不敢想象万寿节那天会有多乱，估计能有1万个心眼子在天上乱飞吧。这北国使团来的蹊跷，这么看来，二皇子或许已经和北国搭上线了。二皇子如今不过是被圣上禁足1年，明年端午时间一到，圣上自然会将他放出来。他何以如此着急，竟还冒险联系北国，让他们遣一队使团来呢？难道万寿节与他们有什么特别意义吗？还是说他想借万寿节做些什么？不对啊，他少了那么多底牌，现在亮出狼子野心的话，无异于自取灭亡。难道他是想在万寿节上表现出一番孝心，重塑在雍帝心中好儿子的形象？可他乖乖待在松荣府，什么都不做，不就是最乖的了吗？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啊！男主那么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联系北国是一条险之又险的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一旦被抓到把柄，就是通敌叛国，连雍帝都别想保住他。真的，爹，他知道了，男主一定是知道了。他与北国取得联系，招来北国使团，不是为了针对太子，也不是为了讨好雍帝，而是为了对付爹。他那么聪明，一定是察觉到之前他的所有失败里，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乔家的
影子，指不定这次大公主在乔府算计谭汉池，就少不了她的出谋划策。她这是拿大公主的命和未来在试探我们。娘的，这男主也太难对付了吧！二皇子既然叫来了北国使团，那八成是要对付老子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二皇子是想玩借刀杀人吧？借圣上的刀来除掉爹。届时在万寿节上，北国使团对爹爹表现的越恐惧，越能引起兄弟的忌惮和猜疑。这件事不能急，离万寿节还有3个月的时间，必须想个周密的计划来。既然二皇子不让老子安生，那老子必须也得给他找点事，不能就老子一个人焦头烂额呀。爹有什么高见？快说出来听听。南离国使团不是也要来吗？我向老达打听过，这南离国3皇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一直以来我们乔家都是反击，如今也该主动出击了，不如就来一出坐山观虎斗。等等，爹启发了我差点都忘记女主孟国雪了。虽然二皇子现在不爱孟国雪了，但是孟国雪在他那里还是有价值的呀。按照既定轨迹，南离国3皇子百里成佑会对孟国雪爱得死去活来，深情不悔，他会成为未来的南离国国主。如果他发现了孟国雪的特殊，一定会想方设法将孟国雪带回南离国的。哎呀，该怎么样才能让爹爹和哥哥知道孟国雪是2人相斗的关键一环呢？爹，这件事就交给孩儿来做吧。要挑起二皇子和南离国3皇子的争斗，其实说难也不难，毕竟世人相争，无非就是为了权势、地位、女人、钱财。孩儿保证定会办得漂漂亮亮的。哥，人呢？乔乔，小妹也知道替哥哥着急呢，别担心，哥哥心中有数的。小妹真乖，哥哥一会儿就带你出去玩啊。也是，我家大哥是顶顶聪明的人呐。大哥既然说了心中有数，那肯定没问题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同妹们，你也叫我一声小四哥哥好不好？少爷，本子送来了。乔郎，你先忙吧。如今天气寒凉，我准备给爹娘还有二弟小妹都缝些护膝，今日得空刚好做起来。护膝的事儿不急，仙儿先随我来。仙儿，翻开看看。账本，这满满一箱全是账本。乔郎，咱们家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吧？仙儿就是这么看我的。不是，我就是太震惊了，这满满一箱的账本实在是。家中做了点小生意，所以赚了些银钱。小生意？什么小生意能使得着这么多账本？仙儿，你应该听说过的，就是京城风靡京中的那3样东西。乔郎，那青州的生意是你做的？仙儿，仙头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只是觉得你刚刚嫁过来，想让你好好松快一段时间。你瞧，你如今看过了这些账本，可就要给为夫帮忙了。乔郎，如此大数目的流水，牵涉太广，我怕是帮不了你什么。贤儿何必妄自菲薄？我知道的，我的贤儿腹有诗书，胸藏锦绣，从来都不是寻常的闺阁女子。即便贤儿如今嫁作我妻，我也不希望贤儿困囿在一方庭院里，埋没了自己的才能。当然，贤儿可以先试试，账本生意都是繁琐无比的。若贤儿的兴趣不在这里，我们可以再试试其他的。乔郎，我不怕繁琐的。出家之前，娘曾让我学习管家，我觉得这其中也自有一门学问，很有意思。既然贤儿如此能干，那我不得不多和你说些事了。乔天京压低了声音，将朝中的一切，包括乔家的所作所为，还有将来的打算，悉数告诉给了韩雅贤。贤儿，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最大的秘密，这也是我们乔家如此费心布局，一步步扭转局势的起因。将娇娇的特殊以及全家能听到娇娇的心声事悉数告知。乔郎，这些事你不该告诉我的，知道的人越少，对小妹才是更好的保护。但是乔郎，我真的很感谢你如此信任我，我也很庆幸自己能再一次嫁进乔家。什么满门抄斩，什么断子绝孙，我不怕的，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和爹娘和二弟小妹在一起，所有的苦难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们可以逆天改命的，不是吗？乔郎，我们一起守护家人，一起改变结局。我想事在人为，这一次幸福和美满定会眷顾我们的。会的，贤儿，我们一起。小妹们，你也叫我一声小四哥哥好不好？不要，小四，要我叫你这个小屁孩哥哥，门都没有。小妹们，南离国使团就要来了。真的？四皇子赶紧点头。我听哥哥说的，南离国使团昨日传来消息，约摸着后日就要入京了，到时候应该是定国公亲自去接。小妹妹，你最爱看热闹了，可以去莆田街上提前定个位置。有道理。小妹妹，乔二哥，乔妹妹今日太好看了吧？小四，四殿下，太子殿下呢？乔大哥，我哥哥先陪2国使团去东郊别院了，我是特意留下来等你们的。和那些使团在一起无聊的紧，我想陪乔妹妹一起玩。那四殿下便与我们一同过去吧。其实使团里不全是无聊的人，那个南离国3皇子就挺有意思的，他行事随意，似乎百无禁忌，来了后就光明正大打听了许多消息。小四觉得他似乎对二哥格外感兴趣呢，来了后没见到二哥，还一
脸遗憾的样子。他还说自己很向往咱们大雍朝的文人之风，还让人预了好些精彩的诗句细细鉴赏。太子哥哥见状，也和他提了一嘴东郊诗会，他赶紧就说想来了，不知道还以为他早就期待着呢。乔大哥，你一会儿看到他就知道了。殿下如此一说，臣倒真有几分好奇了。这傻白甜特意等在这里，不过就是为了说这一番话，是他自己想说，还是太子叫他说的？照傻白甜的说法，看来那百里成佑也有点意思啊。看来孟国雪是真动了换攻略对象的念头了。如果他一心一意决定和男主在一起，今日的诗会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来。等等，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二皇子虽然人没到场，但今日这么热闹的场合，他不可能做睁眼瞎呀。所以这诗会上肯定有他安排的人手。如此一来，一会儿孟国雪的表现也会传到二皇子的耳朵里。只要孟国雪有心攻略百里成佑，二皇子那个人精肯定就会猜到了孟国雪变心了。先看看孟国雪和百里成佑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吧。小姐，怎么了？小姐，您抬头。红色，你完了。你就是很会做事的孟小姐。我是。本殿很仰慕孟小姐的才华，一会儿还请孟小姐不吝赐教，让本殿亲眼一睹孟小姐的风采。方才傻白甜说百里成佑对诗词很感兴趣，所以这百里成佑是听说了孟国雪的才情才做出如此突兀的举动，还是说另有深意呢？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孟国雪果然也不一样了。估计孟国雪自己都觉得今天顺利的不可思议。这么看来，如果没有我从中作梗的话，孟国雪应该真的会按照轨迹成为爽文大女主的。上午的半场诗会简直成了孟国雪的个人秀，她一个人包揽了全场最好的3首诗。百里成佑没有吝啬过对孟国雪的夸奖，甚至还为孟国雪复过一次掌。这百里成佑有点意思啊，他不会是……这时候顾千山出言宣布上半场诗会结束了。二哥呀，二哥，我们今日可要跟紧孟国雪了，指不定会发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呢。小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啊！小桃，你不懂，他一上来就主动寻我说话，很显然他已经提前调查了解过我了。小姐，既然那位公子了解过小姐后还主动上前来，这是说明他对小姐有兴趣吗？这才是怪异之处啊！我几次出现在人前都是各种狼狈丢脸，他怎的还会对我有兴趣？小姐通身的才情满京城都无人能及，那位公子会欣赏小姐也是正常的呀。是吗？自然是啊，所以小姐只管养精蓄锐，下午再做出多多的诗来，您定能得偿所愿的。小桃，你说的对，糕点拿来，我要吃，要4块，不5块。这孟国雪以前是狂妄自大、迷之自信，如今收敛了一些，怎么又变得憨憨的了？小桃，快水，这核桃酥要噎死我了！好家伙，把我思绪都打乱了。来了，听这声音，那百里成佑真的找来了。三殿下，此处已经有人了。本殿自然知道此处有人，毕竟本殿就是为孟小姐来的。孟小姐，本殿有话与你说，可否赏个礼？小姐，不可呀，若是被人撞见就坏了。白路上有本殿的人守着，不会让人误入此地的。想必碍不着孟小姐的名声。孟小姐如何？小桃，你去前面等我，不必走远，我就和三殿下说几句话。小姐，小桃，你忘记我和你说的了吗？好，小桃听小姐的。孟小姐，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南离国，做我的3皇子妃？一上来就这么刺激，为什么是我？我很仰慕孟小姐的才华，就因为这个？这个理由不够吗？三殿下，你是皇子，你的皇子妃人选，你自己做得了主吗？万一你今日只是戏言，将我骗到南离国后，我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无权无势，岂不是任你拿捏？看来孟国雪确实是做了准备工作的，没有呆呆傻傻的被百里成佑牵着鼻子走。此次来雍朝之前，我已告知父王，必定会带一个皇子妃回去。孟小姐若不安心，明日宫宴我可以请雍帝赐婚，两国联姻，雍帝定会封你为异姓公主，届时无数陪嫁和随从都是你的底气，雍国亦是你的底气。这样还不够，洗耳恭听。有一点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妥协的，三殿下，我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百里成佑是皇子，而且将来还会成为南离国的国主。如今现实发展早已脱离那个玛丽苏剧情了，他应该做不到吧？好，他答应了，这下真的有意思了。三殿下，你听清楚了吗？我说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即便你将来成为一国之君，你也不能有别的女人，无论是侧妃、美妾、爱姬、通房、暖床，通通都不能有。百里成佑点了点头。三殿下，今日的谈话作罢了，你走吧。孟国雪是真的长脑子了，在终身大事上，她是真的不含糊啊。孟小姐，为何？我不是都答应你了吗？三殿下，一生一世一双人对任何男子来说都是极难做到的，更何况你是身份尊贵的皇子，我一为对你有救命之恩，二无法为你在争储上带去任何注意，就凭一个欣赏
我的才华，你就愿意牺牲这么多吗？我孟姑雪是个蠢的，心计自然也比不过三殿下你，但我好歹还有点自知之明，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也足够谨慎。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吧，祝三殿下早日觅得良缘，诸事随心。这百里成佑若真想和孟姑雪在一起，他应该也要说几句真话。孟小姐，如果我说我在见到你之前就已经倾慕你许久了呢？点个订阅吧。果然啊，破案了。虽然这事儿听起来很荒谬，但是1年多以前，我确实就在梦中见过孟小姐，并且清晰很久了。孟古雪听得心惊肉跳，果然，这百里成佑也做梦了。那他的梦会不会和他一模一样呢？孟小姐，我没有说谎，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前年的9月15那日，我如往常一般入睡，却做了个玄妙无比的梦。第2日醒来后，我心中惊异，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派人来到雍巢查探，果然发现了你的存在。而后我便派人时刻关注着你，直到如今时机成熟，我来到了雍巢，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了。一生一世一双人，你在梦中也说过，只不过那时你是对沈元白说的，我心中早有这个准备，所以方才才答应的那般干脆。以上所有的话，你若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可以，把你的下辈子留给我吧。我曾在梦中说过，祈求你把下辈子留给我。如果那个梦境便算作一世的话，这已经是下辈子了。孟小姐，你不必现在就给我答案的。明日万寿宫宴，我会亲自向雍帝提亲，你若愿意将这辈子交给我，便在明日宫宴上答应我吧。百里成佑说完，温柔地冲孟古雪点了点头，这才缓缓后退，转身离去。真心与假意各占几分呢？小姐，小桃，你对我这般好，如果我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事的，小桃，我就是瞎说说，走吧。小姐，小桃从小就被人贩子拐了去，一路颠簸流离，最后有幸做了小姐的丫鬟。小桃在这世上早已无亲无故，今后小姐去哪，小桃就去哪。小桃，谢谢你，我从前说过的，我绝不会亏待你，我说的是真的。小桃相信小姐。小桃，你就和我的小姐妹一样。对了，今日我见过三皇子的事，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讲哦，或我爹我娘。终于都走了是吧？啊，头天是门技术活呀，真是快饿死我了。殿下，阿土如何？殿下，我们5人严防死守，此处一人皆寒制，只阿深那边缺了1人，说是信步至此，想要进桃林一游，被拦住了。哦，那人如何？虽做书生打扮，但吐纳沉稳有力，看着像是个练家子。殿下，是否需要属下将那人找出来？不必了，本殿知道那是谁的人，就让他回去报信吧，这样明日才更有趣。阿土，手下在，今晚将本殿的铃铛都拿出来，本殿心情好，明日都要挂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臭娘，有臭臭。臭，舅舅怎么了？哪里臭？娘，不臭臭吗？舅舅，娘没有闻到呀。我去，这什么味道啊？宫殿里也有下水道吗？等等，我闻闻看，这味道到底是哪里出来的？夫人，怎么了？舅舅突然说闻到了臭味。妈呀，熏死我了！找到了，就是这杯茶，臭臭。爹，茶臭臭。嫂嫂渴吗？喝吗？嫂嫂出门前喝过茶水了，一点也不渴。是小妹渴了吗？真的臭啊！对吧？太好了，爹也能闻到。爹，这茶水绝对有问题。大儿媳，这茶水是谁给你倒的？是他。谁知下一刻，那宫女整个人就脱力一般的软了下去，嘴里事先藏了药，没气儿了。销毁证据，这宫女想要销毁证据。一枚玉坠已经飞射过来，直直的击中了宫女的眉心。那宫女不过惨叫了一声，而后也没了气息。圣上，臣有罪。今日乃圣上万寿，上明元天，下彰黄化，寰宇内外皆垂誉无穷。此普天同庆之时，圣上切不可因小家之事坏了兴致，否则臣万死难辞其咎啊！以本宫来看，乔大人倒不必如此惶恐。圣上爱臣如子，方才听闻宫人禀报，第一时间也是担心乔大人一家的安危。圣上，况圣上乃真龙之子，福寿可比山海，泽披天下，区区贼人血光，岂能犯到圣上？不仅如此，乔大人，圣上英明神武，今日之事，圣上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乔爱卿，起来吧，说说吧，方才到底怎么回事啊？圣上，方才宴上，宫人将此茶倒给臣的大儿媳，也不知那宫人是不是做贼心虚，神色间颇有些慌乱之色。当时臣的儿媳正与萧家小姐攀谈，故而不曾多讲，也不曾去饮茶水。而后小女顽劣，寻到了儿媳面前，正交谈间，臣的儿媳不经意看向了那名宫人，却见他眸光闪烁，一直注意着这边。大儿媳将此事说与臣听，臣觉出其中有意，便准备向那宫人问个明白，谁知方擒到他便毫不犹豫服毒自尽了。臣再回首，又一宫女伸手探向此杯茶水，意图销毁证
证据，至此臣心中已然肯定这茶水中定有猫腻。情急之下，臣出手保下茶水，而那宫女同样即刻服毒。圣上，前情便是如此了。来人，宣奏起，今日在殿上伺候的工人都拘起来，换一批过去，酒水也全部换上。圣上可容否臣下去仔细看看？雍帝点了点头，邹太医便捧着茶水去了偏殿。圣上，邹太医如何了？圣上，是毒药无疑。邹太医，是何种毒药？这药伤不了人命，但药性极寒凉，女子饮下后便终身无法言育子嗣，为绝后之药。乔大人，好狠毒！这贼人好狠毒的用心呐！这是要我乔家断子绝孙呐！圣上，臣御前失仪了，但是臣实在是……乔爱卿莫要如此，朕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邹琪，可能查出这药从何而来？圣上，臣方才仔细辨别了一番，寒毒已经完全溶于茶中，要查原材须得仔细费一番功夫。但是有一点，这药极度寒凉，在本朝很是少见。若可以，还请圣上再允臣一些时日，或许可查出些许端倪，在本朝很是少见。好啊，这手都伸到朕的面前来了。查，邹琪，定要给朕查出来，这药究竟来自何方？这时候，外头传来3声鼓响，帝与后该入宴了。圣上，此事可容后再议，莫要误了圣上的万寿吉时啊！爱卿放宽心，此事朕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多谢圣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南离国使团觐见。不愧是能和男主势均力敌的男二啊！瞧瞧这副好皮囊，谁看了不迷糊？宣北国使团觐见。对了，乔将军，车太师，我已卸任，这一声将军委实不妥，车太师还是唤我一声乔大人吧。这北国人进宫也来得太快了吧？就这么迫不及待吗？乔大人，老夫年纪大，记性不好了，险些忘记了件大事。老夫远行雍朝之前，我王特地叮嘱让老夫代问乔大人安。这些年来，乔大人之威名在我国经久未去。要说起来，我国百姓只知乔大人之名，还以为这雍国也是姓乔呢。来了。雍帝听到这里，心里顿时被刺了一下呀，而是因为他想起了自己与谭汉直打的赌。好啊，这北国贼子果然不老实。如此看来，贵国确实有在好好反省啊。当年贵国不自量力，侵入我大雍朝北境，到底是乔爱卿的铁旗下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如此还望继续保持，不要忘记告诫今后的世世代代，安分守己，莫要心生歹念，否则必将自食恶果。当然，贵国无知之人太多，也必须得加以教化。百姓不知我大雍朝姓什么，难道连车太师，连你们北国王庭也不知道吗？雍帝的话音落下，不紧不慢地喝了口酒，再抬头时见车和弼还站在殿中，便偏头问道：怎么，金玉王还让车太师带什么话了吗？一并说完吧，若没有，该入座了。方才那一顿感觉雍帝还是有点帅，是怎么回事？不得不说，这个人设实在是太割裂了。你说他是明君吧，他有恋爱脑；你说他是昏君吧，他关键时刻还蛮清醒。不管怎么着，今晚北国这眼药是上不成了。瞧我爹望着雍帝时这可怜兮兮、受宠若惊的小模样，我见犹怜呐。怎么不见贵国的二皇子啊？老二犯了些错，去宗人府反省去了。雍皇陛下，不知二皇子到底犯了何错，竟然要被关到宗人府去呢？雍皇陛下，今日老夫也不介意自揭伤疤了。当年玉流公主和清贵朝在如花的年纪相笑玉殒，消息传回去后，举国哀悼，先王与王上更是悲痛欲绝。二皇子是公主留在世间的唯一血脉，他长到如今，我们都不曾得见一面。老夫身为北国太师，费尽千辛万苦来到雍朝为陛下恭贺圣诞，已经展现出我北国王庭与贵朝和平共处之决心与诚意，故而也请雍皇陛下全我王一丝念想，让老夫代我王见见二皇子殿下。二皇子当真是下了一步险棋啊！不得不说，他是真有魄力。本来他有一半北国血脉这件事情已经很敏感了，如今北国使团在请求相见，众人越发会将他和北国绑在一起。即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二皇子依旧要在今日出现在人前。难道他是有什么绝对的信息，能彻底挽回雍帝的心吗？况天下寻常理，百善孝为先。今日雍皇陛下圣诞，所有子女皆前来恭贺，偏偏少了二皇子，只怕此情此景，不仅老夫觉得奇怪，天下人闻之亦很是不解吧。车太师此言有理，雍皇陛下，无论贵国二公子犯了何错，今日也该让他出来给您献个礼，磕个头，等今日以后再慢慢罚也不迟啊。都说聪明人容易自负，这百里城又是真不怕呀，一会儿可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宣二皇子
点个订阅吧。二皇子到，公主，父皇，儿臣来迟了。公主父皇万寿无疆，圣体康泰，起来吧。死去的白月光啊，成了雍帝心中碰不得放不下的存在，几乎就是二皇子手中无往不利的王牌，但足以让二皇子提前结束宗人府禁足，重新站到他们面前。接下来，二皇子与我们乔家之间敌明我明，正面博弈，非生即死。二殿下，您就是二殿下吧？父皇，这位是二殿下，这位是北国使臣车太史。哼，人都是你摇来的，现在装不认识了？演，你就演吧。今晚的影帝颁给你了。二殿下长得与公主实在太过神似，是老夫失态了。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二皇子吗？二殿下，这位是南离国的三皇子，来到雍朝后便时常听闻二皇子惊才绝艳之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要说起来，二皇子的名声似乎比贵国的太子殿下还要响亮呢。太子殿下的风采，本殿已经见识到了，光风霁月，堪称贤德储君，却不知二皇子比太子殿下胜在哪里呢？不知三殿下是听何人胡诌的？这般偏听偏信之事，不应该发生在三殿下身上吧？本殿本就差皇兄多矣，再者我们兄友弟恭，感情甚笃。若三皇子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玩挑拨离间的拙劣戏码，那大可不必。本殿目前看下来，二皇子确实差太子殿下多矣。至少本殿在雍朝待了近1月，太子殿下处事滴水不漏，堪称无可挑剔。如太子殿下这般厉害的人，本殿可不信他会被抓到错处，狼狈到关进宗人府里，还要靠元首才能出来。二皇子，你说是吧？哪儿原来有这么多神啊？还是做个梦，差点解锁了不得了的朝皇技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现在看百里城又有点顺眼了。好了，老二既然来了，就入座吧。三皇子，你还有何话要说？雍皇陛下，本殿确实还有话要说。修罗场来了。雍皇陛下，本殿想与贵国联姻，共修两国之好，不知您意下如何呢？贵国既然有此美意，朕自然乐见其成。二皇子会不会出手呢？不得不说，如今的局势对他可是真的不利。百里城又在这种场合提起联姻，那是合情合理。二皇子如果想争孟古雪，那只能求雍帝赐婚了。但今日是万寿节，又有两国使臣在场，二皇子若贸贸然提赐婚，太生硬且不合时宜了。但是他若不争取，雍帝肯定会允许孟古雪跟着百里城要去南离国的。父皇，既然如此美事在前，儿臣可否也向父皇求个恩典，凑个好事成双的？这理由真是生硬啊！男主估计自己都是硬着头皮说出来的。看来孟古雪在他那边暴露的底牌不只有诗词啊，否则男主未必肯冒这个险。如此不合时宜的求恩典，一点也不像二弟的作风啊！这般匆忙的赶在白底皇子之前说出来，二弟想求的会是什么呢？该不会……父皇，儿臣顽劣，年少无知，无意触怒了圣先。近1年来一直都在深刻反省，悔不当初。宗人府寂冷寒凉，儿臣熬过了团圆中秋，熬过了团聚除夕，儿臣自知有错该罚，毫无怨言。唯有万寿将至，儿臣心中惶恐，恐不能当面恭贺父皇，恐天下人以为儿臣不忠不孝。父皇能容儿臣暂出宗人府，全儿臣忠孝之心，儿臣难表心中如沐与感激之万意。父皇，如此时刻，儿臣本不该得寸进尺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是祝福吗？不，这是催命符。然这1年在宗人府，消息闭塞，直至方才儿臣才听说，百里皇子昨日在诗会上盛赞了孟家小姐。父皇，儿臣不敢瞒你，去年端午佳节，儿臣便被孟小姐才情所折服，心慕不已，只恐今日百里皇子所求之人亦为孟小姐，这才贸贸然开口。儿臣努顿，上有皇兄贤德大才，下有皇帝英武奋进，况儿臣身份，儿臣自知难登大雅之堂，故只盼偿还父皇膝下，尽忠尽孝，再得以知心人安稳度日，便心满意足。儿臣在此恳请父皇允儿臣所念，娶孟家小姐为正妻，许二皇子妃之位。雍皇陛下，巧了，本殿想要求娶正是贵国的孟小姐，可是孟小姐只有一个，这下该如何是好啊？孟古雪啊，孟古雪，你一直想要破天的富贵，想要成为人上人，如今也算是求人得人了。可是如今站在你面前的可是2只豺狼，你会怎么选呢？圣上，老二与三皇子都如此爱慕孟小姐，既然您无法下定决心，不如先问问孟小姐的意见。少年慕爱乃人之常情，但到底要两情相悦才是美事一桩。想必到时无论孟小姐做出何种选择，老二与三皇子都是能接受的。皇后娘娘此言有理，我也很想知道孟小姐的心意。若孟小姐中意的是贵国二皇子，本殿自然不会强人所难。就依皇后所言，孟古雪何在？臣女在此。此时此刻，孟古雪是否真正认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残酷，认识到了人心的险恶，反省了自己的愚蠢与自大呢？都说欲加有女百家
发求，孟小姐腹有诗书，秀外慧中，会被两位皇子同时青睐，也实属正常。如今两位皇子争执不下，不知孟小姐你作何感想？无论如何，今日就是孟古雪的大节，二皇子与三皇子都是人中龙凤，无论孟古雪今日选谁，另一方肯定都是无法接受的。他们二人都知晓，或者猜测到了孟古雪的特殊之处，没有所谓的情爱束缚，他们会对孟古雪手软吗？圣上，臣女能得二位皇子青眼，不胜荣幸。雍国是生养臣女的地方，父母亲人皆在此处，臣女不舍离去。所以孟古雪还是遵从了原著，选了男主吗？我还以为他……但是，正因为雍巢是生养臣女的地方，臣女一介女流，蒲柳之姿，无以为报，愿意联姻南离国，成全两国交好之心，为两国和平献上绵薄之力。臣女在此代请圣上成全。如今近在眼前的难关是，男主绝对不会放他走的。要是被男主抓到，孟古雪真的是一辈子都别想重见天日了。估计他脑子里的现代知识都要被炸个干干净净。真是不识抬举啊！还请雍皇陛下成全。圣上虽然委屈了老二，但这是孟小姐自己的选择。您看她方才那番话说的多漂亮，不如赐下恩典成全了她吧。毕竟是两国联姻的大事，说定了便不可儿戏了。起来吧，朕允了，这是你的选择，本殿尊重你。判你死去南离国，春期夏旱，秋岁冬息，万事可期。这是祝福吗？不，这是催命符。孟家古雪听赏吧。雍帝此言一出，孟大人赶紧欢天喜地的拉着孟夫人出列，跪下一同听赏。雍帝按照旧制收孟古雪为义女，赐号南宁，赏下黄金珠宝，更是一下子将孟府连踢两级。点个订阅吧。三皇子，你想与我说什么？你不是真心选我的？你不也是假意求娶我的吗？三皇子，如今人多嘴杂，且我已经被封为南宁公主，自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你特意回来，想与我说什么？我约莫半个月后便会回转南离国，我会向雍皇陛下请旨，直接将你带走。因为你尚未及笄，本殿可以在南离国先与你举办盛大的定亲典礼，算是安你的心。待你及笄，我们便成婚。这半个月，你好好与家中父母告别，准备该准备的东西，万万不要出门。为什么这么着急？我这人从来信奉迟则生变，你及笄还有3年，若3年后再迎娶你，中间变故太多了。再者，雍巢至南离国路途遥远，到时候我未必有这个时间来亲迎你，空你路上有性命之危。孟小姐，你觉得呢？这世上得不到就毁掉，才是强者手段。今日殿上，你若选择了沈元白，我说不定也会想方设法毁掉你呢。这就被吓到了。安心吧，你如今选了我，便是我的人，我自然会倾尽全力护你周全。所以啊，你半个月后乖乖随我回南离国就是了。这段时间别乱跑，小心沈元白对你使阴招。归途我要好好准备一番，就不登你孟府的门了。铃声清脆，渐行渐远。孟古雪望着百里长流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孟古雪是不是在看我们？哦吼，孟古雪八成也是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了，毕竟她应该知道二皇子的手段。看他那意思，是不是想和我们乔家联手啊？乔大人，您先进来。谭大人，还请稍等片刻。圣上，爱卿不必多礼，邹太医说说吧。回圣上，回乔大人，经下官仔细勘验，可以确实这毒药非我朝之物，但是属下官努顿，其中原料闻所未闻，无法妄断来处。圣上，臣树敌太多，此番贼人针对，能有惊无险，也是万幸。今日圣上殿中怒斥北国使臣，尽显对臣之信任，臣得势明君，心中欢喜万分，一时无憾。圣上日理万机，此事若难有头绪，还请圣上勿再为臣费心了。至于大郎夫妇，臣定会代为转达圣上关切之情。乔爱卿无论为将为官，都能为朕分忧解难，朕心甚慰啊。谭大人，圣上召你，圣上可是为何事烦心啊？爱卿，你说朕该如何处置二皇子呢？圣上，容臣多嘴一句，今日二皇子已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承认了错误，光1年禁足时间只剩2个月了，不若就此宽待了吧。那宗人府毕竟不是什么好地方，二皇子说2进2出，传出去就不好听了，那就依爱卿所言吧。爱卿可还记得你与朕打的赌？臣记得。爱卿果然是聪慧，竟然将北国贼子的心思猜了个透。如此一来，爱卿便算是赢了。朕当初答应要给你赏赐的，朕既然答应了你，自然不会食言。朕明日便下旨为你和衍国公府小姐赐婚，如何？谭汉时跪地俯首，谢主隆恩。好了，起来吧，明日接旨时再行大礼不迟。圣上，臣出身不一，起于微贱，能有今日，全要倚仗圣上的信任与重用。臣心中感激难表万一，必竭尽忠诚，为圣上分忧。爱卿，衍国公府与乔府亲如一家，朕容许你与衍国公府结亲，其中深意想必不用朕细说了吧？圣上安心，臣谨记于心。好看，点个订阅吧。爹，那孟古雪若向我求助，是否帮？怎么不帮啊？
我爹果然是有大格局、大智慧的人。爹，如此一来，孩儿倒有个想法哦，说来听听。今日孟古雪选择了百里皇子，那么二皇子便是彻底撕破脸了。如此一来，孟古雪为了保命，应该也没有任何顾虑了。自古以来，和亲联姻都有人马护送，不如就让孟古雪求到圣上面前，由爹你带亲自将她护送到南离。圣上不会在如此时刻服了孟古雪的面子，定会应下来的。届时，爹便可光明正大保护孟古雪了。当然，最好带上二弟，二弟武艺高强，由他贴身护着孟古雪，更加万无一失。只是如此，少不得要让爹和二弟涉险了。何止是涉险啊，这简直是给二皇子送上一顿大餐的。他心里有多想除掉老子？这下好了，老子和孟古雪都在一处，倒省了他不少麻烦。老大，就照你说的这么搞，要玩就玩个大的，老子就给二皇子这个机会。他若是想动手，凭他如今的本事，也只能借用北国贼子的力量。这件事不能瞒着太子，让太子也出手。只要太子能抓住二皇子通敌叛国的证据，便是预留公主亲在，也别想护他一命。如此一来，老子倒要好好部署一番了。等等，还有什么比受害者更能摆脱嫌疑的呢？如果二皇子主动向雍帝请旨，亲自护送孟古雪去南离国联姻，那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就迎刃而解了。如此一来，孟古雪绝对要找上我们家了。毕竟豺狼就在身边，他得想办法保命啊。第二日，燕国公府，祖父，您因何叹气啊？没事儿，宁儿的棋艺又有进步了。祖父正在想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祖父，宁儿，你这是做什么？祖父，宁儿知道你是在为宁儿的婚事烦扰，但是宁儿并无结亲的心思，对婚事也并无期待。宁儿知道这样会让您很为难，也会让燕国公府丢脸，但是宁儿思来想去，还是想要自私一回。祖父，能容许宁儿一辈子不成婚吗？祖父，天底下的男人想必大体都如爹爹那般，宁儿从小看过母亲太多眼泪，听过爹娘太多争吵，宁儿心中害怕极了。宁儿不希望自己有一天也所托非人，然后将娘亲走过的路再走一遭。既然如此，不如终身不嫁。祖父，宁儿同身都是您教的学识和道理，宁儿心有志向，今后想努力做个女夫子，帮助那些目不识丁的女子。祖父，宁儿知道这是在为难您，但是宁儿只想一辈子侍奉在祖父跟前，哪儿也不想去。宁儿，你选的这条路太难走了，将来无数风言风语、冷嘲热讽都会铺天盖地而来。祖父100年之后，这偌大的燕国公府，谁能与你一起扛呢？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宁儿活一个内心坦荡、立身正直，别人的言语又怎能伤宁儿分毫呢？祖父，宁儿心中唯有一愧，愧对祖父您的教养，愧对您的期望。人活一世，也不敢妄求太多。我的宁儿若能过得随心自在，祖父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祖父，老爷，宫里来圣旨了，走去前头迎圣旨。老爷，宫里的人特地说了，要咱们姑娘去接旨。我宁儿，快去敬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资门燕国公左永令之孙左寒宁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闻之甚悦。今有良臣谭汉池领翰林院修撰之职，才高八斗，品貌兼优，可为良配。二人家园天作，今特下旨赐婚。民本以国兴，关乎家望，望主二人同心同德，敬尽于国，勿负朕意。钦此。左小姐，接旨吧。左小姐，左安宁意识到自己怠慢了圣旨，心中骇了一跳，急忙伸手接过，扬声谢恩。国公爷，您快起来。黄公公，你给老夫露个底儿，这个赐婚圣旨是？国公爷，这旨意啊，是谭修传好不容易求来的。多谢公公，烦请回复圣上，老夫感念圣上大恩，心中欢喜不已。国公爷安心，一定带到。祖父，这到底怎么回事？宁儿，你应该见过谭汉池的。祖父听说他也帮天京迎亲了。宁儿觉得谭汉池这人如何？宁儿，祖父方才问过黄公公了，这旨意是谭汉池自己求来的。是谭公子自己求的。这么说来，他就也……我们宁儿如此优秀，那谭小子倒是有眼光的。宁儿，日子过得如何呀？从来都不由上一辈决定，你爹你娘各有不好之处，是他们自己没能过好日子。但是你瞧瞧，你姑母和你姑父，他们不就过得有滋有味吗？宁儿别怕，祖父过几日就将那谭小子约来好好聊聊。他若对宁儿不好，祖父第一个不答应。祖父，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宁儿能不能同谭公子说几句话？自然可以。哇，我磕的又一对 CP 成真了，我怎么会这么幸福啊？大婚，我迫不及待要看到谭汉池和安宁表姐大婚了，甜死我了。这婚能成，
谭汉池想必也是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了吧？否则雍帝怎么可能会同意呢？娘，咱们下午要不要去看看安宁？去看安宁表姐，我去。是该去的，在家中用过午膳就去。中午的饭桌上，乔中国和乔天京故意闲聊，又给娇娇带来一个新消息。今日早朝的时候，百里承佑向雍帝请示，半月后就回转南离国，并且要将孟古雪一并带走。这么急，他是做过梦的，自是知晓二皇子的手段，只是担心失则生变啊。这时候，乔天京神色难明，又补了一句：接鸾殿上，二皇子当场亲旨，要亲自送嫁孟古雪，圣上应允。如今京中盛传，二皇子对孟古雪求娶不得，便大方成全，可谓情深似海。昨晚我说什么来着？果然如此啊！而且还让他立了个深情人设。这时候孟古雪应该也得到消息了吧？他不得坐立难安啊！如此一来，他是不是要找上我们乔家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桃，你不能跟我一起去南离国了，我会让我娘消了你的怒气，到时候我再给你足够的银钱傍身，你自去寻找出路吧。小姐，小桃是不是犯了什么错？你怎么突然就不要小桃了？小姐，小桃只想跟着你呢。别，小桃，你别这样，我说了你不用磕头下跪的。哎，小姐别赶小桃走，成吗？小桃，不是我想赶你走，这一趟去南离国是有生命危险的。什么？小姐，您是去联姻的，又有三皇子与二皇子一路守护，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啊？小桃，你不懂，要杀我的就是二皇子，我没法同你解释太多，反正你……小姐，如果你有生命危险，那小桃更要跟你一起去了，无论如何，小桃都会护住你的。小桃，你……小姐，小桃说句大不敬的，自您性情大变后，真的一点也不像京中的闺阁小姐。小桃曾经很担心，生怕您惹了事。小桃身为奴婢要背锅，您确实一直在惹事，但是您从不让老爷和夫人迁怒小桃。小桃从不知什么叫平等，小桃只是个奴婢，但是您不准小桃下跪，不准小桃磕头，不准小桃自称奴婢，总是对小桃说谢谢，还教小桃做肥皂、做口红。小姐，人无完人，但是在小桃这里，您真的就是极好极好的。若说这次真的有生命危险，小桃便是替小姐去死都是可……好了，下面的话不准说。小桃，谢谢你，真的。既然你不肯走，那就继续留在我身边吧，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小姐，您要怎么做，小桃都听您的。帮手，我需要更多的帮手。小姐要找谁啊？二皇子，那是皇子殿下，谁能对付得了二皇子啊？乔家，小桃，我要见乔家人。小姐，你要怎么见乔家人？小桃，你今早是不是说皇上赐婚左安宁和谭汉池了？是啊，京中都传开了。左安宁是乔夫人的侄女，这么大的好消息，乔夫肯定是要去衍国公府恭贺的。虽然我与左安宁并无交情，但是如今只能厚着脸皮也去一趟了。如果能碰到乔家人最好，就算碰不到，也要麻烦衍国公将乔家人请来。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要见上乔中国。殿下，孟古雪出门了，看方向去的应该是衍国公府。衍国公府，殿下，属下并未听说孟古雪和衍国公府小姐有什么交情，但是此刻前去只能是恭贺今早的赐婚了。不，应该没这么简单。这孟古雪当真是有不少秘密啊！殿下，难道孟古雪去衍国公府还有其他目的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见的想必是乔家人。乔家人，今日一早，本殿才向父皇请示，要护送他联姻南离国。你瞧，他下午赶忙就去见乔家人了。难道孟古雪猜出殿下要对他出手，这是去找乔家当帮手了？可是如今满京城都在说殿下情深，他怎么会知道去找乔家呢？目前明面上，殿下您和乔家可没有任何局域啊，这也是本殿好奇的地方。这孟古雪似乎挺了解本殿的，而且总感觉他还知道不少东西。殿下，如果孟古雪当真说动了乔家，那您的计划，如果乔家真的参与进来，索性就把网铺得更大些，指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呢。倒是孟古雪，他若真能说动乔家，本殿就要更高看他一眼。说起来，他倒是给本殿创造了一个好机会。殿下，您指的是？朱峰，此次南行你不必跟着，本殿要交予你另一个任务。朱峰，无论用何种手段，给本殿除了乔家的小女儿，想必当小女儿早夭的消息传到乔中国的耳朵里，他的表情一定精彩至极。到时或许真的可以趁机带走活的孟古雪，毕竟本殿对他的秘密还是极好奇的。点个订阅，恭喜安宁姐姐！行啊，是不是你教娇娇说的？宁儿，你这可是误会我了，是小媚人小鬼她自己要说的。嘿，我自己。中国，你小子好，至于好在哪儿？哪儿都好。国公爷，南宁公主登门拜访。谁啊？哦，
南宁公主不就是孟古雪吗？到底是圣上亲封的公主。静儿，你带着宁儿去迎一迎。去，佳佳也去。双方见了礼后，乔夫人立刻将孟古雪请了进去。孟古雪果然是冲着我们乔家来的。再等等，性命攸关的大事，她肯定会主动开口的。南宁公主，您怎么了？乔夫人，昨日万寿宫宴上，您的大儿媳险些中毒，我知道内情。南宁公主，您说的。乔夫人，我说的话都是真的，我想见见乔大人，一叙其中内情，可以吗？现在可以请公主为我们父子解惑了吗？乔大人，我就开门见山了，给韩姑娘下毒的是二皇子。二皇子？怎么可能会是二皇子？南宁公主，您有证据吗？二皇子与我们乔家无冤无仇，为何要害陈的儿媳呢？乔家果然还不知道二皇子的心思，这一次若不是我来提醒，只怕乔家还是要落入梦境中满门覆灭的境地。乔大人，那杯毒茶是不是害不了人命，却能治妇人不孕？那是一种寒毒，是来自北国王庭的秘药。乔大人，你若不信，一查便知。南宁公主，既然这是北国秘药，您怎么会知道呢？而且您又怎么确定这毒是二皇子指使人下的呢？乔大人，这件事内情太过复杂，我无法同你细说，但是我愿意发誓，以上所有绝无虚言。看来孟古雪还没有想好理由就过来了。要不是我们乔家早就知道二皇子的狼子野心，与孟古雪算得上是双向奔赴，这会儿爹就可以直接走人了。当然了，孟古雪要取信于我们也得迷惑一下孟古雪，戏还是要演的。多谢公主亲自登门告知此事，寒毒的事儿，臣一定会尽快去查清的。但是二皇子，您总能告诉臣，二皇子为何要害我乔家吧？再者，您今日专门来此告知此事，可是有何深意？因为二皇子想要皇位，他身负北国血脉，本没有可能登基，但是皇上偏爱他，这就是他最大的依仗。他要登基，就得先将太子拉下马，而太子身为正统，又有你们这些忠良之臣拥护，他必须抽丝剥茧，一步步来。而你们乔家首当其冲，就是二皇子必须铲除的目标。直白，真直白啊！这孟古雪是真又莽又勇啊！这些话要是抖了出去，是我们双方都能被砍头的程度，没错啦。乔大公子，你是不是写了很多手稿，但是都没有亲自毁掉？这些手稿其实都被坏心眼的小厮收着呢。二皇子已经打听到这个消息了。乔大公子，你回去后赶紧消除隐患，否则手稿落到二皇子手里，你就将万劫不复。糟了爹，确有其事啊！好看，点个订阅吧。笑死我了！看惯了大哥一本正经、运筹帷幄的样子，这表情真的是很炸裂。原来大哥的眼界也这般炉火纯青啊！蠢货逆子，你怎能留下如此把柄呢？爹，儿子这就去处理了此事。影帝颁给了大哥，绝！南宁公主，庶子无状，让您见笑了。今日多谢您的提醒，此番恩情，臣乔中国记下了。臣也不再问公主您是如何知道这些事儿的。公主不如说说您的来意吧。乔大人，我也不瞒您，您瞧，我知道了二皇子好多事，所以他昨日在宫宴上求娶我，并不是真心的，而是想借此拿捏我。为此，我不得不选择百里皇子。但是你应该也知道了，二皇子今日一早又请了旨，要亲自送我去南离国。他这是总驾吗？他是想趁机灭口，送我去见阎王。瞧瞧，现在的孟古雪多清醒啊！乔大人，既然二皇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为何不联起手来呢？或许这次去南离国的路上，他为了杀我会露出不少把柄，这对你们乔家也是有利的，不是吗？而且我还知道关于二皇子的不少秘密。如果您能将我安全护送到南离国，我发誓我愿意将所有秘密贡献给您。二皇子的秘密？妈耶，那是什么秘密啊？会是我不知道的？我快好奇死了。好，乔大人，当真吗？就凭公主您方才提醒的大郎手稿一事，臣也答应帮您。但是此去南离国，我乔家若是随行，必定也要承担不少风险。故而还请南宁公主说话算话，到时候务必将关于二皇子的秘密悉数告知。一言为定。目前为止，一切都按照爹和大哥的计划进展下去了。希望孟古雪掌握的秘密不要让我们失望啊！殿下，三皇妃看样子是去燕国公府的。巧的是，乔家如今正好也在燕国公府内。他莫不是觉得本殿没本事在沈元白手下护住他？殿下，您的意思是，本殿已经叮嘱过他不要随意出走，他竟然敢冒险出门，想必是极要紧的事。不是早就查过了吗？他在京中没什么交情好的闺阁好友，此去燕国公府自然是另有所图。想必是今早沈元白要一同去南离国的消息让他感到害怕。不过有一件事本殿倒是极好奇的，京中这么多人家，他怎么就目标如此明确的找到乔家了呢？这样一来，简直就好像他一早就明了乔家和沈元白不对付似的。
有点意思。第2日，朝堂上，兄弟当众宣布，命乔中国随行护送南宁公主联姻南离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爹爹和二哥绝不能出任何危险，我觉得有些事不能再瞒着家人了。想到这里，娇娇顺手换出了功德商城。右上角的功德点已经变成300了。上次宫宴从毒茶救下了大嫂，看来也是功德一件。二皇子是男主，有气运加身，不能以常理论之，我必须得给爹爹和二哥更多的倚仗才行。我记得商城里有金刚不坏符的，还有解毒的符，也得给爹爹和二哥备上，到时候就魔法打败魔法。可是我要是拿出如此玄妙的东西，不解释是不可能的。果然还是要和爹娘他们摊牌了，他们那么爱我，一定不会觉得我是怪物的。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等我睡好了，我就告诉他们。等等，家里人都在，又没有外人，这不是极好的时机吗？可是我要怎么开口呢？一上来就说我有上辈子的记忆，会不会很惊悚？要不就说我有功德系统。可是如果我的心智只是1岁小孩的程度，这些事我根本就不该懂啊。娇娇爹的心肝哦，你随便说，你说啥爹都信。真是难为娇娇了，小小的人儿每天都要操心这么多事。小妹，大哥已经做好准备了，你随便说，大哥一定想方设法帮你圆。爸，算了，多说多错，一会儿我当个哑巴二哥就成了。等等，不能急，要合理些，不能吓到爹爹他们。我看看啊，这是什么？弄虚作假符啊！原来还有这种符啊！这么用的呀，还便宜，这个好，要不就这么干吧。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金光。娇娇，乔中国何在？这什么呀？神仙显灵吗？在下乔中国，您是？你无需知道本座是谁，此女身负功德，生来不凡，是上天派来助你们乔家摆脱困境的。无论她说什么，你们信了便是。上仙在上，小民一定谨记，请上仙保佑我乔家平平安安。准。金光渐渐收敛，虚影也慢慢的散去了，一切瞬间消弭于无形之中。所有人都是一脸问号啊！天爷啊，这到底怎么回事？爹爹娘，娇娇，方才你没事吧？爹娘，大哥大嫂，二哥，娇娇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罪过，请你们原谅我。爹爹做梦，娇娇做梦了。娇娇做什么梦了？乔娇娇嘴巴一瘪，断断续续的说了些原著里乔家惨状。爹爹别怕，神仙爷爷给娇娇宝物，娇娇帮爹爹。爹爹相信娇娇，方才神仙确实显灵了。爹爹这一生问心无愧，相信上天不会如此薄待我们乔家的。娇娇就是神仙派来的宝贝，是来帮爹爹的。爹爹和二哥去南离国，娇娇可以帮忙。娇娇有宝贝要送给爹爹和二哥。爹爹金刚不坏符，爹爹贴在身上可以刀枪不入，不过是一次性的，只能挡一次，过后就失效了。这小一张这么厉害？爹爹信我，真的。爹爹和二哥此去南离国，这一张金刚不坏符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功德只剩205点了，一定要用在刀刃上才行。反正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让我再好好琢磨一番。坐吧，别紧张，老夫就是找你随便聊聊。下一局，这是老夫今早和安宁下的，你继续执黑子，我们下完吧。好，听您的。听说那赐婚的旨意是你自个儿求的？回国公爷，是的。如此看来，你是想好了。老夫姑且认为你对宁儿是真心的。国公爷，晚辈是真心的。你也知道，宁儿他爹呀是个混不吝的，这演国公府的门楣呀，靠他是靠不住的。若老夫要求你与宁儿的长子姓左，今后入我左家族谱，承袭我演国公之衔，你可愿意？晚辈愿意。你早就想到老夫有此一求了。若世子爷无意再娶妻生子，毕竟是世袭罔替的恩宠，国公爷心中想必难免遗憾。谭小子聪慧通透，远超旁人，你不必应得如此之快。这世上子孙缘谁也说不准。若你和宁儿只得一子，你也愿意？国公爷，晚辈这辈子也没想要如何破天的富贵，追求立身正直，天下太平，再奢求一亲人白首。晚辈此生若有幸能得一子，便随其母姓；若再得一女，便是上天眷顾。若这辈子并无子孙缘，下来天命如此，晚辈心中无怨无对，唯不负此生一遭罢了。此子确实可谓妙人也，难怪中国呀对你百般称赞。这桩婚事老夫很是满意，但是宁儿心中啊尚有迷茫之处，她希望能
与你聊聊，你可愿意？谭汉池闻言，当即落下最后一字，起身说道：晚辈求之不得。老席，带他去。燕国公轻笑了一声，目光不经意间落在棋盘上。啥？黑子怎么赢了？那小子方才真的有认真在与老夫说话吗？谭大人，我家小姐就在里边，您请。左小姐。谭公子，左小姐，此番求得圣上赐婚，未曾得到你的首肯，是在下唐突了。你心中可是还有顾虑？谭公子，我心中却有顾虑，但是这个问题不在谭公子身上，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知道赐婚的旨意已经下来，有些事是注定的了，但是谭公子光风霁月，安宁也想要与你坦诚相待，方不负你求娶之心。左小姐请讲，在下洗耳恭听。谭公子，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其实这件事与你我的婚事也并无影响，但是我这人内里固执至极，我本已做好孤身一人的准备，但是谭公子你却闯了进来，生命不可违。既然成婚已成定局，有些事我也不想瞒着谭公子了。我的爹娘，谭公子，我便悉数告诉你吧。左安宁扶着身前的茶几，将自己从记事起的所见所闻，爹娘不幸的结合，无止境的争吵埋怨，甚至连李旭胜一事都悉数告知了。谭公子，我不愿重复爹娘的不幸，亦不希望君子端方如谭公子你也深陷不幸的泥淖中。能得谭公子青眼，我心中十分欢喜。但是我爹当年也曾迷恋我娘乳，但是人心到底易变得很。谭公子，我说这些只是想着，倘若他人你我不和，或者你心生去意，希望你能够明明白白告知我，你我坦荡合理，一别两宽。左小姐，谢谢你如此坦荡，愿意同我说这些话。左小姐是燕国公府的嫡小姐，身份尊贵，你可嫌弃我是一介布衣出身？自然不。左小姐，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亦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就是以穷小子出身，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今日才能站在左小姐面前。我从不曾心悦过别人，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成家，这些念头是在见过左小姐以后才有的。我十分推崇乔兄他们家的规矩，一生只要一心人便足矣。左小姐，我知你心中不安，但是你能否同我试试？不要抱着总有一日会合理的念头，而是坚信我们能欢喜的走到白头。左小姐，你是极好的姑娘，是我该有心的，在我心里值得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我以后会努力给你的。左小姐。谭公子，谢谢你今日所言，我想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我愿意同你试试。二皇子八成是要用苦肉计的，所以老子保护不利的失职之罪是吃定了。圣上偏爱二皇子，许会震怒不已，所以老子决心趁此机会急流勇退。爹，乔大人，你们这么吃惊做什么？爹，您要是在那般情况下急流勇退，便是引咎辞官，这不行。我爹天下无双，雍朝第一威猛，绝不能因为狗屁的二皇子就留下污名。爹，这次南行一切失职皆由我承担，到时候我到圣上面前对质。谭小子，你怎么说呀？乔大人，晚辈服您。谭兄，你也支持我爹不成？谭汉池站起身来，向乔中国深深行了一礼，这才开口：乔大人，您所料不差，圣上对您忌惮之心日盛，这次答应晚辈赐婚亦是有条件的。行了，老子心意已决，你们三个将来好好干就是了。2个儿子，1个侄女婿，等你们以后风光了，老子开心都来不及呢。来，喝！南离国之行日期渐近，这一日，四皇子已经完成了1天的训练，正在认真聆听着乔中国接下来的安排。老子这段时间不在，你也不能偷懒啊！计划都定好了，自己坚持练。师傅，小子都记住了。师傅，我这几日练得有些累了，昨日特地和太子哥哥说，让他今日来接我。瞧这时辰，太子哥哥也差不多该到了。这小子，爹，太子殿下来了。乔大人，后日便是南离之行，要多加小心啊。有些事儿，想必大家早已心照不宣了。如果乔大人指的是本宫的父皇与二弟，本宫心中深有感触。殿下，时势所迫，事在人为，当断则断。乔大人，本宫等这句话已经许久了。这场谈话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等着乔娇娇吭哧吭哧的从主院走过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太子和乔中国开门走了出来。给我摊牌了是不是？这下我们乔家和太子可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娇娇也来了。太子哥哥，炮灰联盟怎么能少得了我呢？我们乔家是满门踩死炮灰，傻白甜是早夭炮灰，太子是暴毙炮灰，嘿，齐活了这是。出府的路上，乔中国忍不住的低声说道：太子殿下，臣离京这段时间，还请您关照一下臣家中妻儿。乔大人，即便你不说，本宫也是要这般做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一只蚂蚁哟，你无不了；2只蚂蚁哟，你寂不寂寞；3只蚂蚁哟，你乏不乏味？夫人，好消息！刘嬷嬷，什么好消息？夫人，救济院扩建完成了，容妈妈特意派人来报喜，还送来了这么一封信，说是救济院里的孩子们一笔一画写的呢。哦，
默默，快将娇娇抱进来，让她一起看看大家的戏。什么？娇娇也要看？太好了，娘亲，开心。这是何人所写？当真是好字。应该是救济院里那位女先生写的。女先生？哎呀，糟了！难道是奴婢忘记说了？夫人，约莫是去年5月，救济院里来了位无家可归的姑娘，容妈妈心善收留了她。后来那位姑娘便一直留在救济院中，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呢。奴婢记得容妈妈好像唤她叫小兰姑娘。小兰姑娘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她应该是位极有学问的姑娘吧？没想到还有这样一桩原事。也好，那等下次方便了，我们正好去看看那些孩子，顺便见见小兰姑娘。娇娇也很欢喜，对不对？娘亲，娇娇高兴，他们有大屋子住了。朱峰坐在客栈的静室里，冷声问道：如何了？殿下临走之前，将除掉乔家小女儿的任务交给了他。冯大人，乔家还未有动静。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谁？冯大人，乔家那边有消息了，进来。冯大人，今日有人往乔家递了东西，咱们的人跟了一路，发现那人最后回了南郊的救济院。南郊救济院，查，速去查来。是。当晚，乔天京坐在书房里，正与乔伯筹谋此事。调了那边半个月，应该差不多了。乔伯，你觉得呢？少爷早已心有成算，属下听少爷的。既然如此，明日就执行计划吧。二皇子不在，竹峰就是那边的头目，务必要将竹峰引出来，就地格杀。是。另一边，竹峰正在听着暗卫禀报救济院一事。冯大人，乔府从前年9月开始，便一直在资助救济院。去年乔夫人带乔家小姐去护国寺上香时，还曾进过救济院中，而且在乔中国的授意下，他们还给救济院的孩子安排了出路，有的如今在私塾，有的去学手艺了。年后，乔家又出资扩建了救济院。昨日呢，夫人是特意给乔家送感谢信去的。乔家。冯大人，进来。冯大人，乔夫人带着乔家小姐出门了，乔天京随行，后边还跟了4个家卫。当真？来报的人说，亲眼看着一妇人抱着婴孩上的马车，不过那妇人带着木犁也罩住了婴孩，未看清模样。但乔天京是真的。冯大人，乔家事前并不知晓我们的计划，应该不会有所防备的。况且无论那妇人是谁，只要婴孩是乔家小姐就行了。殿下早就嘱咐过了，千万不能小看乔家。无论乔天京是否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如此难得的机会，我们都不能错过。走，按计划行动。若此行真的有诈，至少乔天京是真的。实在不行，我们就顺势将乔天京除掉。是。点个订阅。门外是谁？是谁？快自报家门！依旧没有回应。他大着胆子走上前去，仔细往门缝外一瞧，待看清门外那张脸时，他整个人猛地一僵。里面的好心人，我儿子受了伤，如今郊外黑灯瞎火的，可否容留我们一宿？老头子手中有银钱，绝不白住的。里面的姑娘行行好啊！小兰姑娘，怎么了？是谁啊？小兰姑娘，你怎么了？开门啊！里面的姑娘行行好，我儿子快撑不住了。容妈妈，门外的是坏人，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这位客人，我们救济院有规矩，天黑就不再开门了。您和您的儿子若需要收留，可以去不远处的护国寺。这位姑娘，我儿子受了伤，走不了远路的，那护国寺还有些距离，他实在没力气了，您就可怜可怜我们父子吧。完了，容妈妈，您能不能联系到乔家？门外真的是来者不善。小兰姑娘，门外就是贼人，我们哪有本事越过他们去找乔家呀？哎呀，怎么办呢？他们是要财还是要什么？绝不能让他们伤害了孩子啊！容妈妈，您听我说，他们极有可能是来抓我的。对不起，这1年来骗了你。其实我本名叫盛秀然，是已经被满门抄斩的庆国公府的嫡女。容妈妈，谢谢您这1年来的收留。我本是那般自私虚荣没用的一个人，这1年来真的仿佛重新活过了一般。若实在是不可为，只要他们答应不伤害你们，我便跟他们走了。不可，小兰姑娘，天哪，怎么会这样？你若是跟他们走了，你是不是就是没命了？若三皇子当初没有将他冒险送出宫来，想必他早就悄无声息地死在崇华宫了。容妈妈，您别管我了，我只求您答应我一件事。我房间的炕下左手第3块石头是活动的，我在里头藏了一封信，那是极重要的，比我的性命都要重要。说我今晚真的被带走，容妈妈，求求您一定要将那封信交到乔家手中，便说是秀然绝笔，我以性命起誓，信上所言句句属实。朱峰，没什么好犹豫的，不过一个区救济院，直接烧了便是了。乔家若真有那份善心，看到这边的冲天火光，我们再派人录个消息，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来人的，到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机会。不可，朱峰，你现在倒是生出恻隐之心了，别忘了这是殿下的死命令。这不，
这里是救济院，里面是我们雍朝的孩子，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你还要赶尽杀绝不成？你我都是为了殿下的大业，但是你也不能接着为殿下做事，趁机宣泄对我雍朝的不满。我们是要对付乔家，但是这些质子有何必死的理由吗？若是为了将乔家引来，我自有他法。如风，你竟这般看我，这门直接破开就是了，你非要客客气气敲门，你这是成大事的手段吗？瞧，我是偷偷进来的，你是大孩子，我信你是懂事的，所以叫醒你别发出声音，否则大家都有麻烦。我现在给你松绑，你安静回答我的问题，成吗？你叫什么名字？今天发生了什么？能告诉我吗？我叫三义，是这里的大孩子。今晚我们正在吃饭，有人敲门，小兰姐姐先出去了，但是敲门声没停，而且很响，吓到我们了。于是容妈妈也出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前院咚的一声响，像打雷一样，然后就吵起来了，弟弟妹妹们都吓哭了。有人闯了进来，容妈妈为了保护我们被打晕了，然后小兰姐姐挡在了我们面前。闯进来的坏人里有个老人家，他说要把我们家在火上烧，当人质引出乔家。小兰姐姐护着我们，见老人家要动手，突然扯下了脸上的面纱。小兰姐姐的脸上一直蒙着纱的，我们问过她，她说自己太丑了，怕吓到我们。面纱扯下来后，那个为首的老人家还有一个大哥哥都愣住了，他们好像认识小兰姐姐。小兰姐姐为了护住我们，说自己知道一个大秘密，只要她死，这个秘密就会被天下人知道。她不准坏人伤害我们，说只要坏人愿意放过我们，她就将秘密毁掉。但是那个老人家并不信，他要下狠手。小兰姐姐突然说什么假山，什么吊唁，那个老人家就吓坏了。最后我们被绑了起来，都被下了药。小兰姐姐被那个老人家拖走了，怎么办啊？这位叔叔，求求你了，救救我们，救救容妈妈，救救小兰姐姐吧。小姐，现在要如何？三议员以为乔伯是主持人呢，没想到他竟然反去问小妹妹的意见。乔伯，这些孩子暂时应该没有危险，那个小兰姐姐确实难说了，我们再去找找，希望能将她救下。乔伯，乔家，你们就是乔家人？谁在里面？周大人，我好像听到了乔家2个字。小姐被发现了。乔伯，别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拖延时间。屋里是不是有乔家人？不出声是吧？那我就纵火烧了这间屋子，看你们出不出来。周大人，风大人说了，不要伤害那些孩子。蠢货，周峰那是优柔寡断、妇人之仁，躲在里面的可是乔家人，杀一个就赚了。那竹峰好歹还有人性和底线，这周伯非我族类，他是恨不得残害我们雍朝的花朵。里面的人听着，我数3声，不乖乖出来的话，老夫直接纵火焚屋，让那些孩子全部给你们陪葬。1、2。乔伯，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事后我会亲自向你解释。3，慢着，小姐，你……他看到小姐张嘴说话了，可是这个声音，那是一个清冽的少年音，根本不是小姐能发出来的。你屋里到底是何人？这么好看，点个周伯，你连本殿的声音都认不出了吗？殿下，真的是你？自然是本殿。周伯，你和竹峰真的太让本殿失望了，不过是让你们对付乔家，竟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殿下，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您既然回来了，为何不肯见见老奴？本殿自然是不放心你和竹峰，故而半路回转，没想到你们果然没能成事。乔伯，我要变身了，你别害怕。他扭头在一旁的功德商城面板上轻轻一点，心中暗呼了一声。对，乔娇娇的心声刚落，他的身上就弥漫出了一层白雾，身后的三义顿时吓得低呼一声，白眼一翻，直接晕死过去了。小姐，乔娇娇见状，赶紧冲乔伯咧嘴一笑。天爷呀，二皇子的脸配上这个笑更瘆人了，一下子真的不适应这么大的身体。乔伯，你先躲起来。殿下，老奴能见见您吗？周伯，你在怀疑什么？殿下，参见殿下。殿下，您真的回来了。周伯迫不及待地迎上前来，乔娇娇却眼疾手快地关上了门。二皇子身上冒出一团白雾，慢慢的就缩水消融，又变回了乔娇娇的模样。殿下，周伯被拒之门外，不由得一头雾水，他的心中还有无数疑问等着解答呢。殿下，老奴能进来吗？周伯，本殿在房中自有钥匙，你守在外头就是了。殿下，老奴有一要事要禀。说，殿下，那盛秀然原来一直就躲在这救济院中，老奴之前做了件蠢事，应该是被他听去了。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啊！三义口中那个小兰姐姐，不会就是盛秀然吧？
盛秀然，他竟然在此处。周伯，你做了何事啊？屋里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周伯，你放肆，还在装！来人，活吧！小姐，让属下出去，以属下的功夫，再拖半刻钟不是问题。冯大人，你没事吧？走，快走，护着周伯走。周峰，你不是有死士吗？你怎会伤成这样？有帮手，乔家有好多帮手。周伯，你快走，否则我们谁也做不了。可是，周伯顿时心生歹意，直接将火把靠了上去。住手！快拦下周伯！周峰，你妇人之仁，这里面有……周伯，我方才本可以逃之夭夭，之所以去而复返，是为了救你。如此生死关头，你还要想着杀戮我们雍朝人解恨吗？我此番既然回来，便是存了以命换命的打算，不是因为你周伯有多么受我尊重，而是因为我知道，对殿下而言，你比我更重要。快走吧，前头的死事支撑不了多久了。殿下视你如长辈亲人，若他日注定有噩耗传到殿下耳边，我宁愿信上的名字是我，你还不走吗？你们快速速带着周伯离开。风大人，你们何苦啊？风大人，此乃吾等心之所向。若今日必死，黄泉路上兄弟们与你作伴，咱们来生再聚。对，来生再聚。主峰，是我欠你的。周伯，你若真心辅佐殿下，当抛下个人恩怨，心无杂念。殿下大才，可为两国共主。你若为一己私欲坏殿下大计，我朱峰死不瞑目。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小姐，我们赢了，朱峰他们翻墙了，咱们的人追出去了。小姐，院里没人了啊，是大少爷带着11进来了。乔伯，没有别人了是吗？对，那快开门，大哥！小美，你没事吧？大哥，救济院后头有没有人？有几个暗卫护着周伯从后面走了，还有盛秀然也在院里，他的情况只怕十分危急，快派人去找。还有，哎呀，我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小美别急，大哥已经让人包围的救济院，若周伯从后头走，定已经和我们的人遇上了。我立刻再派些人去。11，你速去寻人，一个年轻姑娘，一个房间都不要错过。是，少爷，就剩主峰了，他还在负隅顽抗，活捉只怕不易啊。大哥你快去，我跟乔伯一道。等等，有一个暗卫。16留下，是我带少爷去。16，你守住这间屋子，谁也不能离开，谁也不要放进去。那些孩子吃了昏睡的药，一时半会儿醒不了的，若有醒了的，留住他。小姐，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乔伯，我们和11一起找盛秀然。小姐，或许周伯已经被抓住了，我们去前头问问少爷。乔伯，我们别现身了，隐在暗处即可。这竹峰也是个人物，年纪轻轻便武艺高强，方才那些暗卫肯留下陪他赴死，可见他甚得人心，有领袖之风，虽是敌人，确实可敬。丢盔弃甲，成王败寇。乔大郎，是我输了，我这张脸。乔大郎，我知你算无一策，你想要我这张脸去定殿下的罪。乔大郎，你是赢了，但是我竹峰对殿下忠肝义胆，竭诚尽竭，便是死也不会成为殿下的破绽，绝不会成为你们刺向殿下的刀剑。他毅然决然走向的是那团烈烈燃烧的火焰，他要自焚。此时此刻，他站在烈火中，用尽全力的吟诵而出，声音响彻全场。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烈火焚身，他甚至不曾发出一声痛呼。乔伯，趁着大家注意力都在这里，麻烦你带我回救济院，我还得再见见那个3亿。进到救济院以后，乔16果然尽职尽责的守在这里，不曾离开半步。别装了，知道你行。你到底是神仙还是妖怪？你觉得呢？应该是神仙吧，毕竟如妈妈说的故事里，妖怪都是害人的，只有神仙才会救人。但是我方才叫出了声，引来了贼人，坏了事，然后又看到了不该看的。你现在回来是要杀我，对吗？我知道的，那些故事里看到不该看的就会被杀掉灭口，这样我发誓，我不将看到的说出去，否则我就一辈子无家可归，我一生孤零零的，死了也没人给我收尸。我发了这样的毒誓，你能不杀我吗？对不起，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能不能不要杀我？我舍不得容妈妈，舍不得小兰姐姐，舍不得这么多弟弟妹妹，真的对不起。乔伯看到这里，突然他毫不犹豫地劈在了3亿的后脖梗上，就将3亿劈晕了过去。小姐，让属下来吧，今日此间有任何罪孽，都由属下来背，不关小姐的事儿。不必杀人的。小姐，那乔伯别担心，我自有办法。记忆消除80功德点就能换，能完完全全抹去3个时辰的记忆，足够了。
对，他的手心里应声亮起了一团金光。好了，等三姨醒来，他连竹风他们闯入救济院都会不记得了。乔伯，你呢？小姐，你也要消除属下的记忆吗？乔伯，爹爹信任你，我也相信你，所以我将这个选择权交给你。你肯定也看出来了，我很不寻常，你不害怕吗？小姐，属下一开始确实有些害到了，但是属下愿意发誓，对小姐绝无恐惧和防备之心。属下年少时便跟随将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早已将身家性命悉数交付给将军。小姐，您就留着属下的记忆吧，属下身为知情人，也能更好的帮助您，给您做掩护。乔伯见乔娇娇答应，终于轻呼出一口气来。小妹，她还有气，但是流了太多血，快不行了。当即唤出了功德商城，毫不犹豫地兑换了一个血气丰盛符。哥哥，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盛秀然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小妹，正如你所料，暗卫在后院果然和周伯对上了。当时盛秀然就被其中一个暗卫抓着，但是已经是半昏迷的状态了。他们不欲与我们纠缠，一直且战且退。那些暗卫应是得了命令，宁愿丧命也要为周伯断后。我们的人追了一路，所有弓箭手都调过去了，偏偏后方多是杂草高树，让他们跑出去好远。后来周伯力有不逮，被弓箭手抓到了破绽，原是要一击毙命的，没想到他拉过盛秀然做了替死鬼。他估摸着是认为盛秀然活不成了，直接将他丢在了原地，而后在仅存的一个暗卫的护送下，跳下了一处高崖。18箭已高超，最后时刻射中了周伯的后背，如今已经派人在崖下寻了，是生是死还未知。这就端看二皇子的主角光环有多大了。说我上天还在帮他，但按照狗血定性，男主身边的人跳崖，定也是大难不死的。今晚实在太过艰辛了。但是这么看下来，竹风死了，周伯生死未卜。二皇子得知消息的时候，估计能吐出一口逆血。哎呀，不行了，我也真的累坏了。小妹，如今场中已经宵禁了，我们就先在这救济院中过一宿吧。大哥，娘和嫂嫂在家中是不是担心坏了？我想他们了。小妹，别担心了，大哥早赶在宵禁前就传消息回去了，剩下的一切安心交给大哥吧。你好好休息。乔伯，辛苦你守着小妹，我还要将其他事一并收尾。太子的人也还没走，莫要让小妹现身了。盛秀然这边离不开人，我会将那个容妈妈唤醒，请她来照顾盛秀然。少爷放心，属下会守护好小姐的。天爷啊，怎的就遭此大难了？小兰姑娘怎么样了？小兰姑娘没事吧？是容妈妈吧，在下乔家大了。乔公子，小兰姑娘没事吧？容妈妈，小兰姑娘受了些伤，已经没有性命危险了，就在里头。我本就是要寻你来照顾她的，如今倒是正好了。谢天谢地呀！等容妈妈进入房间的时候，乔伯早就带着娇娇从窗户走了。孩子，你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小兰姑娘，你可要好好的。小兰姑娘，你要快醒来。你嘱托的是……思绪至此，容妈妈突然想起了盛秀然临危时的话。托起第二块。容妈妈，我是在做梦吗？小兰姑娘，菩萨保佑啊！小兰姑娘，你否极泰来，今后定是吉顺的，菩萨保佑啊！我不是在做梦，我还没死。呸！小兰姑娘，可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容妈妈，我是怎么回来的？小兰姑娘，是乔家公子将你救回来的，还给你医了伤。我瞧你脸色大好了，就是身上还有不少伤，得好好养养。是乔家呀，容妈妈，你是在找那封信吗？对，赶忙俯下身去，将那封信取出来，递给盛秀然。小兰姑娘，信在呢。别动，你肩上的伤口极害人的。容妈妈，明日一早我就想见乔家公子，您能帮我换来他吗？妈呀，瓜知道，一口啃不下。乔少爷起了吗？乔少爷，小兰姑娘想见你。大哥，我昨夜没来得及和你说，那个盛秀然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连周伯都对这个秘密十分执着，他一大早就找你，或许是要将这个秘密告诉咱们了。那哥哥去听听看。大哥你去，我让乔伯带我去窗边偷听，听完后我就让乔伯悄咪咪带我回去啦。容妈妈，小兰姑娘要见我。乔少爷有些唐突，但听小兰姑娘说是极重要的事。没事，那就去见吧。乔少爷，昨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想必你也认出我这张脸了。盛小姐久违了。哦吼，盛秀然看来是真的要和大哥摊牌了。盛小姐，听容妈妈说你有要事寻我。乔公子，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是怎的从宫里出来的，又是怎的流落至此吗？盛小姐能来此处，其中艰辛不言而喻，想必已是经受了许多苦楚。听闻救济院的孩子们能安然无恙，要多亏盛小姐拖住了周伯，在下在此谢过盛小姐。乔公子何必谢我？这些孩子是我自己想守护的。因为此次救济院遭难，因我乔家而起，若出现伤亡，我们乔家自然难辞其咎。我想请问乔公子，二殿下为何要对付你们乔家？在下以为盛小姐心知肚明。乔公子，如果我说我知道一个秘密，能给二皇子致命一击，你准备拿什么来换？来了，
切入正题，什么猛料啊？盛秀然，快报给我听听啊！盛小姐想要什么？乔公子，我的要求不多，只有2个。一是希望你们乔家继续资助救济院，还要派人守护这里，避免这样的祸端再次降临到这些孩子头上。另一个便是二皇子的人已经发现我在此处，我希望你们乔家能护我下半生周全。我还想看着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就这2点要求，还二皇子一个致命秘密，不过分吧？盛小姐，就算你不说，我们乔家也会继续帮助救济院的。至于守护的人手，我昨日就已安排下了。至于你说的护住你的下半生，若那个秘密属实的话，盛小姐作为关键证人，我们必然是要小心保护的。盛小姐，这些都是我乔家的分内事，你确定不再提其他要求吗？乔公子，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而且我确实已经别无所求了。既然如此，我便应了盛小姐的请求。乔公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乔公子，你听好了，我要说的就是二皇子并非圣上所出，他的圣上乃是被圣上处死的北国奸细狄在一。什么？什么？你盛小姐，你为何如此说？有证据吗？乔公子，我没有证据，但我是亲耳听周伯说的。乔公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说假山吊唁会将周伯吓成那个样子，会被他那般严刑拷打。他之所以没杀我，是因为我骗他说我已经将载有此秘密的信件交给了一个人，只要我一死，那人就会将秘密公之于众。这个秘密，周伯就是最大的知情人。他若死了，当真是死无对证了；但他若活着，那他便是二皇子最大的破绽。我的天哪！恋爱脑兄弟原来有这么一顶惊天大绿帽吗？如果真如盛秀然所言，是他听周伯亲口所说，那这件事应该假不了。妈呀，瓜之大，一口啃不下。他的生父真是狄在英，那二皇子岂不就是纯正的北国人了？那狗皇帝最后把皇位给了二皇子，站在雍帝的角度，这直接是卖国呀！傻力，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等，我想起来了，我商城里有亲子鉴定符啊，当初以为是给舅母用的，现在回头一看，原来是给狗皇帝和二皇子用的。盛小姐，你如今留在救济院已经不安全了，我会留暗卫守在这里，但你必须跟我们走了。乔公子，我跟你们走，若有朝一日，希望你们能将我再送回这里。自然。盛小姐，时间紧迫，你现在能走吗？能。乔伯，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大哥，真是好大一个瓜！结合昨日那些少年死士的存在，若真想当真如盛秀然所言，那么玉流公主、周勃连同那些北国人，当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场夺国计谋可是跨越了14年之久，毛骨悚然，真是让人毛骨悚然。好在这件事是真是假，还有办法验证。大哥，我有亲子鉴定符，就是那种可以确定2人有没有血缘关系的符，但是条件有些刁钻。小美，说来听听。乔娇娇唤出功德商城，又确认了一眼，这才说道：需要被鉴定之人的血各一滴，这个有点难了。这条件放在别人身上都容易，但他们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皇子，这血可不容易取，尤其是雍帝，那可是万金之躯，蹭掉一点皮，估计都是不得了的事，更何况是要他一滴血。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从头看到尾，就这么一个亲子鉴定呢。唉，好事多磨啊，这是。小美，滴血认亲能成吗？我听说民间是有这个办法的，若到时闹大了，圣上或许会滴血认亲也说不定。不行，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何为科学依据呢？意思就是这个方法不准确，若真的要滴血认亲，也难保二皇子不会做手脚啊。盛秀然是送来一把利剑，但是这剑藏在鞘里，真是不好拔呀。亲子鉴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得布局曝光，还得让绿得发慌的狗皇帝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再把剑刺向二皇子。就问难不难吧？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给我打点鸡血。大哥，咱们一步步来吧。二皇子的血其实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大哥，太子5月就要大婚了，我们送他一份大礼吧。既然都是炮灰联盟的成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只让我们乔家忙活呢？太子身为雍帝的亲儿子，这些就去让他想办法。只是太子到底也是个人精，要好好找个合适的理由说服他去取血。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太子知道这个秘密时的表情了，一定特别精彩。兄妹俩对视了一眼，正在听暗卫仔细禀报昨夜救济院一事的太子突然打了个激灵。哥哥，你怎么了？哥哥没事，就是不知怎的突然脊背一凉啊。哥哥，乔大哥真的很厉害，竹风和周勃也是穷途末路了，竟然想到用救济院的无辜孩子来威胁乔家，他们的本意应该是将乔大哥引去劫杀
啊。但是哥哥你瞧，乔大哥不仅安然无恙，还成功护下了救济院那么多孩子，这份本事，小思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佩服。是啊，乔家大郎是有大才，而且他们乔家还是一门三英才。小四，明日哥哥去乔府接你，那周伯生死未偏偏又没寻到踪迹，哥哥要去和大郎仔细合计合计。哥哥，我知道乔大哥肯定会派人继续保护救济院，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你看我们要不要也？哥哥已经派人去了，那是我们大雍朝的孩子，我们身为皇家之人，识天下之路，自然有责任要守护好他们。大哥，你帮我补上，说我好想好想爹和二哥，但5个好想哦。周大人，这是哪里呀？回来了，周大人，我们回来了。当时属下带着您跳下高崖，上天眷顾，属下刚好抓住了一根藤蔓，这才得以逃脱。朱峰呢？是不是他？是不是？周大人，属下一回来便派人去救济院打探消息了，没有寻到封大人，也没有找到其他人。封大人他打起那团火的时候，封大人便告诉我们，若事不可为，他会当场自焚，绝不会给殿下留下丝毫破绽。属下想来，封大人应该已经……朱峰他心有大义，是老夫狭隘了。他对殿下之心，连老夫都自愧不如。这个消息叫老夫如何忍心传给殿下呀？我的腿是不是不行了？周大人，您后背中了一箭，虽然伤口不深，但是妨碍了您的右腿，所以……对了，盛秀然呢？那个女子呢？周大人，我们的人回去寻过了，她的尸体想必是被乔家人带走了。从昨日到现在，已经过去多久了？周大人，已经1天1夜了。你派人出去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殿下的流言，快去呀！暗卫吓了一跳，赶忙应是，匆匆的出去了。周大人，属下回来了。怎样？如何了？周大人，都是些陈词滥调，并未有新的流言。属下不知道您想要打听的是什么？继续查，任何有关殿下的新流言，第一时间都要报到我这里来。是，好了，你出去吧，老夫有要事要办。周勃忍痛提笔警告殿下。另一边，乔府书房，乔天京正在给乔中国去信，乔娇娇趴在书桌上，随时帮着查缺补漏。小妹有什么话想和爹说吗？大哥，你帮我补上，说我好想好想爹和二哥，但5个好想哦。好，嘿嘿，让爹和二哥知道一下，什么叫做家书抵万金。第2日，殿下，臣有一天大之事要禀。瓜太大，怕太子过分震惊，把我摔到地上去。娇娇见太子还站着，急忙从他身上下来。殿下，臣在救济院救下了一位故人，您也知道的，盛家小姐盛秀然，她竟然在救济院。去年端午宫宴，应当是3弟动了恻隐之心，将她从宫中送了出去。三皇子，等等，三皇子在宫中那般示弱，他怎么会冒险去帮非亲非故的盛秀然呢？按照原来的轨迹，三皇子在太子身死之后，敢毅然决然站出来支持太子之子，也就是皇孙继位储君之位，可见他心中也是有忠义的。说恻隐之心，三皇子应该也是真的有，毕竟他身为皇子，却身患恶疾，难免同理心更盛些。除非盛秀然和三皇子做了交换条件，比如……大郎，那盛秀然怎么了？殿下，臣将那盛秀然救下后，发现他已性情大改，对救济院更是有守护之恩。那盛秀然与臣交换了条件，而后便向臣透露了一个大秘密。盛秀然说，他亲耳听到周勃所言，二殿下非圣上亲生，他的生父乃是已经被处死的北国奸细狄在英。什么？这怎么可能？宫中嫔妃侍寝皆有记录，每月还有太医把平安脉，怀有身孕的时日亦有推算。若是这其中有误，父皇不可能看不出来，太医也不可能瞒而不报的。大郎，那盛秀然确定不是湖州的吗？大郎，盛秀然能拿出证据吗？殿下，盛秀然只是听到了周勃如此一说，剩下的还需我们自己去取证。您也知道的，这种事若是一个不慎，只怕会牵连甚广。若连周勃也误会了，二皇子真是圣上的骨肉，光是一个造谣之罪，都能让二皇子抓住机会反咬一口，届时只怕殿下与我乔家都岌岌可危啊！大郎此言有理，但是血缘之事如何能验证呢？殿下，臣听说民间有一法，唤滴血验亲，或可一试。这滴血验亲，本宫也听说过，但是能做得了准吗？殿下，这个臣也不知，但是不试试看，又怎能甘心呢？其实殿下心里应该也清楚，这求验一事，本就是我们自己心中有数。这件事到底要如何收场，还得看圣上的态度。那就验。本宫听说那滴血验亲之法，需要所验之人的一滴血，可是如此，二弟的血，想必乔大人会想办法吧？本宫与二弟同父异母，用本宫的血能成吗？
突然就打开了新思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看那符能不能用啊？乔娇娇赶忙唤出了功德商城，再细细的看了一遍说明。亲子鉴定符，宫斗宅斗必备，将二人血液滴在符上，二者若有亲缘关系，符转自然；若无亲缘关系，则符转变黑。啊，可以啊，太子的血也可以啊。不过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本宫的血便当做备选吧。父皇的血，本宫会想办法。嚯，太子你这么猛的吗？你这话说的，让我感觉雍帝的血和陆斌的花一样好采呀。太子很快的就带着四皇子回到皇宫了。战儿，小四，今日在乔府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了这是？战儿，你快说。太子长长的叹了口气，突然起身坐在皇后身边，低声的开口：造孽，这是造孽啊！可笑，真是太可笑了。本宫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他知晓此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神情。战儿，你方才说要用滴血验亲之法，母后，其实用儿臣的血也是可以的，但是战儿，你是对的，这件事必须要万无一失。战儿，这血母后来想办法。母后您，战儿，母后帮不上你什么大忙，但是和你父皇周旋了这么多年，母后自有办法。不过你二弟回转京城到底还有一段时日，这血确实不宜太早取的。战儿，你只需不动声色即可，其余的母后替你做。点个订阅。三殿下，下个夜战今日怕是赶不及了，今晚不如就地休息，生火做饭吧。也好，乔大人自去吧。想来你是等不及要去看家书了，让三殿下见笑了。殿下，二殿下，京中来信。将军，少爷，咱们得避着点人。难怪大少爷一路都拦截不到二皇子的信，却原来他们是打着镖局的名义走的，路上只怕还换了不少行头。老大要拦二皇子的信，京中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将军，这半月来京中确实出了不少事儿，大少爷都给您写在信中了。大少爷还特地嘱咐，信中内容大过于天，让将军一定要避着人看，也切莫露出过分震惊的神情。当然，这后半句是特意嘱咐给二少爷的。大少爷说二少爷心思浅，惯常喜怒形于色，让将军先看了信，再给二少爷看。好，我不在的时候，大哥就是这么编排我的是吧？不要看，我想娘和小妹了。去，老二，别说老子偏心眼儿，你就说你大哥哪句话说的不对吧？可恶，根本无法反驳啊！那我给电望风总行了吧？什么？现在他终于明白老大为何不让老二先看了。照老二那性子，得知这个秘密，他估计能吼到对面山坡都能听到了。爹，心莫受小妹所托，代为传话爹与二弟。小妹言，我很想爹爹和二哥。娇娇，爹也很想你了。没了。夫人呢？夫人一句话都没给他。将军，这是夫人写给您的，只给您一个人看，这还差不多。看我爹那不值钱的样子。二少爷，这是定国公给您的信，您。乔六感觉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咻一下过去了。乔弟三下五除二的拆了信。萧二，一问乔家二老安。老二，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老二，瞧瞧吧，确实是有天大的事儿。娘哎，亲娘哎，这圣上的脑袋有够绿的呀！爹，您觉得圣上知道这回事吗？老子就问你，哪个男人能忍得了这种事儿？不过爹啊，小妹让我们取她的血，她若食苦肉计，这血倒是能取的，但是等送回家，这血也坏了吧？小妹那什么符还能用吗？是啊，就算是取好血，快马加鞭赶回，也要4、5日了。就在此时，又一道声音远远的传了过来：“大人，十一，你怎么也来了？”我这是临危受命。将军，大少爷的急信，想起来的时候，阿六已经走了，故而又让属下快马加鞭送来。方才忧心的问题呀，小妹转头就给解决了。还得是娇娇啊。第二封信里夹着一张符号，一成不变。爹，方才京中也给二殿下去信了，想来他已然知晓朱峰身死的消息。这样一来，我们与二殿下可算是全摊牌了。那周伯生死未卜，若他还活着，那封信肯定由他亲笔所写。您觉得他会将身世告诉二皇子吗？或者二皇子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老二，最近警惕些，京中的消息很有可能会刺激二皇子，他若想尽快回京城坐镇，或许会提前动手。乔弟神色严肃，重重的点了点头。朱峰为换老奴逃脱，被乔天金困于救济院中，口战不敌，为不留下破绽，焚火自焚，尸骨不明。朱峰，你帮我4年，是我心中唯一的兄弟，我早已做好准备。这一条路必定万古铺就，烈血战士，却从未想过这其中有你，你本该同我走到最后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
哼，他倒是提新人乔中国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喊人过去了。殿下，马上就要出雍国国境了，本殿早已传令阿惹，按照计划，他们明日也该与我们会合了。不知公主唤臣所为何事啊？乔大人，我不是故意要打听你的隐私，方便的话，可否告知这京中连连传信来？可是出什么事了？公主，京中确实出了不小的事，主峰设计暗杀大郎，被大郎反制，最后自焚而死了。什么？主峰死了？对，完了！公主何出此言？乔大人，您不知道，这主峰对二皇子真的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乔大人，你相信我，真的，那个周伯您知道吗？周伯将二皇子从小带到大，但是在二皇子心中，连他都比不上主峰。因为周伯虽然真心对二皇子，但他心向北国，他是有私心的。他希望二皇子君临天下，但也希望二皇子以北国为主。主峰不一样，主峰没有杂念，没有私欲，他是完完全心全意向着二皇子的，就是让他为二皇子去死，他也不会有丝毫犹豫。人心换人心，所以在二皇子心中，主峰真的有很重的分量。如今主峰被乔家大郎杀了，他肯定是要疯的，他肯定要动手了。公主，我们约莫明日午后便会进入两不管地带。何为两不管地带？设身处地，若臣要动手的话，也会选在八匹岭，选在晚间。那公主莫慌，臣既答应了保护您，那么自然会实践诺言的。公主，从今晚开始，您便和我们乔家一起吃干粮吧。乔大人，您的意思是饭菜里面有毒？不过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罢了。这一路我们乔家吃的都是自带的干粮，路上补给也是亲力亲为，便是不想给贼人留一点机会。好，我听乔大人的，别说是啃干粮了，就是只给我几口水喝都行。公主不必如此草木皆兵，好好养精蓄锐就是了，一切有臣在。多谢乔大人，若我平安到南里国，这番大恩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的。第二日午时前后，正如乔中国所料，联姻队伍正式的踏出了雍国国境。三殿下，您看起来似乎颇为忧心啊。乔大人，本殿早已传信给部下安惹，让他率300人来迎。按理来说，此刻应该也到，可是斥候刚刚来报，说前方30里都未看到安惹的踪迹。三殿下，今晚或就见分晓了。乔大人，这次你若能帮忙护下本殿的三皇妃，本殿自有重谢，这也是臣的本职所在。当晚夜幕笼罩而下，实在是不好继续赶路了。好看，点个订阅吧。此乃南里与雍朝两国联车队，识相的话速速退去。只见那5人小队离那诡异女子越近，行动便越发的缓慢。待行至那女子3丈开外，突然就悉数趴在地上不动了。是不是死在八匹岭的冤魂来索命了？听说这边夜间经常闹鬼啊！不会吧？鬼魂之说不过无稽之谈，各位堂堂热血男儿坦坦荡荡，有何惧之？乔大人，那5人怕是中了毒了。乔大人，公主您怎么了？不对劲儿，我好像没什么力气了。公主，您今日吃别的东西了？没有，我只吃了乔大人送来的干粮和水。军医不好，是药，那白雾是药，快捂住口鼻。可是此时连他也是一阵的气闷晕眩呀。将军，这是怎么了？乔6和乔11是后来的，就跟着车队走了1日，他们方才也吸入了白雾，可偏偏只他们2人毫无异样。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其余的所有人早就中了毒，或者说这毒早就潜伏在他们所有人体内了。而那女子放出的白雾，应该是将他们体内的毒彻底唤醒了。殿下，不好了，有贼人对我们动手了。二皇子撑着车壁，看起来似乎也虚弱无比。下一刻，他竟毫不掩饰地冲乔中国扯了扯嘴角。没错，他在挑衅，他在用眼神明目张胆地告诉乔中国，就是他做的。爹，这毒不简单啊，内力压不住。老二，记住要出其不意。阿6、11，你们2人护好南宁公主，要寸步不离。小姐，小桃如今这模样，只会拖您后腿。以后若事不可为，您自随乔家大人离去就是，千万不要管小桃。小桃，我后悔了，我不该向你跟来的。你放心，我蒙古血不是那等狼心狗肺的东西，大不了就是一死。就在这时，那跳舞的女子终于停了下来，她袅袅挪挪地退下，可补上来的却是一个个强壮无比的身影。来了，八匹岭的山贼来了！世人当知，落子无悔。你们若现在退去，本殿便作不知。你们还可当那恣意无比的山大王，一旦出手，便是同时得罪我南里与雍朝两国。他日铁骑奔来，必踏平儿等山头。别以为今日之后，你们可凭这些
嫁妆衣食无忧，箱中物品皆为官造，皆有印记，一旦流通必留痕迹，若犯我南离国天涯海角追查，必让你们永无宁日，利弊权衡全在尔等一念之间。本殿忠言，劝尔等吸取今日，莫要自寻死路。大当家呢？那南离国皇子之言有理啊！大当家，我等流亡至此，承蒙大当家庇护，在此扎根安家，这一票风险着实是大呀！大当家，这八皮岭乃两不管地带，雍国与南离国互相防备忌惮，故而哪一方都不能轻易踏足，这才有了我等今日恣意快活的日子。若今晚同时惹恼了两国，只怕他们同仇敌忾，一同来剿，届时山头被移，我等只怕也难以幸免呐！点个订阅。什么呀？咱们本就是亡命之徒，畏手畏脚的像什么样子？再说了，那金的银的咱们拿去熔了就是了，布匹美器有官印，咱们自己留用还不成吗？这嫁妆丰厚无比，价值连城，咱们每人分杯羹，那下半辈子都衣食无忧了。到时候再置办田宅，娶个良妻美妾，岂不快哉？山贼凶悍，但他们人心不齐，派别分明，各怀鬼胎。大家摆出战阵，围绕喜车，且战且退，坚持一下，身后定有援军。训练有素的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将喜车团团围住。老二，这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战，相信老大该交的都交给你了。如今爹把最严峻的任务交给你，爹，儿子听您的，爹奉命守护南宁公主联姻。但二皇子既然在车队之中，即便他有自己的护卫，爹也有保护二皇子的职责。爹是要让儿子去保护二皇子吗？不管能不能护住，老二，我们至少要拿出个态度来，否则二皇子到圣上面前反咬一口，咱们乔家难辞其咎。但是二皇子若要时机，必定会想方设法甩开，甚至借机暗杀你。老二，你吃下百毒不侵丸，到了二皇子那边，一切由你自己见机行事，那血也只能靠你自己去取了。孩儿领命，鹰隼示意，风尘喜章。老二，爹等着看你崭露头角，一鸣惊人。畏手畏脚，能成大事。既然诸位犹豫不决，那这泼天富贵就由我们拿下了。鲁秋，这刘玲向来胆小谨慎，今日所谓怎的和往日截然不同？还有刚才那跳舞的娘们儿，不就是刘玲那边的人吗？他安排一个娘们儿跳舞是什么意思？齐老弟，你方才有看到刘玲的人影吗？坏了，刘玲怕不是早就遭遇不测，这是有人在逼咱们动手啊！娘的，是谁在算计我鲁留山？这是在拿我们八皮岭兄弟的性命给他铺路。哎，鲁兄，说什么都晚了。就算你我现在奔上前去，将刘玲一支尽数杀尽，但今日已留画饼，咱们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南离与雍朝两国只怕早就想杀灭我等，却始终没有理由踏足八皮岭。今日一闹，你我已无退路，只能将此联姻队伍尽数杀灭于此，然后带着嫁妆逃之夭夭了。否则等南离和雍国的铁骑奔来，你我只怕是要埋骨于此。娘的，弟兄们，只能冲了！业主一个不留！天助我们也！这些人好像早就中招了。射哟！兄弟们，有没有谁想尝一尝一国公主的滋味啊？百里成佑一定没有中招，他故作虚弱，想做什么？百里成佑，今日你若对我对乔家不管不顾，那就别奢望我今后会帮你。你知道我有什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个梦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做过。大人，保护我们！好，本殿就应你所求。阿成，你领5人护在乔家之外。那阿成方才还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接到百里成佑的眼神后，顿时腰背一直，沉声领命。好看，点个订阅。桂月，一会儿自会有人护送本殿离开，你留下，务必保证乔第一，死在山贼的乱刀里。这桂月，朱峰死了，在京中被乔天敬害死了，所以执行命令。殿下，这边来！殿下，传令下去，全力攻击乔中国与百里成佑。是，小心，来真的了。将军，马车太慢，目标又太大，是否弃车而行？汽车，我可以骑着。里面的丫鬟与我情同姐妹，可不可以求你们将她一并带上？我们保证配合，绝不添乱。不可以也没关系，求求你们一定要平安的将小姐带走。弃车。乔六点了点头，与另一边的乔十一对视了一眼。冲梦古雪说道：南宁公主得罪了，到属下背上来吧，您的丫鬟十一会带着。小桃，别做傻事，别犯那些傻心思，我只要你好好的，否则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你要我怎么过呀？小桃听小姐的。时机成熟了，动手，放箭。哨声为号，唰的一声，数不清的黑箭从远处飞射而来。这是无差别攻击。殿下，对方果然准备充分。堂堂雍国皇子，用的却是北国贼人，这已经是罪同叛国了。而雍朝的皇帝是昏聩，对沈元白还千恩万种的。今后若真让沈元白成了事，这雍朝到底姓沈还是姓金都难说了。殿下，那我们现在让阿惹动手。南离国三皇子坐下，得力干将阿惹带着精锐来了。
这人怎么这么难杀呀？知道老子难杀，你们就不能换个目标吗？难怪会被人算计，你们这群山贼真是轴啊！他早就服下了百毒不侵丸，恢复了实力。你们不是山贼吗？不去抢后头的将士，老揪着我不放做什么？乔帝意去见众人躲避的空档，施展轻功直接跑了。下令强攻。是。几乎是同一时间，与乔家和百里成佑对峙的两处山贼像是着了魔一般，开始了疯狂的自杀式进攻。攻来，剑来！就在这时，一道尖锐的剑鸣声划破长空呼啸而来，其锐利迅速，远超想象。乔中国心有所感，猛地抬头望去，只见剑尖冰寒，直冲他心口而来。阿土，传令安惹，人就在那个坡上，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让他长眠于此。孟不雪躲到乔家身后。百里，救我！夏姐别怕，小桃救你。将军，将军，兄弟们，热的，将军还是热的，真的是将军回来了，不是阴魂。24，去你的，老子好着呢，你鼻涕水蹭老子身上了。将军，您真的没事吗？属下方才都想着砍了这些北国贼子就随您去了。是啊，没事儿，老子没事的，好着呢。将军，方才那剑明明您是怎么？老子有的是你们想不到的绝招。有道理啊。百里成佑感觉今天真是见到鬼了，狗屁的有道理啊！到底什么绝招如此逆天呀？乔中国他还活着？殿下，怎么可能？到底怎么回事啊？殿下，如今怎么办？禁止让所有人力全部集中到乔家所在，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将乔中国留在这里。可是殿下，皇上早有吩咐，您的安危胜过一切啊！你若真想让本殿随你回去，就听本殿的。殿下，那您准备怎么办啊？本殿自会按照原计划行事，你速速派人去。将军，今日只怕是势不可为了，您带上南宁公主先行一步吧。对，将军，你快走。还没到绝境，当年3过鬼门关，可比今日惊险多了。我等难道要输给当年？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骠骑大将军坐下，左副将前来驰援乔大人。骠骑大将军是镇守南京的郭将军。杀！殿下，不成了，属下混您撤退吧。禁止，让他们退吧，不要再做无谓的伤亡了。今日之事是本殿的错，本殿会给舅舅修书，讲明一切的。是殿下。殿下，您如今要禁止用这把匕首刺本殿的肩膀，越深越好。殿下，这万万不可呀！禁止，只剩这一招了。场中那么多北国尸体，本殿的身份如此敏感，必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原以为今日之计能成，届时将战场都打扫干净，必定万无一失。如今落下如此多把柄，只能以弱示人了。来，动手！自伤与他伤是有区别的，学武和学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本殿不想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金枝，再不动手，一会儿人上来你就跑不了了。金枝不敢再犹豫了，咬着牙对着沈元白的肩膀狠狠地刺了进去。殿下，属下有罪，属下有罪，快走！何方贼人伤了殿下？乔二郎，不要放走了这个贼人！二郎坚持住，本殿需寻乔大人来帮忙。殿下，您的肩膀，殿下，您流了好多血，不能再走了。郭将军的人马上来，让他们将您抬下去吧。乔帝拉这一下可用了不小的力气，沈元白疼得倒吸一口冷气，肩膀上的血无骨就流了出来。殿下，您撑住！这沈元白就是再聪明，他也料不到乔帝此行目的是要他的血呀！放开！殿下，我二郎是不是帮倒忙了？快来人啊！二殿下在这里，还受了重伤，快喊兵医来！还有春灯，快抬来！乔大人，大致理出来了，那些北国贼子并不十分明显，能一眼看出来的也就10来个，那些山贼倒是损失惨重。左副将，麻烦你清点仔细，整理成册，我好向圣上禀告事情。这是自然。左副将，不敢当乔大人一声谢，属下早就听闻乔大人威名，今日终于得见，深感荣幸。郭将军勇猛无比，每日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对了，这里有一封郭将军给乔大人的回信。左副将，八匹岭山贼作恶多端，犯下了无数杀孽，不如我去与三皇子商量一番，索性趁今日将这些山贼尽数剿灭吧。乔大人，若能如此，真是再好不过了。南境商人对八匹岭山贼早就深恶痛绝，郭将军正头疼这个问题呢。那左副将稍等片刻，我去与三皇子谈谈。三殿下，在下有要事相商，可否出来一见？殿下，南宁公主虽是您的皇妃，但到底还未与您成婚，公主也代表了我们雍朝的颜面，还请您自重。自重？乔大人，你这话说的就有些重了。本殿欢喜疼爱未来皇妃都来不及，怎会去冒犯她呢？不仅如此，回到南离国后，本殿还会给公主最盛大的定亲典礼，然后昭告天下，本殿会与皇妃一生一世一双人。对了，乔大人，你要与本殿商议什么？乔中国将剿匪的事情一提，百里成佑毫不犹豫的就应了。
乔大人便是不提，本殿也是准备这么做的，就由贵国左副将与本殿的阿图一同带人去剿了吧。自己则与百里承佑结伴去看重伤的二皇子。殿下，是臣守护不力，让您吃了这般大的苦头，臣有罪，事发突然，不怪乔大人，起来吧。不，殿下，臣会修书给圣上，讲明今日发生的一切，请圣上降罪的，否则臣于心不安呐。殿下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那可恨的贼人，臣恨不得他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不得好死。幽朝人都惯常这样阴阳怪气当面咒人的吗？瞧瞧沈渊白的脸色又白了几分啊！乔中国又噼里啪啦的咒骂了一大堆，直到乔家二皇子脸上一丝血色也无，当即心满意足的站起身来。殿下，臣就不打扰您休息了，余下一切有臣在，殿下万勿忧心。一旁的军医，哎呀，快走吧，快走吧！谁家好人探望伤者这么碎嘴呀？点个订阅。好小子，成啊！爹，还不少呢！成，老子方才差点中箭的时候，生怕你撑不住就跑出来。好小子，你果然长大了！你小子立了头功，老子回去一定在老大面前好好夸夸你。爹，这头功儿子可不敢领。要说最大的功臣，此刻只怕还睡在被窝里头呢。是啊，他们家最大的功臣是他家宝贝娇娇呢。宝儿，出了昨夜的意外，这次南离之行只怕是有变数了。而且二皇子受了重伤，不宜再受奔波之苦。或许我们离归京之日不远了。二皇子是个有魄力的，那个伤口我之前瞧了眼，又深又宽。圣上若是瞧见了，怕是要心疼的不得了。许是千日害人，故而不得不千日防人。那般剧痛，他都死撑着没敢昏过去。多亏你提前取了血，否则如今我们还真找不到机会。就在这时，守在帐外的乔六和乔十一突然开口了：“参见公主殿下。”乔大人不必如此，乔大人，可否进帐内一叙？乔大人，发生了昨日一事，二皇子有重伤在身，只怕您未必能亲自送我去南离国了。不过没关系，路上的危机已经解除了，您做到了当初对我的承诺。乔大人，我从前自私自利，不知天高地厚，如今方知您的忠肝赤胆，也感谢您危乱之时救了我与小桃一命，所以我决定今日就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秘密一一告诉你。乔大人，我从前是不是很差劲？在你们眼里，我是不是就像是个笑话？是啊，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是这天底下最特殊的那一个，以为我罢了，往事休提。乔大人，我只信您，若是换做任何人站在我面前，我都是不可能开这个口的。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很是诡异，您倒是听书听戏都行，但是请您务必要听我说完，可以吗？公主但说无妨，臣洗耳恭听。乔大人，我要说的第一个秘密是二皇子的身世可能存疑。什么？乔大人，之所以只说存疑，是因为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这样说吧，您就当我是大梦一场。在那个梦里，二皇子有个如师如父的长辈，名叫狄在英。没错，就是那个已经被处死的北国奸细狄在英。那狄在英对二皇子无微不至，当时我便觉得奇怪，直到某日机缘巧合，偷听到狄在英和周伯在密谈，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狄在英是玉流公主的旧情人，他们在北国时就已经两情相悦。原来狄在英对二皇子如此贴心，是爱屋及乌。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周伯突然提起了一件事，他问狄在英还记不记得那年将他偷送进宫与玉流私见一事。当时狄在英呆怔了好久好久，突然沉声问了一句话，他说：难道白儿是那时候？我亲眼瞧见周伯点了头。乔大人，我想其中深意不难揣测吧。乔大人，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秘密。公主，非是臣要怀疑您，而是此事无论如何多谢您的告知了，此事臣会回京细查的。他还真怕乔中国会把他当成疯子插出去呢。乔大人，第二个秘密说来有些大逆不道，还请您莫要见怪。第二个秘密事关太子。乔大人，在我的梦里，太子会在2年后暴毙。这怎么可能？公主，太子殿下身强体健，年纪轻轻，如何会暴毙而亡？这臣绝对无法相信啊！您莫要再胡说了，您实在是累坏了，快回去休息吧。乔中国觉得自己都快演得人格分裂了。乔大人，就当是我在胡诌，请您一定要听我说完。好看，点个订阅。暴毙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太子其实是被人害死的，而凶手就是当今圣上。我说真要说起来，凶手其实有2个，一个是下手的圣上，一个是布局的二皇子。2年后的某一日，东宫中流出了一幅画，画像上是惟妙惟肖的玉流公主，只不过衣着不太得体。这画十分巧合地落到了圣上手中，圣上见了画后怒意滔天，下令皇培秘密搜查东宫。这一搜，竟让皇培从东宫里寻出了数十幅玉流公主的画像，而且画得不堪入目，其上还有污秽的痕迹。圣上勃然大怒，却也没有完全昏了头脑，而是秘密唤了太子前去相见。而此时，太子在二皇子的设计下，也刚刚知晓了一个
震天秘密正欣然激荡，伤心欲绝。乔大人，在我的梦境里，四皇子死在了他5岁生辰那日，亦死在了春花园的玉华湖里。当时圣上彻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四皇子自己贪玩，失足落了水。太子与皇后悲痛欲绝，二人自责不已，始终难以接受这个噩耗。而二皇子就在圣上召见那日，设局让太子知晓了四皇子真正的死因。四皇子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偷听到有人在玉华湖旁密谋铲除太子，他想要回去提醒太子，却一不小心暴露了踪迹，结果被溺入湖中灭了口。乔大人，去年端午我其实跟踪了二皇子，而且亲耳听到了他与于昭仪的密谋。当时树丛里发出了异响，我担心被发现，便匆匆逃走了。很显然，当时树丛里藏着的就是四皇子，只是不知为何，四皇子并没有如我梦中所见那般溺亡，而是平安活了下来。有些细节我也没梦到，但是我大概能借助梦境与现实拼凑出一个真相。我想二皇子定是让人告诉太子，其实圣上早就明了四皇子的真正死因，只是因为施舍二皇子，圣上偏心，故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四皇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枉死了。太子本就对四皇子早夭一事耿耿于怀，如今得知四皇子其实是被人害死的，而圣上偏疼包庇二皇子，竟任由四皇子白白殒了命，故而几乎丧失了理智。乔大人，帝后早已离了心，您知道四皇子是怎么来的吗？是圣上醉了酒，将皇后娘娘当成玉流公主强迫后才有的四皇子。皇后娘娘也是有苦说不出，直到失去了四皇子后悲痛过度，这才说漏了嘴。乔大人，您可以想象太子当时得知所有的一切后是何等的内疚、自责与绝望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圣上与太子见了面，而见面后，圣上的第一句话就是诘问太子为何觊觎玉流公主，混乱后宫。后面圣上与太子父子二人对峙的细节，连二皇子的现任也不曾听到了。我认为，即便陈婉聪会入太子，只怕在那样的情况下，也难以保持理智了。想必太子当晚定言辞激烈，不惜忤逆顶撞圣上，也要为四皇子鸣不平讨公道。就是这一晚会面后，回到东宫的太子，第2日一早便被发现暴毙于榻上了。乔大人，我想以上所述，即便与真相有所出入，应该也不会有大的偏差。怎会如此啊？圣上啊，圣上，我乔中国弑君不轻，无防人之心，死的活该。可是您怎么对得起战场上无畏赴死的万万英魂呢？乔大人，您没事吧？公主，您这故事说的实在太过震撼人心了，臣一不小心就听入神了。不是故事，乔大人，这是真。公主，无论如何，您的话臣会留心的。乔大人，那我继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乔大人，您也看到了，昨夜一战，二皇子手底下全部都是北国人。北国的金玉王对二皇子是真心的，金玉王身子弱又无后，北国王庭因此已有内乱之象，所以金玉王一直想将二皇子接回去，将他培养成接班人。但是二皇子志在雍朝，始终不肯离去，最后金玉王只能妥协，将在雍朝培养的人手全部交给二皇子，欲扶持他成为2国共主。只是如今局势大改，二皇子一再受挫，所以我觉得，所以公主认为二皇子极有可能会在发现势不可为后奔逃北国。没错。公主，既然您无所不知，那臣有疑惑，可否请您为臣解答？乔中国当即提起了京中的少年死事，将乔天京信中所言仔细转述。公主，情况便是如此。您在梦中可曾见过这股势力？或者您可知二皇子将他们藏在了何处？少年死事，或者说您有没有见过二皇子或其身边人收养或者买卖婴孩？不会吧，乔大人，大兴县有一个很大的慈济局，您知道吗？公主，您是说二皇子曾带我去过那个慈济局的，当时他告诉我，这些孩子无家可归，很是可怜，朝廷的拨款并不够用，所以他时不时便会资助他们。彼时我靠做生意为二皇子赚了许多银钱，有一部分资金就是源源不断资助慈济局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我以为二皇子是在做善事，我不知道他拿银钱是为了将那些孩子培养成死士。公主，这只是您的梦，不要入局太深了。对，这只是梦。孟古雪的心里还有些恍惚，将话都带到了，便准备走了。这时候，乔中国突然珍惜时宜的朝孟古雪深深的行了一揖。乔大人，您何必行如此大礼？我受不起的。你也知道，我这公主的名头什么也不是。乔中国良久才起身，轻轻的摇摇头。我这一礼不是行给南宁公主，是行给孟小姐的。孟小姐，谢谢你今日的信任，这些秘密对我乔家而言至关重要。今日孟小姐所言无论真
真假，我乔中国皆会一一验证，定不负孟小姐一片心意。从前谁没有糊涂的时候，谁没有迷茫的时候呢？孟小姐的成长，我乔中国算是亲眼目睹了。大是大非面前，孟小姐从未含糊。乔大人，我也不算是活得太失败吧？自然不是。今日孟小姐坦诚所言，或许会改变很多事儿，或许会挽救很多性命。不仅如此，相信以孟小姐的本事，今后无论去哪儿都大有可为。多谢乔大人吉言，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请求乔大人一件事？孟小姐请讲。乔大人，待您回京后，我想托您关照一下我娘。我是个不争气的，没少让她操心。此去南离国，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我知她心中必定难受不已。若我那不争气的爹犯了什么蠢事，也就随他去吧。但还请乔大人劳心，帮我护住我娘。如果我娘愿意，就送她去青州吧。孟小姐，我应下了。言尽于此，多谢乔大人，也希望乔大人事事顺遂，得偿所愿。好看，点个订阅。娘，娇娇茶，想吃芙蓉糕。好，娇娇想吃什么，娘都让人给你做来。夫人，大人来信了。当真？夫人，真的，大少爷收了信，这回与少夫人正朝我们这边来呢。一定是好消息，准没错。乔大哥这表情，弟弟和二哥必定平安无事。这是乔中国另外写的一封信，信中并未透露任何秘密。乔天津笑着宽慰了乔芬几句，目光却不动声色地瞥了眼一旁的娇娇。娇娇接到眼神，不由得心头一动。哦，看来爹爹还让人传了其他消息回来。收到。乔娇娇这般想着，也冲乔天津挑了挑眉。这时韩雅贤不知为何突然猛地起身，甚至因为太急带翻了手边茶盏。贤儿，你怎么了？吓死我了！大嫂没事吧？贤儿，韩雅贤有些骇然地瞥脸娇娇，又飞快地收回视线。我没事。大郎，你是不是没照顾好贤儿？娘是知道的，那些生意上的事又忙又乱，贤儿定是累着了。看来大哥还是得寻寻可靠的人才啊！生意如今越做越大，全部由大嫂包办的话，肯定要受累的。韩雅贤这时候浑身又是一僵啊，半晌才急忙否认：“没有，娘，不关生意上的事，是我方才想事情想得入神了。你就护着大郎吧。快让他扶你回去休息。如今知道南离一行安然无恙，咱们也可以安心了。韩雅贤没有拒绝，立刻点了点头。他确实有话迫不及待的要和乔郎说呀。看来我得去书房早早等着大哥了。乔天津扶着韩雅贤回去之后，夫妻俩刚进屋子，眼见四下无人，韩雅贤赶忙低声说：“乔郎，我方才好像听到小妹的声音了。不，那时候小妹并不曾张嘴。我的意思是，我好像听到小妹的心声了。贤儿，当真？真的，方才你是不是冲小妹使眼色了？小妹在心里说什么？收到了。乔郎，真好，如今我也能听到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小妹打心眼里认可我这个大嫂了？贤儿，我也搞不明白，但是有句话你可说错了，小妹从一开始就认定你这个大嫂了，小妹对你的评价可高了。真的吗？今晚去娘那边用晚膳的时候，我还要再听听。乔郎，你放心，我方才就是太过意外，有些吓到了。从今往后我保证，不管听到什么都不动声色。乔郎，你不是约了小妹去书房议事吗？快去吧，别耽误了。贤儿，那你好好休息，我忙完就回来。待乔天津离开以后，韩雅贤立刻转身去床头取出一个小本子，他翻到最新的一页，细细瞧了一眼，果然迟了2天。从前明明都是极准的。另一边，乔天津来到书房的时候，娇娇这个小机灵鬼早就在这等着了。大哥，你终于来了，快点！大少爷，这是将军嘱咐朕能交给您的信，这个是二少爷交给属下的，说是比他性命还重要，可让属下担惊受怕了一路了。是二皇子的血对不对？二哥给力啊！对了，大少爷，将军还同时修书给圣上了，这会儿应该也快呈到御前了。小妹，爹在信中说，他已经征得孟古雪同意，可以将这3个秘密告诉太子殿下，此事宜早不宜迟。大哥现在就派人去传消息，小妹，你在此处等我。乔天京说着便起身出去了。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虽说古代皇帝杀子也不是没有，但是当这件事离自己这么近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却苦于没这个理由和契机开口。如今
借由孟古雪之口，将这件事这般仔细地捅到太子面前。此时，乔中国所写的另一封信也顺利地送到了雍帝手中。父皇，您急召儿臣时，联姻车队在两国交接处被山贼袭击了，其中还出现了北国贼人的影子。老二受了重伤，如今车队就地休整。乔中国修书来问后续安排。二弟受伤了，伤在何处？随队可有良医啊？伤在了肩上，被匕首刺穿了。乔中国请了郭将军的人手前去破局，如今只有兵医在侧。父皇，联姻车队已经快入南离国境，还是让乔大人尽快护送二弟回转吧。贯穿伤可不能儿戏，况且二弟是那般精细的一个人，这一路已然吃了不少苦头了。要儿臣说，还得尽快送太医前去接应，越快越好。没错，兵医到底不够妥帖，这就让邹启快马加鞭赶去吧。你们看看这个，他们所见赫然是乔中国亲笔所写的罪己书。乔大人却说：殿下，非是臣舍得下心中壮志，实乃臣已888。届时罪己书一上，殿下自会明了臣的苦衷的。这乔中国是什么意思？这是以退为进，拿辞官逼朕，不让朕追究他护卫不力之责吗？他久经沙场，武艺高强，让他护送区区联姻车队，竟出了这般大的纰漏，还让老二受了重伤，朕不该追究他吗？父皇，乔大人该是意识到自己有过，这才写下这罪己书，真心实意向父皇请罪的。然而，你的意思是，乔中国这是真的要辞官了？雍帝说完后，突然瞥了一眼太子身后的谭汉池，谭汉池不动声色地冲雍帝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太子的说法。好了，你们先退下吧，此事朕还要好好考虑考虑。只是谭汉池还没走出多远，一个小公公突然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谭秀帅，皇上有请。带回到御书房后，发现圣上支走太子只召回了他一人。圣上，爱卿也认为乔中国是真要辞官的吗？圣上，臣官的罪己书情真意切，并无推脱之意，只怕乔大人已然察觉到圣上。圣上，乔大人这怕是要明哲保身了。明哲保身？他乔中国为国为民为朕，当初硬是不肯受镇国公头衔，非要当一个三品御史。他那一个倔驴脾气，如今竟然知道要明哲保身了。或许乔大人是有着软肋吧。人到底是不能一成不变的，即便是闻名天下的乔中国，有了牵绊后骨头也软了。如此一来，朕反而要将他留住了。如今的乔大人有了罪责，有了软肋，圣上反而要将乔大人留住，让他出错，让他受罚。圣上是想一步一步的把乔大人从神坛上拉下来。圣上英明，如此一来，乔大人不仅可继续为圣上所用，圣上也可以安心了。就当是给乔中国提个醒吧。经此一事，若乔中国识相的话，也该知道要如何做了。毕竟朕也不想失去这么一位能臣。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这是乔家大公子亲自传的令，有2大消息：一是写遗据，让殿下尽快行动；二是请殿下务必寻机出宫一见，乔家有绝密之事要禀。乔家大公子还嘱咐说，乔大人方传信给圣上，若殿下当即去乔家相见，恐对殿下有碍，所以可将会面地点放在定国公府。冬青，你传信给大郎，就约明日早朝后，本宫必定到场。圣上，皇后娘娘差人来问，圣上可愿去翊坤宫用晚膳？确定是皇后？圣上，就是皇后娘娘。圣上，您就当是老奴是多嘴了，若有说错了，您怎么罚老奴都成。老奴是觉着皇后娘娘那般刚强的一个人，如今既然主动向圣上服了软，圣上您为何不给娘娘一些薄面呢？圣上，娘娘这么多年将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不曾让圣上烦扰过半分，这也是不小的功劳呢。皇培，你这老奴才是不是收了皇后的好处了？怎地今日竟替皇后说话？哎呀，圣上，您这可真是冤枉老奴了。老奴只是瞧着这些日子圣上与娘娘之间缓和了许多，这是替圣上高兴呢。许是因为太子殿下的婚事定下来了，奴才眼瞧着呀，皇后娘娘的精气神一下子就上来了。圣上您是不知道，奴才都瞧见了，您和娘娘坐在一处商议太子殿下大婚之事，脸上都是带着笑的呢。真？圣上，奴才哪敢骗您呢？其实您心里也是高兴的，不是吗？那便去翊坤宫瞧瞧吧。踏进翊坤宫大门，宫人跪了一地，皇后轻盈而出。好了，都退下吧。圣上，请吧。皇后，你……圣上，臣妾今日之举
有些突兀，还请圣上见谅。只是如今战儿婚期在即，您为战儿赐了一门好亲事，臣妾心中感念，不想再这般与圣上冷脸下去了。所以皇后今日苦心，全是为了战儿。这话问的，圣上难不成还以为他旧情未了吗？他也不看看他做了多少令人呕心之事，若不是为了那血，罢了，都是为了血，忍住。这些菜都是臣妾亲手所烹，这还不能表明臣妾的心思与诚意吗？这些是皇后你亲手做的，前后用了2个多时辰。是就怪了，他不过是在御书房里坐了2个时辰。既然如此，用膳吧。圣上，臣妾已经不知多久没与圣上共饮了。雍帝满心感慨，举杯一饮而尽。皇后再斟，雍帝来者不拒，一时之间气氛和谐无比。黄培建根本用不着他，眉眼弯弯地退了下去。当夜，雍帝近10年来第一次宿在了翊坤宫，和宫闻讯皆惊。圣上该起了，不能误了早朝。忽而瞧清了皇后的脸，忽的一下坐了起来。这时候他感觉到脖颈间也有刺痛，可很快就消失了。皇后亲自上前给雍帝穿衣，雍帝突然抬手轻抚皇后的脸颊，皇后娘娘动作猛地一僵。朕上朝去了，皇后好好休息就是了。皇后一直呆立在原地，直到确定所有人都走远了，再也忍不住的弯腰俯身，剧烈的呕吐起来。娘娘，你没事吧？娘娘，你莫要如此啊！娘娘，你莫要这般呢，您疼惜自己吧。若是让太子殿下和次殿下瞧见您这样，他们不知道该心疼成什么样呢。嬷嬷，送出去了。娘娘，奴婢早已照您的吩咐将东西交给冬青，让他立马送去乔家了。那就好。小妹，你真的不先睡一会儿吗？大哥，我要再等等，实在熬不住我就睡了。乔娇娇确实熬不住，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没多久，他就歪在榻上沉沉的睡过去了。小妹，血来了。血？什么血啊？血在哪里啊？不多，虽然已经以最快的速度送来了，但好像还是不管用了。没关系的，大哥，我早有准备。乔娇娇已经提前在商城里选好东西了，这会儿手心发出一道金光，看得乔天京微微张大了嘴巴。小妹，你可真是神了。娇娇没有犹豫，紧接着又兑换了一张巨贵的亲子鉴定符。为了一个真相，此番可真是大费周章了。不过这关系到后续的一切计划，半点马虎不得。冲了，大哥，来吧。他小心翼翼地将雍帝的血滴了一滴上去，红色的血液瞬间在符纸上弥漫开来，显得诡异无比。乔天京屏住了呼吸，随后又将二皇子的血滴了一滴上去，滴答一声，2滴血在纸上缓缓地融合在了一起。大哥，如果二皇子不是雍帝的儿子，符篆就会变成黑色；如果是，符篆就会自燃。下一刻，染了血的符纸从4个角开始卷曲，而后嗖的一下着了，符箓燃到最后，噗的一声灭了。只见方才放置其上的亲子鉴定符已经燃烧得干干净净，连点小渣渣都没留下。周勃这个大嘴巴，当初从盛秀然口中得知这个秘密的时候，就觉得不可思议极了。沈元白好歹是男主，结果连皇子的身份都是假的。再者了，狗作者实在是没有下限，他都是以雍朝为主视角展开的剧情，结果最后埋个卖国的大雷。好了，现在破案了，全是周勃一厢情愿，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孟国雪的梦境里，这个匪夷所思的真相都是从周勃嘴巴里露出来的。乔天京愣神了好一会儿，想了想，又移过早早准备的水碗，将二皇子与雍帝的血各滴了一滴进去。只见2滴血在清水中并未立刻的牵引相融。大哥，再等等。兄妹俩瞪着眼睛看了一小会儿，只见2滴血在水中渐渐的弥漫开，很快就融为了一体。大哥，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同你说，这滴血验亲是没有依据的。你瞧，这碗清水是咱们早就备下的，4月的夜晚还是寒凉的，这水早就冷了。滴血验亲的局限太多，温度、血型，水里加点东西都能让结果出现偏差。他想了想，突然咬破自己指尖，往水碗里挤了一滴进去，半晌他的血也彻彻底底的融入其中。果然啊，好看，点个订阅吧。大哥，咱们言归正传，这个结果只能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虽然周勃造成这一系列的误会，但是不得不说，他确实给了我们一把最锋利的剑，而且连他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小妹，今日的结果，我希望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哥，你这是……小妹，这件事已然势在必行，做这个亲子鉴定是为了你我心中有数，是为了咱们乔家心中有底。太子是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既然滴血验亲的结果可以控制，我们为何不能让它呈现出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真作假时，假亦真。到了这种时候，真相究竟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所展现出的是什么样的真相。还有就是，也是为了防备太子吧？小梅，你大哥，我才不是那般傻乎乎的单纯小屁孩呢。兄弟已然是前车之鉴，大哥的苦心，我怎么会不懂呢？小梅，大哥很敬服太子殿下，也不曾怀疑太子殿下的品行。但是爹从前为雍朝征战沙场的时候，圣上那般信任和倚重爹爹。但是如今呢，大哥真的很愿意相信太子与圣上不是同样的人。但是大哥身为家中长子，不得不步步周全，不得不为咱们乔家的未来考虑。小梅，大哥不敢赌，若我们乔家与太子知晓同一个惊天秘密，今后我们乔家能否善终呢？所以明日在定国公府会见太子殿下，我们只需在殿下面前掩饰着滴血验亲之法，再透露些操纵之秘，届时殿下自然会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也会对此深信不疑。而后我们便可以一步步落死不举了。大哥，我听你的。小梅，一直以来多亏有你，今日累坏了吧？不累，大哥这么靠谱，娇娇觉得很是安心。最让大哥安心的就是小妹了。天都快亮了，小妹就在这里睡一会儿吧。过几个时辰又要去定国公府了，小妹应该不想错过吧？娇娇赶忙点头如捣蒜呀，八卦人八卦魂，她可是任何一点消息都不想错过的。那就乖乖先睡一会儿。娇娇乖巧的点点头，这会儿一沾床就困得不得了了。惨，我发现最牛的是玉流公主啊！乔天京正在收拾桌上的残局，听到这话，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而娇娇那边呢，已经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啊！绝了！现在仔细想想，玉流生了一个身世模棱两可的儿子，结果就这样把所有人都掌控在了股掌之间。这边雍帝对二皇子的身世深信不疑，因着这个玉流的白月光杀伤力，对二皇子偏疼偏宠，最后甚至将皇位传给了他。那边周勃对雍帝恨之入骨，但他坚信二皇子是玉流和狄在英的儿子，是纯正的北国血脉，所以对二皇子死心塌地，以命效忠。再者就是那个无后的金玉王，他在这天底下就二皇子这么一个亲外甥，而且指不定周勃早就将二皇子的身世透露给了金玉王了，所以金玉王才会这般义无反顾地推举二皇子为北国王上。就这么一个身世疑云，反而成就了二皇子轻而易举获得了三方支持，而且按照原来的走向，二皇子确实成功地成为了两国共主，天下版图就剩一个百里城右的南离国还未收入囊中了。我的天哪，往阴暗处想想，如果这一切就是玉流的计划，妈耶，细思极恐！难道一个从一开始就是背景板的人物，竟然操纵了全局？如果真是这样，那二皇子这心计遗传谁的，大概是有迹可循了。天哪，我现在对玉流这个人已经好奇爆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妈呀，这送上门的香饽饽啊！大王，作业如何了？殿下请看。前面是2碗清水，萧天京一边往碗里滴血，嘴上一边说着：“殿下，多亏了南离国的秘方，否则这些血只怕早就凝住了。您请看。”太子屏住呼吸，俯身望去，只见左边的碗里2滴血很快就相融在一起，右边却沉淀一会儿，才渐渐的弥散开来。这是何意啊？回禀殿下，臣昨夜也是偶然才发现，这水温会影响血液相融。您瞧，左边的水是温的，血瞬间就融在一起了，就显得是亲子；右边的水是凉的，血液一时之间并未相融，就显得……看来就如大郎当初所言，这滴血认亲也做不得准啊。是啊，殿下，这血可是费尽心思去来的，可是如今只怕是要做无用功了。大郎，那周勃是二弟的身边人，既然他都那般说了，想必是能做得了准的。皇族血脉不容混淆，这滴血验亲就纯当是锦上添花吧。臣也觉得，周勃若没有依据，应当不会轻易说出那样的话。大郎，昨日父皇收到了乔大人的罪己书，阅后心中震怒，难以接受，只怕乔大人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唉，看来爹只能回来认罚了。在彻底扳倒二弟之前，乔大人怕是要忍辱负重了。父皇派了最得用的邹太医前去给二弟医治，想来归京的时候伤口也愈合的差不多了。如此一来，乔大人应该不会受到重罚。这二皇子纯纯狠人一个，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万一他一直不让伤口愈合，我去，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毕竟已经愈合的伤口根本没有那种视觉冲击力。二皇子已经满盘皆输，如今只剩苦肉计这一招了。他肯定是想要借此引起雍帝的怜惜，逼雍帝重罚爹爹。我怀疑那伤口就是好了，二皇子自己也得给抠破崩裂了。这邹太医够倒霉的呀！这一趟出差估计好处捞不到，回来还得挨顿救治不利的罚。
等等，方才太子说什么？邹太医是雍帝最得用的太医。妈呀，这送上门的香饽饽啊！到时候万一搞出一滴血认亲，这邹太医既然最得雍帝信任，雍帝肯定会传他问他2句的。策反，必须把这邹太医给策反了。殿下，这次家父护送南宁公主联姻，其实还有些意外收获哦。什么收获？乔天京没有隐瞒，先是将乔中国信中所写的那惊魂一夜，还有孟古雪的改变悉数说了。做梦，世间竟还有如此玄妙之事。那孟古雪可曾向乔大人透露她都梦到了什么？殿下，其实家父一开始也无法相信此等稀奇古怪之事，但是孟古雪透露的第一个秘密便是二皇子并非圣上所生。什么？他也知晓？这第3个秘密涉及前些日子出现的少年死士。殿下，这个问题您与臣都在不断追查，却始终不得其法，没有线索。但是孟古雪却知道，他说那些少年死士的来源是大兴县慈济局。什么？那些孩子已然无家可归，二弟为何连他们都不可放？为何还要将厄运加诸在他们身上？殿下，臣在上次的南郊御赐中结识了大兴县的捕快楚胜，那人精明得力，臣已经约了他午后相见，或可有些作为。大郎，此事乃重中之重，有任何进展或者需要人手，你随时与本宫说。殿下，若此事应了孟古雪所言，那他的梦只怕有几分是真的。大郎，你为何单独跳过了第2个秘密？大郎，这第2个秘密关于本宫是吗？乔天京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叠得整整齐齐的2张信纸，递到了太子面前。殿下，您一阅便知了。这怎会如此啊？最割裂他心肠的还是那句圣上醉了酒，将皇后娘娘当成预留公主强迫后才有的4皇子。他的母后，他那最善良无私的母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才说服自己接纳了肚子里的孩子？乔大人，初捕头，请坐。乔大人，不知您寻属下是？初捕头，上次京郊遇险，还不曾正式答谢你出手相助呢。今日一宴，一为答谢，二嘛，我很是欣赏乔捕头的为人，不知道乔捕头有没有这个兴趣与我乔家合作？乔大人，属下不胜荣幸，楚捕头不必这般客气，坐吧。楚捕头，先听听我要做的事。楚胜急忙点头。楚捕头，你们大兴县有个慈济局，你是知道的吧？乔大人，这慈济局属下自然是知晓的，我们县衙便派遣了一名乡典在那慈济局中做事。楚捕头，您与这位乡典可否熟悉？若我要进慈济局查些东西，可否求得他的帮助？乔大人，这事儿可就真巧了，那乡典名叫陆银，原就是大兴县的捕快，他年岁不大，但是在追捕贼人的时候右腿受了伤，便有些干不动捕快的活了。后来慈济局要招个乡典，他刚好识字又会看账本，属下便向县大人举荐了他。大人若是要去慈济局，我去同他说一声，定无问题。大哥这个找楚胜真是没找错啊，看来他在那县衙里果然是吃得开。如果真如孟古雪所说，慈济局就是二皇子培养死士的大本营，那其中必定耳目众多，戒备森严。故而我们要查慈济局，必须要悄悄进行，否则一旦打草惊蛇，那些死士随时都有可能转移，所有的证据都可能被付之一炬。楚胜，那陆银能信得过吗？我与那陆银共事多年，对他还是极了解的。他的性子就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否则当年也不会为了抓捕贼人伤了一条腿。这样，到时属下与陆银约定好时间后，便乔装一番与您一同前去，您看如何？如此再好不过了。儿臣参见父皇母后。父皇，不知母后做了何事，竟引得父皇这般大怒。真的好皇后啊，你的好母后啊，她竟以对朕厌恶至此。朕不过是皇后竟然在朕面前口吐秽物。父皇，您定是误会母后了。母后岂是枇杷？这些时日枇杷陆续成熟，儿臣昨日给母后送来了些，特意嘱咐母后，枇杷性凉，便是欢喜也不可贪食。想来母后还是没听儿臣的，到底多食了些，这才在御前失了仪。父皇，您与母后多年夫妻，母后对您的心意，父皇您不可能不知道。是啊，陛下。说起来，方才进来的时候，奴才还瞧见院里有棵枇杷树呢。是吗？既然如此，方才皇后为何不自辩？圣上，您给臣妾辩解的机会了吗？臣妾胃中烧痛，翻江倒海，一时之间根本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缓过来，正要告罪，您却摔杯怒斥，臣妾心中当真是委屈极了。圣上，臣妾御前失仪固然有错，可您那般冷语伤人，浑然不臣妾昨日才向圣上示好，您让臣妾如何自处？母后，您别这样，儿臣相信父皇亦不是有心的。朕是心急了些，但皇后身为国母，还因为贪食惹出这般丑态，实在不该。臣妾有错，还请圣上责罚。罢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朕也无意追究。然而，照顾好你母后。雍帝说完之后，绕过地上的秽物，大踏步地离去了。母后，对不起。然而没事的，母后都习惯了。今日还险些连累了你，多亏你机密，但你今日不经通传就进来，到底是坏了规矩。然而母后知道你是担心母后的安危，但你隐忍了这么多年，不必因为母
母后。母后，太子忽然重重的跪地，发出咚的一声响。战儿，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最后忍不住埋头在皇后的掌心里，泪水缓缓滚落。战儿，你今日到底是怎么了？可是出宫遇到了什么事情？快告诉母后！母后，儿臣不想再忍了，儿臣下定决心了，儿臣再没有任何犹豫了。战儿，无论你做什么，母后都是支持你的，即便是某天下之大不韪，杀君弑父。战儿，你只管一步不停地向前走，母后会拼尽全力陪你扫除一切障碍。战儿，如何了？母后，滴血验亲还是做不得准，但是母后已经足够了。战儿，你说的对，就凭他那多疑的性子，足够。战儿，此局关乎生死，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务必要一击必杀。战儿，今日是母后不好，母后应该再忍忍的。战儿，母后许是病了，你父皇只要一靠近，母后就觉得犯呕无比，方才生生忍了好久，还是没能。母后，当年小嗣是不是父皇醉酒？战儿，你是不是没默默透露给你了？母后明明早就叮嘱过他，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和小嗣。战儿，他就是个畜生，他明明有千万种方法可以搓磨我，他却偏要如此用玉流来恶心我。我乃任家女儿，将门之后，我虽不曾习武拿剑，但我有一身傲骨。他偏要搓磨我的骨头，他依然将我踩进了尘埃里，他连最后一点骄傲都不肯留给我。那晚他明明是清醒的呀，战儿，他是清醒的，他是故意的。母后啊，我的母后受了这么多的苦。战儿，母后不苦，母后有你和小嗣便足够了。小嗣是母后的心肝，即便他来的那般突然，但母后坚信他是上天的恩赐，母后爱极了他。战儿，这件事不要告诉小嗣，他虽然小，却机敏得很。我们这时内殿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吓得太子和皇后同时一个机灵。谁？出来！哥哥，是我下学了，瞧见梅嬷嬷守在外面，想着哥哥肯定在这里头，我便偷偷摸摸进来了。有没有吓你们一跳？我现在内功可深了，这叫神不知鬼不觉。小嗣是不是听到了？母后，您怎么哭了？这边说着，他已经一头扎进了皇后的怀抱里。母后，小嗣方才来的路上听说父皇来翊坤宫了，父皇是不是又让母后伤心了？没有，是和你哥哥聊起了从前的一些事，有些感怀罢了。瞧瞧我们小嗣，如今本事越来越大了，还会翻墙了。那是自然，再过几年，或许连哥哥都打不过小嗣了。师傅可说了，小嗣的根骨好着呢，是极好的苗子。母后，儿臣想去看看三弟。战儿，你三弟？母后放心，这件事并非一定要三弟参与，一切由他自己选择便是。儿臣只是白日里听说三弟又染了风寒，所以要去看看他。那便去吧，只是别太晚了，夜间寒凉，你也要注意一些。太子乖乖应声出了翊坤宫，半晌他又去而复返，却不曾入翊坤宫，而是见了守在翊坤宫外的暗卫。四皇子是何时来的？回殿下，应是圣上离开后一盏茶不到的时候。殿下，因是四皇子，故而属下不曾阻拦，也不曾禀报。属下是否坏了殿下的事儿啊？无事，见四殿下便如见本宫，这个命令永远都不会改。去吧，继续守着翊坤宫，不能出任何疏漏。小四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罚快赴本殿出营。三弟，皇兄，臣弟不及出营，还请三弟，你我兄弟之间何须讲这些？快坐下，才是正理。三弟，此次风寒竟如此来势汹汹不成？皇兄，臣弟这身子本就不中用，多少灵药吃了都不管用的，也就熬着吧，等入了夏，或许就好了。这么些年，静妃娘娘为了治好三弟，什么法子都试过了，听说还有些偏方，让三弟吃了好多苦头，却也没有丝毫见效。皇兄不必为臣弟烦扰，还没感谢皇兄这么多年来一直替臣弟寻医问药，人这一辈子呀，总有些事儿是强求不得的。若臣弟寿数注定如此，便由他去。三弟，不要轻易认命，咱们雍朝暂时没有这般能人，却不代表别的地方也没有。南离国不是善药吗？你一会儿将病症与这些年的药方腾一份给皇兄，皇兄派人去南离国给你找法子。南离国不行，咱们就往更远的地方找。这天底下人才辈出，皇兄不信，就没有能治好你的神医。皇兄，你为何对臣弟这般好？你也知道世人常说的皇室无父子，何况其兄弟呢？若臣弟身体养好了，难道对皇兄不也是一种威胁吗？我的天爷呀，我的殿下呀，这些话咱们揣在肚子里就成了，您怎么能在太子殿下面前说呀？太子殿下，三殿下喝了药，难免有些神思混乱，您别往心里去。三弟，你说的对，若你此刻生龙活虎，或许皇兄真的会心怀忌惮，亦无法对你如此亲近，这是你我的身份决定的，是皇室常理。想必三弟亦能理解皇兄，但三弟你如今病弱，常理之外还有人情，你我是皇子，更是兄弟。三弟，皇兄身为储君，有诸多身不由己，正因为如此，
皇兄才更想守住本心，守住人情，守住自己。三弟，你既然问出了口，那皇兄也不想对你藏着掖着。权力真的太能蛊惑和改变一个人了，只有你们都在，皇兄才能不断提醒自己，长长久久的保持这颗赤子之心。当初你与二妹出生之时，皇兄是那般发自内心的欢喜。三弟，皇兄永远也不想忘却这种感觉。三弟，你早些歇息，皇兄过2日再来看你。皇兄，太子的脚步微微一顿，却没有回头。三弟，你好生歇息，病症和药方腾好后，让旁人送来东宫即可。太子说着，继续朝外走去，一刻也不敢再做停留。然而，就在太子即将踏出主殿门槛之时，身后却传来了杯盏落地的声音。太子猛然回过头去，只见三皇子撇下披风，碰翻了药碗，跌跌撞撞朝他追来，口中高呼着：“皇兄，臣弟有话要说。”太子生怕三皇子发病，又急急忙忙地回身扶他。三弟，罢了，皇兄，你知道了是不是？三弟，你莫要激动，皇兄都知道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三弟，这件事你不必管，你自养好身体才是最要紧的。福安，你退下，替本殿守好殿门。皇兄，这件事臣弟已经知晓很久很久了，但是臣弟懦弱无能，一直不敢诉诸于口。方才听皇兄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臣弟便知晓皇兄定就是天下百姓众望所归之人，定会成为。后面的话到底有些忌讳，三皇子谨慎地住了口，又换了个话头：“皇兄，臣弟知你仁义，今日即便臣弟不提，日后你定也会善待二妹与臣弟母妃的，所以臣弟再没有任何顾忌了。这一场仗，臣弟便是倾尽自己的所有，抛下这身病躯，也要助皇兄你一臂之力。三弟，你这是何意？你莫要做什么傻事啊！皇兄，臣弟不会儿戏，亦不会冲动的。臣弟方才说过，自己很早就知晓这件事了，所以臣弟也在心中反复琢磨了无数破局之法。但是后来臣弟发现，无论由谁提出这个质疑，都极有可能在父皇的震怒下尸骨无存。所以经过无数次思虑后，臣弟想了个办法。皇兄，你且听听看。大师啊，我这朋友生不出孩子，听说我在慈济局当值，故而想过来看看。楚生一脸便秘的表情。谁说我生不出孩子？我只是还没找到媳妇儿呢。陆银这时候才指着眼前的农户夫妇问：“这二位是？阿弥陀佛，这二位施主也是来看孩子的。两位施主，这位是院里的香典大人。哦，那香看得如何了？香典大人，我们夫妇还没考虑好。既然大师有事要忙，那我们夫妇便回去再商量商量。阿弥陀佛，二位施主慢走。”夫妇两个又向陆银告了辞，男人随即伸手拉住农妇的手腕，快步离去了。陆银和元佑大师闲聊了几句，便借口要自行带着楚胜看看。这时候乔天京才有机会说：“那对夫妻不对劲，我得跟去看看。”那农妇才看了阿银两眼，我瞧他似乎有话要说。不仅如此，方才男人抓他手腕的时候，他明显瑟缩了一下，这说明他怕那个男人。不知此时院中是否有耳目？陆兄便以方才对元佑大师说的，带楚兄四处看看吧。我先行回北院追过去看看。楚兄安心吧，我外头还有人。少爷，照您吩咐的，任何出慈济院的人都留意了。方才有一对夫妇出来后往南边去了，追的就是那对夫妇。要不我们一起看看？又是南郊。上次他跪眼竹峰刺杀，去的就是南郊。当时竹峰已然被困，结果周伯却带着大批死士来的那般及时。乔伯，我怀疑死士都藏在了护国寺中，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定数目庞大。我们不动则已，一动便要一网打尽。护国寺、慈济局、护国寺，属下便是想破脑袋也难以将这两个地方同死士联系在一起。是啊，由此可见对手心机之沉，渗透之深啊。乔伯，里头或许还有孩子，且那些死士都是我们雍朝的少年，打起来也是亲者痛仇者快，所以我们要智取。但凭大少爷吩咐，乔伯，你亲自回去调人，让太子殿下的人也一起跟来，要低调行事，务必将护国寺团团围住，但绝不能被对方察觉。乔伯，届时还要请你带大量的昏睡散来，我们一同入护国寺内一谈。大少爷在此处稍后，属下快去快回。少爷，这件事儿要告诉小姐吗？乔伯，你回去后必定会十分凑巧的遇见小妹，然后她会撒泼打滚，抱你大腿，哀求你带她一起来。那属下该怎么办？乔伯，小妹行事从不莽撞，她若要来，你便带上她吧。少爷，属下瞧见他们结伴从后门进了护国寺，属下要跟着他们一路弯弯绕绕，越过后山走了极远，这才发现原来护国寺的后头竟还有一处农庄。属下不敢接近，只是远远望了望，那里屋舍林立，田间还有人劳作，瞧着倒像世外桃源般。13，你同我等在此处，乔伯一到，我们便去一探究竟。嘿嘿，大哥，大少爷已经按照您吩咐的传令下去了，人手马上到齐。小姐躲得隐蔽，旁人不知小姐来了。若一会儿要与太子安慰照面，属下可以先带小姐躲开。就知道小妹你要跟来，因为我是大哥的跟屁虫啊！可不许这么说自己。好了，咱们边走边说吧。这一路上，乔天京将情况都说了一遍。多亏大哥当机立断，毕竟暗卫们若是和那些死士起了冲突，最后定是两败俱伤。大哥，怎么了？小妹，你看，只见一农妇定跪在田边，隔这么远了，还能瞧见他两颊通红，该是被狠狠地打了
了一顿。小妹，那就是大哥与你说的去慈济局先看孩子的农妇。当时他神色间露出了些许异样，许是也被同行的男人瞧见了，故而受了惩罚。此处果然有猫腻，看来这农妇也有难言之隐。如此一来，他便是极好的突破口了。很快，一个男人从屋舍中走出来，径直来到农妇面前。小妹，这就是大哥在慈济局看到的与农妇同行的男人。这时，男人已经站定在了农妇身前，他微微的俯身，似乎在说着什么。娇娇看到农妇摇了摇头，很快就双手合十的哀求着什么。利落的2巴掌在空旷的田野上格外的清晰。农妇猛地摔向一边，半晌都没缓过劲来。男人恶狠狠地说了句什么，而后扬长而去。这么大一个农庄，竟听不到一点杂音，连孩童嬉闹、鸡鸣犬吠都没有。还有方才从田间退下去的农夫，他们无一人开口说话，脚步沉稳，动作迅速，俨然也是训练有素。若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这应当是在以田养业。这个农庄里只怕大部分都是死士。大哥，我想试着与那农夫说说话。大哥，言外之意，我又要开始装神弄鬼了。乔伯有了上次在救济院的经验，这回反应的比乔天精还快呢。十三，你去绕一圈，仔细瞧瞧还有什么情况。小妹，你准备怎么做？娇娇在功德商城里扒拉扒拉，然后对出一张符来。大哥，这叫遥相呼应符，你瞧着。娇娇将符对准农妇，口中猛地一吹气，那符呲溜一下飞出去了，瞬间就没影了。你如此诚心跪拜我，是有何心愿要聊？谁在说话？就在这时，一道女声突然传来，仿佛响在耳畔似的，惊得乔天精和乔伯齐齐张大了嘴巴，不可思议地看向远处农妇。只见他正一脸惊恐地左顾右盼。哎呀，小意思啦，妈妈得了，都是基操。接下来看我巧巧忽悠的本事吧。莫慌，万物有法，心诚则灵。我乃土地神座下小金童，专为土地神收集人间成愿。你在此已经跪了好几个时辰，可是有何心愿？土地神，这世上真的有神仙吗？本童已说，心诚则灵。你既不信，那便罢，走也。不，小金童，我信。农夫一听小金童要走，当时满脸急切，他立刻伸手挽留，可四周空荡荡的，哪有什么人影啊？是不是我心不灵，所以把神仙踢走了？金童小神仙，求求您快回来，仙女确实有事相求，求您显灵救救我们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金童小神仙，求求您快回来，仙女确实有事相求，求您显灵救救我们吧。本童并未离开，你既有事相求，便将姓名与生辰八字报来。他又扭头四处看了看，周围并无人影，可这声音就响在他耳边，定是神灵无疑了。金童小神仙，仙女名叫秋娘，生辰八字，仙女也不知自己的生辰八字。为何连你自己的生辰八字都不知晓？不敢瞒您，秋娘出身慈济军，14年前被领养至此，当时约莫5、6岁，可记忆都模糊不清了。那你所求为何？求您救仙女，救这里的孩子脱离苦海吧，还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们被领养至此后，虽然吃喝不愁，但他们要我们听话，不听话就会被狠狠地打。他们还教我们仇恨永朝，教我们如何杀人。好多人都在互相残杀中死掉了。我那时已经知识，不愿拿刀杀人，结果差点被杀死。柔仪将我救了下来，我以为自己得救了，柔仪却让我给他们生孩子。我生了5个孩子，可是我连孩子的面都没见到，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有人想逃，抓回来后被活生生打死了，在田里关了3天3夜，再没有人敢逃了。恶有恶报，天理难容。这柔仪是遗弃的始作俑者吗？大家都听柔仪的，她掌控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后来又来了一个老者，柔仪训练了我们这么久，都是给那个老者支持的。前段时间那个老者带了我们好多人出去，可是带回来的只有几个。柔仪气急了，当着大家的面和那老者大吵了一架，然后柔仪又要开始舔人了。其实我去了慈济军，是我求着阿冕带我去的，他需要一个人做掩护，我求了好久他才同意。我没想着逃，因为我的孩子就在这里，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只想守着他们。阿冕是我2个孩子的父亲，我已经被送给好几个男人了，阿冕是最后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方才说要将我送人了，因为我近日在慈济局不老实，露出了异样，差点害了他。
金童小神仙，我只是想停止这一切，我想告诉那位关老爷，可是我不敢说话，免打我记恨。我还为此落过一个孩子，我上辈子也是做了无数的孽，所以这辈子生来无父无母，还要经受这些。我已经尝了这么多的苦，够还债了吗？我下辈子不来了，真的不来了。秋娘，你莫怕，本童已经听到了你的诉求，即刻禀给土地神的。不过你连生辰八字都报不出，本童便要问得更细些。小神仙，请问信女定知无不言？你们这庄中有多少人需救？仙女也不知具体数目，或约莫300余人。你们庄中饮水来源在何处？届时土地神或会送水而来。庄子的后头有一口大井，大家喝的都是里头的水。平日庄中人用饭是各家管各家，还是吃在一处？吃喝都在一处。那井水一日几取？1日3次，分别是卯时处、巳时中和申时中。小神仙，信女记得真的，因为阿勉根骨不够，血雾不净，有意将他留下打杂。1日3餐都是他去打的水，去的就是那口井。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秋娘，你且等着，恶人的报应很快就要来了。多谢小神仙，求您让土地神快下来吧，快下来救我们脱离苦海。定应你所求，本童先走，你多保重。井里的水是活的，姑姐不急着下药。照秋娘的说法，下一趟取水还有些时辰，再等等。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乔天京瞧瞧日头，冲乔伯点了点头，看着乔伯3两下的就跃到井边，手上动作极稳，掏药、拆包、倒药，一气呵成。乔伯几个纵身跳了回来，落定在娇娇身边时，呼吸平稳，与寻常无异。见娇娇定定的盯着他，乔伯还告罪了一声：属下如今的身形到底不比不得当年了，若是将军来，定要比属下快上许多啊！这还不够快？约莫2刻钟后，有2人不紧不慢的行来，各挑着2个空桶。嗨，阿勉，我说你罚罚也就算了，这都几个时辰了，跪坏了你不心疼？你懂什么？我若不对他狠点，他到了柔义手上能落得好吗？也是，要我说，你就不该带他出去。阿勉呢？阿勉，我看你还是软心肠。别说了，快打水吧。就在2人泉水之际，又一男子风风火火跑了过来，冲阿勉低声叫着：阿勉，秋娘被柔义叫走了，快去看看吧，替他说2句话，他也能少挨一点打。13，你脚程快，立刻再带8人进来，记住，全部都要是我乔家的人，少8个也不能影响外面的包围圈。这一等就等到了夜幕降临，乔伯侧耳去听，庄子里静悄悄的。少爷，应该差不多了，属下倒了一大包昏睡散进去，那药量要倒几棚牛都不是问题。对方毫无防备，该是中招了。乔伯，不要掉以轻心，对方中招肯定不少，但我不信没有一条漏网之鱼，庄中一点光亮都没有，反而可疑。没错，对方定也谨慎无比，发现异样后，就算剩下清醒的人不多，想必也会尽力布局，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少爷，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是好？嘿嘿嘿，乔伯，我让你过一回天神下凡的瘾，记得把所有人都吓破胆。天神下凡什么意思？乔天京将怀里的反弹符取出来，递给乔伯，并将功效仔细的说了一遍。这世上竟有如此神物，那岂不是无敌了？今日面对的是敌人，又夜黑风高，自然无所谓了。若是寻常，只怕会被当成怪物烧死。乔伯，1刻钟的时间够吗？已然有如此神物加持，哪里用得着1刻钟？乔伯，烦你先去打头阵，探清虚实，以短哨3声为令，届时余下众人一拥而上，务必要将那柔仪拿下。杀了他！他们纷纷抽出了随身匕首，朝乔伯杀来。说不怕，哎呀，假的！若小姐给他啥的什么弹弹符没那功效，他老乔今儿可就要被捅成筛子，交代在这里了呀！他眼睛一瞪，发现正前方那个将匕首捅进他心口的死士，此时双目圆凸，脸上甚至还没来得及露出惊恐之色，就已经没气儿了。神了！小姐真是神了！同一时间，只要是匕首捅在乔伯要害处的死士，悉数当场毙命。你是何方鬼怪？下一刻，身形飞跃而出，直冲妇人而去。你做了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你究竟是什么人？咔嚓一声，捏碎了他的右手腕，当即吹响3声短哨，通知了乔天京他们。那些孩子呢？任凭乔伯如何挫断他的骨头，他也只是瞪着恶狠狠的眼睛，一言不发。秋娘，孩子，我救孩子。秋娘，孩子们在哪儿？地窖，柔仪往地窖去了。
所以说要死一起死，他们要杀死所有孩子，求求，快救救孩子们啊！少爷，这里，我在这里。秋娘，你知道地窖在哪里吗？只是凭借着一股毅力点了点头。秋娘，你且忍一忍，我要将你背起来，你给我们指路。乔伯急忙背着秋娘迎上前去，三言两语就将情况说了个明白。留6个人，将此处所有人都困住，尤其要检查他们口内是否藏毒，不得有任何疏忽，看住那个妇人。其余人随我去救人。秋娘，我们是来救孩子们的，烦请你快为我们指路。出门，右拐，再往左前。大哥，让我帮一下秋娘吧，她跪了大半天，又挨了鞭子，估计要撑不住了。对，精神抖擞符。小小的手心里发出了微弱的金光。秋娘啊秋娘，再坚持一下，等救下那些孩子，你也能脱离苦海了。今后一切都会好的。软软糯糯的声音响在秋娘耳畔，惊得她当即抬起了头。这不是金童小神仙的声音吗？这里继续左拐，再往前数10米，右前方有个小厅，孩子们就被关在里头，就是这里。秋娘拍了拍乔伯肩膀，示意他将自己放下来。少爷快来！小妹，我们也进去。好，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功德商城也能派上用场。你们后在外头。少爷，小姐不好了，这几个孩子快活不成了。什么？快让我看看！这贼妇恶毒至极，他这是想拿所有孩子给他陪葬。若不是我们及时赶来，只怕这里的孩子都要命丧他手。小姐，这几个孩子能不能像当初救盛家小姐一样，将他们救回来？大哥，乔伯，先简单将他们的伤口包扎一下，还能活。功德点还剩355，一张血祈符要80，4个孩子正好够用。谢天谢地。对，娇娇将手附在了离他最近的一个孩子肩上，手中金光流转，那小孩苍白的脸色慢慢的有了血色。带上去，该收网了。小妹，没事的，他们已经得救了，总会好的。可是大哥，他们失去的童年再也回不来了，这些痛苦的记忆，我没有这个能力帮他们消除。外头还有那么多少年死士，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将他们的思想扭转过来？小妹，那些思想在他们心中扎根太深了，我们只能慢慢来，假以时日会改过来的。大哥你说的对，只要人救了下来，一切还有机会。当务之急是尽快将整个护国寺控制住。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老阎王，这辈子可是你安排我来的，如今事情就发生在我面前，你可不能让我抱憾终身啊！这一趟护国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不求功德报偿，至少让我把眼前人救下啊！老阎王，你再不答应我，我自嘎了，我提前来见你。娇娇的心声刚落，突然脑子里就响起了一连串的叮叮声。声音之大，震得他眼前一片的小蜜蜂乱飞呀！妈呀，我要被震晕了！只见右上角赫然写着功德点1635点。老阎王，仙女不识抬举，童言无忌，你就是我的神。阿棉，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秋娘，对不住，我们的孩子我也想留住。秋娘，我们的2个孩子我偷出去了，一男一女。秋娘，他们在南郊救济院，我不是一个坏父亲。秋娘，我尽力了，命啊，天命如此，死了也罢。不，阿棉，你别死，求求你，阿棉，求求你，不要死啊！一只小手突然探过来，落在了阿冕的额头上，微弱的金光亮起。对，血西方圣符。金童小神仙，是金童小神仙对不对？多谢小神仙，谢谢您救我们脱离苦海，谢谢您救了阿冕。从今往后，信女定早晚供奉，不负小神仙救命之恩。本童早就说过，心诚则灵，此间所有人能够得救，还要多亏你的诚意跪拜。今日本童已然了了你所愿，望你日后行善积德，莫负余生。早晚供奉就不必了，此乃本童职责所在，咱们缘尽于此，你就当不曾见过本童吧。信女听命，谨遵金童法旨，人生积德行善，不敢辜负。小妹，这件事实在牵扯太广，一旦曝光，必定朝野震惊。今日我们乔家是出奇制胜，但到了圣上面前，以圣上的性情，必定会猜疑我们乔家的安危势力。大哥想了想，这件事要走到明面上，还得迂回演个戏。是要让大仙谢衙来吗？对，但不是现在。对了，小妹，这边死士被药到后，柔仪发现异样，应该是派人去给周伯传信了。但他没想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早已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了。那报信的死士被太子安伟发现了，眼看逃生无门，那死士直接咬毒自尽了。如此看来，周伯那边还不知晓此前情况，我们正好多捂一些时日，莫要露了马脚。二皇子归朝之前，周伯暂时应该也用不到死士。娇娇连忙点头啊，小妹，你还撑得住吗？是要开始审问了吗？不过得有个先后顺序。
顺序。那个柔仪看起来是个硬骨头，向来不好啃，但是那元佑敲着贪生怕死，他倒是个极好的切入点。大哥，尽管去试，待会儿我给你一个惊喜。那大哥就拭目以待了。大哥，别忘了问问归去来戏院的事。这么好看，点个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若配合些，也少受点皮肉，否则我让手下将你的骨头一寸寸打断，再给你接起来，循环往复，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吧，你是从何时开始给玉妃做事的？你怎么？乔13手下猛一用力，元佑当即什么废话也不敢讲了，急声说着15年前，是15年前，当时玉妃娘娘怀有身孕，圣上带着娘娘来护国寺上香，当时老衲还是师傅的弟子之一。老衲当年6根未净，被玉妃娘娘抓住了把柄。玉妃娘娘承诺，只要老衲为她做事，她不仅不会告发老衲，还许老衲下一任主持之位。老衲是鬼迷心窍，才答应了玉妃娘娘啊。乔天京细细地分辨着元佑的神情，确认他没有说谎之后，便继续问他是如何将你推上主持之位的？这么多年来，你又为他做了什么？元佑额上冷汗不断，乔13时刻用力地掐着他的皮泡，疼得他直抽冷气。玉妃派人在老衲师傅的茶水里下了毒，让他死的神不知鬼不觉，犹如自然圆寂。师傅原本属意大师兄，玉妃让人送了个女子进大师兄的禅房，又给大师兄喂了会药。大师兄破了戒后，自认愧对佛祖，愧对师傅，当晚便自枪于禅房内。老衲身为二弟子，在玉妃的帮助下，顺利当上了新主持。紧接着，玉妃就开始往寺内安插人手，老衲也不知到底安插了多少人。后来老衲受诏去给慈济局做主管人，玉妃便让老衲定期送些孩子到护国寺后山，就这些。这么些年来，你到底送了多少孩子进来？不知，老衲不知啊。还装傻，动手！乔13手下一用力，元佑便惨然大叫：不知啊，老衲是真的不知啊。老衲曾瞧见那些孩子的惨状，老衲不敢说，不敢想啊。归去来西院里，玉妃往生牌上的红线是谁缠的？不是说等着吃苦吗？圣上是当今圣上亲手缠的，前前后果各种细节悉数道来。能否让这位好汉先松手啊？老衲真的疼得要受不住了。乔天京闻言朝13使了一个眼色，13缓缓松了手，可是立马一脚踩在了元佑的膝弯处。老秃驴，若是有隐瞒错漏，老子踩断你的腿。当年圣上陪玉妃娘娘来护国寺的时候，二人情深意重，如胶似漆。老衲当时便是瞧出圣上对玉妃娘娘有求必应，故而才咬牙受了玉妃娘娘的胁迫，想着从此之后一步登天。谁知1年不到的功夫，宫中便传来了玉妃娘娘自枪的噩耗。老衲日夜提心吊胆，生怕之前的行径败露，惶惶不可终日之下，老衲竟等来了圣上亲临。那夜大雨滂沱，圣上忽然驾临护国寺，老衲被吓坏了。因为上次见圣上还那般英姿勃发，神武逼人，可是那晚的圣上眼下无青，胡子拉碴，连面容都消瘦了许多。按照惯例，和亲公主为一族，不可入皇家往生殿，何况玉妃娘娘乃是自枪未罪死，更难登殿堂。但是当夜圣上让人将往生殿后的小憩之院整理了出来，亲自提名归去来兮，还为玉妃娘娘立下了往生联牌。那晚老衲在娘娘的联牌前，在圣上的注目下连连诵经981遍，一直念到了第2日清晨。你说圣上与玉妃娘娘情深意重，如胶似漆。好汉呐，老衲不敢骗您，老衲看得真的。这世间传言怕是有误，老衲明明瞧见圣上与玉妃娘娘琴瑟调和，二人神色间浓情蜜意，亲密无间。那红线呢？什么时候布下的？又有什么用处？这是7年前。娇娇闻言，心头咯噔一下。下个月的端午就是小4的6岁生辰了，这个时间点真的很难不让人多想。自归系来西院整理出来后，圣上经常夜半前来护国寺秘祭。每当这时候，老衲都会被圣上身边的那位公公唤来，在一旁为玉妃娘娘诵经。令老衲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玉妃娘娘已然仙逝近7年之久，可圣上的深情丝毫未减。尤其在7年前，圣上想要再见玉妃娘娘的执念达到了顶峰，也不知是谁在圣上面前嚼了舌根子，说是世间有令故人魂归之法。圣上夜半而来，用剑抵着老衲的脖子，要老衲将这法子寻来。阿弥陀佛，天地良心呐，这世间哪有这般法子呀？可圣上留下3日之限便走了。老衲为了保命，四处打听，翻遍古籍，最后在寺内安插的北国人口中得知了红线聚魂投胎之法。那夜圣上如期而至，老衲便将这法子说了，但是老衲心中清楚，这法子就是诓人的，故而为了事情败露后能够活命，老衲故意将条件说得尤其苛刻。老衲告诉圣上，这法子原是为了让死去的儿女重新投胎转世到父母身边，故而也
阴阳结合的夫妻二人须得真心相爱，行房之时还要换投胎之人的名讳，如此一来或可让亡人借胎转生。老衲知道圣上只爱玉妃娘娘，故而说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条件，希望能够打消圣上的念头。就算圣上硬要强求，老衲也期盼事败之后能够借此脱责活命。谁知皇上忽而就怔在了原地，神色几番变化后竟然应了下来。那夜之后，老衲战战兢兢度日，夜里几乎合不了眼。直到后来宫中传出了皇后娘娘怀上龙嗣的喜讯，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圣上便来得少了。老衲心中恍然，只怕圣上对皇后娘娘亦有情，故而才相信了那法子。老衲日盼夜盼，在佛祖面前不知念了多少回，只求皇后娘娘腹中是个女胎。如此一来，可真是歪打正着了。谁知端午那日，宫中传开消息，皇后娘娘诞下了4皇子。老衲知晓自己大祸临头，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衲也无处可逃，索性在归去来西院等待圣上。当夜圣上果然来了，神色暴戾，双目通红，一进来就要老衲的命，那剑举到了老衲的头顶。老衲吓得肝胆俱裂，当即将思虑良久的说辞喊了出来。老衲说，此法失败原因有2，或是往生之人不肯归来，或是阴阳结合的二人已然离心。那剑就停在了老衲头顶1指之地啊！圣上如遭雷击般定在了原地，神情恍惚了许久，而后抬头看了眼玉妃娘娘的牌位，又望了望不远处的皇宫雕像。老衲猜不透圣上在想什么，那剑哐啷一声落了地，圣上忽而推门离去，脚步踉跄，风移全无。院外不知何时狂风大作，雷鸣阵阵。老衲亲眼瞧见一道闪电呼啸而来，险险劈在了圣上的脚边呐！那雷猛地炸开，震耳欲聋，老衲吓得都伏到地上去了。可圣上却脚步不停，恍若未觉。就是从那一晚开始，圣上再也不曾来过归来去西院了。又或许圣上来过，但是圣上再也没有叫过老衲，所以老衲并不知情。好汉呐，这就是全部实情了，老衲绝无半句虚言呐。这元佑贪生怕死，而且事关雍帝，他应该不敢说谎。如此说来，红线写法确实就是雍帝布下的，这果然利用了皇后娘娘。可小厮是个女胎，不，没有这个如果，小厮就是小厮，他不会是任何人的转世。看他那么可怜的份上，我以后就对他好一点吧。如今我是真的有点搞不懂雍帝了，他到底执着于预留什么？他对皇后娘娘又……哎呀，头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对，实话实说完，大哥，这是实话实说完。方才我见大哥审讯起元佑，游刃有余，并没有拿出来。但那个柔仪不是个好相遇的，要撬开他的嘴，只怕不容易。不过大哥，这丸并不是万能的，被问之人意志太过坚定，此丸只怕难以成效。小妹别担心，大哥自有妙计。想死，你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现世仇，现世报，定叫你求死不能。雍朝贼子，你抓了我又能如何？你便是敲碎我的骨头，拔了我的指甲，抠了我的眼珠子，纵使万般苦刑加身，你也休想从我口中问出一个字来。我身为一老夫，早就活够本了。我拉了那么多雍朝小贼子陪葬，乱葬岗上的尸骨都是为我铺路的。乱葬岗？大哥怎么没和我说？难道这附近还有一个乱葬岗？方才庄中出事，你应该派人给周伯传信了吧？很不幸，那个死士自杀了。如此一来，周伯始终被蒙在鼓里。你说我们能否等来他自投罗网呢？想必你也知道，二皇子在南离之行上折戟而归，身受重伤，他已然失了主峰。若等他归朝后，发现周伯被擒，死士营被盗，身边再无可信可用之人，该是怎样的心情呢？说起来，我都迫不及待想看看二皇子失魂落魄的模样了。元佑已经招了，这农庄还有烂透了的护国寺，这一切都是预留生前的手笔。二皇子不过是仗着圣上对预留的那些温情与留恋，这才屹立不倒。你说若圣上知晓了预留的真面目，知晓他如此伐害雍朝的稚童和少年，那份余情还能维持多久呢？人死如灯灭，预留也就算了，二皇子倒是还活着，母债子偿，这很公平吧？其实今日无论你说不说，你这张脸就是将预留定死的最有力证据。无知小儿，愚情！你以为我们会将一切全部赌在狗皇帝那虚无缥缈的爱上吗？至于这张脸，你将狗皇帝拉到我面前来，我倒要瞧瞧他能不能认出我来。若不是雍帝对二皇子的偏爱，对他安插人手，培养力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皇子何以做大至此？太子又何以被动至此？甚至按照既定的走向，雍帝在赐死太子后，还力排众议，将二皇子推上了储君之位。结尾不是都说了吗？雍帝在病榻上与二皇子敞开心扉，原来一直都是他在为二皇子铺路。可是此刻听柔仪的话里的意思，他们似乎根本信不过雍帝，也信不过雍帝对玉流的深情。如此一来，
来，他们凭什么保证雍帝会帮二皇子？毕竟若不是有雍帝偏心，去年端午二皇子与于昭仪勾结的罪名都能够他下线了。难道他们当真对雍帝动了手脚？而且柔仪还如此笃定雍帝认不得他？难道他改变容貌了？还是说他从未将真正容貌展现在雍帝面前？那岂不是说玉流在决定来和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局了？我擦，这狗作者写没写什么玉流前传啊？早知道是多一点好奇心，上网搜索就好了。乔天京便做出了一副震惊无比的模样，而后又有些手足无措地看了看乔伯。大少爷，您突然这样，属下我接不上啊！属下要干啥才好啊？没想到你们狡猾至此。柔仪冷笑了一声，这场大业牺牲了这么多人，跨越了10数年之久，岂是一个毛头小子能撼动的？如此一来，看来我们也只能亮出底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二皇子根本不是圣上的儿子，他是玉流与狄载英的私生子。你胡说！我胡说？你怕是不知道吧？这是周勃亲口所言。他在得知狄载英死讯的那日，在宫中为狄载英烧纸钱，口中喃喃之语被我的人听得个清楚明白。就算你们有什么奇招，我不信圣上连此等恶心事都能忍。如今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等二皇子归朝便发难。到时3人成，二皇子身份存疑，你以为他还能成为储君，还能完成你们所谓的大业吗？而且我们早已查得清楚明白，当年就是周勃冒险运作，将狄载英偷偷送入宫中，让他和玉流大兴苟且之事。无论你们对圣上做了什么，只要二皇子身世有疑，此局你们必败。你就睁大眼睛看着吧，你们10几年的筹谋，玉流的所有心血都将功亏一篑。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蠢货，周流这个蠢货！殿下明明就是雍帝的种，他在胡言乱语什么？他为何不来问问我？这个正是不图百事有余的狗东西！乔天京去准了机会，趁着柔仪豪骂之际，捏住他的下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实话实说完，直接塞了进去。玉流到底是生是死？他的脑子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呢，嘴巴已经诚实无比的回道：公主已经先去了，为了殿下，公主自强了。连柔仪都这么说，所以那玉流果真是死了。可是为何说玉流是为二皇子死？难道正如传言所说，当年就是为了去母留子？为何说玉流是为了二皇子而死？因为公主要让殿你到底对我，公主要让殿下受逼于狗皇帝，只能用自己的不，他就是死，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能将最后的底牌透露给雍朝贼子，将嘴唇咬得鲜血直流，也不肯再吐露一个字了。你为何如此笃定二皇子就是圣上的儿子呢？公主一心大业，怎么可能出现如此纰漏？都怪周流和刘琦那2个蠢东西，看到公主郁郁寡欢，竟将狄载英送进了宫中。那是公主唯一一次放纵，但公主理智，怎么可能给二殿下留下如此致命破绽？那一次后，是我亲自为公主熬的避子汤，公主当着我的面喝下了，与雍帝时没喝。狗东西，是周流坏了公主的大事。那日的避子汤为了掩人耳目，是我背着所有人偷偷熬的，谁也没告诉公主担心锦玉王今后会因为二皇子有雍帝的血脉不肯相助，故而不曾告诉周流他们，也是存了让真相模糊不清的心思。周流可以一厢情愿的认殿下是狄载英的血脉，但是他为什么不把嘴巴闭严实了？他就算心中有此期盼，他为何要说出来呀？他这是害了殿下，也害了公主的所有心血。那是公主用性命挣来的一切呀！公主啊！萧伯，放我下来吧。萧伯闻言将娇娇放了下来，他自己则走上前去，认真无比地摸了摸柔仪面部。少爷小姐，没有刮骨的痕迹，也没有人皮面具，这应当就是他本来的模样。大哥，对柔仪这般意志坚定的人，实话实说完，果然作用有戏。好在到底问出了至关重要的东西。大哥，要将柔仪的记忆消除吗？不必了，既然圣上并未见到他的真面目，将他带去也指认不了什么。况且他知晓二皇子的真实身份，到时若让他坏了太子殿下的大事，我们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他看严实了，待他清醒后，接下来的每时每刻于他而言都是惶恐和煎熬。
有，他做了这么多恶事，报应才刚刚开始。不是还有一位青衣夫人吗？那应该是预留的贴身丫鬟，到时候让元佑指认他吧。那大哥还要实话实说完吗？小美，你跟着大哥累一天了，让乔伯先带你回家吧。那个青衣妇人由大哥来审，有柔仪透露的信息，炸那个青衣妇人足够了。瞧瞧你这张小嘴干瘪的，跑了一日凉水未进，娘和你大嫂见了，怕是要心疼坏了。好，那我先回家陪娘和嫂嫂啦。大哥，你继续努力哦。点个订阅。娘，娇娇肚子好饿，嘴巴好渴，好累，好困啊！乔伯内心一阵的无语啊，这还是那个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带着他大杀四方的小姐吗？娇娇在乔夫人妥帖的照顾下吃饱喝足了，知晓他们还担心乔天京情况呢，赶忙将护国寺和农庄的事情大概的说了一遍。这件事收尾只怕不易，无论是那些少年死士还是孩子们，国安这都是一个问题呀。咱们家如今每月进项极多，已然算是巨富了，但事情过了明面，贤儿想着能否换个名头资助一下那些孩子。贤儿，这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倒是你与大郎商量着来，娘知道你们小夫妻俩做事都是极稳妥的。大嫂如今可是独当一面的生意女强人，夫妻被窝里谁甜谁的可还不一定呢。嘿嘿，别看大哥在外面嘎嘎乱杀，人家回家在屋子里指不定是个阴阴气管炎呢。有那个画面感了，笑死我了。小妹这张嘴可真是……乔夫人赶紧低头数袖子上的纹路。哎呀，她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哈。嗨，要说可怜的还是娘亲，以前和爹那般如胶似漆，如今却只能和我这个小屁孩同床共枕了。娘肯定很想念爹那温柔又强壮的臂弯了吧？弟弟什么时候回来呢？我就喜欢狗粮狠狠地朝我脸上砸过来的感觉，嘿嘿。哎呦，娇娇你也累了，娘哄你去睡觉吧。哎呦，小祖宗哎，住嘴吧，在你大嫂面前给娘留点脸。确实困了。娘，怎么啦？也没什么，就是小四今日来了，但瞧着好像不太开心。他来住院寻你，但是你不在府上。娘瞧着他背过身去的时候，好像都快哭出来了。那孩子从来都笑嘻嘻的，娘还从未见他那副模样。那日大哥给太子的信里有小四出生的半个真相，小四该不会也知道了吧？2日后，京中的书信也到了乔中国手中了。你滚一边去，别一会儿又大呼小叫，老子看过去给你。乔中国如今跟着联姻车队在外，越来越有从前行军时的样子，一口一个老子呀！当初还是乔夫人嫌他太过粗鄙，好不容易拘着他改了些，如今倒好，全回去了。乔弟那是1比1学全了呀！要是萧红达看了，定要大呼一句头疼。他走的可是儒将的路子，结果带出一个莽夫，这传出去多难听啊！行，大老子瞧不起小老子是吧？信中，乔天京十分隐晦地说了亲子鉴定的结果。当看到娇娇的建议，让他尽力策反邹太医时，乔中国立刻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老大真的是。爹，大哥怎么了？京中情况如何了？自觉把嘴巴捂好，拿去看吧。我的天哪，这简直出乎意料啊！还有策反邹太医，这个好玩。爹，您打算怎么做？自然是许邹太医一场泼天富贵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孟小姐，你惜命吗？我如今重伤，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何必吓成这样？孟小姐，你可否告诉我，你是在何种心境下写出的主掌芒鞋听声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二殿下，这个无可奉告。你果然有许多秘密。孟古雪真的待不住了，他和二皇子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啊！再留下去不过是多说多错罢了。二殿下，古雪就此败。你我本是一对，是吗？吓得孟古雪连连倒退了好几步。果然啊，那直觉果然不假。那日乔家女儿满月罢了，错过便是错过了。二殿下，此去许是后会无期，您好好养伤。孟古雪，你如此特殊，你若真的不是原来的孟古雪，那你可否未卜先知？你可曾预见所有人的结局？我并不好奇自己的归处，我只想问问，你可知朱峰应该是怎样的结局？朱峰以绝对的忠诚赢得了沈元白的信任和倚重，他原是要加官进爵，官拜一品，风光无限。后来他也有了一个心爱的姑娘，他将她视若珍宝，迎娶了这位姑娘，他们生了2个女儿，幸福美满。这个姑娘就是重情重义的小桃。二殿下，人死如灯灭，这条路是您自己要走的，朱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咱们后会无期。乔大人，你或许不知道，在那个梦里，我来自一个和平的国度，我比谁都更清楚和平的宝贵。或许这样的心思，在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依旧天真，但我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底线。乔大人，希望我们后会有期。孟小姐，
后会有期。孟古雪在小桃的搀扶下登上了林荫的马车，她最后看了眼雍朝的方向，眼中隐有湿润。下一刻，她步履坚定地踏进马车里，带着小桃驶向了南离国，驶向了一个不确定却崭新的未来。爹，您似乎感慨颇深啊。老二啊，你可能真是年纪大，每回只要想到这孟古雪和你小妹同样来自异世，爹便忍不住对她多几分恻隐之心呢。万一有一日你小妹也要这样远行，爹估摸着眼泪都得流干呢。爹，您这话儿子就不爱听了。小妹能去哪？我一辈子都要守着小妹。说什么鬼话！你早点将老达的女儿娶回家才是正经。娇娇自然由老子我和你娘守着。邹太医，我家大人听过二殿下的伤情，不知殿下现下如何了？烦请传话乔大人，殿下伤势严重，才用了药，现在方睡熟了，只是还得小心看护。圣上催着我家大人尽快殿下归京，我家大人想请您过去一叙，商讨归京之计。好，这位壮士请稍等。邹太医，您请。邹太医毫无防备，甚至心情颇为愉快地朝里走去。一道震惊中夹杂着惊骇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什么？二殿下竟然不是圣上的亲骨肉！不，他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听到。邹太医猛地转身就要离开，他已经被这消息惊得腿都软了，这会儿转得太猛，扑通一下就坐到地上去了。什么人？糟了，我命休矣啊！飞鱼咬钩了。邹太医，您怎的这时候过来了？来，先进来吧。爹，邹太医肯定听到了，他不能留了啊！不，乔大人，老夫什么都没听到啊！饶命啊！爹，二皇子身世有假，此事传出去必定血流成河，咱们不能留下任何纰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将邹太医。说着，他做了个恶狠狠的抹脖子的动作。不，你们不能杀老夫啊！老夫可是圣上亲派来给二殿下治伤的，这还不简单吗？就说邹太医年纪太大，半路体力不支，坠马不治身亡了。众所周知，医者不能自医啊！乔大人，您不能枉杀无辜啊！老夫可是相信您的为人，这才毫无设防应邀而来呀！天地良心，老夫半条腿都踏进棺材了，乔大人，老夫以性命起誓，绝不将今日所听所闻透露半分，这样可好啊？邹太医，您久居宫中，应该比在下更清楚，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说话。要怪就怪您来的不是时候吧？我会奏请圣上，说您为殿下治伤尽职尽责，也定会看顾您的家人的。乔中国说着，冲乔弟使了一个眼色。爹，就砸这组合头吧，大力将头骨砸凹陷进去，如此一来，即像坠马伤，保证谁也看不出异样。老二，下手务必快准狠，老子不想听到邹太医的哀嚎声。乔大人呐！无论你要做什么，老夫配合您还不成吗？别乱来啊！邹太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就听不懂了。这乔中国简直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呀！乔大人，您特意趁着二殿下熟睡之际将老夫叫来，又在老夫抵达帐外时故意说出这惊天密语，不就是故意算计老夫吗？枉老夫如此相信乔大人的为人，忠义无双的乔中国也不过如此啊！乔中国听到这里，下一刻他弯腰冲邹太医深深地行了一礼。乔弟见状，赶忙有样学样：乔大人这是做什么？今日算计邹太医，实属小人行径。邹太医骂得对，我乔中国确实有负忠义之名。邹太医常伴圣上左右，想必对那深宫之事比我乔中国还要熟悉。我且问邹太医，您可曾看出圣上对二皇子的偏爱之意？乔大人，老夫只是小太医，从不关心政事。您说这句话，属实是对牛弹琴了。邹太医何必如此自谦呢？论揣度圣意，我想河宫上下除了圣上身边的黄公公，便要数邹太医您了。邹太医，上次万寿宫宴那晚下给在下儿媳的寒毒，邹太医您是当真瞧不出来源吗？邹太医的医术与见闻，乃太医院之最。听说您当年未入宫之前，还曾游历天下，遍寻百草。您如此见多识广，怎会看不出那寒毒正是出自北国呢？不过是您深谙明哲保身之道，知晓二殿下最得圣心，此事敏感至极，故而不愿掺和其中，所以胡伦了账。邹太医，人生为己，天经地义，您的做法无可厚非，我乔中国也没有这个资格智慧。但是如今二殿下野心渐露，太子殿下举步维艰，若放任不管，只怕酿成大错，累及咱们大雍朝的根基呀！乔大人，即便圣上再如何中意二殿下，但祖宗规矩在此，且太子殿下身为储君，无可挑剔。乔大人此番言语，属实是杞人忧天了。若太子殿下不幸罹难呢？乔大人，您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啊？邹太医，深宫手段无数，若想让人死得悄无声息，也不是难事吧？这您不是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吗？邹太医，我乔中国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而且敢对您坦言，也算是将脑袋拴在裤腰上了。在下今日所作所为确实卑鄙，却也实属
出无奈之举，因为我乔中国绝不容许大雍朝的正统旁落，也绝不容许北国人再沾染我大雍朝分毫。邹太医，以上全是我乔中国肺腑之言，若非此事定要邹太医您参与才能成事，我也不会如此狠心将您拖下水。还望您看在太子殿下仁德之名上，看在我乔中国一片苦心上，看在千千万万雍朝百姓的未来上，助我等成事。乔大人，您可当真是会为难老夫啊？究竟要如何做？您说吧。怎么总是不见小四啊？小四他从事谭修状和乔大人一文一武，是每日错开去学的。如今虽然乔大人不在京中，小四还是按时去乔府的。此次乔中国护送不利，致老二身受重伤，朕打算等乔中国回京后给他治个罪。皇后闻言，眉毛都没动一下，自顾自地翻看手中名册。皇后如今似乎底气颇足，对待朕总是爱答不理。圣上，后宫不得干政，无论你要如何处置乔大人，自然有您的道理。若圣上觉得臣妾不够贴心，不懂解闷，静妃和林昭仪都日夜盼着圣上呢，圣上怎的不去他们那里坐坐？要说起来，丽儿也到了婚配的年纪，她的婚事，圣上还是和静妃妹妹仔细商量一番才好。皇后如此大度，那朕自然要去静妃那里看看。臣妾恭送圣上。雍帝见状，冷哼了一声，拂袖而去。去纯华宫。哪儿？纯华宫？天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圣上要去看静妃娘娘了。拜见圣上！一群宫人呼啦啦地跪了一地。黄培一路跟着雍帝朝里走去，一路行到主殿。黄培正想高呼一句“圣上驾到”，结果殿里就传来了杯盏落地的声音，夹杂着几道痛骂声。雍帝的眉头微微一挑，抬手示意黄培晋升。母妃，您别听人家嚼那舌根子，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哪个黑心干的，竟敢编排出这样的流言来？母妃可是亲眼瞧着你和景儿从母妃的肚子里被抱出来的。虽然你哥哥为时不争气，但母妃这么多年也认命了，怎的平白就传出流言，说他不是圣上与母妃的孩子？碧儿，你瞧瞧，他们说的什么？什么圣上英武，绝不会生出如此废儿？这到底是说圣上不行，还是说母妃不真啊？母妃，天爷，母妃，您收收嘴巴，这些话千万不要再说了。这种无根流言，时日一长，自然就散了，您何必拿来置气呢？碧儿，就因为母妃不得宠，就因为你三哥不中用，咱们竟然却被如此作践之词啊！他们怎的不去造皇后的谣，怎的不去造林昭仪的谣？母妃是心如刀割啊！碧儿，说是可以，母妃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哥哥平安健康，可是天要如此薄我呀！砰的一声，纯华殿的殿门被猛地推开。殿内，圣上，父皇。静妃，你方才说宫中有何流言？父皇，还请父皇为母妃、为三哥哥做主。今日宫中不知何处起的流言，说三哥哥不是父皇的血脉，死语是何等的杀人诛心。君臣父子，天下伦常，至亲血脉之事，从来就容不得半点混淆。父皇，碧儿与三哥哥乃是双生，这谣言根本就站不住脚。正因为如此，才更能看得出这散布谣言之人用心之险恶。他们怕是要以此逼死母妃与三哥哥。父皇，还请父皇您为我们做主。对，碧儿说的对，请圣上为我们母子做主。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声。怎么回事啊？公公，烦请快传话静妃娘娘，三殿下快不行了。景儿，他猛地惊叫了一声，已然顾不得雍帝就在身前，一路踉跄着跑到殿外。你说什么？景儿到底怎么了？娘娘，今早三殿下似乎听到了什么话，忽然就发病了。奴才们想要来禀报娘娘，三殿下却死拉着福安的袖子，不让奴才们通传。后来好不容易平歇下来，福安又伺候殿下睡下了。谁知等奴才们唤殿下起来喝药的时候，殿内却什么动静都没有。福安急得推门而入，血榻前满是血呀！娘娘，三殿下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呢。景儿定也是听到那个流言了。来人，快送本宫去新华宫！三哥哥，父皇，求求你，快让最好的太医去给三哥哥看看，三哥哥不能出事啊！黄培，将太医院所有太医都给朕传去新华宫。碧儿，静儿定不会有事的，父皇带你去新华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乔妹妹，你怎么不开心啊？这是你第5次叹气了。你有没有在认真练枪？竟然连他叹气几次都数着。小四这叫一心二用，练武很重要，乔妹妹更重要。这小屁孩还挺会说好听话。小四，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记性不好，不管什么秘密，第2天就忘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说。或者，对了，明日是你的生辰，你想要什么礼物？乔妹妹，你可以抱抱小四吗？娇娇闻言，心头微微一跳，果然啊，她什么都知道了。小四，
你是在哭吗？乔妹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有爱我的母后，疼我的哥哥，有师傅，有乔妹妹，有谭先生。乔妹妹，我只是惶恐，我担心自己配不上这么多的好。小四，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小四很好，小四对我也很好。乔妹妹，你方才问我要什么礼物，小四能不能要乔妹妹换洗衣服的肥皂，要一模一样的味道啊？肥皂什么意思啊？乔妹妹，不可以吗？干嘛突然撒娇卖萌？瞧瞧这傻白甜，多体贴啊！行，一会儿去找我娘亲拿，给你拿一筐。四皇子闻言，欢喜无比地抱住娇娇，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乔天京匆匆赶来后园的时候，瞧见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哼，四皇子这小子，每次情也来，鱼也来，真是来乔府习武的吗？四殿下，宫中来人了，说三皇子命在旦夕，让您尽快回宫。什么？他记得哥哥和三哥是商量了一些事儿，可没说三哥有性命之忧啊。回宫，我这就回宫。大哥，乔天京俯身将娇娇抱起来的时候，已经轻轻地点了头。小四，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进宫？我好久没见到皇后娘娘了。乔妹妹似乎有力挽狂澜的神奇力量，她从不曾将这事儿诉诸于口，即便是母后和哥哥，她也没透露分毫。乔妹妹，我母后也时常念叨着你呢，她看到你也一定非常高兴。等我们进了宫后，我便让母后下旨，让师母进宫来接你，这样可好？四殿下，乔大哥放心，小四会照顾好乔妹妹，也会请母后尽快下旨的。好。点个订阅吧。病去如抽丝符，娇娇的小手发出了金光。三皇子主要是胎里带来的弱症，这病如抽丝符，能将三皇子身上所有的病根都清除。但是看名字就知道，这得有一个过程，估摸着好全也得要1-2年了。没办法，虽然三皇子要救，但我也不得不为我们乔家考虑。我来这一趟已经有些诧异了，三皇子要是突然就活蹦乱跳了，宫里这么多人精，万一回移到我身上怎么办？人要救，但我也得自保，只能辛苦三皇子再受2年罪了。2年后，他就是生龙活虎的少。手背上的温暖离开的瞬间，这奶声奶气的声音也戛然而止了。这个声音是乔家小女儿发出的。她说病去如抽丝，2年后她就可以痊愈了。乔妹妹，让三哥哥好好休息，我们去看看我母后吧。乔妹妹，四皇子见娇娇呆怔在原地，心里忍不住开始担心了。不知道这般的逆天救人，乔妹妹需要付出什么呀？好，我们轻轻的走。2人手牵手结伴出去了。乔小姐，我不敢奢求什么生龙活虎，若有一日，只那么一日，能让我体验一番纵马奔腾、纵览河山的乐趣，我也死而无憾了。小四，你觉得我是怪物吗？怎么可能？完了，他都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肯定看出来了。乔妹妹不是怪物，乔妹妹是世上最好的乔妹妹，我真的最喜欢乔妹妹了。乔妹妹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初就是乔妹妹将我救活的，对不对？小四不仅知道，而且那么早就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当时我二哥不也在旁边吗？因为乔妹妹救我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乔妹妹的声音，当时乔妹妹没有开口，但我确实听到乔妹妹在说话。乔妹妹，你叫我傻白甜是不是？我操，我可从来没当着傻白甜的面叫过她傻白甜啊！难道我救人的时候，被救的人能听到我的心里话？想到这里，娇娇立刻把手放在四皇子肩膀上，手心同时闪过一道金光。必须试验一下，说点什么好呢？乔妹妹，你说什么都好。你瞧，我又听到了。我擦是什么意思？娇娇一脸惊恐地把手拿开，心中狂呼啊！天哪！乔妹妹，你又说什么了吗？我听不到了。吐血了呀！我用上手救过谁来着？我记得谭汉池和安宁表姐被救的时候就是清醒的，所以他们也听到了。我操，这宫内商城还有4处漏风啊！还有安宁表姐和谭汉池这对心机深沉的准夫妻啊！他们也太能忍了吧！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完了，社死了，做好事到处留名了，这是。下次再见到安宁表姐和谭汉池，大不了我就装傻，我继续阿巴阿巴。想想还是气煞我眼。他们准夫妻俩成婚后，肯定会在被窝里说我的悄悄话。娇娇真是讨人喜欢，等等，软软糯糯的，甜度刚刚好。皇后娘娘这里的糕点怎么那么好吃啊？美食当前，不想计较了。娘娘，好吃哎！娇娇喜欢就常来吃，小四不喜欢甜，平日里就本宫一个人吃。娘娘，皇公公奉旨前来查流言一事，让他查便是。宇坤宫上下全力配合皇公公。
那宫女恭敬地应了声是，又退下了。要说起来，这个黄公公也是个令人唏嘘的人物啊。他能力出众，善揣度雍帝的心思，对雍帝有着绝对的忠诚，所以他最得雍帝信任。小说的后期，雍帝蝉鸣病榻，太子一党要覆灭的差不多了。二皇子大权在握，已经奠定了胜局。后来在二皇子登基前夕，雍帝却登基牛哭了，而黄公公毫不犹豫就追随雍帝去了。娇娇这样想着，就看到黄公公来到主殿外，遥遥冲皇后娘娘行了一礼。等等，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原著里二皇子登基的时候，雍帝也才40几，正当壮年啊，怎么那么快就油尽灯枯了？当时书里好像就提了一嘴，说雍帝得了重病，啥病来着？好像没说啊。看来处处 bug， 处处坑啊！遭报应了。狗皇帝绝对是遭报应了。黄培又来告退，这时候乔夫人也入宫来接娇娇了。小妹妹，这个笋尖炒出来特别好吃，又很嫩，你肯定能咬得动，一定要尝尝哦。小四，那肥皂我明日再送给你吧。东宫，暗卫白凡正在向太子禀报着黄培的调查进展。殿下，黄公公到翊坤宫去了，若无意外，接下来便是东宫、河宫查下来，待查到崇华宫也要明日了。还有乔大人今日传信回来，说路上走得慢，约莫还有10日方可归京，正好能赶上殿下婚期，用不了10日。他的家人都安顿好了吗？回殿下，是松陵亲自安排的，并无差错。何人？殿下，是老奴啊。殿下，您瘦了。周伯，你的腿。殿下，老奴无能，京中的行动一败涂地呀。周伯，你的腿也是在那一晚受伤的吗？他惭愧地点点头，此刻甚至不敢提及竹风的名字。周伯，起来吧，本殿肩上伤口未好全，用不得力。周伯，京中如今全靠你主持大局，你在此时赶来，可是出了什么大事？殿下，确有急事，老奴联系不上楚柔了。什么？老奴与楚柔约定好了，每半月联系一回，风雨无阻。4月28那日，楚柔本应与老奴见面的，可是老奴在客栈中等到了天黑，都没等到他来，老奴心中不安。第2日便派人登门护国寺探的虚实，结果这一去才知道，原来护国寺早已闭门谢客。老奴又派人绕到后山，却发现了整个护国寺早已被一股势力牢牢包围，进出不得。殿下，老奴心知不妙，便快马加鞭赶来，请您定夺。但让二皇子感到不解的是，太子或者乔家是怎么找到护国寺去的呢？二皇子心中存了疑问，便问了出来。周伯闻言，眸光微闪，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周伯，此生死关头，你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难道你与柔仪有什么事瞒着我吗？想必是慈济局那边出了疏漏，让人抓着了把柄。慈济局，殿下，老奴之前不敢告诉您，是担心您。殿下，您要知道，当年乔中国铁骑踏入北国，又有多少北国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呀？楚柔不过是领养了一些弃婴，让他们为我们所用而已。殿下，您该是向着我们北国的呀！您是公主的孩子，是我们北国的血脉，大家拼尽全力都是为了殿下您呐！殿下，您万万不可心生犹豫啊！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您别忘了，当初公主毫不犹豫赴死，就是为了给您换得一线生机呀！我们无数人前赴后继，步步为营，都是为了将您送上2国共主的位置。您若因为雍朝的几个弃婴就牺牲恻隐，那我们北国为您牺牲的那么多勇士又算什么？殿下，老奴就知道，您一定不会让公主让我等失望的。殿下，其实老奴有件事儿瞒了您10几年，老奴觉得或许是时候告诉你了。殿下，其实您并不是雍帝的血脉，您的生父另有其人。殿下，狄在英这个名字您还记得吗？他就是您的生父啊！狄在英，殿下，就是狄在英，他是您的生父，他死得冤呐！他是北国世子，原名狄秋，在英是公主当年亲自为他起的字，只有我们知晓。他与公主机缘巧合之下相识，而后两情相悦。狄世子原都打算向先王上提亲了，可是天下局势瞬息万变，国仇当前，为了不被灭国，公主毅然与狄世子断绝了关系，主动和亲雍朝。狄世子是个痴情种啊，他抛下国都的一切，一路追到了雍朝，又以在英之名扎根京城，只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公主一面。是老奴和刘喜见公主日日郁郁寡欢，故而冒死将狄世子送进了宫，这才有了您呐。
下，他是个傻的，许是为了给公主报仇，他竟深入虎穴做了四皇子的启蒙先生，结果却因为刺杀失败。殿下，您别怪公主，别怪嫡世子，他们都没有选择。母妃没有选择，嫡在英也没有选择，那他呢？出去！殿下，您的手！来人，快把邹太医叫来。这回再看到二皇子伤口，连邹太医都忍不住呲了牙呀！殿下，真不能再如此大意了，您再不爱惜自己，只怕会落下病根呢。多谢邹太医关心了，本殿接下来会注意的。邹太医被二皇子这突如其来的配合吓了一跳，点头哈腰的道了一声：“哎呀，不敢不敢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才退了出去。周伯，柔仪知道这件事吗？楚柔自然是知道的，她是公主的奶嬷嬷，与公主最是亲了。殿下，难道您怀疑楚柔会将此事告诉太子或者乔家吗？不会的，殿下，我等对公主与您的忠心日月可见呐，便是滚刀下油锅，我们也绝不会背叛公主与殿下您的。周伯，我不怀疑柔仪的忠心，但世间之法千千万，只要是活人，总有撬开嘴巴的办法。原来京中有这么一份大礼在等着我呀。殿下，您的意思是，既然柔仪28那日不曾赴约，那么可以肯定护国寺在28之前就出事了。今日是5月初4，这么多天过去了，他们将此事捂得这般严实，没有走漏半点风声，不就是为了等我归京再发难吗？护国寺里有那么多死士，却被剿灭得无声无息，那么对方肯定是用的奇袭。如此一来，柔仪未必来得及自罚。若不，这桩桩件件连起来，你还看不清吗？利用慈济举弃婴，渗透护国寺，暗中培养死士，这3个罪名已经是不可饶恕了。若柔仪当真被活捉，又被套了话，那本殿的身世也将成为致命把柄。父皇他就算再迷恋母妃，那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情爱。若他知晓母妃暗中培养势力，又背叛了他的爱还能剩几分呢？他怕是恨不得当场将我掐死。这一次归京等待着我的就是一场死局。怎会如此啊？殿下，您是要放弃了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周伯，我不会放弃的，相反的，我会争到最后一刻。周伯，做2手准备吧，京城我是一定要回的，没输到一败涂地无力回天，我不可能也不该先离开。但我若输了，便是死局，到时候倾尽一切奔逃北国吧。不，殿下，京城我们不回了，我们今晚就走吧。王上早就盼着您回去了，只要您回去，王上自然会排除万难将您捧为储君的。那京城已成龙潭虎穴，您若输了，太子与乔家定会不顾一切咬死您的，到时候您还怎么去北国呀？周伯，你不是说母妃曾留下2条锦囊妙计吗？我想如今已经是母妃说的非用不可的时候了吧？对，公主还留下了2条锦囊妙计。殿下，锦囊妙计就在您身上，我身上。二皇子怔然了片刻，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从怀中掏出了一块长命锁。殿下，没错，就是这块长命锁。公主说过，锦囊妙计就藏在里头。二皇子注视长命锁良久，而后从腰间取出一把匕首，小心翼翼地将它从顶部撬开，却见烛光的映照下，长命锁内空空如也。这怎会如此啊？不可能的，这长命锁是公主当时亲手交给老奴的，绝不会有误啊！殿下，周伯莫慌，长命锁内刻了字的，刻了字儿。这时，周伯突然看到二皇子缓缓瞪大了眼睛。殿下，如何？公主的锦囊妙计能用吗？周伯，你看吧。二皇子摊开手掌，却只将长命锁的第2面给了周伯。待周伯小心翼翼地取走之后，二皇子手心猛地一用力，便将另外一半长命锁捏得变了形，牢牢攥在手里。这，殿下，这万万不可呀！周伯，永远不要智慧母妃的决定。公主在其上言：小诸位忠诚赤勇，必悉本宫深厚之密，枕本宫所奉，成大事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心可用，万物犹豫。生前画像物件，均为利器，不论手段，出其不意，或可定局。无所不用其极。周伯，照母妃说的去做吧。殿下，老奴做不到啊。周伯，莫要让母妃失望。老奴不敢有负公主所托。周伯，想办法把东西塞到东宫去。大婚将至，东宫必定忙乱，正是钻空子的好时候。但是莫要轻视了皇兄的手段，他既等着我自投罗网，想必也不会轻易让东宫出现纰漏。若无从下手，不若转下定国公府，剩余的周伯不用本殿再教了吧。老奴遵命。京城皇宫，昨儿的事都听说了，若是有何线索，快报来，咱家重有赏；若是瞒而不报，被咱家查出来，那就是诛9族的大罪。这时候，一众低着头的太监里，突然有个年轻面孔，鬼鬼祟祟的抬了一下头，却又像是受惊了一般，慌乱的收回目光。你出来！皇公公，不知道，奴才什么都不知道啊！知不知不是你说了算。来人，带走。这么好看，
点个叫什么名字？六福子，奴才贱名六福子。知道些什么都说吧，免得咱家用刑。若是有功，今儿指不定还让你一步登天了呢。皇公公，奴才真的不知啊，奴才方才只是仰慕公公您的大名，这才抬头看了一眼。皇公公，求您放奴才回去吧。敬酒不吃罚酒，那咱家倒要看看，是你嘴硬，还是这赵玉的18般刑法硬？来人，上刑！黄培冷冷的话语刚落下，便有一侍卫捏着布满倒刺的鞭子走上前来。皇公公饶命啊，奴才没有说谎，奴才真的什么都不知啊。打到他说为止。是。侍卫抡臂，而后狠狠的甩鞭，一连3鞭下来，六福子张大了嘴巴，却已经痛到发不出任何声音了。最后一鞭落下时，鞭子的末梢扫到他那张年轻的脸上，瞬间撕下了一片皮。3、2、1，奴才说，皇公公别打了，奴才什么都说。黄公公右手一抬，那行刑的侍卫当即退到了一边。识物者为俊杰，你瞧瞧你，非要挨顿打才肯开口。说吧，咱家听着呢。公公，奴才真的不知三皇子被造谣一事，奴才只是听说了另一桩事儿，心中惊惧难忍。从实招来，否则接下来就不是挨鞭子那么简单了。不，奴才不想再受刑了。奴才说，奴才听闻二殿下不是圣上的血脉啊。什么？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若是有假，你……皇公公，奴才不敢说假话呀。是周伯，奴才听周伯亲口说的，二皇子的生父另有其人，叫狄在英啊。你都我将他仔细看住了，不能出任何纰漏。咱家去请圣上。六福子听到审讯房的门大力踢开。你说老二是谁的儿子？狄在英。圣上。只见雍帝双目圆凸，鼻翼一张一吸，呼吸急促无比，他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雍帝的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了，下一刻竟硬生生的呕出了一口鲜血。圣上，快喊太医啊！问黄培，给朕问清楚。六福子，圣上在此，你速道来。你说是听周伯所言，那是何时何地听到的？又有何证？是去年，奴才记得极清楚，是去年的3月18那日，奴才孤身一人在宫中夜深之时，想起了家中爹娘，当下了无睡意，便斗胆去了后院。没想到去见了假山缝中有火光，奴才知道规矩，宫中私底下不可生火，要是走水，那是杀头大罪。所以奴才急忙寻了过去，却没想到听到了滴滴的呜咽声，奴才头皮一麻，不曾想是有人在宫中秘计。当时离得近，奴才一不小心就听了一耳朵。奴才真的不想听啊，奴才还不想死啊。奴才认得那是周伯的声音，也不知周伯记的是何人，说什么希望他下去能与公主团聚。周伯说会好好照顾殿下，只可惜殿下和那人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奴才听到这里就心知不好，当下想走，却又害怕发出动静被发现，只能继续躲在原处。然后奴才就听到周伯说他没办法告诉殿下真相，殿下若知晓自己的生父惨死，必定会崩溃。而后一直喃重复说对不起在英。奴才当时犹如五雷轰顶啊！因为圣上刚刚处死了一个北国奸细，就叫狄在英，这事在宫中都传开了。奴才那日午后就听说了，事实就是如此，奴才绝无半分隐瞒，求圣上饶命啊！圣上，您心里若是憋着气，您打骂奴才，千万莫要伤了自己呀！圣上，您就冲奴才撒气，奴才皮糙肉厚骨子贱，奴才是极耐打的呀！圣上。他猛地弯腰，捂着嘴，重重的咳了好几声，再抬头的时候，手心里已然是一片血红。圣上，好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此事之后，二皇子再想成为雍帝的储君乃至君王，简直难如登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雍帝若再一意孤行，必使天下迷信。我实在想不出二皇子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翻盘。这样一来，爹爹就真的要看好二皇子，防止他归经途中逃奔北国了。如果二皇子这一路都不曾尝试逃跑，那我们更要警惕了，因为以二皇子的心计，他绝不可能自投罗网。他若敢回来，手中必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底牌。吐两回血是什么意思？就算怒极攻心，圣上龙体康健，何至于此？邹太医不是每日给圣上把平安脉吗？他可曾说些什么？回娘娘，先前邹太医把脉并无问题，今日只怕是因为试射圣上心爱的玉妃，所以将他气成了这样。黄培，既然圣上无事，你好好守着就是。本宫在此也无甚用处。谢。听到皇后渐渐冰冷的语气，雍帝心头一急，豁然睁开眼睛。皇后，他一开口，声音嘶哑不堪，仿若久病之人。圣上觉着如何了？皇后也知道了，你听后作何感想？回圣上，臣妾无甚感想。哀莫大过于心死，心都死了，遑论在乎与感想。圣上，您龙体既已无恙，臣妾便告退了。皇后，此事是丈儿安排的吗？圣
圣上在说什么？臣妾听不懂。皇后，你真的不懂朕在说什么吗？你引朕去静妃处，让朕听到了有关老三的流言。老三是个有魄力的，他以身入局，令朕惊怒下令合宫彻查此事。这时候老二的事便可以顺理成章的被引出来。这桩桩件件，想来只有战儿有此能力总领全局。皇后，朕哪里可曾说错？圣上，臣妾实在不懂您在说什么。退下吧，王妃，朕好像病了。圣上，奴才这就宣御医。不必了，都是一群庸医。等邹琪回来吧，若邹琪也瞧不出来。雍帝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呢，养心殿的殿门突然被叩响了。进，圣上，谭修传求见。宣谭修传到养心殿来。一入养心殿，便将护国司一事悉数道来。当知晓主事人名叫金珠之时，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待谭汉池话音落下，他的右手已经抖得藏不住了。那些死士孩童如今安置在何处啊？回圣上，那些少年死士数量众多，孩童虽然年幼，但也被迷惑了心智，他们依旧被困在农庄之中，尚未有着落。传令下去，让户部司郎乔天清全权负责死士与孩童安置之事，整理名册，寻根溯源。若要拨款，直接上报，不惜一切代价做好善后。护国寺贼僧北国奸细悉数捉拿归案，确认无误后，3日后午门斩首，以息民众。包括那个金珠在内，一众主犯都领到宫里来，朕要亲自审问。是，朕原以为他似他母后温良克己，却原来骨子里还是像朕多些。皇妃，你瞧他这环环相扣的手段，与朕当年多像啊！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完了，吃了没文化的亏，本来繁体字就不好认，这么潦草，我完全看不懂了。大哥，爹爹怎么说？爹说周勃拒了二皇子了，而且应该将身世真相也透露给了二皇子。如今周勃正往京中赶，路上虽派了你二哥阻拦，但是未必能够成事，而且爹还要防备二皇子逃往北国。原先要等京中的消息传到爹那里，二皇子才会心生警觉，没想到周勃倒是先去了一步。如此看来，周勃和那柔仪应该有特殊的联系方式，只是柔仪没有赴约过，不曾回应，这才让周勃瞧出了端倪。小妹，若二皇子已然知晓自己的身世，照他的心计和手段，应当清楚，京中必定铺开了大网，正等着他。若大哥是二皇子，肯定会毅然决然奔往北国，寻一条全新出路。可二皇子若决意去往北国，必定不会让周勃再回京，自投罗网。他既然将周勃遣了回来，想来是有了应对之策，这是让周勃先回京布局了。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身世这个破绽就足够压得他翻不了身了，还是说……娇娇顿了顿，突然仰头和乔天京对视了一眼。难道二皇子已经决定用这一招了？但是这只能算是太子包庇计划的一部分吧，毕竟当时还配合了宫心计，用小嗣之死扰乱了太子的心绪，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如今太子对狗皇帝早已失望，而且心智坚定，根本不会乖乖饮下毒酒的。以二皇子的手段，他不可能将翻盘的希望寄托在漏洞百出的计划上，这最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一定还有后手。如果太子这边不行，那二皇子的终极目标应该就是雍帝了。擒贼先擒王，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是二皇子如果真的能拿捏了雍帝，那确实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可是雍帝也不傻呀，绿帽子还能戴上瘾不成？明知道是别人的孩子，还死命护着，这不可能吧？除非……这时候娇娇不由得想起了柔仪没说完的那半句话。小妹，或许玉流真的给二皇子留下了什么了不得的底牌，让他有足够的底气站到圣上面前。如果小妹，这件事已然是二皇子最大的把柄了，若此次还不能将他扳倒，将来只怕更是难如登天。这一切的根源在圣上。大哥接下去的话，只怕是大逆不道啊！小妹，看来爹回来后，我们要和爹好好商量一番了。若实在逼不得已，少不得要顶着谋逆造反之罪，将太子的储君之位摁实了。甚至将圣上。大哥，小妹是觉得大哥太心狠手辣了吗？不是，怎么可能？娇娇只是觉着大哥让人太敬佩了，有大哥在，娇娇什么也不怕。小妹，这件事也就说起来容易，真要运作起来，难度极大。大哥要好好想想。其实太子殿下的胜算不小的，咱们乔家、太子的准岳长萧伯伯、皇后娘娘的母族任家，还有南京的郭将军，都是各顶各的得用。或许应该是定国公闪亮登场了。小妹，这件事容大哥好好想想，咱们先把画像仪式处理了。大哥，太子早已知晓有此事，想必东宫已经是铁板一块，二皇子此计未必能成。不过如今大婚将至，二皇子的手若伸不进东宫，定国公府却是很好的突破口。萧伯伯智勇双全，只要稍加提醒，必定能防得滴水不漏。不过嘛，完了，为什么我总是能秒懂大哥的言外之意啊？我的心脏啊！嘿嘿，不过这样一来，确实很有看头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小妹，咱们要不玩个顺水推舟？希望以后不要有人不识抬举来算计我大哥，不然裤衩子都给他们算没了。
嘿嘿嘿嘿，玩就玩，是二皇子先不要他娘脸的，索性大家一起下水，来个大乱斗。乔中国那边人派出去了吗？圣上，奴才昨日就派人去了。老二得讯后若奔逃北国，朕心里也有数了。他若敢回来，朕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话想对朕说。黄培，你替朕去一趟护国寺，亲自去将归去来西院拆了，那个帘位还有红绳，统统烧了。记住，不要让皇后和长儿知晓。雍帝见黄培半晌不曾应声，不满地回头扫了一眼，黄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急忙应了声是。去吧，圣上，护国寺主谋已经关进了诏狱，奴才看过了，确实就是娘娘身边的大丫鬟金珠啊。大少爷，属下赶去的时候，皇公公一行正在拆除归期来西院，院里生了火，帘位和红绳还有皇宫雕像都被扔进去烧了。但是太子殿下在暗处也目睹了全过程。少爷，太子殿下身为储君，想必对北国还有南离国的民风民俗都有所耳闻。这件事只怕黄培一行离开后，属下看到太子殿下在那废墟上站了许久，而后拔出腰间佩剑，斩下了一片衣袍。诏狱审讯房内，果然是你啊！你潜伏护国寺这么多年，戕害幼童，培养死士，是预留寿命的。狗皇帝，你怎的还有脸提公主？若不是你们雍朝，公主何至于那么早香消玉殒？我就是要报复，我要为公主报仇，我恨不得拖死整个雍朝。狗皇帝，对。15年前，玉流怀有身孕，他提出要去护国寺为腹中胎儿祈福。你们从那时就开始筹谋了，是不是？接下来的1年，元了大师突然圆寂，其座下大弟子元宽自枪于禅房之中，元佑接替住持之位，这都是你们的手笔，是与不是？到底是故人去，心肠凉。狗皇帝，你当年说好的会永远护着公主，结果呢？结果不仅害公主被皇后、被众人逼得自枪而亡，如今还往公主身上泼脏水。王公主对你动了真情，起了真心，还为你留下了一个孩子。真情真心，朕倒是将心肠都挖给他了。他是如何对朕的？老二根本不是朕的血脉，他是狄载英的儿子。狗皇帝，你竟然敢污蔑公主的清白，你不得好死！你方才说是皇后逼死了玉流，一国之母又怎样？还不是被公主玩弄于股掌间吗？7年前，朕意外得知红线转生之法，那是你们北国民间之法，朕明明都照做了，为何还是失败了？你3心2意，却是我们北国最大的仇人，你竟然敢奢望公主能投胎转生到雍朝？公主天人之姿，是要成仙成佛的。狗皇帝，你别妄想了。他现在都能回想起皇后当时的模样，他拼命地捶打她的胸膛，挣扎痛哭，声嘶力竭。雍帝在这一刻清晰无比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扎根蠕动，膨胀到快要炸开了，逼得他喷出一口热血。狗皇帝要不行了，他这是自食恶果，活该，活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都毁了吗？圣上，都毁了，奴才亲自烧的。圣上，老奴求您了，您换御医来看看吧，老奴求您了，圣上。别磕了，宣吧，宣御医。左右院判轮流把案脉后，低低地商议2句。如何？圣上正值壮年，龙体康健，只脉弦而长，隐有气机郁滞，情志不畅之象，当以疏肝理气为主，似气机舒畅，再行调理心神，自当无恙。2位院判的罢了，退下吧。圣上还是急召邹太医回京吧。黄培，你急糊涂了。朕前日已经派人传令乔中国，让他带老二快马归京，邹齐自然是一同回来的。圣上，黄培，只有你敢与朕说实话了。你说朕是不是变了？圣上，您是指？黄培，你告诉朕，这10多年来朕哪里变了？又是从何时开始变的？一一都给朕道来。你自安心，是朕叫你说的，定不会要你的脑袋。圣上，您是变了。在奴才看来，从接过玉妃娘娘亲笔所写的降书与画像开始，您就变了。玉妃娘娘未雨绸缪，她亲笔写的降书，甚至比乔将军兵临城下的捷报还早一步，送到了御书房的书案上。大郎，可是你爹传回什么消息了？此处乃是内室，四周有人看守，定无隐忧，你但说无妨。咚的一下，竟直接给萧宏达下跪了。大郎，你这是做什么？萧伯伯，爹数次在大郎面前说起，他与您亲如兄弟，您就是我和2郎还有娇娇的第2个父亲。大郎今日冒昧行事，
是想恳求萧伯伯救救我们乔家。如今朝中局势虽然不太明朗，但何至于动摇乔家？大郎，你爹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你速速与萧伯伯道来。他仰着头，神色凝肃地提起了近日发生的一切，包括二皇子的身世真相，以及可能到来的画像算计。萧伯伯，实情便是如此。大郎此来，一是想与萧伯伯商议画像一事，二是……结果他话还没说出口呢，萧宏达就抬手抚上他的头顶。不愧是萧伯伯，大哥的未尽之语，萧伯伯早就看得透透的了。大郎，老乔有你这个儿子是他的福气。萧宏达喃喃的低语：“快起来吧，你的苦心，萧伯伯已经懂了。大郎，你的顾虑是对的。殿下他仁德宽厚，我心中也是又敬又喜。但若不未雨绸缪，10数年后，今日圣上之忌惮，还是有可能在殿下身上重演的。此乃君心难测。千兰做了太子妃，萧家与殿下便彻底绑在了一起。无论是在殿下眼中，还是在天下人眼里，萧伯伯做什么自然都是心向殿下，不容怀疑的。但是你们乔家不一样，大郎安心，这件事儿就由萧伯伯来出这个头。萧伯伯，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或许那日形势所逼之下，我们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萧宏达抬手阻止乔天京再说下去。大郎，能兵不血刃自然是最好的，但若实在势不可为，无论是为了我萧家满门，为了我与老乔的报复，还是为了这天下万万民逼宫，又如何？反了又如何？这大庸天下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入北国贼子之手。萧伯伯，那个画像就来个顺水推舟吧，否则那日我可没有理由进宫啊。如今由头都送来了，周伯就是不往定国公府塞画像，我们自己也得整点出来。大郎，这件事也要与殿下还有皇后娘娘通个气，到时候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彻底定局。原就是想得了萧伯伯的准话后就禀报殿下的。萧伯伯，您千万不要拒绝，请受大郎以交交以拜。大郎不必如此，萧家与太子殿下早已共同进退，萧伯伯会出头也是为了自己。倒是你们乔家百般迂回出力，若事成，这头等荣光确实要落在萧伯伯身上了。大郎，你不觉得可惜吗？萧伯伯，大郎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乔家如何出人头地、风光无限，大郎使的是谋士手段，必要时刻阴谋阳谋来者不拒。但是自小爹教的忠义，大郎却时刻谨记于心。若这些筹谋能够让雍朝得以明君，让百姓得以安居，让爹壮志得酬，大郎不恋权位，不贪功劳，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便足矣。多谢萧伯伯全大郎所怜，萧伯伯高义，大郎敬服不已。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父皇，儿臣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此次事发突然，不能全怪乔大人，还请父皇从轻处罚。儿臣只是没料到此情如此凶险，生怕不能回到京城，待父皇西前尽孝。圣上啊！乔中国突然猛嚎一嗓子，将所有人惊了一个激灵。微臣也惶恐呢，生怕这条贱命交代在八匹岭上，不能回来继续在圣上面前尽忠啊！圣上呢？行了，乔爱卿，你此行护送不力，伤了老二，还耽误了联姻车程，确实该罚。联姻一事世人皆知，如今出了事儿，朕也不能瞒着，朕午后便会下旨治你护送不利之罪，你可服气。至于爱卿说的辞官一事，方才还说生怕不能在朕跟前尽忠，难道这辞官只是爱卿为了脱罪编出来的说辞吗？乔中国没想到自己抖个机灵，竟前后自相矛盾了。圣上，臣办事不力，还伤了二皇子，实在无颜再日日出现在圣上面前呢。臣做不了圣上的肱骨之臣，却依旧会竭尽全力为圣上分忧的。臣此番归京，在驿站听闻了护国害事，当真是心痛难忍呐！那么多稚童与少年，难道他们终其一生都只能浑浑噩噩度日了吗？圣上，臣心中忍不住想，若臣无法在朝堂上一展抱负，那自当在掰正这些少年上出点力。以上全是臣的肺腑之言，绝无半分虚情假意。父皇，此事民愤未歇，还是该彻查到底，将这伙贼人连根拔起。二弟，不是皇兄有意针对你，此番主谋之人乃是玉妃娘娘的故人，不知他们是否寻过你？皇兄，你心怀仁德，志在苍生，二弟怎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这件事二弟已听说了，当真是骇人听闻。但二弟心痛的同时，更觉悲愤难当。母妃孤身一人前来和亲，为的是两国交好。母妃心存大义，连周伯都说，母妃时刻都教他们与人为善，不可心存仇恨。谁知他们竟罔顾母妃的遗愿，做下此等丧尽天良之事。父皇，儿臣不曾见过那些主谋者，恳请父皇现在将他们唤来，儿臣要当面问问他们。他到现在都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世是否已经暴露。很快，铁链哐啷的声音传来：“狗皇帝，你怎么还没死？放肆！”这时候，一个绛紫色身影站定在了金珠面前。公主殿下，你是何人？
殿下您都长这么大了，奴婢是公主身边的大丫鬟金珠啊。您出生的时候，奴婢还摸过您的手啊。金珠似乎听周伯提起过，你既然是母妃身边的大丫鬟，自当明了母妃的心思，为何要违背母妃的遗愿，留在护国寺戕害孩童？此事就是你一人牵头，还是另有主谋？殿下，奴婢要为公主报仇啊！这一切的原罪是狗皇帝，公主那么年轻，死得多冤呢，奴婢不甘心。所以当所有人都决定回归故土的时候，奴婢不愿意走，奴婢就是拼上这条性命，也要撕下狗皇帝一块肉来。愚蠢！本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母妃身旁有你这般恶人，你心肠歹毒，罪不容诛，该当给那些死去的稚童赎罪。殿下，你公主啊，只有奴婢记得您的委屈，只有奴婢记得呀。点个圣上，有工人从东宫瞧见了一些画，现呈给圣上。完了，太子怎能如此大意，被人算计啊？圣上若是见了画，必定勃然大怒啊！画呈上前来。画上的内容映入眼帘，是一绝美女子半倚在美人榻上，她的衣裳退至胳膊处，朦胧的轻纱覆身勾勒出玲珑曲线。让人不堪直视的是，画像中女子身上也有黄字，是极其可疑的痕迹。母妃你们这些畜生，你们怎敢这般玷污公主？我杀了你们！孽障，你这个孽障！父皇，儿臣是冤枉的，儿臣从未见过这些画像。这些时日，东宫忙于儿臣大婚，难免有所疏漏。这是有人在陷害儿臣啊！冤枉，陷害！皇兄，你储君之位稳固无比，上有父皇母后宠爱，下有乔大人等能臣相护，谁有这个胆量和能耐敢陷害于你？我母妃早已香消玉殒，她虽为敌国和亲公主，却也容不得这般轻视和践踏。父皇，儿臣身为人子，没有机会侍奉在母妃身前，已然是天大的遗憾。如今绝不容许有人侮辱母妃，还请父皇还我母妃一个公道，否则儿臣只能以人子的身份以死明志，维护母妃清白。太子，你还有何话说？难道你想说是老二丧心病狂到用他的母妃来构陷你吗？父皇，玉妃娘娘在你眼中确实是块宝，但是在儿臣眼里，她是阻止了父皇开疆扩土，扰乱了前朝后宫，甚至让母后吃尽苦头的心机深沉的敌国公主。儿臣这般说，父皇还会认为儿臣觊觎着玉妃娘娘吗？好啊，太子温良恭顺了这么多年，今日倒是让朕看了回本性。来人，太子武力犯上，觊觎宫妃，秽乱圣上，还请父皇为我母妃做主。太子秽乱后宫，罪不容恕。请圣上，定国公在宫外持牌求见，口中大呼10万火急。圣上，祖宗规矩在上，这10万火急令必须速速接见的。宣微臣参见圣上。小爱卿，你可知10万火急令牌不是儿戏，有何要事，速速禀来。回圣上，臣今日清点长女嫁妆之时，意外发现此物，当即遍体生寒。准太子妃的嫁妆是要送入东宫的，微臣不敢想象，若此物出现在东宫，太子殿下将受到何等攻坚与污蔑，故儿臣自作主张，动用了10万火急之令，只求即刻见到圣上。黄培急忙绕过长案，来到萧宏达身前，小心翼翼地接过纸张，面向雍帝，缓缓地展开。下一刻，一幅与方才黄培所成大同小异的画像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圣上，虽不知是何等贼人如此用心险恶，但细想贼人的动机，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这是妄图用此龌龊手段，引得圣上您与太子殿下父子离心，甚至让圣上在盛怒之下做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呢。还请圣上下令明察，揪出贼人，还太子殿下与臣清白，亦是为玉妃娘娘讨个公道。定国公既是皇兄的准乐长，自然是向着皇兄的。此番我母妃无端受辱，谁知是不是？圣上，本宫要见圣上。圣上，听声音，殿外求见的似乎是静妃娘娘。宣王。点个订阅。圣上，不得了了，后宫翻天了！宫人今日在陈庆宫中搜出了一秽物，简直不堪入目啊！圣上，皇后娘娘身边梅嬷嬷吃话求见。圣上，周昭仪吃话求见。圣上，谁这么缺德呀？把玉流的绘画撒得河宫都是，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圣上，奴婢替娘娘传话，后宫出现此等秽物，娘娘身为后宫之主，深感惭愧。此事发生的诡异，娘娘思来想去，怕是因近日二殿下身世存疑，有人听到风声落井下石，故而布下此局。娘娘恳请圣上为还后宫一片安宁，尽快查明二殿下身世之意，以还已故玉妃娘娘一片清白。什么？这位嬷嬷，您方才说二皇子身份存疑，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啊！是与不是，一查便知，一验自清。娘娘相信圣上定会秉公处置，必不让皇室血脉有一丝一毫的混淆。父皇，母后之言有理，画像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如今看来，却原来是针对二弟的。清者自清这句话，儿臣方才送给自己，如今送给二弟玉妃娘娘。儿臣相信玉妃娘娘当年是真心透彻，必不会让雍朝与北国同时蒙羞，还请父皇彻查。父皇，他们在说什么？儿臣的身世有什么问题吗？
老二，宫中有人密言，玉妃曾背叛玉珍，你的生父另有其人，皇室血脉不容混淆，今日便分出个是非曲直来。你若有冤屈，一会儿尽管辩驳。若此事属实，朕自然会按照祖宗规矩，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给皇后一个交代。儿臣相信父皇，相信母妃，一切但凭父皇做主。来人，将六福子和周流押上来。很快2个人就被押了上来。六福子其人乃崇华宫小太监，为重要人证。六福子，将你那日所言一字不落悉数道来。是，奴才之所以知晓二殿下甚是有疑，是因为听到了周伯密语。那日奴才……六福子断断续续将回味过无数次的真相又说了一遍。周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冤枉！这简直是莫须有的冤枉啊！什么狄在英，老奴根本不认识此人。这狗奴才无中生有，只不过因为那狄在英是北国人，他就将这帽子扣在了老奴头上。老奴是北国人没错，可是如今老奴一心一意侍奉二殿下，绝无异心呐。这狗奴才藏在崇华宫中，居心叵测，还编造如此恶言，怕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想要拖垮二殿下，还请圣上明察，还殿下清白呀！圣上，奴才岂敢呐！奴才虽然听得如此惊天密语，但是为了这条贱命，一直不敢声张。那日若不是在皇公公面前露出破绽，奴才也不至于沦落至此，小命难保啊！如今既然都扑到明面上了，奴才出身微贱，但也舔着脸说一句大意。奴才心中最恨的就是北国贼子，如若今让贼子混淆皇室血脉，奴才死也不能瞑目。圣上，奴才敢以性命起誓，奴才所闻周伯密语句句属实，若有假，罚六福子死无全尸，永世不得超生啊！一小小奴才出身卑贱，哪里说得出这样的话？定是有人教他的。圣上，这是有人要置殿下于死地啊！这小奴才的话听着就让人觉得真。俗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周流肯定就是在狡辩，笑死了！亏得圣上将那个玉流当个宝呢，结果成大王八了。梅嬷嬷，我听说民间有滴血验亲之法，你是皇后的身边人，你来说，照圣上滴血验亲，二皇子保准原形毕露。圣上，奴婢斗胆，听闻民间有一滴血验亲之术，可辨明亲缘关系，或可一试。宣邹齐，微臣参见圣上。邹齐，这问你，民间滴血验亲之术可做得准？圣上，这滴血验亲称为和血法，臣曾经周游各地，这和血法也亲眼目睹过，这准确性约莫能有80%。80%，那就验。邹齐，你去内殿将所需一切备来，黄培你亲自跟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圣上，不知这验亲之事要验的是圣上与二殿下。圣上，这滴血验亲之法，微臣方才也说了，只有80%做得了准呐。这皇室血脉容不得儿戏，还是……邹齐，你只管说来，到底如何验？回圣上，据臣所知，这和血法是1碗水验2人，需所验2人各滴1滴指尖血入水碗，血液溶则为亲生，若不溶，恐血脉有疑。但是血到底是溶于水的，时间一长便会混作一团，故而只有前几息做得了准，约莫便是如此。言，父皇，儿臣知道邹太医乃父皇贴身御医，皇公公又是父皇最信任的跟前人，但此局关乎父皇与儿臣的契缘，关乎儿臣生死，儿臣必容不得任何混淆与算计，所以儿臣请求加以验证，否则无论结果如何，儿臣都不愿承认。老二，你要如何验证？皇兄亦是父皇的儿子，臣弟很羡慕皇兄不曾被造这个谣。皇兄，想来你也不介意一同来检验，还臣弟一个清白吧？自然。3人要如何来验？若3人要验，须得多2碗，一为圣上与太子殿下，一为圣上与二殿下，最后夜晚可验太子殿下与二殿下。如此一来，当无错漏。那就再盛2碗清水来。3碗清水在御案上一字排开。父皇，可否由儿臣指定滴血的水碗？二皇子伸手指了指黄培第2次取出那碗清水。皇兄，你先与臣弟一验，如何？那便开始吧。他取过银针，径直扎在了自己左手食指的指尖，一滴血却是落入了中间的那一碗清水。皇兄，臣弟方才一时念起，盖第2碗了。太子没有多言，他当即取过银针，同样将左手的食指指尖扎破。他微微一挤，鲜血落入了第2碗清水中，2滴血落入水碗后隐约漾开，但到底是泾渭分明，不曾相容。兄弟猛地抬起头来，死死
盯着二皇子。圣上，二殿下，微臣方才就说过了，这个和谐法只有80%能做得了准。三爷，父皇，请您与儿臣一言，而且不用引针。二皇子说着，便直接咬破了自己右手食指，将一滴血挤入了第一个水碗中。这时候，雍帝隐约间闻到了一股极馥郁的香气，方才只是隐隐约约间有一丝，如今却明显多了。雍帝倒是毫不犹豫，抬手就用力咬破了自己右手食指，跟着挤了一滴进去。他看到自己和雍帝的血珠在水碗中隐有扩散，但还是没有相融。老二，抬手就隔着玉案狠狠甩了二皇子一巴掌。好啊，你和你母妃，你和玉流都……父皇，水有问题，3碗水都有问题。父皇，儿臣就是您的血脉，是他们想要弄假成真的。皇兄，你可有胆再与父皇一验？他再度用力挤压那根被咬破的手指，将一滴血挤到了第3碗清水里。老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太子走上前来，而后毫不犹豫地咬破手指，将血挤了下去。只见2滴血珠缓缓地氤氲开，在清水碗里相互缠绕连结，直至完全融为一体。融了！圣上，求您睁开眼睛看看吧，求您自己看看，你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他赢了，玉流彻底赢了，臣妾没有他那个魄力，舍不得撇下战儿。他死了，可是他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圣上，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生生耗尽了，错在玉流吗？不是圣上您亲手给了他这个机会，不是吗？这样心殿从前是欢喜物，如今却成了伤心地，臣妾是万万不会再来自取其辱了。皇后重重的叩地，冲他行了一个大礼，而后顶着那个巴掌印决绝的转身。这一去就是14年的离心。雍帝想到这里，禁不住眼前发黑，那股悲愤交加的感觉再次袭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圣上，邹太医，快来看看！热血喷洒而出，落在了前面的3碗清水里。圣上，他看到，在他和太子分别滴过血珠的清水碗里，他们的血液正在缓慢地溶于水，而雍帝喷洒进去的血珠凝在一旁，也并未与太子的血相融。二皇子逆着人流栖身到太子身前，猛地攥住了太子右手。然而当二皇子翻过太子手掌时，上面除了方才咬破的伤口，干净的没有丝毫痕迹。二弟，不，你根本不是本宫的二弟，你是狄在英的儿子。皇兄，臣弟到底是被你抓住了错处，如今真相如何，全凭你一张嘴罢了。但皇兄若以为你至此就可以高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们的对手从来都是我母妃，而不是我。二皇子说完这句话后，立刻一脸惊惶的往雍帝面前凑。乔大人，别以为本殿输了你也能独善其身，功高盖主这句话本殿也要送给你。你以为皇兄就不一样吗？你乔家沈元白。萧宏达忽然低喝了一声，从殿中疾步走来，强势站在了乔中国的身前。你血脉已定，乃是北国贼子，已无资格在此立足，休要在巧言令色，妄图翻身。邹太医，圣上究竟如何了？皇公公，微臣斗胆一言，圣上怕是中毒了。中毒？这边二皇子被萧宏达拦着，闻言却诡异的扬两嘴角。下一刻，他长袖一扫，忽的将岸上一个清水碗抓在手中。来人，二皇子身世存疑，今已查明，其乃玉妃与北国奸细的私生子，速将其拿下，关入诏狱，留待圣上处置。遵命。二皇子奋力躲过了萧宏达的擒拿，手中一用力，便将水碗掰成2半。下一刻，他毫不犹豫地将碎碗的尖锐一角狠狠扎进了自己左肩的伤口里。待碎碗被拔出之时，二皇子的左肩瞬间血流如注。父皇，母妃对您一片痴心，您今日怎可因为他人的算计怀疑母妃不真？父皇，儿臣愿一切明志，求您还儿臣一个清白。醒了，圣上醒了。玉流只觉一股无比浓郁的香气充满了他的鼻翼，甚至丝丝缕缕的钻进他的身体里。雍帝忽而瞪大眼睛，紧紧攥住黄培的手。别忘了。而后雍帝便感觉到一股气力从他身体深处钻了出来，让他瞬间精神百倍。父皇，难道您能容忍众人这般折辱儿臣吗？母妃见了儿臣这般凄惨，只怕是要肝肠寸断的。下一刻，雍帝绕过长案，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几步走到二皇子面前，口中柔声说道：玉流，朕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朕的。
父皇，您糊涂了，是儿臣啊！父皇救救儿臣吧！定国公想置儿臣于死地啊！萧宏达罔顾军意，以下犯上。来人，拖出去！父皇，方才滴血验亲已然验明，他是玉妃和狄在英的私生子。父皇，您为何还要偏袒至此？父皇，皇兄伙同定国公乔中国邹太医，还有静妃等人冤枉儿臣，深思其意，怕不是早有篡位之心。朝廷2大红骨之臣都是太子的人，叫人如何不脊背发寒啊？更遑论皇后娘娘背后还有人家。父皇，皇兄蓄谋已久，他才是罪该万死的那一个呀！二皇子见状，忽然抬手沾上肩上的热血，而后往雍帝腕上一握。父皇，这世上唯有儿臣与母妃是真心待您的，您瞧，儿臣都以血明志了。太子，你当真妄图谋反吗？萧宏达、乔中国他们都是你的帮手，朕还没死，你已然结党营私，开始觊觎朕的位置了。好啊，来人呐！几个宫墙之隔，一个小小的身影坐在石凳上。小妹妹，然后呢？娇娇借助了功德商城，对了一张身临奇境符，在远处窥看着御书房内的场景。原来的大好局势，在二皇子扎破左肩的时候急转直下，如今眼看着就要让他绝地翻盘了。血，二皇子的血绝对有问题，难怪他敢回到宫里来，原来是能靠血操纵皇帝的心神。小四，我们得赶紧过去，万一……好，乔妹妹到我背上来。来人，太子意图谋反，给朕剥去他的蟒袍，打入诏狱。圣上，不可呀！圣上，不可呀！奴才有罪，是奴才贪生怕死。其实去年您让奴才处死狄在英的时候，奴才听到了狄在英的临终呓语。圣上，狄在英唤二殿下白儿啊，二殿下确是狄在英的儿子。圣上您不能一错再错了，这样只能是亲者痛，求者快呀！太子殿下温良仁德，是圣上为天，是圣上您手把手教出来的储君呐。您此举可是将太子殿下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呐！圣上，邹太医，你见多识广，什么毒如此厉害，用血就能控制心神？乔大人，这怕不是毒啊！如此药物能惑人心神，左右行为，怕不是南离国的秘技之一，号之为蛊啊！蛊！父皇您瞧瞧，连你身旁最亲近的太监都心向着皇兄，可见皇兄谋图已久，无孔不入啊！父皇，您为何还心有犹豫？难道您能纵容他人染指您的皇位吗？二皇子说着，在伤口处狠狠的一捏。狗奴才，王朕这般信任于你，该死！一旁的谭汉池见状，急忙去扶黄培。谭修软，圣上前几日或许对今日之局面有所察觉，圣上留下了一旨，在养心殿。谭修软，圣上信得过您，老奴也信您，请您速带老奴去取，或可扭转此局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来人，将太子给朕拿下，还有萧宏达、乔中国，统统一起下狱。乔爱卿，朕的疑心果然不假。萧卿身为太子准岳丈，他今日护着太子，朕还当是情有可原。可你是朕的重臣，如今也向着太子，倒叫朕心寒无比。大丈夫既识君路，当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还，而非如臣今日单于朝廷尔虞我诈，日是如履薄冰，有皇位旁落，惶惶不可终日。当年圣上送臣北征，何其信重，臣感念至今，午夜梦回仍不敢忘啊！圣上，臣当真是只差将这颗心扑给圣上了。太子乃圣上嫡子，仁德贤良，并无过失，圣上何以被这北国贼子蛊惑军心，妄议废立？贼子此举才是篡逆啊！臣乔中国识君之路，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今日便是身死，也要阻止圣上铸下大错。至于圣上所言谋逆，臣乔中国若有此念，皇天不佑！拿下！乔中国见状，满心绝望。本宫看谁敢！母后，您来了，看您这站位，所以皇兄蓄意谋反也有您一份了。父皇，皇后连同外戚众臣助储君谋反，此事在历朝历代皆是有先例的，若不先下手为强，只怕后患无穷。将皇后一并拿下！放肆！本宫是奉天地祖宗之命，从承天门抬进来的中宫皇后，谁敢在本宫面前动手？今日滴血验亲已然明了，二皇子乃一国血脉，今日他蛊惑圣上意图谋反，你们还要助纣为虐不成？天下事在朕今为之，谁敢不从？天下之事在圣上，在诸位忠臣，更在千千万万庶民。今日若让北国贼子得逞，动摇国祚，坏我大雍朝祖宗基业，而今日在场的所有人皆为卖国。雍定国公萧宏达在此，
弑杀北国贼子沈元白，上安朝廷社稷，下泻天下黎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乔中国同样上前一步，与萧宏达一左一右的守在皇后和太子身前，表明了立场。谢天谢地，皇后娘娘及时到场，否则等我和小四赶来，里头指不定已经打起来了。如今服饰扎好了，可是雍帝和二皇子被御林军重重包围，我怎么进去呢？而且还不能被人察觉是我在帮助雍帝，否则我只怕真要被抓去烧死了。二皇子讥讽地扯了扯嘴角，忽的右手在肩上一抹，然后将手中的血液抹到了雍帝嘴边。乔大人，劝你不要对本殿动手，因为父皇会不遗余力保护本殿的，到时候你可就要背上弑君的罪名了。你以为这样一来，你乔家满门还能活吗？父皇不必再浪费时间了，一举将他们拿下，我们再一起去看看母妃可好？皇后与太子谋逆之罪已然属实，来人，将他们统统拿下！朕之令，谁敢不从？视同谋逆诛九族。点个订阅。小四，你能冲进去吗？只要让我接触到你父皇几息时间就可以了。乔妹妹，我尽力一试，你不必勉强，一定还有其他机会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有旨，藏于养心殿中。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朕数十年来担心竭力，虽知壮力，已敢力有不逮。今东宫太子元战人品贵重，身效朕功，必能克成大统，助继朕登基及皇帝位，特此布告内外，贤使闻之。父皇，您不是属意而臣继任皇位吗？自然，朕只会将皇位传给朕与预留的孩子。区区休传，竟敢骄诏！来人，将谭修传拿下，待此事一定，即刻诛九族。此传位圣旨，乃圣上亲笔所写，其上还有传国玺与圣上私印，何来有假？且臣谭汉池读的是圣贤书，圣人有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臣心中自有坚守与信义，绝干不出骄诏之事。不假，不假。圣上前些日子便意识到自己龙体有恙，也隐约察觉到了二殿下的狼子野心。圣上便是担心出现今日之意外，故而留下此传位诏书，藏于养心殿内。只是没想到二殿下手段如此高明，竟然完全控制了圣上的心智。如今诏书已现，众御林军还不将这北国贼子拿下吗？娇娇见所有人都震慑于传位诏书的出现，赶紧扯了扯四皇子肩膀，他重新拖了拖背上的娇娇，忽的像只灵活的小耗子，嗖一下钻了出去。谭汉池不动声色地看了娇娇一眼，而后大踏步走入殿中，冒险走到了两拨人的中间。谭汉池果然知道我的特殊之处，否则怎么会这么机灵和巧合的给我做掩护？到底是种瓜得瓜，当初救人虽然冒了风险，如今可不就收获一个聪慧无比的助力了吗？二人偷偷摸摸地靠近雍帝，原以为顺利无比。是四皇子，糟糕！他本来还想着在救下雍帝的同时，给二皇子来个什么定身符什么的，如今能救下雍帝都够呛了。不管了，先救雍帝！立刻一把贴住雍帝的腿。对，这一次他学乖了，尽量让自己保持脑袋空空，心里头什么都不想。父皇，您醒醒啊！您看看儿臣，您这样儿臣好害怕。小厮一直都有好好听话的。父皇，谭先生教小厮写的字，小厮还没来得及给父皇看呢。父皇，您快醒醒！不一会儿，父皇从谷中清醒过来，他这般高呼，旁人应该就会认为是他唤醒了父皇，而不会联想到乔妹妹身上了。父皇定是听到小厮的声音了。父皇，您抬头看看小厮啊！圣上，只见雍帝忽然面色涨红，浑身颤抖，他能感觉到父皇正在脱离他的控制，这怎么可能？不好，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二皇子扭头接过周勃手上的刀，扯着雍帝就往御书房外走。想走迟了，萧宏达，你连圣上的性命都不顾了吗？今日我若弑君，任何一个对我出手的人都脱不了干系。我沈元白身怀武艺，死之前定会将圣上一并拖下水。不要伤了圣上！定国公，您快让开呀！萧宏达抬头望了太子和皇后一眼，太子与皇后神色复杂无比，却还是同时的点了点头。萧宏达一让开，二皇子便压着雍帝走出了御书房。这时候身旁的雍帝突然浑身剧颤，忽地弯腰，哇的连连吐出了好几口血来。圣上，谁也别跟过来，否则我选择同归于尽。雍帝微微启唇，用尽全身力气对太子吐出3个字。太子细细的辨认一番，忽地猛地后退一步，满脸惊骇。父皇对他说：护国寺殿下，太子殿下，您不能动手啊！圣上固有错，但圣上是军师父，圣上当年是年轻帝王，心高气傲，这才中了玉妃的蛊。圣上清醒过来后，已经在尽力为您步步筹谋了。太子殿下，您心怀仁德，出身正统，将来必定是天下之福，受万民敬仰。求您想想办法，救救圣上吧，太子殿下！那日他挥剑割袍，
便是彻彻底底下定决心的。但是他今日方知，原来父皇是故意引他去护国寺的，还未雨绸缪，留下了传位诏书。太子下定决心了，殿下不可呀！怎么回事啊？圣上！脚步声渐急，众人扭头看去，竟是文武百官无照而来，而他们身后正跟着一队御林军。皇兄，你当真不顾父皇性命，也要杀了臣弟吗？若果真如此，即便我刀的不是你，这杀君弑父的罪名，你也别想甩开。老韩，你们怎么来了？乔大人，是有国中太监来府中传旨，说是圣上急召，还有圣旨在手，我换上官服便马上赶来了。结果才接近宫门口，又有御林军将我引到了右天门。我到了才发现，朝中官员基本都来齐了。我等忧心忡忡，不知圣上何时相召，一路就被引到了此处。莫非当真是有人假传圣旨不成？难怪他敢回来，果然是早备了后手，只怕他入宫后不久，急诏的旨意便传到各官员的府上了。若他今日事成，便刚好在文武百官面前坐实皇后与太子谋逆一事，名正言顺，除去最大的绊脚石。若失败，他便挟持拥弟，太子敢动手，便是不顾拥弟的性命。文武百官亲眼所见，天下人的唾沫星子都能将太子殿下淹死，他真是欲可遂而不可改其白，不可分而不可毁其节。这位大人，今日宫中查实，眼前的二皇子乃是玉妃与北国奸细狄载英的血脉，实乃北国贼子。他被揭穿身份后，恼羞成怒，挟持圣上意图立功。太子殿下担心伤害到圣上，不得已和北国贼子在此对峙，便是如此啊！北国贼子休要伤害圣上，我只有一个要求，放我出宫。我与圣上到底有多年的父子情分，我若得自由，自然不会伤害圣上分毫，否则今日一了百了。慢，休要伤害父皇，你的要求本宫应了。就知道二皇子敢回来，事情就没那么容易结束。亏得我们乔家也准备了后手，二皇子别以为他出了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接下来就看大哥和二哥的了，一定要将他留住啊！陛下，你受伤了。不碍事，刘允，帮我一起扶住父皇，我们走。乔中国忽然取过身旁御林军的刀，用力的投掷而出，斜斜的插在了周勃和刘云身前的地砖上。北国贼子，容你出宫已是极限，莫非你以为还能带着你的走狗全身而退不成？乔中国，休要与我谈条件，那就端看这两个中仆舍不舍得拖累你了。方才父皇清醒的瞬间，曾明言叫本宫动手，皇公公亦看在眼里，但是父皇可以为了江山社稷不顾己身，本宫为人子，却不能做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今日僵持在此，你已无胜算，若还想全身而退，未免太不把本宫放在眼里。况且你的伤势还能撑多久呢？莫要再用父皇威胁本宫了，能让你走已是极限。你若敢动父皇分毫，今日文武百官作证，本宫与你鱼死网破。不要做蠢事，这不过是太子的宫心计。殿下，不用管老奴和金珠了，您走吧。殿下，当年奴婢随公主一同来到这里，如今万万没有抛下公主自己回故国的道理，不然公主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该有多寂寞呀！不要上当啊！我早已谋好退路，否则也不会归京的。萧宏达倒是警觉，亲自上前将自投罗网的周勃和金珠控制下来。事已至此，还不走吗？本宫许你走出城外3里，届时你必须放了父皇，在右天门备够30匹马，到了城外3里，我自会放了父皇。走。殿下，当年拥军兵临城下，公主曾有一言：城若破，有死而已。欲可遂而不可改其白，不可分而不可毁其节。殿下，这就是您名字的由来。当年不屈，公主也曾抱着襁褓中的您哭干了眼泪啊！别怪公主，殿下。殿下，对不起，那时候老奴不应该贪生怕死，老奴应该让朱峰先走的。老奴错了，殿下，老奴错了太多，实数在谋算，全会以老奴一身呐！殿下万万保重，老奴这就去向公主请罪啊！只见周勃躺倒在乔中国之前射出的那把刀旁。殿下，是老奴对不起你。这一趟他真的一无所有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休要再上前来！父皇，多亏有你，儿臣才能从宫中逃出来。直接坐到了雍帝身旁，大有一副要长谈的意思。父皇，儿臣要去北国了。不是，你没资格较真。罢了，父皇说不是也就不是了。他忽的又躺下了，躺在了雍帝身旁。父皇都走了，朱峰、周勃、金珠他们都走了。您说这一场算计，到底是棋子悲哀，还是失败的执棋者更悲哀呢？莫非殚精竭力，连我的一生都算在了里面？他或许没料到我是个不听话的，此番若去北国王庭，我定会有一番作为的。但是父皇您未必看得到了，那股经年累月早已与您融为一体，此次强行吐出，只怕您也活不了多久了。父皇，谢谢您为儿臣送行，这雍朝国都我终会回来的。说到这里，沈元白缓缓地起身，将雍帝也扶了起来。父皇您瞧，乔中国和萧宏达在等着接您呢。二皇子扬了扬唇，而后快速飞身上马，一行人疾驰而去。
圣上，圣上，臣救驾来迟了。当初让乔中国直接攻下北国，或许今日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年，圣上您太虚弱了，莫要说话。臣带您回宫。皇后娘娘，圣上气血亏空的太厉害了，且五脏六腑受损严重，臣只能出个方子将养着。这剩余的，邹太医，你下去开方子吧。是。乔中国终于带着娇娇归了家。夫君，这滴血验亲的玄机究竟在何处？要说姜还是老的了。出宫之前，老子为夫还专门寻邹太医聊了聊，也要多亏娇娇给的操纵之秘，邹太医这才玩了一出瞒天过海。这时候，邹太医取出一袋早已研磨成细粉的白矾，蘸暗味交给太子，嘱咐太子后涂于掌心之中，却不要触碰到指尖。娇娇给的方法里有一条，用盐或醋事先擦拭水碗，如此一来，血入清水便不会融合。当然，说起来容易，做的过程中也是有难度的。毕竟当时黄公公是跟着邹太医一同进店的，好在邹太医早就在袖中准备了食盐包，又借口内殿的水是温的，不能用于验血。趁着黄公公转身去取冷水的功夫，邹太医这才寻到机会给水碗做了手脚。邹太医牛啊，果然是术业有专攻。爹，小嗣如今已经知道我的特殊之处了，那毕竟是他的父皇，你说他会让我救雍帝吗？小嗣那孩子他有自己的考量，或许过几日他就会找你了，先听听他的决定吧。宫中的事差不多说完了，乔中国这才扭头看向乔天金和娇娇，说说你们的打算吧。把老二派到哪里去了？二弟武艺高强，有勇有谋，追击二皇子的任务非他莫属，还真派他去了。是去哪个关口？今日太子殿下已经传令，雍朝至北国的每个关口都要严查，沈元白的画像也传过去了。爹，不是去北边的关口，而是让二弟去八皮岭。八皮岭，这不南辕北辙了吗？这其实也不过是我与小妹的一个猜测，但如今任何一个可能都不能放过。既然北边有太子的人，那我们乔家就去南边碰碰运气。儿子将乔伯都拨给二弟了，希望这次能一击必杀。那沈元白若当真逃往南离国，这一路他必定也会谨慎的东躲西藏，但毫无疑问，八皮岭就是必经之路。且等等看吧，既是奔逃，很快就会有消息了。点个订阅吧。爱上你从那天起。3日后，太子大婚如期举行，雍帝拖着病躯勉强参加了，而后早便退场了。6日后，一队人马风尘仆仆地来到八皮岭。殿下，撑过此地，我们就进入南离境了。结果就在这时，前方毫无预兆地拉起一根粗绳，距离太近，根本躲避不及。陛下小心！可下一刻，人仰马翻，连他也被甩了出去。场中尘烟四起，霎时乱作了一团。这时，一群黑衣人悄无声息地混进了尘烟中，手起刀落，收割人命。沈元白忙于赶路，虽仔细处理了伤口，却没有时间好好休养。此时只觉得左肩疼痛欲裂。乔帝身强体壮，武艺高强，这全力一击可不是受伤的沈元白能抵挡得下的，顺势再次斜地插进了沈元白的左肩里。沈元白闷哼了一声，伤上加伤，几乎让他疼得昏厥过去了。乔帝义，埋伏在此的竟是乔帝义！这一刻，沈元白的头皮几乎炸开，乔天金竟然连他改北归为南行都料到了，如此的头脑和心计，几乎让沈元白看到另外一个自己。这乔家人实在阴魂不散，竟然让他们追到此处来了。眼看着沈元白的左肩再次汩汩冒血，刘云心如刀割，知晓沈元白如今不是乔帝的对手，他当即持剑杀了过来。乔帝听得身后急促的脚步声，根本不曾回头，他听声辨位，忽的一个矮身躲过横扫过来的长剑，随即右手匕首上挑，分毫不差的捅进来人的心口里。下一刻，他甩开手中长剑，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抱住乔帝义。陛下，快走，快走！刘云，其实他一直都知晓刘云的心思，但他实在是无心男女情爱，他身上的包袱太重了，重到喘息已是奢侈。刘云是他带走的最后一个故人，如今为了救他，也要止步于此了。陛下，走！沈元白死攥了攥手，下一刻转身奔向一匹已经起身的快马，回头望了一眼，到底还是决的离去了。看着背对自己的沈元白，乔帝毫不犹豫地拾起流云佩剑，内力灌注双手，猛地投掷出去。他提起手中匕首飞追出去，在沈元白坠地的时候，立刻上前补刀。沈元白实在是还手不及，本能地抬起右手阻挡。乔帝见状，毫不犹豫地划在沈元白小臂上，直接割断了他的右手手筋。
他浑身微微颤抖，几番尝试，终于用左手摸索到腰间的匕首，而后狠狠朝乔蒂甩了出去。下一刻，他撑地爬了起来，根本来不及查看右手伤势，卯足了劲向前跑去。他重伤在身，被乔蒂追杀的简直犹如丧家之犬。要结束了吗？在这里就结束了吗？就在此时，地面开始微微震动，紧接着一大波人马出现在沈元白的视野里。乔蒂已然飞身追来，目露杀气。这时数十道箭矢忽地从对面的人马中飞射而出，却悉数越过前头的沈元白，将目标对准了乔蒂。这时候，一个窈窕的身影从马背上飞奔而下，冲沈元白迎面跑了过来。殿下，是殿下吗？奴婢银珠来救你了。点个杀了他，速战速决。是。一连100余人冲上前来，乔蒂见状急忙后撤，与乔伯他们会合。乔伯，那个贼子他有帮手。少爷，快到属下这边来。殿下，您先随奴婢走，南离这边如今情况也很复杂，咱们到了落脚处再细谈。沈元白点了点头，他艰难上马。殿下，30战100，那人别想活着离开了。乔蒂一看沈元白逃之夭夭了，心中大急。这狗屁的天命之子也太难杀了吧！二少爷，先看看我们自己的处境吧，对方可有100多号人呢。乔伯，露真功夫了，杀！乔家军得令。杀！乔家军陷入了苦战，忽的远处再次传来了阵阵马蹄声。乔伯，我们不能这么点背吧？莫非来的又是敌人？没想到下一刻，外围就响起了打斗声，很快包围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乔公子，孟小姐从包围圈的豁口处望去，而孟古雪正朝这边激动的招手。回了南离国后，孟古雪整日里就板着个脸，问他配方，反正呢就是一个字也憋不出来。问他梦境，他又说问忘了。也就今日出来许他同行，得了他一个笑脸。结果他对乔蒂笑成这样，百里成又黑了脸，故意不上前去解围。百里皇子，我今日乃是追击沈元白至此，方才有一个叫银珠的救了他，二人带着人马往东边去了，我这里用不着你，你快赶去补刀啊！沈元白，我就说银珠和玉流有关系吧，你快去，我和乔公子就在这里说说话，顺便等你。百里成佑倒也没有犹豫，当即将马留给孟古雪，转身又要了阿图的马。阿图，你负责这里，保护好3伙妃。阿惹，跟本殿追人。而这边有了帮手，乔蒂他们很快就将敌人杀尽了。乔蒂散了散身上的血腥气，这才走向了孟古雪。阿图是个忠心的，一瞅见乔蒂走过来，当即站在孟古雪身前，眼睛瞪得像个铜铃似的。阿图，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家主人戴绿帽的。再说了，这位乔公子早就心有所属，我们只是朋友。阿图兄弟，你留下一起听吧，我不介意。皇妃您慢慢聊，阿图就在一旁，有事您随时吩咐。孟小姐在南离国似乎过得不错，我爹若是知晓，也能放心许多了。乔大人今日如何？其实分别还不足1月，不知怎的，竟好似过了许久。我爹好着呢，指不定现在正在家中惬意的啃猪蹄膀呢。乔公子，你们不是护送沈元白回京了吗？怎么又双双回到这八匹岭了？而且还是追杀？还要多亏孟小姐和我爹说的那些秘密。我爹传信回京后，我大哥去一一彻查了一番。很快，少年死事一事，还有二皇子的身世都被揭发。京中因为这2件事几乎闹翻了天。沈元白半路出逃，我是奉命来追杀他的。这可当真是完全颠覆了他梦中所见呀！孟小姐，我听你方才的话，你似乎早就知晓银珠和玉流有关。在那个梦里，巧了，也是听周伯说的。那年中秋，许氏几杯酒入了肚，周伯感伤之下，也就提了一嘴，说起了玉流身边的故人。我当时也没仔细去听，但有2个名字还是很好记的，叫金珠、银珠。到了南离国后，百里成又有些事也没瞒着我，说起他那个丹羽美色的大哥百里成业，又尤其提起了他的爱妾，就叫银珠。我当时心里一咯噔，觉得没这么巧吧，但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提醒百里成佑最好仔细查查这个爱妾银珠，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么些年，南离国大皇子和二皇子斗得不可开交，大皇子那边竟然一直都是这个银珠在出谋划策。你也知道，百里成又算是南离国主的老来子，大皇子和二皇子之前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如今他崭露头角了，南离国的局势也越来越复杂了。不过，大皇子和二皇子的争斗已经白热化了，不好说。言归正传，正是因为查到银珠不一般，所以百里成又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前2日收到消息，他突然乔装打扮，带着一队人马北行，我们立刻就跟来了。现在看来，他竟是专门来接应沈元白的。孟小姐，你觉得银珠身为玉流的丫鬟，为什么会在玉流死后来到南离国呢？而且还做了南离国大皇子的美妾？不瞒沈公子，我的疑惑也正是在此。
应该是玉流安排的吧？他不仅渗透了雍朝，还往南离国伸了手，难道他志在天下吗？谁？你说玉流？可是他早就死了呀。乔帝知晓这件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当即将玉流是幕后主谋以及护国寺一案的详情都同孟古雪说了一遍。等等，如果这银珠就是玉流故意派来的，一旦大皇子当上国主，凭他那皇魁不惊的头脑，还有银珠的受宠程度，大皇子极有可能会把银珠封为国主夫人。无论银珠是自己生下一儿半女，还是把别的孩子记到自己名下来养，一旦他的孩子成为下任国主，这不就轻轻松松完成窃国了吗？等等，这路子听起来好熟悉啊！玉流和沈元白不就是这样的？两个权谋臭皮匠对视了一眼，觉得他们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大秘密啊！可怕！等等，乔公子，我又想到了一件事。孟小姐，你说，还是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大皇子百里成业，他曾偷了南离国库的一件秘宝，后来事发，他便狡辩说是他的宠妾怂恿他偷的。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他的托词，但南离国主没舍得重罚长子，果真将那个宠妾给处死了。至于那个秘宝，大皇子坚称被那宠妾拿走了。之前我听说这件事时，也以为是大皇子在甩锅。您说会不会其实大皇子没有说谎，那秘宝真是宠妾让他偷的？毕竟他那人禁不住美色，耳根子软得很。孟小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怀疑那个宠妾也是玉流派去的？这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我也是听了你的话，这才忽然灵光一闪，指不定是我想多了。那秘宝是什么？听说是南离国独一无二的一种果，厉害得很，好像叫勾魂牵神。娇娇又是听到孟古雪这番话，只怕要当场跳起来。破案了，破案了！傻二哥再多问2句啊！这时远方响起了马蹄声，百里成佑终于回来了。乔帝一见状，急忙迎了上去。百里成佑下了马，看了眼来得慢吞吞的孟古雪。乔帝亦都来得比你快。百里皇子如何了？一箭射中了他的后心，但是那银珠是个有魄力的，让所有人留下断后。他一人一计，带着沈元白跑了。凭我们南离国的医术，沈元白只怕未必会死。不知道能不能给他落个半身不遂。但好的医者都在国都，且银珠是我大哥的爱妾，他总会归京的，除非他打算放弃这么多年的伪装和心血。孟古雪闻言，当即将他方才和乔帝的分析说了一遍。他倒是好大的野心啊，也不怕撑坏了肚子。说到底都是靠美色和阴谋诡计，这等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乔兄，既然沈元白来了南离国，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本殿吧，无论成功与否，自会给你们传消息的。有劳百里皇子了，在下便静候佳音了。后会有期，孟小姐保重。嬷嬷，小四已经很久没来了吧？是啊，小姐，能有6、7日了。小四那小子心里是真能藏事啊。娇娇一直在等乔天京带他第2次夜审柔仪。唉，等，二哥也要等，小四也要等，大哥还要等，我命苦哦。牛嬷嬷，要用力一些，要荡得高高的，高过秋千架去。乔妹妹，玩秋千可不能弹高哦。小四，你来啦！刘嬷嬷，我想和乔妹妹说点悄悄话，可以吗？好，四殿下，那奴婢就先退下了。乔妹妹，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说吧。乔妹妹，我想求你不要救我父皇。或许在这件事上，小四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小四，我答应你。小四不曾抬头，他的眼泪一颗颗落下。乔妹妹，小四知道你心地善良，这件事是小四求你的，所以不是乔妹妹你见死不救，你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所以即便是他在自己已经这般难受的情况下，他还在担心他会有心理负担吗？小四你真是的。小四，你还小，不用活得这般累，你即便不面面俱到，也不会有人怪你的。乔妹妹，我不累，这件事后一切都会好的。小四抬袖抹了一把眼泪，再抬头的时候，眼眶和鼻头都是红红的，嘴角却有了笑容。他若逃去了北国，不，其实无论他回不回北国，雍朝与北国之间都注定会有一战的。乔妹妹，如果师父或者乔二哥要上战场，只要我够年龄了，我一定会跟他们一起去的。我想，塞北旷野的风一定自由无比，而且我身为皇子，是天下之路。若别人的丈夫、父亲、儿子都在战场上拼命，我想我更应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真被教得很好很好，像烈火，纯粹又热烈，自己熠熠生辉，还不忘温暖别人。小四，我支持你。乔妹妹，等到那时候，我就是很高很高大的少年郎了。乔妹妹也要长大了。待到小四回宫的时候，娇娇犹豫半晌，还是掏出了一张符。乔妹妹，这是什么？小四，
这是织梦符，我想你父皇或许想知道他到底做错了什么，给不给他用由你决定。小厮闻言，面色上神色数变，到底还是接下了。养心殿，雍帝躺在榻上，眸光空洞洞的向上望着，半日都不曾发一眼。黄培正说及前几日太子大婚，雍帝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无比：朕昏睡的时候，皇后来看过朕吗？回圣上，娘娘来过了。只不过当时圣上睡得正熟，娘娘让奴才不要吵醒圣上。黄培，现在连你都同朕说假话了。黄培浑身一颤，赶忙跪在榻边，高呼不敢。黄培，你说朕换个地方，朕不在养心殿，皇后是不是就会来了？黄培闻言，眼眶猛地一酸。圣上还记得娘娘当初的决绝之语，可这已经不是养心殿的问题了，是娘娘对圣上彻底寒心了呀。圣上要奴才宣皇后娘娘来看看吗？罢了，她不愿来，就不必勉强她了。这时候，一个小太监进来，低声禀报：圣上，殿外四皇子求见。圣上，四殿下来看您了，您见见吧。雍帝想了想，点了点头。儿臣参见父皇。起来吧。待四皇子起身，他这才第一次认认真真打量了自己这个小儿子，一举一动无可挑剔。他从前为何不曾发现呢？父皇，您感觉如何？儿臣不曾打扰您休息吧？四皇子恭恭敬敬地问着，浑然不似父子间的寒暄，倒更像君臣。到底是从前做的孽，孩子们和他都是不亲的。想到这里，他陡然就失了兴致，疲累感涌上来，昏昏欲睡。雍帝本想让四皇子先行离开，结果四皇子却说想在这里守一会儿，等雍帝入睡后再走。黄培见状，识趣地退到了外间。四下无人，四皇子掏出了袖子里一张白符，放在了雍帝的手心里，期间很快散发出一阵金光，而后消弭于无形，而后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雍帝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长到仿佛经历了另外一个人生。他处死了乔中国，刺死了太子，逼疯了皇后，还让小四王死。难道我要当小姑姑了？爹娘，你们很快就要做祖父祖母了啊！那我岂不是要做叔叔了？我真的要做小姑姑啦！傻孩子，你什么时候觉出来的？也不早些和娘说，这些日子还总是过来陪娘说话。娘很欢喜你怀了身子，但是也最懂其中的艰辛与不易。仙儿别怕，娘会好好照顾你的。乔中国没有上前，他背过身去，悄悄地抹了抹眼泪。这个孩子的来到实在是意义重大。在娇娇的预言里，他们乔家满门惨死，断子绝孙。这场家宴持续了许久许久，若不是乔夫人担心累着韩雅贤，提前叫停，大家还能闹好久。第二日，乔中国将天经地义兄弟俩换到书房，怀里抱着娇娇，终于要开始复盘了。乔帝义先将他截留二皇子的经过说了一遍，尤其提起了替他解围的孟古雪还有百里成佑。他们两个很有欢喜冤家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将来怕不是真要成一对吧？好强的宿命感！我记得百里成佑还对孟古雪说过，下辈子给他，这不就应验了吗？当听到二皇子断了手筋，后心又正中了一箭，却还是被银珠成功救走之后，娇娇觉得宿命感瞬间就拉满了。战场转移到南离了，男主和男二还是对上了，可是这一次女主站在了男二那边。南离那边我们插不上手，但是却不能坐以待毙，万一百里皇子也留不住沈元白，他还是要回北国去的。北国王庭如今局势复杂，金玉王五子旁支虎视眈眈，他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沈元白就算去了北国，等着他的也是一滩烂摊子。而且虽然金玉王一直声称支持沈元白，但据线人来报，这么多年他始终不曾放弃求子，可见支持沈元白也不过是金玉王的无奈之举。娇娇闻言眼前一亮，他唤出功德商城。妈呀，我就记得当时扫过一眼，有这玩意儿。真不知该夸功德商城包罗万象，还是该夸老阎王面面俱到，完民好运来。专治不孕不育，但关乎因果生命，不可滥用，心诚方灵。爹，如今北国王庭争斗不休，只要沈元白去了北国，必定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彼时金玉王一定会支持沈元白，就先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若到时候金玉王与沈元白胜出，而这时金玉王发现自己有了子嗣，局面只怕就不只是生就操戈那么简单了。雍朝与北国之间终有一战，我会尽早禀报太子殿下，暗中做好准备的。乔帝这时候也终于好奇地问起那日宫里发生了什么。乔中
中国捡着重点说了几句。当提及雍帝中了奇蛊之时，乔帝一下子站起来。蛊？圣上中蛊了？什么蛊？还未查明。我知道啊。啊？什么？真的假的？是孟小姐告诉我的。我觉得就是圣上中的蛊没错了。乔帝当即将孟姑雪的话复述了一遍。勾魂牵神，得，听名字就像。这么说，玉流可当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二弟，那这蛊是如何中到人体内的？为何能控制中蛊者的心神？而且这主导权又是如何从玉流转移到二皇子身上的？乔帝被问傻眼了，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没问。乔中国恨铁不成钢啊！你小子当时就不能多点好奇心吗？哎，算了，老子尽快修书给孟小姐问问。爹，之前儿子还想着多掌握一些线索后便重新审问柔仪，如今看来时机倒是差不多了。大哥，我要一起去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元白妄图以蛊控制圣上，结果计划败露，周勃身死，金珠被擒，他奔逃南离国，被我二弟割断了手筋。银珠想要救下他，可造化弄人啊！沈元白被南离国三皇子一箭射中后心，当场殒命。小贼，休要以为三言两语就能骗得过我！殿下龙章凤姿，胸有沟壑，又有公主留下的筹码，绝对立于不败之地。没错，而且那个狗皇帝绝对看不得殿下受伤，他就是拼死也会守护殿下的，这就是狗皇帝的命。你如此笃定，是因为圣上中了玉留下的勾魂牵神蛊吗？对吗？可是不巧，圣上把蛊吐出来了，虽然元气大伤，但已然不受沈元白控制。所以公主牺牲性命布下的局就这么功亏一篑了吗？为什么？这时乔天经故技重施，眼疾手快的将那颗实话实说完，塞进了楚柔嘴里。玉流究竟是死是活？死了，公主死了，因为那勾魂牵神蛊吃的是血肉，是公主用自己的身体养了的3只蛊。那玉流是如何凭借勾魂牵神蛊布局的呢？告诉你也无法，乔贼，你该要知道，你面对的公主是何等的玲珑心肠。那一年，美国与雍朝爆发了战争，乔中国的横空出世很快改变了这一切。他接过大阵之后，连出奇招，竟硬生生扭转了战局。此时公主已觉出不妙，但先王上与当今金玉王都自负自大，认为雍朝文弱，一个乔中国解决不了什么。公主请求先王上向南离国寻求合作，届时南北夹击瓜分雍朝，南离国必定心动。但先王上却认为战局依旧乐观，主动与南离国合作便犹如示弱，最后以女子部的干政为由，将公主搪塞了过去。公主眼见劝不动先王上，只能先行未雨绸缪，派人前往南离国。乔中国举军打过了武丁河，将战场打到了北国的国土上。公主预感大事不妙，急忙让那名细作哄骗百里成业，偷来了勾魂牵神蛊。可这时公主还尚未下定决心，因为这蛊以血肉为食，一旦入体便再无转还的余地。这时候先王上和文武百官开始急了，这才想起可以修书与南离国合作，可一切都迟了。公主当时便提议，可立刻向大雍皇帝递上降书，以换取乔中国止步路程。皇帝那些迂腐大臣还骂公主卖国，说什么宁折不弯，一定要打到最后一个。公主失魂落魄的回了宫，喃喃说了句，再折腾下去，北国的气数就真的要尽。奴婢当时就劝公主，让她索性放下这里的一切，随嫡世子远走高飞去吧。但是公主不肯，公主无法放弃生养她的土，也不忍抛弃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于是那天夜里，公主便在奴婢的陪同下割开手掌，将那3只蛊虫打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一场从一开始就奔向死亡的谋算开始了。勾魂牵神蛊，一母二子，母蛊为主，二子蛊一为勾魂，一为牵神，相辅相成。蛊虫进入公主的身体后，便开始贪婪的吸食血肉。公主疼得在大殿的地上直打滚啊，口中叫着：“柔仪救我，柔仪救我！”养蛊的过程漫长而痛苦。这也意味着公主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耗尽自己的血肉与生命。乔中国继续往都城攻来，而公主也开始了她的计划。公主先是控制母蛊，将勾魂子蛊逼出体外，将其捣碎入墨，亲自画了一幅自画像，又言辞恳切地写下了降书，而后封存，命人即刻送往雍朝都城，送到雍帝面前。这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勾魂蛊是公主用血肉养成的，其上浸满了公主的气息，旁人只要近距离吸入，便会不可抑制地对公主生出好奇与向往。
但这样足以撼动一位帝王吗？公主心里其实也没底。当年公主人在千里之外，亦不曾见过雍帝。这一场算计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豪赌，只不过公主倾尽全力，一直在增加自己的筹码，美貌画像，巨乳条约。公主说不会有更坏的结果了，说天不佑的，那最后不过以身殉国而已。好在天遂人愿呐，在乔中国围城的第4日，雍帝的旨意终于到来，而公主也劝动先王正式递上了降书，北国保住了最后的尊严，而公主也启程前往雍朝了。那一日，百姓夹道相送，那天公主以一己之身止戈两国。公主带着最大的谋划离开了古都，这一日势必就要将整个大雍都搅得天翻地覆。当雍帝见到公主的那一刻，当时埋下的勾魂骨终于迎来了爆发，雍帝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就彻底被公主吸引了。而第一次行房的时候，千神骨也随之进入雍帝体内，开始了长达10数年的潜伏和把控。那个狗皇帝对公主如痴如醉，连公主非完璧之身都毫不在意。勾魂与千神相辅相成，公主让雍帝将那幅画挂在了御书房中，他自然欢欢喜喜地照办了。他身体里藏着千神，还每日与勾魂为伴，对公主的迷恋渐渐就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也就是这时候，公主发现自己怀了雍帝的孩。公主原来的计划是将雍朝彻底拖垮，可这个孩子的到来改变了公主的想法。可若让肚子里的孩子成为雍朝皇帝，就能轻而易举完成窃国，所以她更希望这一胎是个皇子。如此一来，这条路会好走许多。但若是小公主也没有关系，虽然艰难，但一旦成功，这将会是改写历史的创举。还有一个原因是，公主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再孕育一个孩子了，这会是公主的最后一搏。她要将两国共治，甚至一统天下的荣光都留给那个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这天下最后要行经，须以北为尊。太子是最大的障碍。公主试过对太子下手的，但皇后将太子保护得极好，于是公主迂回心策，离间了帝后。公主决意自强之前，特意去了一趟翊坤宫，让雍帝以为是皇后逼死了她。所以公主自强之前特意嘱咐过，让我在她先去几年后，用故国的红线转生之法再行离间之计，让皇后彻底安心。所以我偷偷在那个皇宫雕塑里加了个否字，我就是要看着她抓心挠肝，求而不得，看着她夫妻分飞，众叛亲离。还有三皇子，竟非那个没头脑的蠢货，坏了身子竟然还敢到金玉宫炫耀，都不用公主吩咐，我迅即就给他下了药。娇娇闻言，眼睛微微一瞪，竟然连三皇子的体弱都是他们的手笔。让我与金珠出宫，在护国寺为殿下培养死士，让银珠去南离国为殿下铺就后路。游进灯窟之前，公主又将早已吃饱喝足的母骨转移到了殿下身上，甚至最后还殚精竭虑留下了2条锦囊妙计，助殿下度过未来可能遇到的艰难考验。公主以身入局，这般都换不来上天的眷顾。这天果然是瞎了眼的。楚柔，你当真知晓预留的全盘计划吗？那我问你，金玉王无子一事，可有预留的手笔？和公主没有关系。真的吗？你方才所言，预留一次次劝导先王上和朝臣，他们却反过来污蔑预留卖国。预留当真一点也不怪他们吗？你说他以身饲骨，这股到底是他主动要的，还是被逼的？他既如此无畏，为何痛苦万分之时，喊的却是让你救他？还有，你说预留来和亲的时候已非完璧之身，那他的贞洁给了谁？狄在英还是另有其人？还有，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时候，一颗乌溜溜的药丸突然从楚柔嘴里飞了出来，滚落到了娇娇的脚边。娇娇面露疑惑，俯身一看，这正是他方才给大哥的实话实说丸。原来楚柔根本没把这实话实说丸吞下去，他方才是清醒的。那么他说了这么多，又几分真几分假呢？他到底想掩盖什么？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殿下，银珠，我这是哪儿？殿下，这是南离国都城，我们正在大皇子的一处别院中。扶我坐起来吧。他咬牙强撑着，折腾得满头大汗，这才终于坐了起来。殿下，您没有斗志了吗？沈元白不曾作答，他觉得累极了。殿下，国医说您气血两亏，内之间若不是母骨吊着您的心脉，您当真就回不来了。骨
就是公主传给您的那只母蛊，她与您已是共生关系，她也想活着。这样啊，看来母妃又救了我一命。殿下，您的手筋断了，虽然古医已经替您接了起来，但是要如从前一般张弓拉箭，怕是很难了。银主，母妃在金锁里有言，让我去北国之前务必要来一趟南离，是特意让我来见你的吧？理由呢？有什么非见你不可的理由？因为有些事周流他们不知道，柔仪不愿意提，只有奴婢敢告诉殿下。殿下，北国并没有那般好，至少不像柔仪和周流他们说的那般好。您说，一个靠着公主和亲才能苟延残喘的国家，得里干烂成什么样子呢？其实公主真正的愿望是让陛下您成为庸国皇帝，然后吞并北国。但她却总是忍不住的想，若先王上和金玉王当真如此宠爱母妃，怎会舍得让母妃以身饲骨，又怎舍得让母妃独自一人深入虎穴呢？看看乔家吧，他毫不怀疑，若被推出去的是乔娇娇，乔家就算战死到最后一人，也绝不会牺牲乔娇娇的，那才叫宠爱，不是吗？殿下，奴婢这里有一封公主的亲笔信，除了奴婢，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殿下，读了这封信，您便什么都懂了。银珠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双手呈给沈元白，伸出手接过，却并没有立刻打开。银主，先说说南离国这边的情况吧。回殿下，南离国3个皇子里，大皇子百里成业占了个长字，虽贪欢好色，但与国主父慈子孝，颇受宠爱。二皇子百里成志手段狠辣果决，在朝中颇有势力，声望也高。三皇子，殿下，百里成佑的生母是继国主夫人，所以他占了个嫡字，而且这些年来他越发出类拔萃，连国主也连连在朝中夸他能干。当年他还是个毫无威胁的毛头小子，如今眼瞧着竟成了国主这位最有力的竞争者。银主，北国不急着去，先想办法帮大皇子夺取国主之位吧。过几日大皇子这边的布局都与我说说，还有二皇子和三皇子的信息全部整理成册，再去仔细打听打听三皇妃的行踪。殿下，这三皇妃是雍朝来的和亲公主，奴婢当时还尤其关注过的，可是一段时间观察下来，这三皇妃行为颇为怪异，做事也自成一套风格，让奴婢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三皇子对她倒是稀罕的紧，至少这些时日下来，他与这三皇妃称得上是形影不离。前些日子的定亲宴上，三皇子竟然还对天下人声称要与三皇妃一生一世一双人，这算是极重的承诺了。一生一世一双人。银珠，我方才说的都去查来，这几日就要。是，奴婢告退，殿下好好休息。银珠，以后莫要再喊我殿下了，叫我公子便是。是，公子。公主，您瞧见了吗？殿下小小年纪已经这般可靠了，奴婢觉得很安心，说你也能看到这样的殿下，该多好啊。